你威胁我？哼，老朽可不敢威胁洛云剑主。我们外门弟子同进同退。你若要处罚，大可一起处罚。但我还是那句话，外门没有你洛云，照样可以运转不休，但没了我们，必会分崩离析，就此混乱瓦解。是吗？该说的话我们都已经说完了，具体如何选择，全凭洛云剑主一句话。等你想清楚了，再来找我们吧。我们在外门恭候你的大驾。可笑！如果管理和统治真有这么简单，那就还好了。如果洛云他就此一蹶不振，那再好不过。但如果他成功统领外门，我们得做得干净点。师傅，现在高声庆贺，是不是有些为时过早了？洛云他如此嚣张，身后应当有相应的实力支撑。洛云身后的实力，师傅为何发笑？传功一脉位于三大支脉末尾，那几名剑主的权力小之又小，是没有办法影响外门事务的。唯一的不确定因素就是阁主了。不必担心无节阁主，按照他这么久没有插手的情况看来，将外门交给洛云，是他给洛云的一个考验。现在洛云已是孤掌难鸣，外门的关系错综复杂，我内务一脉渗透多年，依旧无法彻底掌控。洛云一个毛头小子又能做什么？这次我们一定要让他颜面扫地。明阳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你让齐越和莫成运两人找机会再推波助澜。记住，这件事绝不能刻意。是。洛云，在里面吗？我在，你进来吧。我有个解决这件事情的好办法。目前我们已经知道他们联合起来的目的了，所以我们只需要了解他们之间的矛盾纠纷，然后再从中生事，自然能瓦解他们的联手。我出生于帝王之家，那宫里宫外的阿扎氏也见过不少，手段自然也知道。只需要半年左右，我定能。不必，此事因我而起，你大可放心，我能处理。明日我会亲自前往外门，看看他们是什么情况。但是，没问题的，倾城。明日我陪你一同前往外门吧。这件事就这样说定了，我们两人同行，相互间也能有所照应。还真是爱自作主张。在下王禄，见过洛云剑主。王长老不必多礼。王长老掌管贡献殿10余年，大小事务都由长老一手操办，实在是劳苦功高啊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这是分内的事。确实，在其位谋其职，王长老能明白这点，洛云非常高兴。但贡献殿的账本清单似乎从未上缴过吧？洛云剑主有所不知啊，这贡献殿的事务繁杂，实在是没时间。不过洛云剑主如果需要，我可以抽空给您整理好送过去。那就麻烦您了，5日内我要看到全部的账单。这只是让你们整理好给我便是，核对之类的就不需要了。毕竟是真是假，时间也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那就有劳王陆长老了。今天你是在刻意为难王禄和其他长老吗？是，也不是，就要看他们怎么办了。
意思是，以王禄为例啊，我懂了，他们并不可能不整理账单，因此如果要直接交给你，就不算为难；然而如果要造假，就算是为难。对。哎，那事情发展到如此境地，你现在有何想法？洛云建主，阁主有请。坐吧。洛云有辱阁主所托，不敢就坐。关于这2日外门事宜，我也有所听闻。外门本就是利益纷杂之地，以你的资历，要想立即掌控，确实有些难度。话虽如此，但今日我找你来，只是想告诉你，倘若你觉得此事你已无法处理，那我可以代你出手。这样一来，你和外门长老、执事的关系，也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。所谓缓解，但也只是表面关系，内心定然还有不服，因此，洛云更希望能自己解决。哦，听起来你已经有解决的办法了。只要阁主愿意让我放手去做。没问题，你尽管放手去做。多谢阁主。阁主可是因为外门之事责问你了？没有。那阁主找你所谓何事啊？大概是窃刀杀人。家主，有消息了。说。是。洛云进入万剑殿后，没多久就出来了，并且让夏倾城传达命令，要求外门众弟子明日于外门广场集合，同时表示会对外门长老执事的要求妥协。好，你退下吧。是。我之前便说过，阁主根本不屑管理外门。他这次传召洛云，多半是不想后者太过难堪，专门给一个台阶下。洛云有登天剑会的魁首之位，但他在外门长老中没有任何地位。经过此事，其声望也该在万剑阁中一落千丈。只要洛云地位一落千丈，日后我们要对他动手的机会也就多了。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小看了他。他得到九玄破阳丹的灵才，进入天灵之境，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。哎，你也去看热闹？去看看，走。快走。哎，你也是来看热闹的吗？啊，对啊，万剑阁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剑主，前途无量，居然能吃瘪，那不得来看看？哎，你觉得这外门长老会怎么对他？这长老和执事怎么还没来？没事，等着吧。哼，他们难道就不担心自己的声望问题吗？就这还好意思说你不会管理呢？没事。哎，这剑主就不能催催他们吗？这些长老也是，居然敢让剑主等他们，这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这人都七生，我听说前几天洛云剑主要他们交出手中实权，我估摸着
就这原因。那这肯定啊，除了这原因，还有什么别的吗？哎，你这人说话……哎，来了。因为要处理一些事情，所以耽搁了时间，让落云剑主久等了。没想到这才过去几天，落云剑主做出这样的决定，懂得收敛锋芒，着实让我等感到十分惊喜。不过，即便落云剑主做出这样的让步，我们还是不太能接受你成为外门之主。毕竟这统领外门不是靠天赋和实力，而是管理能力。我跟你说，他就是岩区长老，说完了吗？严长老的意思我当然明白，只不过我还有一事不太明白。哦，何事？说来听听。很快就要变成死人的你，为什么还要紧紧地把利益握在手中？什么？若云，你敢公然违抗门规，擅自杀人者，一律处以极刑。我可没擅自杀人，至于理由，我想你们没资格知道。方才是他占偷袭之便，才杀了严长。我们一共6人，何必拘斗？说得对。可是你们先打算动手的，我这个最多算是自保。雪山。多云，你我同是万剑阁之人，你杀了我们，下场也不会好过。几日前，你们围堵剑主峰，逼我交出实权。等我亲自登门讨要账本，也是互相推诿。你们还想和我有什么同门情谊？至于我的下场如何，就更和你们没有关系了。我就说吧，他不会那么轻易妥协。但这为了争权夺利，触犯门规也太……不会吧？难道他还想把其他长老们也一起给解决了吗？陆行，交给你了。陆行，这些人就交给你了。知道了。落云剑主有令，凡是外门长老、执事，一律缉拿，违抗者杀无赦。居然是血法队，不，还有执法一脉的执法队。今日落云连杀6位长老，他这样的行为已经是死罪一条。哦，你们血法队、执法队手持公正之剑，掌管万剑阁的一切刑罚。落云甚至当众斩杀外门长老，理应将其缉拿归案，当场诛杀都不为过。但你们却还有谁有意见？落云剑主，此事影响不小，需要你跟我去一趟执法殿。好，今日麻烦大家了。落云初来乍到，
之后在外门的日子里，还有劳大家多多照拂。没想到，洛云居然暗中勾结了执法一脉，想要把那些长老和执事一网打尽。他居然当众灭杀长老，这可是死罪！哼，这件事，洛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全无罪。但是保险起见，我们还要再去找一次阁主，免得出现意外。正有此意。赤霄剑主，剑长老突然到来，不知有何事？阁主有令。关于今日的武道广场之事，将全权交由执法一脉处理，内务一脉不得过问，违者严惩。什么？怎么这么久？怎么，还以为我出不来了？万剑阁门规锁定，无故残杀同门之人都是死罪。虽说你身为剑主，但这刑罚仍是无可避免。走吧，边走边说。在你走出执法殿之前，有2批长老执事先行离开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第一批离开的长老执事500余人，功过相抵，因此执法殿只是予以警告。哦。至于第2批，情节比较严重，经过商议，决定让他们把自己的全部家底用来抵押自己的过失。你看到那些随行的，都是去监督他们的。啊，那剩下的呢？全部处决。啊，这么果断吗？他们情节严重，为了肃清外门风气，无尘剑主亲下决定，杀鸡儆猴。阁主怎么会插手外门事务？没想到，阁主竟然能为了洛云做到这种地步。如此看来，洛云在阁主心中的地位，已经不亚于百里狂生。这是他在警告我们。不错。可恶！元光，你别走了，晃得我头晕。我着急呀。那边有茶，你可以喝点茶，冷静冷静。体谅体谅他的心情吧。这事阁主应该自有安排。那肯定啊，但我就是想知道这事儿现在咋样了。从一开始洛云就不让我们管，现在更是阁主亲卫剑长老直接上门传信，这搁谁谁不高兴呀？确实。你们4位为何在这里？这一件事确实跟阁主有关系，只不过他并没有动私心。这些账本记录了外门所有长老执事的交易往来，大到王器丹药，小到灵石银两，这里面的利润可是和实际万剑阁的收入大不一样。当然，这些账本在进入万剑殿前，阁主就看过了。至于3000余名长老执事的判罚，也是根据账本的记录，由执法殿严谨给出。既然这些账本这么重要，你又是从何处得来？我偷的。确实，这样的手段不太好上台面，还能顺势借阁主的噱头。不错，我想要在短时间内彻底掌控，唯有借阁主这面大旗。既然你早就拿到了这些账本，为何不早点出手？日后我若再出手掌管外门，又有谁敢多说半句？一是为了当着所有外门弟子和长老的面示威；二，也是要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。倾城，你是否记得前几日咱们一起去贡献殿？记得，你还让王璐给你交账本。其实，在那天之前，我就已经拿到账本了。只是如果王璐在后续几天能如实的承认中饱私囊之事，可能不会身死，
只可惜，有些人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哎呀，好，你这臭小子，考虑的还真是全面。元光，别一惊一乍的。经过这次执事和长老的大清洗，外门的实权也算是真正掌握在了你手中。现在只是清理了一些阻挠，但是要真正收拢那些外门弟子的心，光震慑可是远远不够。倾城，我需要你再帮我传令，明日让所有外门弟子前往武道广场，时间仍是中午，任何人都不能缺席。现在吗？麻烦你了。好。是时候开始我真正的计划了。参见洛云剑主。你出列，去左边的武道擂台等候。是。那人已达地灵9重天，仅差一步，就能进入天灵境界。莫非洛云剑主要大力培养，令其成为外门的长老或执事？有可能，毕竟经过昨日之事，长老和执事之位大量空缺。为了让外门自由运转，肯定会扶持一些有天赋的弟子。你出列。倾城，擂台上的外门弟子，就麻烦你逐一做好记录了。从此刻开始，他们就再也不是万剑阁之人。洛云剑主，您直接把我们驱逐，这恐怕不太合适吧？我不养闲人。我修为已达地灵9重天，若我是闲人，那台下那些家伙又算什么呢？说谁呢？你其实不喜欢剑道吧？之所以加入万剑阁，也只是为了得到修炼资源和身份地位。你这是欲加之罪。该说的话，我都已经说完了。明日时分，你们便离开万剑阁吧。整个外门都由我管理，纵使阁主在场，也无法拦我。还有一事宣布，我要招收门徒，辅助我管理外门大小事宜。不过，这些门徒除了能够聆听我讲解剑道之外，跟寻常外门弟子没有任何区别。有谁想要加入，就去找外殿长老登记，截止日期是5天后。啊，布道，洛云剑主才18岁，能有何剑道领悟啊？是啊，还要管理那么多的外门杂事，那修炼不得大大落下吗？洛云剑主，我愿成为门徒之一。剑道共分为3大境界，第一境乃人剑合一，人与剑不分你我；第二境乃灵剑合一，灵为武灵，更是天地；第三境则是无剑之境，天地之大，红尘万物，皆可为剑。洛云年纪虽小，却已有如此见解，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！有意思，有剑即无剑，无剑即有剑，不依赖道具也能通达万物。居然有2人突破了。起来，你们2人看我这一剑。
刚才这一剑，你俩领悟了多少？剑主刚才那一剑，让我有种心神共鸣之感，我应该领悟了有8成。你呢？弟子愚钝，刚才那一剑，我连1成都未能感悟。考验通过，从今日开始，你们便是我的亲传弟子。这剑主峰，你们可以随意进出。啊！多谢师尊，弟子古玄清见过师尊。既然你们叫我一声师尊，那这拜师礼自然是不能少。啊！这9玄破阳丹太过贵重，弟子不敢收。收下吧，以你们目前的修为，服用9玄破阳丹刚好合适。说起来，啊，我也有份吗？我说过要送你一份礼物的。这应该是最后一枚9玄破阳丹了，你就自己留着吧。师尊愿意收我为亲传弟子，已经是玄清的荣幸了。这颗丹药，还请师尊收回。我也一样，还望师尊见谅。我们2人一路走来，相互扶持，区区一枚丹药而已，算不得什么。你们什么时候达到此境界？3年前。你们等一个突破的契机，等了3年都没等到，现在却为了一点点的脸面，就放弃了这等机会，愚蠢至极。啊！那拿来吧。只要我们问心无愧，就需要拼命地往上爬，见识一下这剑道巅峰之上，到底是谁在操弄我们的命运。如果有，那就试试看，手中这把剑够不够锋利，够不够斩断枷锁，超脱3界，傲绝世间。如此心胸，又懂得把握别人的弱点，很不错。多谢师尊教诲。今日的讲道到此结束，下一次讲课我会通知。在此之前，你们务必要掌管好外门，这既是磨练，也是考验。洛云见过阁主。见过阁主。起来吧，今日发生的事，我听说了，你做得很好，多谢阁主夸赞。你刚掌管外门，就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，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，让外门起死回生。今日你开了好头，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，你能继续统摄外门，让外门变得更加强大。定不负阁主所托。竟然是9玄破阳丹的灵才吗？阁主这是何意？分享之道固然值得提倡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你都是万剑阁未来的栋梁。我希望你尽快凝聚阳丹，进入天灵之境。既然如此，洛云就却之不恭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还要再去一趟传宫剑主峰。恭送阁主。看来，阁主是有意栽培你。哼，不是哦，他只是在分权制衡而已。我刚才还在烦恼9玄破阳丹的事，万万没想到，几句话的功夫就解决了。啊！经过今天一事，很多人都会特别关注这里。但范无节刚刚亲自上门送了一份灵材，其用意也不言而喻。如此一来，其他人也该知道这事儿了。不过我要闭关5天，在此期间，外门的事务就麻烦你和陆凌、古玄清了。阁主之意，分明就是想栽培洛云，让他成为第2个百里狂生，从而提升万剑阁的实力。且不说我们能否对他动手，就算能，也必须很小心，不能留下任何把柄。
他得到3枚九玄破阳丹后，并不自用，而是赠予他人，这便说明他的野心极大，宁可延缓修行的进度，也要夺得实权。也就是说，洛云得到第2份灵材之后，多半也会将其当成笼络人心的手段。这样说，我们如果要除掉洛云，难度并不大，只要细心布局，就足以让他自乱阵脚。没想到，魔王宫收藏的宝藏内，竟然真有7星慧元剑阵。虽然在梦境里，我施展这等剑阵，所向披靡，但是要修炼7息剑法，耗时太长，恐怕等不及。虽然我现在只是修炼了光之剑意，但是剑道领悟，先天便是相通的。要大致布置出其他6系的剑意，还是不难。今西方之行，黄为之长，9埋不生衣，百炼不清，从革不为。木，东方之行，冒地而生，下向其根。水，北方之行，向众水并流，终有微阳之气。火，南方之行，回也，沿而上。土，地之生物，从中而出，如人口之土，由内而外。光，从火在人上，光明熠熠。暗，无光无色，无形无欲。昨日我让陆凌和古玄清传令，凡能破开剑碑之人，不论外门内门，我皆会收为亲传弟子，并且赐予1枚9玄破阳丹。你也不该如此鲁莽。这命令一出，恐怕今日会有数万弟子前来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怕你拿不出这么多的9玄破阳丹了。此事你们大可放心，穷极整座万剑阁，能破开剑碑之人少之又少，而且10有8九都会出自外门。开始吧。我失败了，下次吧。我以新的装扮来参加亲传弟子选拔，虽然希望洛云他能垂青，但是我更想破开剑碑，堂堂正正成为他的弟子。为什么？下一位。破1座剑碑就能成为亲传弟子，还赠予1枚珍贵的9玄破阳丹，真有这种好事？哼，我看只是噱头罢了。啊？是吗？我现在作为洛云剑主，大概不需要引人注目吧。话说回来，你们现在这样做，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吗？陆凌、玄清，你们2人去把第2、第3座碑破给大家看看。是。
多谢师尊指点，多谢师尊恩赐。不必，你们能理解就很好。陆凌和古玄清本就是洛云的亲传弟子，这些剑碑又是洛云立的。如果他们想要做什么手脚，我们旁人又怎么会知道？你，他可不是我的亲传弟子哦。弟子宁乐凡，见过师尊。不必多礼。从今日开始，你便是我的亲传弟子了。服下地沙奥灵草，你可以直接进入地灵9重之境。之后稍加修炼，服下9泉破阳丹，便能冲刺天灵境界。修炼途中有什么疑问，都可以问我。是，多谢师尊。究竟是谁这么残忍，竟然不顾门规虐杀同门？竟然是他！你认识他们3人？他叫秦贤，是内门弟子。前段时间我跟他发生了点冲突，所以恰好知道。姓秦？是秦家的直系弟子。除了他之外，这2人我记得也来自秦家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师尊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走吧。洛云，立刻给我滚出来！洛云，你公然诛杀我3名族人，这是在挑战我秦家。洛云剑主，今日早些时候在剑碑底下发现了3具秦家弟子的尸体，此事对万剑阁、对秦家都影响极大。阁主命我彻查，因洛云剑主跟秋墨剑主有所恩怨，故而我来例行调查。调查？这还用调查？人是死在他洛云立的剑碑下，再加上我们之间的恩怨，凶手是谁，不是一目了然？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，你们赶快把这些人都押入执法殿，按照门规废除修为，逐出万剑阁。喂，我师尊堂堂剑主，为了报复你们家，杀3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真以为谁都和你们一样蠢吗？再说了，他们3人只是死在了师尊的剑主峰下，倘若今日死在你们秦秋墨的剑主峰下面，你们还会这样吗？你说什么？我与他皆是师尊的弟子，这里是我们的起居地，相比下，你们登门乱废，又有什么道理？你们3个，秦秀，是我们血法队负责调查这件事情，如何判决，如何调查，都归执法殿管理。如果影响了我们调查，就算你是剑主之子，也要追究责任。你，好你个陆行！洛云剑主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哼，没有。正如我的弟子所言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可能虐杀和我没有关系的人。洛云剑主，关于这件事情，我们会追查到底的。今日就先行告辞了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竟然有人死在了洛云剑主峰！什么？谁敢行如此嚣张之事？这不是摆明了要嫁祸给洛云剑主吗？轻点儿，小心隔墙有耳。
罗云，都看到他们的尸体了，再装傻就说不过去了吧？这段时间，你先后杀害了秦家和我常家共6名弟子，其中甚至包括一名天灵境修为的弟子。赤霄剑主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说。此事由血法队调查，在他们结果还没出来之前，你们随便下定论不太好吧？还是说，你们觉得你们要比执法队更有话语权？确实，按照常理，大家都会考虑到洛云剑主爱惜羽毛，就算要杀人，也不会给自己留嫌疑。但如果凶手反其道而行之呢？2次暗杀矛头直指秦长2家，而在洛云进入万剑阁前，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。这点又该作何解释？精彩，这就是你的证据？确实，我们拿不出实质上的证据，但你，洛云剑主，你又有什么证据能洗清你的嫌疑呢？确实，我们拿不出实质上的证据，但你洛云剑主，你又有什么证据能洗清你的嫌疑呢？没错，你如何证明自己不是凶手？我有证据。我手中有2张卷轴，第1张记录着6名死者的详细死状，至于第2张，则是过去3年时间里一系列凶案死者的详细死状。过去3年，陆行，你说的莫非是暗影之谜？长青剑主，何为暗影之谜？过去3年时间里，万剑阁先后有23名弟子被杀，死状都极其惨烈。阁主极为重视，曾派出无数弟子搜查，但至今未能击凶。而那名暗杀者也被称为暗影剑客。陆行，莫非？经过我们的调查，此6人的死状跟暗影之谜的23名弟子极为相似。若无意外，凶手应该是3年前的暗影剑客。什么？暗影剑客竟然又出现了？阁主说，在找到暗影剑客之前，不希望剑主互相污蔑。阁主都已经开口了，我们自不再插手。站住！我重申一遍，关于暗杀，我不想证明什么，也不需要证明什么。这里是剑主峰，是我的专属领地。下次若再敢来犯，来一人，杀一人。告辞。多谢诸位出言相助。你我同为传功一脉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这些都是分内之事。3年前的暗杀之谜，你说会不会是内雾一脉的阴谋？常赤霄的怒火并非虚假，而且他没必要为了诬陷我，就折损一名天灵之人。那人还是他的亲侄子。原来他早已暗中调查过了。这个蛰伏了3年之久的暗影剑客，对方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此次动手又有何目的？我也不清楚，只是希望别影响我的计划。我就不信抓不到他。去，遵命。是。听说赤霄剑主连番布局了几天，都没能抓住凶手。我们别逗留了，快回主峰吧。好，走。还在坚持吗？这名女子
每日都前来感悟剑碑内的剑道真髓，而且他每次劈砍，我就感觉我体内的剑意隐隐被压制。我有预感，此女会成为师尊的亲传弟子。乐凡，我看你很清闲。这样吧，立刻回修炼密室，感悟50遍剑意之形。啊，那可需要整整2天。这是昨夜陆清玄突破修为桎梏，进入天灵4重境界。为此，常明阳为他办了个盛大宴会。这份请帖便是由陆清玄发出的。陆清玄是何人？这个陆清玄不仅容颜无双，还拥有7级光涡剑意，乃是万剑阁当之无愧的第一美女。不过她婉拒了阁主的邀请，拜常赤霄为师，以报知遇之恩。这次常明阳为陆清玄大摆筵席，估计就是想博红颜一笑。原来如此，不过我没兴趣。你既然拒绝了美人的邀请，那我现在就把请帖送回去了。宴会我会准时参加。口是心非。人还真多。弟子常明阳，见过落云剑主。见过落云剑主。起来吧。前几日，落云剑主突然说要来，还以为是开玩笑，所以没能及时准备。那我就坐这里吧。落云剑主，那是我的位置，更何况你们5人也坐不下呀。有理，你们跟常明阳一起到角落坐去。好久。你，很抱歉，来迟了。是暗之剑意，难道那暗影剑客是？他身上除了光之剑意外，没有丝毫暗之剑意的气息。今日宴席，乃是弟子陆清玄邀请几位而来，若有招待不周，还请落云剑主多多包涵。陆师姐入万剑阁不过3年，便有如此成就，将来必能成为一代剑主。这枚静心灵玉便作为贺礼，提前送与陆师姐。不愧是剑主之子，这静心灵玉可价值数10万灵石。秦师弟有心了。此剑名为许国，位列4文王系。剑身如许，灵力无匹，最为适合陆师妹。啊！竟然是4文王器！多谢齐师兄。
次文王气而已。清玄师妹，唯有此物能表达我的心意。这2枚灵兽卵，一者为红渊鹰，另一者为蓝央隼。成年后必能踏入天灵境界，而这2尊灵兽天生心存灵犀，一生俱生，一亡俱亡。我这血光剑比这灵兽卵仍是有所差距，而且这寓意……常师兄的礼物太重，清玄不敢收下。清玄，我今日赠予你灵兽卵，除了恭贺你的突破，还想以此求亲。师兄，你求亲既是我的意愿，也是我爹和内务一脉的意愿，还望清玄师妹接受。竟然威逼求亲，好无耻！求亲大事不能马虎，必须有权威之人见证。不知落云剑主，你能否帮我见证？见证之事，我当然乐意，但你拿着一对死卵作为聘礼，未免有点过分了。我这一对灵兽卵，乃是我父亲历经千辛万苦得来，也经过内务诸多剑主检验过。怎么可能是死卵？要证明是不是死卵，很简单。你拿死卵作为聘礼，还如此威逼着陆清玄答应求亲，太过于卑鄙了。还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这2枚灵兽卵太过罕见，诸多剑主看不出生死，也实属正常。常师兄不必恼怒。哼！这个陆清玄，性情太过于温和了。乐云剑主，不知这次您带了什么昂贵的礼物？我来的匆忙，并未准备礼物。若是不嫌弃，我愿赠一字，以作礼物。哼，好贵重的礼物啊！这便是我要赠予的剑字。落云剑主随意一划，就说是剑字，有点糊弄人吧？我曾说过，剑道即为天道，故万事万物都可为剑。那这道剑痕，为何不可为剑？你很早前就应该进入了人剑合一的第1重境界，但因为迟迟未能突破到第2重境界，才将实力寄托于外物之上。你要想继续突破剑道桎梏，就必须摒弃外物，纯粹剑心。弟子陆清玄，叩谢落云剑主的提点。他竟然仅凭剑气波动，就能看出我的境界瓶颈，可见他的剑道领悟极深。陆清玄的天赋惊人，要把他捆死在内务一脉，必须采用非常手段。你的意思是，常师兄，我前段时间偶然得到一张丹方，专门用于男女之事。若服用一枚，纵使是天灵强者，也会情迷意乱。只要生米煮成熟饭，他即便百般不愿，难有办法。哼，就按照你说的去办。秦秀，日后你有任何困难，我必当鼎力相助。多谢。哼。怎么了？
暗影剑客的隐匿手段极为高明，不过从陆清玄下手，顺藤摸瓜找到他应该不难。只是他究竟是敌是友，还不好断定。师尊，昨夜又有人遭到暗影剑客的毒手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，秦宪君的尸体上，血法队，这怎么可能？莫非？禀阁主，洛云带到。洛云，你可知道我为何召你来执法殿？我听说，昨夜暗影剑客再度出手，杀了一名天灵2重之人。想必又有人觉得我就是暗影剑客，要对我兴师问罪。若是没有证据，可别忘了我前几天说过的话。洛云，今日你休得猖狂！是吗？把尸体抬上来。浓厚的暗之剑意，难怪秦秋莫敢抓我。昨夜，我秦家弟子秦宪君遭受暗夜剑客的毒手，身死庭院。而他伤口处的黑暗之力，精纯至极。整个万剑阁之中，除了洛云剑主，根本没有人能将黑暗之力掌握到如此精髓的程度。这总不是巧合吧？多半是洛云暗中扮成暗影剑客，以此来发泄他对秦长两家的恨意。诸位，就凭一股力量，就直接断定洛云是幕后黑手，未免有些草率。长青剑主，你现在还要包庇洛云？莫非这件事本就是你们传功一脉的阴谋？万剑阁动荡不安，陷入分崩离析之地。就凭你的一句话，就想诬陷我们传功一脉，你不觉得这样的举动很愚蠢？包藏祸心者，向来不得好死。杨晨剑主，还请自重。怎么要动手？速剑！洛云，你可认罪？我从未做过这些事，为何认罪？大胆洛云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居然还不认罪？老匹夫，你给我闭嘴！首先，万剑阁内藏龙卧虎，你怎么知道没有其他人掌控黑暗之力？其次，秦长两家本来就结仇不少，所以这人到底是被暗影剑客所杀，还是用于诬陷我的阴谋，不可得知。秋末剑主的推理虽有道理，但洛云剑主的辩驳却也无懈可击。还是那句话，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推断而已，并无证据。我给你3日时间，要么找出证据来证明清白，要么将暗影剑客绳之于法，就此结束此事。3日太短，阁主可否宽限几日？哼，我不想万剑阁继续沉浸在恐慌当中。多谢诸位的好意，
吉凶之事，我自会处理。我就在这边等着吧。万一洛云师弟需要帮助的话，好歹有个照应。果然如此。这3天就交给你了。有了黑洞中剑的黑影神通，暗中行动也方便了很多。连续3日时间，洛云都毫无动静，看来他已经放弃了。这倒未必。洛云生性狡诈，很有可能在谋划着什么。暗影剑客纵横万剑阁3年，区区3日，怎么可能抓住他？再者，暗影剑客这3日再未出手，摆明是想让洛云当替死鬼。我实在想不出，明日洛云他还能如何翻身。看来那几名弟子死得其死。的确，来。距离秦献君死去，已经过了整整3天，你居然连一掌丹方都没找到，真是一群废物！我会全力搜查，还望常大哥莫要生气。明日一过，洛云便不再是剑主，到那时，陆清玄仍是你的囊中之物。希望如此。若非你父亲常赤霄掌管着内务一脉，我秦秀怎么可能跪你？是。黑暗力量，你是暗影剑客，不愧是剑主之子，中了我的惊魂之眼，还能及时避开要害。但无论如何，今日还是要死。你是竟然被黑暗之力封锁隔绝了？你究竟是何人？为何会拥有如此多的武器？给我滚！我乃剑主之子，你杀了我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要怪就怪你们的贪欲，遮蔽住了双眼。洛云，这个秦秀，诡计多端不说，还多次陷害过你，你为何要救他？他的命不应该死在你的手上。那如果说我一定要杀他呢？好熟悉的声音。暗握。我说过，这个人的性命不应该死在你的手上。一同
是谁？陆清瑶。你认得这名女子？洛云剑主有所不知，这陆清瑶和陆清玄是一对双胞胎姐妹。但陆清玄凝聚7级光涡剑意，乃是超级天才，拜赤霄剑主为师。而陆清瑶只凝聚出了2级剑意，处处需要陆清玄的保护。久而久之，他便终日闭门不出。这次多亏了洛云剑主的出手，明日我可以作为证人，当众证明您的清白。早知我就不应该跟你废话，浪费大好时机。在你出手之前，我已经等候多时了。不可能！你连我的身份都不知晓，又怎么可能掌控我的行踪？剑主封下的那些尸体，和这封请帖中蕴含着同样的黑暗之力，这也是我参加宴会的唯一原因。那你也无法掌控我的行踪吧？在宴会那一天，你大概是因为听到了长明阳、秦秀和秦宪君的对话，才未收敛住杀意，被我察觉到了。秦宪君死后，我翻阅了执法殿的卷宗，才发现，你所杀的每一人，都或多或少对陆清玄有所妄想，我才明确，你是在暗中保护陆清玄。果然如此。长赤霄为了将姐姐捆绑在内务一脉，设下阴谋。姐姐为了保护我，只能拜长赤霄为师。从那时开始，我就在心中暗暗发誓，绝不能让姐姐受到半点委屈。所以我推断，你接下来的暗杀目标，应该是长明阳和秦秀。之前，你暗杀秦宪君都困难，所以你势必会杀实力较弱的秦秀。因此，我从执法殿返回后，就暗中离开了剑主峰，藏匿在了附近。他的天赋和城府太恐怖了，我一定要把此事告诉父亲，早日除掉他。感谢洛云剑主护我，幸亏子女及时自投罗网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了。3日前，我在宴会上帮了陆清玄，我相信他已经把我作为了陆清玄的保护伞，所以我在入执法殿之前，他一定会出手，为我制造不在场证据，洗清嫌疑。你绝强的实力和剑主身份，比我更有能力保护姐姐。毫无意义。这几日，2名真传弟子被杀，已经影响了万剑阁的正常运转。若是阁主亲自出手，不仅你要死，就连陆清玄也休想苟活。况且你杀了秦秀，反而会激起内务一脉的恨意，对我更加不利。洛云剑主，之前或许都是误解，我们只是想维系万剑阁的安稳而已。哼！秦秀，你可认得此物？启禀洛云剑主，我从未见过。若有半分谎言，天打雷劈！既然你不认得，我也不为难你。多谢洛云剑主宽容，今后您就是我的恩人，也是内务一脉的恩人。秦秀他只能死在我的手上。秦秀他只能死在我手上。今日之后，你莫要伪装成暗影剑客，再造杀戮。如果要保护他人，所需的从来不是暗杀。记住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武道世界，唯实力方是王道。姐姐为庇护妹妹，不惜委屈拜在长赤霄门下，而妹妹为了保护姐姐，
则是愿意化身为血腥杀手，这点还真是有趣。不过，本以为可以从秦秀的口中得到一些当年之事的线索，现在看来，若要找寻到蛛丝马迹，唯有从长明阳下手了。哎呀，都3天了，洛师弟还在修炼室里修炼，他难道是想着3天就破天灵，入阴阳，再入涅槃，打败阁主，反出万剑阁？他怕不是失心疯了？辛苦你了。终于还是来了。出大事了！陆清玄，今日之事，居然把陆清玄吸引过来，还真是罕见。是啊，3天前的宴会，洛云赠予陆清玄一剑，使得陆清玄原地顿悟。这次他肯定是为洛云而来。让诸位久等了。我听闻，秦秀昨夜遭到暗影剑客的毒手，还请秋末剑主节哀顺变。秦秋末，你敢！残光！去死吧！够了！你们皆是剑主，却在执法殿内大打出手，到底有没有将我放在眼里？属下不敢。我老来丧子，又看到凶手出现，难以控制悲愤之情，还望阁主恕罪。我这3日从未离开过剑主峰，又如何化身为暗影剑客，去暗杀秦秀？洛云掌控黑暗力量，定然懂得藏匿之法。你一定偷偷离开剑主峰，并且将秀儿杀害掉，否则，谁胆敢在阁主的警告之下，为你创造不在场证据？他说的果然没错，不管秦秀是否被杀，内务一脉都会紧紧咬着他不放。庆瑶，你怎么了？阁主，秋末剑主说的不无道理，而且3日时间已过，洛云既没有缉拿暗影剑客，也没能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所以，谁说我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？
这便是我的证明。啊！那一剑的力量到底有多恐怖？洛云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未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不说，居然还敢出剑偷袭阁主，大逆不道！不好，这下麻烦了。姐姐，事情怎么会发展到如此境地？诸位，一起将此子当场灭杀，以免他祸乱万剑阁。谁敢出手？这一剑，你从何处袭来？自创而来，剑是陨山。陨山，一剑陨群山。好，洛云，这陨山事已经足够证明你的清白。这段时间之事与你毫无关系。胡尘，凶手另有其人，就交由你们处理了。是。现在你总该说了吧？内雾一脉强行污蔑我就是暗影剑客，所以我在阁主的面前展露出我所掌控的黑暗力量。那一剑极其恐怖，即便是天灵五重之人也要身受重伤。你是想用这一剑来表明自己的实力要远远胜过暗影剑客？没错，我一剑破万法，怎么可能残留下黑暗力量？难怪阁主会仰头大笑。等你日后进入天灵之境，万剑阁势必又会多一尊绝世妖孽。你还是要小心，内雾一脉肯定不会就此放手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这是剑杯碎裂的声音。哎，怎么会有2个陆清玄啊？陆清瑶，好强的阴暗之气，莫非？你来的倒是挺快。今日你对范无劫挥出的那一剑，既是展现给范无劫看，同时也在展现给我看。拜入你的门下，的确是最好的选择。我门下规矩只有一条，就是不得擅自出手，这点相信你能明白。当然。还请洛云剑主多为照顾青瑶，若是有所触犯，望诸位多多包涵。姐姐她还是不愿脱离内雾一脉，说是有恩情还未偿还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不必强求。陆清玄生性温和，我父亲对他有恩。他一定不会辜负的。以生性来评断一个人，愚蠢。我个人觉得，灭杀洛云之事，理应提前。我们所布下的谋局还未彻底完善，突然提前的话，恐怕会出问题。洛云每天都在变强，先是成为剑主，而后统摄外门，而阁主对洛云的重视与日俱增。尤其今日的那一剑，诸位应该心里有数了吧？我赞同秋末的看法，我想在布置谋局之时，再加一个诱饵。诱饵？
短短5日，他们的进步极大，光是从此刻的战力判断，都能胜过天灵2重之人。他们已经发掘出自己的潜力，进步自然是极快。惊魂之眼。好诡异的天生异瞳。青瑶的双眸呈血色，名为惊魂之眼，一目之下能让人心生恐惧，瞬间失神。世界之大，果然是无奇不有。陆清玄和陆清瑶乃是双胞胎姐妹，不知陆清玄是否也会拥有异瞳？这点不好说。弟子陆清玄见过落云剑主。有事？昨日，藏天谷内出现了一条灵光石脉，脉长1000米。赤霄剑主便命我前往藏天谷开采这条灵光石脉。灵光石是5级灵材，甚至可能开采出灵光晶石。此物是6级灵材，价值极高。在万剑阁的宗域之内，此地凶名颇盛，不仅有诸多灵兽，其内势力也是纵横复杂。陆师姐，此次你要调派多少人？50人。怎么可能仅仅调派50人？除了我之外，常明阳和齐玉珍等人也会一同前往。人数虽少，但实力不弱。这是内务一脉的令单，望落云剑主及时挑选弟子，明日便出发前往藏天谷。师尊常明阳和齐玉珍等人也一同前往。依我所看，他们一定是想要对我姐施于惩罚。如果这次能让我姐看清内务一脉的嘴脸，她必定会就此离去，转而拜入师尊门下。如此一来，我们的实力将变得更强。你是想让我出手保护陆清玄吧？刚好这段时间，你们4人正好需要历练一番，藏天谷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倾城，你就留在万剑阁中，掌管外门的运转，以及照看剩余的3座剑碑。这2件事就交给我吧，你们一路务必小心。好。开采灵光石脉，乃非同小可之事。若清玄师妹遇到了棘手的问题，我定会全力相助，绝不会让清玄师妹失望。多谢。此女已经是囊中之物，常师兄又何必多费唇舌？落云剑主，这是何意？按照你们内务一脉的意思，调派外门高阶弟子协助开采灵光石脉，有问题吗？这个小妮子。既然外门弟子已经到齐，我们事不宜迟，立即出发吧。落云剑主，请回吧。此行我也会前往藏天谷。落云剑主，这似乎有点不符合规矩啊。这轮不到你来管。你，莫说是你，就算是阳辰剑主出现，也不敢阻拦师尊。师尊，你来过天阳山脉吗？算是吧。
在轮回时的梦境里，我得到无名功法后，便开始四处找寻提升实力的办法。这天阳山脉乃是3大皇朝的相邻之地，充满着弱肉强食、血腥杀戮。若是没有在这里的2年时间，或许就没有昔日的霸天武皇。当初我被无数高手追杀到了这里，几近濒死，却被一位不知名的老者救下。那老者的模样我早已忘记，若是从此刻来算，他应该正值中年吧。前方似乎有人争斗。刘星，杀我狂刀门门主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还有我紫阳宗，势必要将你剥皮拆骨，让你体验生不如死的滋味。你杀我血杀过28名长老，休想活着离开！哼，狂刀门多行不义，门主更是生性暴力。我杀之是替天行道，这有何不可？紫阳宗传承100年，曾多次盘剥周遭城池。我杀你们1名副宗主，以儆效尤，难道有什么问题？至于血煞谷，哼，要不是那28名长老为了夺我的储戒，多次向我出手，我又岂会下杀手？给我闭嘴！我不管之前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今日你中了我毒灵宗的10阳血毒，纵使剑术再高超，也休想苟活！是吗？啊！一起动手！此子若是不死，我们永无安宁之日！那人的实力好生强横，1人直面4人，还丝毫不惧。哼，那人的修为已达天灵4重，自然轻松无比。再者，那人身中10阳血毒，体内的阳刚之气正在不断的流失，很快就会油尽灯枯。身上的阳刚之气在急速衰减，大家给我杀！到连头竟然还敢反抗，实在愚蠢！你也想送死？混账！诸位，此子诡计多端，我们立即出手，将其当场灭杀，莫要有所大意，包围他！好。就凭你们也想杀我？真不自量力！你们之间的恩怨，我不想理会，更不愿理会。但今日，此人的性命，我保了。
你们之间的恩怨，我不想理会，更不愿理会。但今日，此人的性命，我保了。区区地灵9重修为，竟敢说出如此猖狂话语，此人多半已经神志癫狂。既然是癫狂之人，那我们也不必留情，把他也一并杀了。这是我的师尊洛云，乃是万剑阁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剑主。你们若是敢动他一根汗毛，他日万剑阁必定血洗天阳山脉，扑尸3000里。他就是万剑阁那个绝世天才洛云。不可能！如果流星和万剑阁搭上了关系，怎么可能会被我们追杀那么久？我看这些人多半是流星的帮凶。趁此机会，我们应该一网打尽，彻底除去这个毒瘤。尔敢！这不可能！你竟然仅凭剑道意志，就可以越级压制我的天罡之力！啊！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没能认出洛云剑主，还请洛云剑主莫要怪罪，请洛云剑主恕罪。把解药留下，然后全都滚吧。丹药不假，服下后静修几日，即可完全除去食阳血毒。慢着，你我从未见过，为何要出手救我？当年有位老者曾说过，人的所作所为，有时候跟自身利益没有任何关系。我虽跟你无亲无故，但我看你独面数人，豪气可盖云天，心中颇为佩服，所以我就将你救了下来。也或许救你只是为了偿还当年的那段恩情吧。继续出发。这个陆云果然是个妙人。藏天谷的面积宽阔，地势又复杂，生存着诸多灵兽。一旦遭到灵兽袭击，只怕会引来群攻，难怪被称为一方险地。如果此地爆发兽潮，怕是鲜有人能够逃离。林长彻见过诸位大人，素闻洛云剑主英武。客套话就别说了，向前带路吧。几头狼兽也敢撒野，真是不自量力。你刚才那一剑的5成，也足以轻松灭杀这3头地灵6重天的狼兽。看来你的预估能力极差，回去后立即闭关感悟剑意100遍。啊！还有你们来到藏天谷，目的是为了历练。即便面对着弱小灵兽，也不得马虎。若有失误，一律严惩。
要在打斗中寻找弱点。刚背出皮糙肉厚，你要逼他露出腹部，再寻找机会。暗握。没想到陆庆瑶突破天灵境界后，面对着天灵二重的鬼面巨猿，居然丝毫不落下风。鬼面巨猿的体魄惊人，就凭他的实力，也只能造点皮肉伤而已。确定？鬼面巨猿，倒也不过如此。哦。此地就是灵光石脉所在地了，洞口深幽，相互连通不说，还藏匿着不少灵兽，还请诸位大人务必小心。原地驻扎，明日时分，我们再深入洞穴。有事？有事？此行多亏落云剑主出手，否则的话也不会如此顺利。请受弟子一拜。你不必谢我，这都是青瑶的意思。再者，我也可以趁着此行，让他们4人多加历练。青瑶与鬼面巨猿厮杀的时候，你的眼眸有所异样，那应该是异同的力量吧？没错，我的醒魄之眼能够让武者看破虚妄，短时间内提升战力。醒魄之眼。落云剑主，上次的事我再度向你道谢，同时也感谢你不计前嫌，原谅青瑶的过错。你为了让他留在万剑阁，做出了巨大牺牲，而他也为了保护你，暗中承受着很多痛苦。莫非在你看来，他的举动都是错的？武者立于天地，毕生追求武道巅峰，所作所为、所言所语，皆不可面面俱到。即便你杀了大凶大恶之人，都会有人大声怒斥。难道你要因为惧怕赤生就饶过任何人？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。世间的对错无人能辨，只要做到问心无愧，这就足矣。怎么了？受潮飘来了。这次受潮的规模不小，足以席卷整座天阳山脉。立即整理灵光石脉，随时准备撤离。掌空剑。这次受潮过于恐怖，我们绝不能拖延时间。立刻撤离吧！撤离吧！宁乐凡和陆凌怎么不在这里？我似乎看到他们进了山洞。这时候若是被困在山洞里，几乎可以说是死路一条。他们居然还敢进入山洞，真是愚蠢之极。你们2人随我进入山洞。
你们现在过去，等同于找死。哼，我们怎么做，轮不到你来评论。立刻出发吧。陆清玄竟然无视我，兽潮越演越烈，我们若是不走，全都要死在这里。至于陆清玄的安危，让师兄莫要担心。撤！这里的通道复杂，再加上庞大的灵兽，根本难以找到宁乐凡和陆林的影踪啊！既然找不到他们，那就让他们主动来找我们。现在兽潮席卷天阳山脉，局势危险。若不是你们的缘故，师尊早已离开。我们进入山洞内，也只是想探查灵光石脉的所在，却没料想到会爆发兽潮啊！既然人已经找到了，我们就此离开吧。哼，你是何人？不愧是万剑阁的天才弟子，我们两人的出手，居然先后被你们抵挡了下来。你明知道我们是万剑阁弟子，居然还敢出手，莫非嫌命长不成？北荒域宽阔，并非万剑阁一家独大，更何况你们万剑阁弟子身上定然有诸多珍宝，尤其是落云剑主。天灵6重境界，也能位列长老，身份仅次于剑主。不过，我可不会束手就擒。撤！这两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实力都好生恐怖。小心！那人的实力不弱，所用剑气更是位列4品之列，应该不是普通散修。就算你能看穿剑的诡计，那又如何？我看你如何抵挡这一招！快闪开！我一个个杀，看你们如何逃！这是怎么回事？
我无法长时间维持醒魄之眼，快撤！撤！若为修为差距太大，我有体会怕了那两人。流星，流星不过天灵4重修为，但他的剑居然比血兽男子还要快，还不快走！他的噬阳血毒还没有完全驱除。我倒是小瞧你了，居然还有如此帮手！终于让我逮到你们了！这两人交给我，其余之人随你处置。好。闪！两人都是顶尖天才，幸好一人修为不尽，一人身中奇毒，否则的话，此战必然无比艰难。叶伟，休想上当！若你在全盛时期，或能与我一战，但此刻的你，已是半废之躯，居然还站出抵挡，真是愚蠢。我要救的人，就算阎王亲领，也休想伤他性命。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东南侧方位灵力最薄弱，你应该能一剑破开。还不快走！住手！怎么，不想反抗了？你服下解药，又强行催动阳刚之气，身体已经有所反噬。随后几日里，务必要好好静修。兽潮爆发，万剑阁必定派人支援。你们只要离开天阳山脉，就安全了。可笑！你们任何一人都别想离开。我留下，你让他们离开。凭什么？只要我留下，并死在此地，你们的任务才算是完成。但若是他们助我逃离，你们绝对留不住我。区区地灵境的蝼蚁，敢威胁我？难道他真的有办法逃出去？放人！如果因为这几人真的让陆云逃了，将功败垂成，你们这几个废物，还不快滚！
也留下来。此事我一人能处理，好好照顾他。剩下的都交给我吧。走。临死前能留下如此英伟的形象，你也应该死得瞑目了。慢！怎么，现在又怕死了？我只是好奇，常赤霄他们到底给出了什么好处，居然能让你们如此卖命，连万剑阁的剑主都敢暗杀。我们之所以要杀你，只是为了求财。你们不必再装了。一开始，我确实没有预料到这是场暗杀之举，但是我看到祁玉珍的那一刻，我就有所怀疑了。啊？这话何解？如果这次前往藏天谷，只是长明阳想要逼迫陆清玄就范，他根本不会带着祁玉珍这个情敌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了一切。不，这也只是让我有所怀疑。我曾来过藏天谷，此地因为地形缘故，绝不会出现兽潮。但长明阳听到兽潮二字，却说理所当然。当时我就知道，你们很有可能布置了一个兽潮。之后，你们买通了林长彻，让他带陆凌和宁乐凡进入山洞。当兽潮爆发之时，他们便被困山洞。我为了救他们，必定会主动留下。而且林长彻已经被灭口，完全排除了阴谋的痕迹。哼，难怪常赤霄花费这么多功夫，都要将你杀死。这场阴谋是我和内务一脉的恩怨，只要你让我离开此地，我会给予10倍报酬。10倍？像你这样的妖孽，既然已经结仇，不管你出价10倍、100倍，我都不会让你活着离开。休想逃！死吧！黑洞！再这样下去，我会被活活震死，意识散去。我初心的人，好不容易重获意识，怎能这般死去？小刑天的一墙之仇，我还没有报，我不能死。云哥哥，快来救我！水流香还在九寒宫等着我，我不能死。既然地灵9重修为不够，那就突破吧。突破天灵之境难度极高，稍有不慎就会引火自焚。这个洛云道居然临危破关，是长明阳那把诡异的重剑。此剑再玄秘，也无法永远保护洛云，更何况，只要我们稍作影响，他必定破关失败。光是反噬之力，就足以送他归西。杨丹的雏形已经凝聚完毕，接下来就应该破关了。
我怎么进入了黑洞重剑内部？我当初得到黑洞重剑时是地灵5重天，灵力根本无法接触黑色光晕。随着修为的提升，灵力也不断靠近黑色光晕，但却始终差一丝。莫非黑洞重剑要出手助我？这股无形力量，为何让我恐惧？这是轮回天书。此地是仙庭。刚才轮回天书突然出现，并且翻动到第5页，将我的心神带来此地。这到底代表着什么？如果说这片平地的存在犹如群山之心，将万千孤峰山岳都凝成了一体，那么这道青铠就是大地之心。此物的存在不在天上灵珠之下，又是一件无上帝兵。这股力量，待灵力消失殆尽，此子的性命也将走到尽头。听说此子依靠地灵6重修为，能强行击败天灵3重的高手。如若他进入天灵之境，不知实力又会强到何种境地？你这个疑惑，恐怕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了。结束了。什么？竟然成功突破了！此子果然是妖孽中的妖孽。不过，就算他完成突破，也休想磨灭。我们2人全力出手下，他根本不可能苟活下去。竟然突破到了天灵2重天！怎么可能？我专修体魄力量，武灵更是杀伤力巨大的金光重锤，但是刚才却无功而返。不对，他这是在燃烧阳刚之气，拼死一搏。原来如此。雕虫小技。给我破开！这魁梧男子的体魄惊人，武灵也擅长防御之道，残光难有成效。你的性命我收下了。
你的这柄剑太笨重了，纵使力量强横，又能如何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云山氏，你居然想跟我同归于尽！你也有资格。怎么可能？大哥，幸好黑洞种前赋予的第二力量引力将血兽男子束缚住，我才能用陨山直接将其灭杀，却没想到仅仅一剑就险些抽光我的灵力。此束地玄灵铠，乃是从轮回天书第5页所得，是地仙族的镇族至宝。若催动到极致，就连灭世陨星都能强行挡下。不过我现在只能催动4种，对付软剑之影倒是够了。居然敢杀我大哥！他要杀我，那我为何不能杀他？黄口小儿，今日我必杀你！燃血秘法，就凭你也想杀我？居然挡下来了！万三锤！居然还未倒下！我出行云成名千年，经历战役无数，你算何人？也想让我拜倒在你的脚下？我看你能撑多久！再坚持一会儿。这个落云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明明是剑修，却拥有着如此恐怖的体魄力量。疯子，你绝对是个疯子！你所掌握的燃血秘法以精血为本源，以你的体魄最多只能维持1刻钟，而现在1刻钟到了。啊！同归于尽吧！既然你还要咄咄逼人，那我就送你归西！不！你们和长明阳约定几日后见面，地点在何处？刺杀剑主，必定引来万剑阁的震动，而长赤萧氏剑主，一举一动都被所有人注视着，所以必定会让长明阳出席，而地点
多半是万剑阁附近的某座城池。你年仅17岁，居然会有如此城府，不错，我们的确和长明阳约好，但我说了是死，没说也是死，横竖皆死，我绝不会让你称心如意。若你说了，我会给你个痛快。我是一名体修，世间上的酷刑，我早已尝试过千百次。你有什么招数，尽管使来。距离北荒域极远处有一处九幽域，相传是上古强者的陨落之地，存有无数的珍宝。生活在那里的武者，皆是穷凶极恶之徒。其中有一人名为五毒，他成为一代独守武皇，自创了一套刑法，里面记录了1368种手法。我记得当年有一位武皇强者，仅使用了17种手法就疯了。你想说明什么？我和五毒乃是至交好友，而他所创的1368种手法，我全都懂。虽然我不喜欢折磨人，但偶尔也不得不用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只不过让你的灵海逆转，经脉被乱窜的灵力充斥，缓缓爆裂而已。你想一辈子都沉浸在这种痛苦中？三日之后，天阳成教。3日之后，16年前的事情将揭晓了。我等这一天，等了太久。此次受潮，少说也有数万人死去，数万人为洛云陪葬。他在九泉之下，也算是脸面有光了。明阳，你没事吧？常明阳，为何你安然无事，但洛云剑主等人却被围困在苍天谷？他们回来了。陆凌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何不见洛云？难道说他还在苍天谷内？洛云，师尊，他还在苍天谷内，不仅被五金兽潮包围，还遭到了2名天灵6重之人的夹击。那2人说要抢夺我们身上的珍宝，师尊为了救我们，甘愿只身留下，至今生死不明。什么？为何会有2名天灵6重之人出手？常明阳，一切都是他的阴谋。灵光石脉只不过是一个诱饵，目的是为了引诱师尊进入苍天谷，让2名天灵6重之人出手暗杀。陆清瑶，莫要含血喷人，这一切都只是你的推测而已，你可有证据？事情如此清楚，根本不需要证据。若就凭你的一言推测，就定下内务一脉的罪行，那万剑阁何须执法殿？
当时兽潮突然爆发，我第一时间让洛云离开。他为了救陆灵和宁乐凡，执意要留在苍天谷。而且，我从一开始就没料到洛云会一同前往苍天谷，又如何提前布置杀手？事情的真相还是让执法殿去调查吧。当务之急还是先救出洛云建筑。我来带路吧。我也一同前往。我也要一同前往。我也要一同前往。清玄，此事与你无关。洛云之所以出手相救，也只是看在陆清瑶的份上，莫要一厢情愿。师尊，洛云剑主是为了救我们，才会陷入危险中。于情于理，我也应该前往。你是我常世萧的弟子，更是内务一脉的弟子。你现在立刻去疗伤，不得有误。清玄，你能走到这一步，全都是多亏了我父亲和内务一脉。难不成你要违抗他的命令？师尊对我的大恩，清玄时刻记在心中。但这一次，还请师尊原谅。你若再踏一步，从此以后，你便不再是我常世萧的弟子。孽徒！常师兄也不必恼怒，现在洛云已死，待返回宗门后，无人能与你争陆师姐。那是自然。再去另外的地方找找，说不定洛云躲起来养伤了。当得知洛云剑主被暴虐的兽潮困在了苍天谷，范无界阁主极为震怒，不仅派出了执法队、血卫队，甚至就连诸多剑主都被派了出去。我们不眠昼夜，在苍天谷搜寻了3日，却依旧没有找到洛云剑主的下落。洛云的失踪让整座万剑阁震颤不已，阁主还调派了无尘剑主彻夜调查。看来，洛云在阁主心中的地位，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高出许多。毕竟洛云再强，也是死在了常师兄的算计之下，这就表明常师兄的天赋才情，要远远胜过洛云。这次谋局，你也有不可湮灭的功劳。回万剑阁后，我让父亲帮你筹备一枚9玄破阳丹。多谢常师兄恩赐，日后我就是常师兄的一条狗，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藤青有一枚9玄破阳丹，那我呢？待返回万剑阁后，那陆清瑶就许配给你吧。啊！秦空、秦秀死后，秦家会走向没落，再加上齐家的强横势力，足以取代秦秋墨的位置。这陆清瑶就是我们常家的心意，
不知齐师弟可还满意？当然满意。从此以后，我也必定以常师兄马首是瞻。如此甚好。现在恰好是约定时间，那2名杀手已经到了，看来一切都很顺利，没有出现任何问题。现在天阳城处处警备，2位大人到来，定然劳累了。美酒佳肴早已准备好，今夜我们不醉不归。这怎么可能？你遭遇2大高手的夹击，根本没有丝毫活路。莫非你是鬼魂，要让我们索命？你进入天灵界了，而且还是天灵2重。你一定是临危突破，进入天灵2重天，然后依靠飙升的实力，将那2名男子灭杀掉，并且追踪到了这里。洛云，你休得在此猖狂！只要我大吼一声，我父亲和杨晨剑主会立刻赶来，你已经无处可逃了。这3日来，但凡来到天阳城的剑主，都只会连夜调查受潮之事。更何况，我刚才改造了周围的灵阵，不仅能隔绝声音动静，就连灵力之光都能隔绝掉。洛云，我想你我之间或许有点误会，我们没有必要走到你死我活的地步。是吗？我承认，在此之前，我的确对你有些嫉妒，处处和你作对，这些我愿意100倍偿还。不如这样，今日只要你饶过我，以后你就跟我父亲平起平坐，共同掌管内务一脉。若是你不满意，我甚至可以让我父亲把内务一脉交到你的手中，并且会全力扶持，令你成为万剑阁之主。你觉得没有你们的帮助，我无法成为万剑阁之主？洛云剑主的天赋无双，将来必定继承万剑阁阁主之位。但是我们的财富和资源，能尽快让您成为阁主。除了这些，明日我就让陆清瑶和陆清玄成为你的女人，任你玩弄。准备动手！天灵3重的齐玉珍都被一剑斩杀，难道他真的杀了严侯和林雄？此剑名为斩空，本为3文王器，但经过阁主的锻造，已晋升为6文王器，可破开重重虚空。洛云剑主喜欢，我可以送你。你知道我为何要斩你左臂吗？虽说我并没有算计洛云剑主，但总归知情不报，斩我一条左臂，是为了泄愤。我心服口服。当初在齐天峰之巅，你夺走了掌空剑，废我经脉，所以我来到了万剑阁，以掌空之风断去你的左臂，让你知道，到底谁不配做一名剑修。如果你心中存有仇恨，那么可以来万剑阁找我，我随时接受你的复仇。哼，像你这样的弱者，不配用剑。是你？难道说秦空和秦秀也是你杀的？洛云剑主，我知道错了，当初所做的一切，我都可以做出补偿。求求你，饶我一命吧！饶你一命，只要你能解答我的一些小疑惑，我可以考虑放过你。我必当知无不言。
这枚七星运灵石从何人手中得来？几年前，万剑阁和星辰古宗有交易合作，这枚七星运灵石就是从那时候得来的。至于出自谁手，我并不知晓。看来他有意隐瞒七星运灵石的来历，有隐瞒，方有内幕。很好。这套指法名为撕心指，只要我轻轻扯动灵力细丝，你的五脏六腑就会慢慢撕裂。那名魁梧男子只坚持了10指，就求我杀了他。我很好奇，你能坚持多久？我全都说出来。如此甚好，说吧。这枚七星运灵石出自阁主之手。范无劫？难道范无劫也出手了？18年前，星辰古宗第一美女柳梦烟，因为家族命令，要被迫嫁于星辰古宗宗主之子。她一怒之下，直接逃到了万剑阁。那时候，范无劫之子也看上了柳梦烟，并且让范无劫以联姻为由，以此迎娶柳梦烟。对两大势力来说，一人是阁主之子，另一人则是星辰古宗第一天才。这一联姻必能让两大势力结成最坚固的联盟，所以双方都选择了同意。然后呢？柳梦烟自然不会妥协，所以他杀了阁主之子，再度逃婚。发生了这等家丑，万剑阁和星辰古宗双方派出无数高手，暗中追查柳梦烟的下落。柳梦烟深知两大势力的底细，所以1年后，两大势力才发现她躲在了流云皇朝，并且已经嫁于他人，还生下孽种。为了防止柳梦烟再次逃脱，两大势力联手，布下天罗地网，擒拿柳梦烟。那最后，柳梦烟是否还活着？据我父亲所言，柳梦烟还活着，但柳梦烟活着比死还要难受。什么意思？丧子之痛岂能罢休？因此，阁主在柳梦烟的身上施以一种无药可解的奇毒。我的灵魁可没说要放过你，你可知道我为何追问这些事？我本名并不叫洛云，我姓楚，名行云，来自流云皇朝的西风城。我的父亲名为楚星辰，而我的母亲则名为柳梦烟。原来如此。如果我当初没有前往十方峡，今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我好恨啊！楚星云，你绝不可能复仇成功。我会在九泉等着你，等着你变成失败者，被万剑穿心而亡。我希望你在九泉等下去，但你所能看到的是万剑阁和星辰古宗的凄惨下场。只要是参与当年之事的人，我都不会放过。范无劫，
星辰无踪，有朝一日，必定让你们血债血还！谁杀我儿？听说长明阳、齐玉珍、藤青三人竟然在一夜之间全死了。他们三人都实力不弱，长明阳还是天灵3重天。到底是谁竟然能在悄无声息中杀了他们？谁知道呢？我们还是结伴走吧，免得死得不明不白。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兽潮爆发之际，2名天灵6重之人出现，围攻了洛云。之后，又有神秘强者趁夜出手，灭杀了长明阳3人。这2件事，莫非有什么关联？还请阁主为我儿做主。长明阳乃我万剑阁的天才弟子，他的佩剑也被夺走，我万剑阁损失惨重，自会调查清楚。吴尘，务必在3天之内将凶手缉拿归案。是。快把流星交出来！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了。吴尘剑主刚准备调查，流星就消失了。他定是做贼心虚，畏罪潜逃了。你们作为帮凶，难辞其咎。你虽然贵为剑主，但是也不能随便污蔑我们。污蔑？哼！不交出流星，我定要你们付出代价。赤霄剑主，你莫不是当我传功一脉无人？你们4人敢阻拦我等调查，我定要上报阁主，定你们一个包庇凶手，毁我万剑阁清誉之罪。你！吴尘剑主，阁主口谕，立即封锁整座天阳山脉，搜捕流星，定还赤霄剑主和杨晨剑主一个回答。那我就等着吴尘剑主的消息。你们在天阳城待下去，并没有太多意义。找寻洛云之事，还是交给执法一脉吧。未能找到师尊，返回万剑阁有何意义？洛云不在，如果你们也长时间留在天阳城，外门必定大乱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果让内务一脉重新安插亲信，外门势力必会重新落入他们的手中。现在洛云已死，自然而然要回归内务一脉。只要还未确定师尊的生死，外门绝不会落入你们手中。不错，师尊之物，岂能被他人染指？外门之事，还轮不到你们说话。待返回万剑阁，我会重新布置谋局，彻底铲除你们这些洛云的残党，吃里扒外的东西。常赤霄，陆清玄好歹是你的弟子，何必如此出言？他忤逆了我的命令，早已不是我的弟子。你们这些人平日多次出言顶撞我，洛云死后，没想到你们还是如此嚣张。看来我有必要管教一番，免得将来丢了万剑阁的脸面。常赤霄，你敢！常赤霄，我洛云的弟子，还轮不到你来管教。今日你若伤他们一人，我必搅得内务一脉天翻地覆，永无安宁之日。师尊，
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的修为竟然天灵2重之境了。这几日有些奇遇，侥幸突破而已。不可能，他怎么还活着？如果我不幸身死，外门也是归传宫一脉掌控。赤霄剑主，你刚才的话有侵占传宫一脉的嫌疑，我会如实告知阁主的。再者，我刚才说的2句话，希望你们能深刻记在心中，我绝不会食言。回风，慢着！洛云，你失踪的3天里，我儿常明阳和藤青被神秘强者所杀，而在当天里，那位名为流星的面具人突然下落不明。3天后，本该必死的你，不但安然归来，还修为大增。这一连串的事，也有些太巧合。怀疑是我布下了整个谋局，为的就是制造不在场证据，暗中杀害祁玉珍等人。整件事非同小可，而且我们内务一脉的所有人都想知道来龙去脉。空神顺路。玉山，斩！洛云，你好大的狗胆，竟敢对我出手！我堂堂阴阳境的一击，竟然被天灵境的一剑挡下了。他的天赋太可怕了。你我皆是剑主，但你却多次出言相逼，甚至大肆污蔑于我。如若我再不出手，怎能对得起剑主之名？这几天发生的事，洛云想说便说，不想说，任何人也不得强求。更何况，暗杀之事，向来由执法一脉调查，他们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都不敢大放厥词。你倒好，竟敢说得如此大义凛然。裴元光，这件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立刻退下。洛云乃是剑主，隶属传宫一脉，他的事绝非闲事。好，很好，但就凭你们几人，能有什么作为？执法一脉管辖之地，任何人不得闹事。见过无尘剑主。刚才的局面，并非我们有意闹事，而是洛云的出现，让人不得不心生怀疑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他居然强行对我出手，企图够了。杨尘剑主，你有无受伤？既然你没有受伤，也就没有追究的必要。散了吧。既然无尘剑主出言，我也不再逗留。如果暗杀之事有所进展，还望立即通知。洛云，我一定不会饶过他。阁主本就看好洛云的天赋，经过此事后，就连范无尘都要出言庇护，我们要对他动手，难度太大了。此次谋局花费了太多的人力物力，若要重新布局，不太现实。难道
我们就此放弃。我们和洛云之间的恩怨早已无法消除，他现在进入天灵境界，我们更要出手，早日将其灭杀。但出手者绝不能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人，而是谁？百里狂生。我返回天阳城的途中，偶遇陆行，也与无尘剑主见过一面，并且将这几日发生的事悉数告知。因此，祁阳尘说的那些话，他自然不会搭理。难怪你刚才敢对祁阳尘出手。短时间内，他们应该不会再出手招惹了。那受潮和2大高手又是怎么一回事？还有你的修为，为何提升得如此之快？当日被2名天灵境强者追杀时，我偶然进入一处秘境，并且依靠秘境机关杀死2名天灵6重之人，并且意外找到了1枚6级丹药。怪不得你能突破到了天灵境。多亏师尊吉人自有天相，而且常明阳和祁玉珍等人被神秘强者所杀，狠狠打击了内务一脉。最为重要的是，姐姐也成功脱离了长赤霄，可以正式拜在师尊门下了。青瑶，像我这种被逐出师门之人，又岂敢奢求此事？出身来历我不在乎，只要对方能破开剑碑，就有资格成为亲传弟子。多谢洛云剑主提醒。这几日发生的事，我大概有所了解。看来天都不愿亡你。现在想来，我仍是一阵后怕。你有大幸，但内务一脉，常明阳和祁玉珍等人的死，至今未有结果。而你所结识的那名面具之人，也没有踪影。我与他本是萍水相逢，但是作为朋友，我还是相信他绝非凶手。此事我已交由执法一脉调查，你不必挂念。此行你因祸得福，实力大有突破，虽仅有天灵2重修为，却能够硬撼祁阳尘的一剑，所以我决定给予你一项特权。特权？返回万剑阁后，你能自由进出灵药炉，炉内的一切天地灵材，也任由你采摘。灵药炉乃是万剑阁重地，平日购买药材必须缴纳不菲的贡献值，甚至有些罕见的天地灵材，连剑主也无力缴纳。阁主，你这个特权也太贵重了吧？武者修行，丹药不可或缺。我给予你这项特权，就是让你将体内所有潜能激发出来，成为真正的天才。多谢阁主赐予，洛云必定不负众望。以后若是遇到瓶颈，可直接来万剑殿寻我。任由我进出灵药炉，这倒是让我省去了不少功夫。不过，范无节，你一个睚眦必报之人，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？洛云剑主，阁主昨日下令，让我们今日返回万剑阁。启程。终于回来了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
我答应过你，会帮你管理好外门，这些是分内之事。弟子10号见过落云剑主。前几日10号成功破开第5座剑碑，我已经让他入住剑主峰。破开剑碑就有资格成为亲传弟子，以后你唤我师尊即可。弟子谨听师尊之命。破开剑碑之后，直接登峰。是。只要集齐七夕剑意，就能正式开始布置那一座剑阵。在梦境里，这座七夕剑阵荡8荒，扫6合，即便是高高在上的5皇强者，都要含恨折戟。如果能成功布置出来，对我的复仇大计将会是极大的助力。哼，现在只差最后的水系剑意了。幸好那个神秘人诛杀了长明阳和祁玉珍等人，常赤霄才有所收敛。没想到，这看似平静的万剑阁，也是暗流涌动。弟子陆清玄见过师尊，感觉如何？剑碑中的剑意尤为玄妙，不过弟子天资愚钝，还未能完全领悟。剑道一途向来博大精深，能有所领悟，已是极为不错。起！这不是姐姐的光窝剑意吗？剑意之情，还能相互融合。师尊，刚才是怎么回事？当初我立下7座剑碑，目的就是想布置一座剑阵。待最后一座剑碑破开，我自然会向你们解释。落云剑主，不久前，狂生剑主结束了试炼，安然返回到万剑阁。阁主已在万剑殿设下宴席，特请落云剑主前往。百里狂生回来了。我明白了，稍后我便前往。我们刚返回万剑阁，百里狂生就结束历练，这也未免太巧了吧？百里狂生性情孤傲，但剑道天赋堪称妖孽，甚至在我看来，师尊和他的天赋只在伯仲之间。如此看来，我更要去见见这个百里狂生了。陆行，你也要前往万剑殿？落云剑主，此次想专门向他道谢。这话何意？2年前，我进入天灵境界，在某次宗门试炼中，恰巧碰到了百里狂生。那时我与他一战，败得很彻底。战后，他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你手持血咒剑，却无绝杀之力。像你这种连剑道都看不清的剑修，绝非我的对手。”此后，我就出外历练了整整2年，懂得了何为绝杀之念，才降服血咒剑，走到这一步。小小年纪就能有如此开阔的剑道见识，的确称得上是妖孽。
他就是百里狂生。百里狂生虽说是天才，但是现在乃是天灵五重之境，他难道要和阴阳境的祁阳尘一战？狂生剑主，你我修为有所差距，此战我胜之不武，不如你我择日再战。不必，有差距，方能看出自己的不足，还望阳尘剑主全力出手。好，那请狂生剑主出手吧。你九级灭光剑意。居然挡下了阳尘剑主的第一剑。不愧是阴阳境强者，一念之间就能掌控一方天地。给我破！这才是真正的天才。狂生剑主承让了，你我修为差距颇大，但刚才爆发的4招却始终不分胜负。他日若你进入阴阳境界，我绝非你的对手。此战我受益良多，但对我来说却无丝毫价值。早知这般，我绝不会腰斩，浪费时间。啊！所谓切磋，意在交流。狂生剑主，你为何要恶言相向？在切磋之前，我出言提醒，让阳尘剑主施于全力。但刚才，阳尘剑主却有意藏拙，最后还出声恭维我。这样的切磋，不是浪费时间吗？落云剑主，阳尘剑主真的藏拙了。第一招，双方都在试探，祁阳尘自然没有藏拙。一念之间，就能掌控一方天地。但第3招，祁阳尘仍是以大日还击。给我破！祁阳尘依靠天地之力，也绝不可能处于下风。那最后一招呢？以天灵5重之境，能和祁阳尘对上3招，而且还能洞晓祁阳尘的心思，这一点更是完美彰显出他的战斗意识。切磋而已，何必闹得双方不悦？刚才的确是我的过错，
还请狂生剑主见谅。洛云，你过来。狂生剑主和洛云剑主皆身负9级剑意，都能轻松越级灭敌，可称剑阁双骄。面对着杨晨剑主，狂生剑主能3招不败，而洛云剑主则能逼退半步。如果他们2个一战，不知胜负如何。狂生，此乃洛云剑主，在你出外历练的这段时间，师尊不必多言，我对洛云剑主并不陌生。洛云剑主年仅18，身负9级极光剑意，加入传功一脉后，诛灭3000余人，彻底掌控外门实权。最近为救亲传弟子，独自一人面对兽潮和2名天灵6重之人，最后因祸得福，进入天灵2重境界。之后更是硬汉杨晨剑主一剑，并将其逼退半步。莫说是万剑阁，就连18皇朝，洛云剑主的赫赫威名也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狂生剑主言重了，让百里狂生归来，果然是明智之举。你们2人都是千年不遇的剑道天才，将来定然能登上剑道巅峰。有你们2人，万剑阁定当崛起，成为北荒域第1宗门。好，在天阳城之时，我给予洛云一项特权，让他能够自由进出灵药炉，并且随意采摘灵药炉内的天地灵材。同样赐予你，望你们2人能够心无旁骛，全力激发潜能，勇攀修炼巅峰。多谢师尊，我刚返回万剑阁，精神有些疲倦，这宴席我无意参加，就此告辞了。这个百里狂生就这样走了？既然狂生已经离去，那这场宴席也就没有了意义。诸位就此散去吧。实在没想到这场宴席居然会以这种方式结束。不过以百里狂生的孤傲性情，倒也可以说是合情合理。你与百里狂生之前可曾有所接触？没有。你们2人从未接触过，但百里狂生看你的眼神却带有一丝异色。依我所见，这里定有内情，你最好谨慎行事。既然已经来了，又何必躲躲藏藏？既然已经来了，又何必躲躲藏藏？万剑阁有明文规定，只有万剑阁兵临危机的时候，才能催动剑主令。你们的胆子倒是挺大呀，竟敢滥用剑主令！狂生剑主，你这话有些严重了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你们口中的机密大事，应该跟洛云有关吧？你们的私人恩怨，我毫无兴趣。2位，请回吧。狂生剑主，狂生剑主，今日你与洛云接触，觉得此人如何？或许你对洛云毫无敌意，但那个洛云未必如此看待你。现在的万剑阁，你与洛云乃绝代双骄，日后万剑阁阁主之位也必将属于你们2人中的一个。或许狂生剑主并不在意这个阁主位置，但那洛云刚接手外门就屠戮3000余人。倘若他真的成为万剑阁之主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肃清异类，摄权为尊。到那时，对他最有威胁的并非内务一脉，而是阁主之徒，同为妖孽天才的狂生剑主。你可有证据？
权势之争本就没有证据可言，与其把命运交到别人的手上，不如自己全权把握。如果我们双方联手，定能轻松除去洛云。你已经想好了对策？那是自然。只需狂生剑主当着所有人的面前，狠狠击败洛云，把他的自信、修炼之心彻底撕成碎片。那我何时动手？不急。若是狂生剑主直接出言要战，他多半不会接受，因而我们需要一个契机。我只负责与洛云一战，其余事都不会参与其中。历练归来后，百里狂生的脾性越来越狂妄了。百里狂生虽霸道，跟我们并无恩怨，但那个洛云不死，我们将永无安宁之日。这次绝不能出现丝毫马虎。齐天峰之战，令天冲身受重伤，并且被斩断了右臂。不知道里面是否有灵材炼制紫灵百恶丹，治愈暗伤，助他重回巅峰。找到了一样。不愧是传承了1000年的万剑阁，这些世所罕见的6、7级灵材竟然也有。集齐了，倒是比预想中的顺利。那股气息是，果然是超越7级灵材的有灵之物。空神顺步，眼力，给我收！这是8级灵材。虚阳灵花，震！虚阳灵花生于阴阳交接之地，相伴而生的，则是拥有强横死寂气息的虚阴玄草，同样位于8级之列，一死一生。阴阳相融，将释放出无比精纯的力量，修复血肉损伤，重塑经脉，乃至是灵魂上的重创，都能够修复完毕。现在虚阳灵花发生了异变，那么虚阴玄草也必定发生了异变。这2大8级巅峰灵材，丝毫不在9级灵材之下，或许就能治疗洛兰的伤势，让他苏醒过来。我已经找遍了整座灵药炉，仍是没有发现虚阴玄草的踪影。莫非我遗漏了某些地方？还是说，在移栽虚阳灵花之时，并未移栽虚阴玄草？再找一遍。洛云剑主，有事？听闻洛云剑主在灵药炉待了3日，
苦苦寻找某种灵材，不知那灵材是否此物？虚阴玄草。虚阴玄草，果然，虚阴玄草也发生了异变。只要将虚阳灵花和虚阴玄草融为一体，效果绝对媲美9级灵材。不知狂生剑主有何要求，直说无妨。哦，难道你就不好奇，我为何会得到此物？就算我知道此物从何而来，狂生剑主也不会拱手让出，倒不如明说。我想将虚阴玄草作为赌注，邀落云剑主与我一战。你想要虚阳灵花？这一战若我败了，这虚阴玄草归你所有；若我胜了，你也无需拿出任何赌注。此战我愿意接下。3日后，万剑山之巅，我将恭候落云剑主的到来。阁主，此事影响巨大，是否要出手压下？落云和狂生都是千年难得一遇的天才，我也颇为好奇，这2人的天赋谁更胜一筹？此战，我决定亲自观战。连阁主都亲自观战，可见落云和百里狂生的实力应该不相上下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一战的胜负很有可能将决定将来的阁主人选。此事传递出去后，已经引来无数人的关注了。你与百里狂生皆是万剑阁的栋梁，无论哪一方战败，我都不愿看到。百里狂生的实力很强，祁玉珍和长明阳在他面前，跟废物无异。这一战，胜负不乐观。百里狂生的剑道天赋不在我之下，而且在修为差距这一点，我没有任何赢面。但是，虚阴玄草，我必须到手。诸位的好意，我心领了，但是我自有分寸，请回吧。我们所能做的，只有相信落云了。你们是如何得知落云迫切需要虚阴玄草呢？灵药炉本就归我们内务一脉管理，就算他不去灵药炉，我们就能暗中动手脚。剑主职权，应当用来维护万剑阁的安宁，却变成了你们的私权，真是令我大开眼界。这是为了辅佐狂生剑主登上阁主之位，而我们内务一脉也能借此除去仇人，乃是双赢之举。狂生剑主，将来你继承阁主之位，我们内务一脉必将全力辅佐。那我就多谢2位的好意了。现在时候不早，我便不招待2位了，请回吧。若不是他的地位比肩落云，我绝不会如此低声下气。为了除去落云，其余一切都可以忍受。人好多啊！这一战的关注程度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。落云还未出关吗？依我所看，落云多半知道自己不是百里狂生的对手，想以闭关为借口，保几分薄面吧。
莫要到时候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。洛云与百里狂生一战几乎毫无胜算，这是事实。见过阁主。见过阁主。都起来吧，看来我们来的有点早。若阁主心急，我等可代为催传。不必。百里狂生到了。洛云呢？怎么还没来？难道他真的避而不战？难道说，洛云真的避而不战？避而不战，外门7万弟子定不服他，阁主也会对他失望。今夜，这万剑山之巅，将是他声名尽毁之地。来了。让诸位久等了。直面强敌，却能丝毫不惧，此战定然精彩。修为乃是天灵2等，剑势却变得更为凌厉。看来这几天你从未心生放弃。我既然答应一战，就从未想过放弃。出剑吧！既然你一定要胜，那好，此战我认输。既然你一定要胜，那好，此战我认输。狂生，你未与洛云一战，为何直接认输？看过这2枚流影之玉，想必诸位都会明白。那是自然，只需狂生剑主当着所有人的面前，狠狠击败洛云，把他的自信、修炼之心彻底撕成碎片。我只负责与洛云一战，其余事都不会参与其中。灵药炉本就归我们内务一脉管理，就算他不去灵药炉，我们就能暗中动手脚。剑主职权应当用来维护万剑阁的安宁，却变成了你们的私权，真是令我大开眼界。所以，我决定假装合作，暗中调查常赤霄和秦秋墨的阴谋。我从未说过如此大逆不道的话。这2枚流影之玉定然是伪造而成，还请阁主明辨是非。没错，还请阁主明辨是非。在这万千人群之中，有不少人是你们部下的案子，只要执法一脉对这些人逐一审问，真相自会大白。现在你们2人还有什么话说？阁主，此事的确是我有错在先，但这个洛云诡计多端，他若留在万剑阁，必将带来灾难。自从洛云出现后，不到1年时间，外门死伤3000多人，就连一些杰出弟子也是莫名其妙的死去，这些绝对跟洛云脱不了干系。你们可有证据？洛云为人狡猾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没有留下痕迹，但
所以你们并无证据。据我所知，你们报复洛云剑主，不过是因为他3番4次地打乱你们的计划，你们却以维护万剑阁安宁为由，公报私仇。若要说真正的害群之马，你们两人绝对当之无愧。当日在天阳城，我曾出言警告你们，但你们却变本加厉。我们两人知错，还望阁主恕罪。恕罪？今日我若饶过你们，万剑阁的刑罚将形同虚设。今日我以阁主之名，就此剥夺两人的剑主职位，贬为外门长老。陆行，在。我命你全力彻查今日之事，但凡有参与者，一律缉拿归案。若有人胆敢反抗，杀无赦。陆行听令。我再也不想看到有人针对洛云，倘若有违抗之辈，绝不轻饶。洛云就此，多谢阁主。这是你应得的。此事就此结束，就此散去吧。至于你们两人，随我来。常赤霄和秦秋墨两人，我已经施予惩戒。那些余党，相信很快也会落网。你不必担心再遭人算计。谢阁主。同时，也多谢狂生剑主。我今天带你们过来，主要还是为了六宗大比的事。北荒域内共有6大传承1000年的宗门，为了划分地位高低，每隔10年，6大宗门就会分别派出2名弟子切磋比试。2个月后就是6宗大比召开之日。我决定派你们2人前往。师尊，此次6宗大比的开启之地位于何处？半年前，星辰古宗内突然出现一处古星秘境，多次派人前往后，却发现年岁超过20之人无法进入，因而他们决定将此古星秘境作为6宗大比的开启之地。这2枚令牌由初代阁主所留，能无视万剑阁的所有剑阵，通行随心。这2个月时间，但凡万剑阁的修炼资源，你们都可以使用。前几次6宗大比，万剑阁的成绩皆是垫底。希望这次你们2人尽力合作，为万剑阁赢得荣光。弟子告退。古星秘境，其实是一处专修星辰紫薇之术的上古宗门遗址。我也算是颇有了解，看来这传承和修炼资源，我要一网打尽了。按你我约定，这株虚阴玄草将归你所有。今夜你我并无一战，不过这株虚阴玄草对我极为重要，还望狂生剑主提出条件，我都愿意答应。只要是你所需之物，不管是否贵重，我都会为你寻来。狂生剑主，你……我要救的人，就算阎王亲临，也休想伤他性命。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是流星？我都会为你寻来。狂生剑主，你……我要救的人，就算阎王亲临，也休想伤他性命。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是流星？当日，我一度以为你已经罹难，
但当晚调查清楚后，才知道那2名天灵6宠之人是臭名昭著的赏金猎人，还曾经跟长赤霄有所联系。所以我怀疑你的身死和长赤霄有关，但是奈何没证据。之后我听到你并未罹难，还进入天灵2宠之境，同时长赤霄使用剑主令邀我合作，一同谋害于你。我当时便索性表面答应，暗暗搜集证据。不愧是被范无劫看中的天才，这份心性和谋略实乃妖孽。现在长赤霄和秦秋墨被撤去剑主职位，再加上师尊对你的溺爱，他们绝不敢有任何举动。事情能有如此结果，我已经很是满意。至于这虚阴玄草，我还是……在羊角峰，你我曾并肩作战，出生入死。这虚阴玄草再珍贵，也抵不上1/1000的情谊。那好，再过一段时间，你我便要前往星辰古宗。在6宗大比期间，你若看上心仪之物，我定会无偿给予。哼，再说吧。内务一脉已经丧失了范无劫的信任，如此一来，我就能利用他们对我的忌惮，暗中布局。而且长赤霄和秦秋墨参与了当年星辰古宗之事，从这2人入手，再适合不过。你跟百里狂生素未谋面，为何他会这般帮你？而且，百里狂生看待你完全没有平日的冷漠。整一件事，我会明明白白跟你们说清楚的。师尊，此女名为水千月。你前往万剑殿的这段时间里，她成功击碎了第3剑碑，所以我们便按照你的吩咐，将她纳入剑主峰。数个月时间，千月每一日都会来到剑主峰下，尝试破开第3剑碑。今日他终于如愿以偿，一时大喜过望，举止难免有些唐突，你莫要放在心上。你虽破开了第3剑碑，但我并没有承认你的存在。你从哪儿来，便回哪儿去。敢问洛云剑主，你为何不愿收我为徒？师父，我哪里做得不好？回去吧。没想到，经过数个月的时间，水千月果然成功破开了水之剑碑。虽然水千月的水之境达到9级层次，但她的剑道境界太低。但没想到，她的恒心太惊人，连续数个月时间都在尝试破碑，踏入了剑道第1种境界。拥有9级剑意之人，皆是剑道奇才，将来的成就不可估量。但是他骄纵和趋炎附势的心性，我无法认同。毕竟，我不想亲传徒弟，最终变成白眼狼。弟子见过师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昨夜你返回庭院之后，水千月就一直跪在剑主峰下，跪了一夜。昨夜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纵使你破开了第3剑碑，我也不会收你为徒。洛云剑主曾经说过，只要是破开剑碑之人，不论修，无论身份，
你都将收为亲传弟子，但为何不愿收下我？如若洛云剑主不愿解释，那我就长过于此，直到你给出答案。你威胁我？我只是想要一个机会而已。你灵海已经彻底枯竭，如果再跪下去，恐怕会损耗根基，造成不可挽回的创伤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把他带上剑主峰吧。我并没有认可水千月，既然他跪在这里是想要一个机会，那我便给他一个机会。我这是在哪里？千月师妹，你可算是醒了。你已经昏迷了整整3天了，幸好有师尊为你炼制的丹药，滋养了你受损的灵海。除此外，师尊还有所命令，待你痊愈后，带你去大殿一趟。还请陆师姐引路。感觉身体如何？服下丹药后，已经没有大碍了。弟子在此谢过洛云剑主的恩情。经过此次之事，我看到了你的坚定之心，所以我决定正式收你为徒。弟子水千月拜见师尊。你入万剑阁不久，修为尚浅，这枚储物戒内不仅有灵材丹药，还有一些我的修炼心得，你务必认真观摩。从此以后，千月必定会努力修炼，尽快弥补修为上的差距，绝不会让师尊失望。那我倒要看看，在接下来的试炼中，你如何度过。先从最简单的妖兽开始吧。再是实战的。天赋确实不错，竟然突破到了天灵境1重天。那就换一批厉害的对手。这次我倒想看看，在6人合理实战的剑阵中，如何脱困。不错，看来他对于碧波九蝶浪的理解和运用，已经到了第9重境界。
修炼算是通过了，但是对于心性的考核才刚刚开始。4年后，18红潮爆发了一场恐怖圣潮，刚出现就将18红潮完全淹没，就连万剑阁也不例外。兽潮又来了。师尊，我们只要穿过山谷，就可以摆脱兽潮的威胁。不如集结所有人的力量，强行杀出一条血路。以我们的力量，根本不可能。我暂且抵挡，你带着众人离开。师尊呢？他去了何处？为何没有跟你们一起？兽潮的规模过于庞大，我们实在难以抵挡，所以乐云剑主就让我们先走，他一人断后。什么？你怎么会受这么严重的伤？在半空，你只能被当成活靶子落地。你带着我，也要死在兽潮之中。现在，你若放开我，还有一丝活命的机会。若是你英烈豪杰，你我真的要死在这里。当我决定重返山谷之时，就已抱着必死的决心。我灵海崩溃，已经是一个废人。我不想因为我的缘故，让你白白丢了性命。我不想。当年，师尊收我为徒，有知遇之恩，我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你死去？更何况，师尊不仅是我的恩人，也是我的心爱之人。今日，就算我真的要殒命于此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师尊不仅是我的恩人，也是我的心爱之人。今日就算我真的要殒命于此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千月，我可否问你一个问题？当年我收你为徒前，曾调查过你。据我所知，你曾与楚星云有婚约，但你16岁成亲之时，大肆羞辱那人是废物，还撕毁婚约。现在的我同样变成废物，你为何没有像当年那样将我就此抛弃？你跟他不同。有何不同？我之所以悔婚，是因为我不爱楚星云，这和他优秀与否无关。而且，婚约是别人定下的，我水千月的人生凭什么由别人决定？我大肆羞辱楚星云，只是想让他知难而退。早在5年前的玄剑谷，我就对师尊一见倾心，哪怕到最后，你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废人，我都不会改变初心。所以，离开楚星云，是因为不爱；而坚守你，是因为挚爱。我愿意为你奉献一切，哪怕葬身兽口。我以天灵2重的修为，要施展这如梦幻境，难度颇大。幸亏水千月的修为较低，且神智处于昏迷状态，这才让我得以施展。是时候醒来了。
是一个梦。弟子水签约，多谢落云剑主救命之恩。今日之后，落云剑主这一称呼不适合从你口中说出。作为我的第7名亲传弟子，你直接唤我师尊即可。师尊，你刚才的话可是当真？你若不愿，我也不强留。我当然愿意。弟子水签约，见过师尊。跟我来吧。陆凌、玄清、乐凡，你们3人出列。凝啊，果然是凝聚剑意之形啊！剑阵凝视，这4道剑意之形居然是阵眼，而且它们所凝聚而成的剑阵，竟形成了剑阵之势。纵观万剑阁的所有剑阵，能达到如此境界的剑阵，有且仅有1座，那就是万剑阁的传承剑阵——万剑大阵。没想到师尊在剑阵上的造诣也如此恐怖。此剑阵名为4象剑阵，天生4象：东青龙，运生机；西白虎，掌杀戮；南朱雀，控毁灭；北玄武，含造化。你们体内的剑意之形就是4大阵眼，而刚才没入你们体内的流光，则是4象剑点。4象乃是共存之物，难怪当初师尊凝聚剑意之形的时候，我们能感觉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共鸣。当初我立下7座剑碑，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布置剑阵。那除了我们4人，清玄师姐、青瑶师姐，还有10号师兄，他们3人之间是否也能组成剑阵？那是自然。此剑阵名为3才剑阵，暗涡剑意代表地阁，光涡剑意代表天阁，而玄地剑意则是代表着人格。3者相合便是阴阳大地。4象剑阵和3才剑阵，若修炼到极致，即便面对着5皇强者，也能强行击杀。即便强如万剑阁，在5皇强者面前，不过是土鸡瓦狗。但刚才4象剑阵和3才剑阵，一旦修炼到极致，竟然连5皇强者都能灭杀，也太不可思议了。不管是4象剑阵，还是3才剑阵，都是杀伤力极强的剑阵，但它们其实也是阵眼，能转化为7星杀阵。4象剑阵和3才剑阵虽强，但比起7星剑阵却远远不足。不过你们现在的实力终究太弱，待时机成熟了，你们自会知晓。从今日开始，你们7人便修炼剑点，不可有丝毫懈怠。卷轴内的弟子都是我悉心挑选而来，从今往后，这些人就交由你们掌管，督促他们习练2大剑阵。这最为重要的第1步，终于完成了。听说落云剑主他们在修炼新的剑阵。
这么厉害？您终于练成了。紫灵摆了丹是为令天冲准备的，乃是6级丹药，而碧空鼎终究只是法器。唉，虚阳灵花和虚阴玄草是为了唤醒洛兰，但这两物本就是8级灵材，要将两者炼化融合，难度巨大。更何况我的丹鼎已碎，看来要去一趟百气殿了。参见洛云剑主。不是冤家不聚头，此话倒是不假。狐假虎威之辈。刚才是你在说话。洛云，你好大的狗胆！你们两人只不过是普通的外门长老，见我降临，非但没有躬身行礼，还敢在背后辱骂我。怎么，还不道歉行礼？洛云剑主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你何必要这样得寸进尺啊？狐山剑主，我洛云行事向来是恩怨分明，而且就算我饶了他们，他们也不会对我心存感激。狐山剑主，啊！狂生剑主，常赤霄和秦秋墨两人虽被师尊革除了剑主职位，但他们两人的势力依旧强横。不久，他们完全可以恢复原职，所以狐山剑主想着多般照顾，暗中结下情谊，对吧？狂生剑主，你这话我听不太懂。但狐山剑主却忘了一点，你如果帮助他们，就是在跟洛云剑主结下恩怨，同时也是跟我结下恩怨。没想到生性孤僻的百里狂生会如此偏袒楚星云。哎，狂生剑主，我恰好有点事情需要处理，告辞。站住！你们还未行礼道歉，莫非想让我把此事禀告给无尘剑主？道歉！刚才之事，我在此向洛云剑主道歉，还请洛云剑主多多包涵。狂生剑主不愧是天才中的天才，不仅天赋惊人，就连言语画风也是如此的犀利。洛云剑主见笑了。不知狂生剑主来到百气殿所为何事？我一直在等你。等我？竟然是一件6纹王器，这是天地灵晶。天地灵晶乃是颇为罕见的炼丹之物，我现在的修为仅有天灵2重，要想融合虚阳灵花和虚阴玄草，难度很大，必须寻找丹鼎和天地灵晶，提升炼丹效率。
这2物是给我的。当初你为了得到血阴玄草，不惜跟我一战，那时我便猜想，你迫切想要炼制一些丹药，但以你的修为，不可能将2者炼化，因此我就进入百器殿，帮你挑选了这千阳逍遥鼎以及天地灵晶。但你最近都在闭关，所以我便一直在百器殿等你。这件事有劳狂生剑主费心了。这2物都来源于百器殿，我只是借花献佛而已。而且，你我曾共同经历过生死，区区小忙，你不用在意。好，看来又欠了不少人情。不愧是6文王旗，威能胜过碧空鼎1000倍。去！单纯依靠千阳逍遥鼎的大日之火，很难淬炼出2株灵材的精髓。看来需要凤凰的虚无业火。现在需要做的，就是静静等候了。岂有此理！巅峰之战已经过去了数日，知府一脉居然还没有松口，仍在捉拿我部下的案子。照这样下去，我苦苦经营的势力将不复存在。看来我们已经彻底败北了，放弃吧。寻遍一整座万剑阁，无人能够帮我们。既然万剑阁之中无人能帮，那我们只能寻找那位大人了。绝不可去！若是被阁主知道，你我都将必死无疑。放手一搏，你我还有一线生机；而坐以待毙，只能迎来死亡。根据规则，参加6宗大比之人必须提前10日到达举办之地。听说为了保险起见，阁主今日便要启程前往星辰古宗。前几次的6宗大比，我们万剑阁的成绩并不理想。狂生剑主和洛云剑主都是1000年难得一见的妖孽天才，他们2人必定能创造奇迹。启禀阁主，除了洛云剑主，其他人都已准备就绪。时间还不算太晚，我们可以继续等。师尊昨天还叮嘱我们不必去参加6宗大比，现在怎么没影了？师尊自有分寸。让诸位久等了。既然所有人都已到齐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阁主，洛云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前往星辰古宗的这段路程，我想独自上路，并以此作为历练，突破修为桎梏。不可！前往星辰古宗的路途遥远且危险，如果遇到不测，对我们、对万剑阁都将是巨大的打击。此事我不能答应你。洛云去意已定，还望阁主成全。至于6宗大比，我可以当众保证，绝对不会延误。那好吧，这道剑印可以轻松灭杀阴阳5重之人，只能救你1次。使用之后，你立刻前往星辰古宗。
师尊，我常年在外历练，不如我和洛云剑主同行，相互能有所照应。狂生剑主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我出外历练是为了突破修为桎梏，如果与你同行，恐怕难有成效。此次历练就让洛云一人上路吧。多谢阁主成全。我们也出发吧。要注意安全。如意料般的顺利。散。没想到凭借我天灵2重境界施展黑影状态，连范无劫都能瞒过，而且还有这无视所有剑阵的黑色玉牌。看来万剑阁的任何一处，我都能轻松潜入。剑印之中，的确蕴含着一丝涅槃之气，但同时也会被范无劫知晓行踪。表面上他待我极好，但暗地里仍有极强的掌控欲。幸好我已经催动秘术，将剑印彻底封锁住。这一刻，我已经等了很久。万剑阁的千年底蕴，今日便要归于我手。接下来就轮到灵药炉了。万剑阁的资源重地已经被我搜刮一空，接下来是时候前往玄剑谷了。我多次探查了玄剑谷，发现这里并不是剑种的入口，只是布置着一座隐秘剑阵。居然连黑色玉牌都无法通过，看来此地绝对有大门。这剑阵以4柄古剑为阵眼，只要我用引力移除古剑，剑阵自然轻松破开。引力，我起！这里居然是资源之地，而且都不低于5级灵材。百战龙虎丹，7级丹药，能激发武者的身体潜能，令其爆发出更加强悍的战斗力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一座秘密宝库应该是万剑阁的战略库房，是为大战准备的。难怪我拥有黑色玉牌也无法踏入此地。这座宝库的所藏，居然比我在外面搜刮来的还要略微胜过一筹，都是伊文王旗。这种共鸣好生熟悉，似乎是万剑大阵。
万剑阁传承千年时光，创造出了无数剑阵，但在我的眼中，这些剑阵始终难登大雅之堂。除了万剑大阵，此阵浩瀚而又繁复，光是阵眼就达到了3000道，一经催动，剑芒蔽天，是极致的杀戮剑阵。如果3000天灵境弟子全力催动万剑大阵，足以力抗涅槃强者。看来，这树柄长剑才是这座宝库的最大珍宝。莫非这里有万象碧铠的佩剑？果然是万象碧铠的佩剑。一旦融合了这2件佩剑，万象碧铠的力量将达到6万象之力。催动力量增幅神通之后，则是12万象之力。如此力量，足以轻松掌控黑洞重剑。过而不往非礼也。既然万剑阁赠予我一份如此厚礼，作为回报，我也不能随意马虎。这棵流光古树的主干有一条地级灵脉，藏匿于万剑殿之下，其后是18根分支，都是玄级灵脉。藏在此后，则是数百条黄级灵脉，遍布万剑阁各处。正是因为有诸多灵脉，万剑阁才会成为修炼圣地。可不是现在。准备好了吗？散！还不动手？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？一切如常，并没有什么异样。可能是刚进入修炼状态，产生了错觉吧。不愧是传说中的远古异兽，恐怕就算范无劫在场，也无法发现真正的地级灵脉已经被我抽离了。剩下的18条玄级灵脉，也已经收到了轮回石中。至于那些分支中的黄级灵脉，一旦抽离，范无劫可就瞒不过了。白狐，我们回家。都给我包起来吧，这2包也要。听说云腾商会推出了不少新品，除了丹药之外，还有灵魁和兵刃。而且此次的售卖会将由楚虎会长亲自主持，难怪人群都疯狂朝着交易区奔去了。这枚清灵丹虽然才3阶丹药，但楚虎武灵品阶也仅有3品，
短短1年之内就进入了地灵之境，可见其刻苦。你这小子，总算没有让我失望。你是何人？竟敢直呼会长之名？云腾商会有无数人才，且坐拥3000敬天军，已经和流云五府合作，强势崛起了。楚虎乃是云腾商会的创始人之一，所以这枚清灵丹功效很强。而此人说出如此嚣张的言语，下场恐怕会极为凄惨啊！哼，还不……楚虎，恭迎少主归来。令前辈，你这盘大势已去。虽说令前辈处于下风，但依旧有一线生机。古语言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你们2人如此出言，只会干扰令前辈的判断。你已经大势已去，认输吧。如果是楚行云那家伙，肯定能找到突破口。的确，以楚行云的心思为握，面对如此残局，或许还真能一力回天。只可惜他并不在此处。莫前辈给予如此高的评价，我恐怕是受之不起啊！啊！你这家伙终于回来了。孩儿不孝，让父亲担心了。哎呀！云儿，据我们所知，这个时候你应该准备参加6宗大比，正在前往星辰古宗的路上才对。为何？这次我返回齐天峰，是为了给大家送礼物的。这枚丹药名为紫灵百恶丹，服下后毒素会冲击周身经脉，恰好以毒攻毒，治愈令前辈体内的暗伤。不过此过程可能会比较痛苦。我连断臂之苦都熬过来了，难道还怕了这小小丹药？散！这3000柄长剑虽是1文王器，但3000印记共鸣，就能组成万剑阁的万剑大阵，恰好可以配备在3000敬天军身上。我还做了一些修改，以便煞气能够融入剑阵。这剑阵不仅能将煞气融入剑阵，就连我体内的极煞之气都能得到极大的提升，堪称完美。如此甚好。雪姑娘善剑，身负寒雪武灵，这柄6文王器冰霜寒剑极为适合你。这件流光长裙位列6文王器，内藏一套幻境，适合防身，就送与秦小姐了。这双爪套虽然只有5文王器，但是会释放无尽虎啸之意，恰好可以发挥出小虎武灵的优势。至于这枚翠绿玉珠，内含无穷生机，能够很好的滋养父亲您的暗伤。
这些就是我为你们准备的礼物。楚会长，这里面是……这些储物界内有灵材丹药，有兵刃石材，也有锻料器具，每一类数目都极其的庞大，足以堆满整座云堂殿。而且这些东西的品阶很高，全都在5级之上。就算是18王朝的所有底蕴叠加，恐怕都远远比不上这些吧。你这小家伙，该不会把万剑阁的1000年底蕴都洗劫一空了吧？杨前辈果然慧眼。我只是礼尚往来而已。云儿，你在万剑阁的这段时间里，是否有你母亲云烟的消息？母亲她还活着。啊！当年，星辰古宗和万剑阁联合，想要捉拿母亲回宗，但母亲在逃跑过程中杀了万剑阁阁主范无节之子。范无节为了报杀子之仇，在母亲的身上施予一种奇毒，让她一辈子都承受这种无穷无尽的痛苦。那她现在被关押在何处？这恐怕只有范无节和星辰古宗的宗主才知晓。云儿，我是不是活得很窝囊？当年之事牵扯到星辰古宗和万剑阁，那时候父亲只是小家族的族长，母亲深谙这一点，所以他才从未跟你说过这些。当年为了各自的利益，星辰古宗和万剑阁同流合污，不仅拆散了我们，让母亲承受着无穷无尽的痛苦，还造成了诸多杀戮。楚家、天宫宗、雷府，一条条鲜活的生命，就这样被当成鱼肉屠杀殆尽。这个仇，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而我现在做的这些，仅仅只是一个开端。云儿，只要是你做的事，为父都会无条件支持。但答应我，绝不可胡乱冒险。父亲大可放心，我已经布置好了一切，就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了。你果然放心不下洛兰。令前辈，莫前辈，你是否找到了唤醒洛兰的方法？这是何种丹药？我在万剑阁的灵药炉中，碰巧找到了虚阳灵花和虚阴玄草，经过重重淬炼，将两者融为了一体。虚阳灵花和虚阴玄草，一阴一阳，两者融合，将蔓延出无穷无尽的生机力量。但这2株8级灵材，恐怕也难以唤醒洛兰。毕竟，洛兰的9星睡莲武灵乃是罕见的9品武灵。这2株灵材在灵药炉内蕴养了1000年时光，都已经诞生出了灵智，而且经过我的淬炼融合后，所释放出来的生机之力，更是强悍了100倍之多。100倍之多，或许这枚丹药真的可以唤醒洛兰。既然如此，那还等什么？赶快给洛兰服下。强横的生机力量，9星睡莲武灵，1星1半。此刻，这些莲瓣已经逐渐复苏。
你已经尽力了。虽说没能唤醒洛兰，但随着这股生命精华的涌入，对洛兰必有帮助。多谢两位前辈的关心，我没事。少主，这1年以来的事有些复杂，我等会儿跟你一一说明。1年？我居然睡了整整1年。灵兽卵要孵化了。居然是一只小奶猫！你认得我？这只小奶猫倒是挺可爱的。他居然直接穿过去了。不过，这小家伙的个头太小了些，似乎没什么战斗能力。刚才是你搞的鬼！刚出生就深通人性，还能够随意转换自身形态，使自己处于虚实之间。这样的奇异灵兽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而且，这只小奶猫还精通瞳术，的确不凡。他该不会以为白虎是他的同类吧？白虎的身躯是绝世罕见的域外金属，坚硬无比，但它仅是一缕残魂，极大限制了白虎的杀伤能力。但为何此刻白虎不仅拥有生机，还展现出了极为强盛的杀戮之力？莫非这股浓郁的生机气息是来自那只小奶猫？这只小家伙刚出生，体魄难免孱弱，而白虎的身躯强横，五皇强者都无可奈何。很显然，他已经看中了白虎的身躯。这个小家伙还真是不客气，刚孵化出来就到处蹦跳，还用灵魂之力捉弄小虎哥。不如我们就叫他小魂吧。小魂，这个名字不错，就叫小魂吧。洛兰的修为并无提升，仍在巨灵境界，但9星睡莲5灵的品阶却跃到了7品层次，而且他对青莲5点的感悟变得极深，一念之下，青莲丛生。青莲之道本就是舍生之道，洛兰舍生取义，已然领悟了青莲5点的精髓。
只要按部就班的修炼，必能修炼到最高境界。看来要突破了。终于突破到了天灵3重天。我在齐天峰停留了3天，是时候离开了。这么快吗？我需要前往星辰古宗参加6宗大比，而且我从万剑阁搜刮回来的资源已经全部归入齐天峰之中。只要商会的暗中渠道没有暴露，万剑阁就发现不了端倪。明白。丁前辈，你服下紫灵百恶丹后，已经彻底压制住体内暗伤，但仍不可急躁。需循序渐进。放心，这点我牢记在心。莫前辈，万剑阁的3柄长剑虽然能组成万剑大阵，但灵剑本身只是1文王器，所以范无劫才在宝库中存储了海量的石材锻料。我随时可以开炉锻造，提升3柄长剑的品阶，而且我有预感，经过这次锻造，再配合你改造的剑阵，这3柄长剑的威能，绝对不亚于真正的皇器。长剑之威越是强横，敬天君拥有的实力也将更加强大。至于丹药方面，保证给你办得妥妥当当。我们也要加紧修炼，不能落下。是啊。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修养好身体。随后才是炼制丹药、提炼兵刃，时间略微急促，仅有3个月，正值6宗大比结束。此次行动，敬天君可先行赶往预计地点，其余之人在后方随时待命。之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诸位，齐天峰就交给你们了。不久以后，我们在万剑山相聚。既然少主如此努力，我们也不能落后。范无劫的无双剑术，我定要抓住机会，好好跟他切磋一番。当年我锻造出天宫玄印之后，就鲜有权力出手锻造。此刻，我定要锻造出绝世之物。我武境血戎马术10载，现在时间终于成熟，我倒要看看万剑大阵到底能否挡住我的不败军阵。好多人啊！这6宗大比决定着北荒域6大势力的强弱排名，真不愧是10年一度的盛事。而且这次大比还放在了星辰古宗内的秘境，想必这次大比后，星辰古宗的声望将进一步提升，有望成为6大宗派之首。星辰古宗以5大家族统摄广阔地域，我母亲柳梦烟便是来自5大家族的柳家。这次我还是先前往柳家的空星城调查母亲的下落吧。穿过飞扬城后，再行千里，就是空星城所在了。既不修炼，也不吞噬天地灵力，你这小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历啊？
你想吃那些灵果？好，我这就给你买来。一个天灵1重，一个地灵9重，不足为惧。小女苏夏年幼，不懂言语，冒犯了柳安少爷。作为赔礼，我苏家愿意奉出半数资源，还望阁下回禀柳安少爷，让他饶恕苏夏。柳安，我苏晨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莫非阁下还不愿收手？柳家身为5大家族之一，也不能如此无法无天。你们误会了，我只是恰巧路过，想购买一些灵果而已。在下苏晨，请记下认错了人，还望海涵。无妨。既然公子想要购买一些灵果，我当然欢迎。只不过我有要事缠身，无法亲自接待。带这位公子前往药园。公子，请随我来。从你们刚才的态度判断，似乎柳家在星辰古宗的声名并不好。5大家族中，柳家的势力最为强横，但只要是有利家族之事，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执行，哪怕伤及无辜之人，也在所不惜。看来柳家向来都是如此独行霸道。至于柳安，是一名纨绔子弟，但他在柳家的地位极高。几日前，苏夏小姐看不惯柳安的作为，暗中低骂了一声，岂料被柳安听到。为了躲避惩戒，小姐连夜逃回了飞阳城，但柳安仍是不依不挠，说是要派人捉拿小姐。这个柳安，行事好生霸道。这小家伙，这灵果名为精玉果，位列3级灵材，一枚价值500灵石。这里有6万灵石，足够买下所有精玉果了吧？足够了，足够了。天灵3重天，跟我走吧。在下苏晨，乃是。你敢违抗柳安少爷的命令？别动手，我愿意跟你走。夏儿，你若去了，恐怕……爹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请恕女儿不孝。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。面对着柳安的霸道之举，苏家只能就此忍耐。这就是弱肉强食、实力为尊的世界。这里已经没有精玉果了，待赶到空星城后，我再给你买。你是说苏夏身上还有精玉果？你想让我追上去？你这小家伙还真是不安分。不过既然正好顺路，我就再纵容你一回。
没想到此地居然有如此佳人。找死！好恐怖的结果！好恐怖的实力，而且此人明知道会议中年来自柳家，还胆敢出手，想必也是一件大任务。我乃是柳家长老，阁下是何人？把人留下，然后滚。就凭你，也想在我面前伤人？小女子苏夏，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怎么会是你？你是受我父亲的委托，专门来救我的吗？你会错意了，你的身上还有金玉果吧？啊！原来如此，此次多谢公子出手相助。若公子不嫌弃，这储物戒指中的金玉果就当做报酬吧。你已重获自由，为何不返回飞阳城？柳安的性情霸道，如果我现在返回飞阳城，他依旧会下令捉拿。那你就要去送死？今晚空星城将举办群英会，届时各大权贵之人都会前往。如果我当众向柳安认错，碍于身份，他应该不会对我下手。就算事后追究起来，也不会怪罪到苏家的头上。只要父亲和家族平安，即便是死，我也认命了。我本来想救下苏夏，以此换取金玉果。如果就这样放任此事，倒不符合我的行事作风。正好，群英会即将召开，我可以暗中盘查柳家之人，找寻母亲的下落。真不愧是星辰古宗境内的5大主城之一，这家小小的酒楼就有如此美酒。虽然苏夏所在的金风五府在星空城颇有威望，但他得罪柳安之后，五府根本不敢庇护。唉，为了苏家的世代香火，甘愿一肩担下所有责任，但是她始终只是一名弱女子。小魂，你在这里待着，不要让她做傻事。这位客人，问点事。客官想知道何事？群英会是什么？群英会啊，本是武者之间的交流大会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群英会上有不少人身怀重宝，想借此换取等量资源。久而久之，群英会变成了异宝大会。据传闻，此次的群英会上将由柳诗韵亲自主持。
这份名单上的名字将代表各自所在的宗门参加六宗大比。柳诗韵，星辰古宗的妖孽天才，10岁修炼，仅用1夜就凝聚出6品紫星武灵。现在他年仅20，修为已经达到天灵5重之境，而且她的容貌极美，被誉为星辰古宗的第一美女。听闻柳诗韵从不过问柳家的所作所为，那她此次为何突然要参加群英会？因为六宗大比即将召开，大罗金门的2位妖孽弟子恰逢在星空城做客，柳诗韵为了招待2人，这才主持群英会。这次的群英会，柳安和柳诗韵都会出席。以他们2人的身份地位，应该知晓母亲的下落，倒是个好机会。小魂自从吞食了精玉果，身上的气息的确浑厚了些许，但我之后拿出不少天地灵材，小魂却毫无兴趣。唉，真是古怪。有意思。金风五府尤为擅长剑术，在星空城的五府中名列前5，但因为柳安之事，金风五府已经容不下苏夏了。这次的群英会几乎聚集了星空城的所有势力，难道有什么重宝出现？不愧是大金罗门的天才人物，修为皆是达到了天灵4重境界。此次的六宗大比定然无比精彩。罗森和林静轩2人的修为不如诗韵小姐，恐怕在六宗大比的舞台上，他们难以出头。这倒未必，大金罗门的弟子主修刀法，绝不可用修为来评断强弱。素闻柳小姐的容貌无双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只不过是虚名而已。既然你们2人已经到来，这群英会便可以正式开始了。好。群英会中向来不乏珍贵之物，希望今日能够有所收获。哼，群英会本是交流切磋之地，现在居然变成异宝大会，实在是可笑。难道星辰古宗就如此不堪吗？群英会的理念向来没有改变，若交换出现争执，会以切磋的方式定出结果，这难道不算是一种交流？那好，我便要看看这群英会有何出彩之处。是你。柳安少爷，苏夏此前愚蠢，影响了柳安少爷的生命，此次特意前来道歉，还望柳安少爷处置。大胆孽徒！你污蔑了柳安少爷，诋毁柳家的名声，现在居然还敢出言求饶！师尊你。今日就算柳安少爷饶过你，我金风五府也不会饶你。否则此事传出去，金风五府的声誉何在？王府主深明大义，柳安佩服。不知你要如何处置此女？苏夏出言诋毁柳家，今日我就以金风五府府主之名，将苏夏当成器具，送上这座交易高台，以1枚灵石的价格售出。
卖图求荣。王德川竟然如此讨好柳安。唉，能出价买下苏夏的唯有柳安一人，其他人若是出价，必定会得罪柳安。一枚灵石，我出了。一枚灵石，我出了。啊，这人是谁呀？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居然敢出言！群英会人人可以参与，我为何不能出言？你可知我是谁？很重要。传承100年之久的金风五府，声誉居然只值一枚灵石，还真是可悲。跟我走吧。可恶！还想抵赖？群英会有所规矩，倘若有多人出价，可通过切磋的方式，最终决定归属权。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，一枪许你狗命！双文王气。这青年的下场恐怕会很惨。愚蠢，居然用手指硬抗王气之威，他莫非被吓傻了？这人的实力很强。刚才的建议的确不错，但远远不如你我。若你出手，3招内定能胜他，而我只需1刀。好生照顾他，莫有半点懈怠。你可听懂了？若想度过此难，立刻退到我身后，并且照我的话去做。此事结束，群英会继续。此灵花名为6星蓝灵花，本为4级灵材，但经过异变后，已经无限接近了5级灵材。现在以10万灵石兑换。我要了。此物不错，我也想要。美物就应该配美人，还请柳小姐收下我的一番心意。多谢林公子。虚魂果位列6级灵材，服下后能够修复罕见的灵魂损伤。作为交换条件，我需要一件3文王器。3文王器价值已经超过了100万灵石，但用来换取一枚修复灵魂的6级灵材，灵魂虚无缥缈，要修炼到涅槃才能领悟丝毫。于大众而言，这虚魂果就显得鸡肋了。
恐怕不会有人买账。精玉果、虚魂果，皆是对灵魂有所益处。莫非小魂需要依靠吞噬灵魂之力，方才能提升自己？虚魂果我要了。此次群英会结束后，你便跟随我返回柳家。多谢柳小姐。此物我也颇有兴趣。这家伙该不会神智有问题吧？竟敢在星空城和柳家第一天才叫板。冒昧问一句，你拥有何种武灵？烈焰狂狮武灵，位列4品层次。我身上并无3文王气，不过这门功法你可还满意？天阶功法，这可是对涅槃强者都有着极大吸引力的顶级功法，它到底是何来历？这门功法有资格兑换这枚虚魂果。是，他说的不无道理啊。小子，这里不是你能闹事的地方，立刻给我滚！柳安少爷是柳家之子，将来必能成为柳家家主，统摄整座星空城。让你滚，还不快滚？是吗？那他大可以试试，看能否让我滚离此地。果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连堂堂柳家少主都浑然不惧。那若是我也要让你滚呢？先是柳家少主，而后是大罗金门的天才弟子，两者的身份惊人，同时施于重压的情况之下，任何人都无法承受。他估计死得很惨。哦，今日穷极整座北荒域，无人能够让我滚离此地。柳安不行，你也不行。纵使是大罗金门之主到来，都没那个资格。今日穷极整座北荒域，无人能够让我滚离此地。柳安不行，你也不行。纵使是大罗金门之主到来，都没那个资格。放肆！请留步。群英会的异宝规则已流传多年，他既然登上了盘山，就有资格与我争夺。此事我能自行处理，不劳烦林公子出手。我也是天灵5重修为，而你只不过是天灵3重之境。若你我一战，你必定会败。此物我不会放弃。你争夺虚魂果，并且无论如何都不愿放弃，目的应该不是想要得到虚魂果，而是要哄抬声名吧？论实力，此子绝非柳小姐的对手，但他却仍要一战。看来他就是想要借助柳小姐的名气，哄抬自己的声名。此人居然如此阴险，我们险些受骗了。战还是不战？当然要战，只不过与你一战之人并非我姐，而是金风五府的王德川府主，他才是你的对手。柳安，姐，此人明显是想借此哄抬声名，如若你与他一战，必会影响到柳家的声名，而王德川的修为
跟这名青年修为相同，但他的剑术无双，必定会胜。此人反而还会沦为笑柄，日后不敢这般造次。他的目的，真的只是想哄抬自己的声名吗？请两位放心，我必胜此子。你刚才所展现出来的剑术颇有几分玄妙，但你终究只是井底之蛙而已。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剑术。金锋剑，一斩断长空。真正的剑。王德川竟然想杀了他来讨好柳安。玄虚有何用？金凤五府府主，老派天灵三重天高手，仅仅只有3招，就这样败了。而且同为天灵三重修为，对手仅出1剑就赢了。此人藏得好深。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剑术？怎么会这样？给我去死！小心！啊！你身为剑修，却无剑德。今日，我便断你持剑之臂！好强的一剑！这一战我已经胜了，虚魂果将归我。慢着！你以为拥有柳家少主的身份，就能为所欲为了吗？刚才只是一个警告，你若再犯，我必杀你。好霸道的建议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既然你已经获胜，这枚虚魂果我不与你争夺。此果，我也想参与争夺。我也想参与争夺。林敬轩，你这是何意？群英异宝，任何人都能登上高台，请柳小姐尽管放心，以我的实力，
能轻松夺下这枚虚魂果。林公子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就算你赠予我虚魂果，我也不会收下。我给你10息时间，就此交代遗言吧。没什么说的吗？那好，我这就取你性命。怎么回事？林敬轩，你的胆子真大，连6大宗门定下的规矩都敢视若无睹。叶千寒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九寒宫的叶千寒，云哥哥，有人说我只是一只被圈养的金丝雀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强大起来，希望下一次能换我来保护你。不，九寒宫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叶千寒，你为何不回答？早就听闻洛云剑主的容貌俊逸如妖，连女子都自愧不如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呢。洛云剑主，他便是洛云。原来他就是那个万剑阁的绝世天才洛云剑主。短短2年，就名满万剑阁，在18皇朝尤为圣显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难怪王德川会输得那么惨。原来他是洛云，难怪。作为10年一届的北荒盛世，6宗大比的意义非凡，将决定6大宗门的强弱排名。所以，但凡是参加6宗大比的妖孽天才，都将得到最周全的保护。6宗大比开始之前，参赛天才将享有豁免权，不管所犯何事，都能保全性命。而且，大比开始前，参赛天才之间不得争斗，若有违反，需关罚禁闭。虽说我并不清楚洛云剑主为何没有表明身份，但你若真的出手，仍算是违反规则。即便要从轻发落，也免不了一顿训斥。差点就中了你的阴谋。但今天发生的事，我会记在脑中。6宗大比之时，我必杀你。你就好好享受这几天的生命吧。我听闻你的天赋，并不在百里狂生之下，还曾一剑逼退了阴阳境强者。6宗大比之时，我期待与你一战。我以为参加6宗大比的妖孽天才，都是至高无上的人物，谁知这个暗中保护着我的妖俊青年，居然是大名鼎鼎的洛云剑主。洛云剑主，请留步。我刚才帮洛云剑主瓦解了危局，莫非洛云剑主就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你要恩将仇报？演戏很好玩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刚才的举动，并非想帮我瓦解危局，相反，你是想让我和林敬轩彻底站在对立面，而你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减少2名对手。这对九寒宫来说，
乃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，将更有机会赢下六宗大比。我说的这些没错吧？也不知道林静轩被你摆弄了一道会怎么想。你隐瞒身份，逼林静轩出手是事实，我只是顺水推舟罢了。而且，你和林静轩的恩怨已经立下，揭穿我毫无意义。唉，有无意义，还轮不到你来评定。两位都是远道而来的贵客，若是不嫌弃，今晚便在我柳家住下吧。过几日，我们一同前往宗城。那就劳烦柳姑娘了。不知除了叶姑娘之外，可还有其他人？当然，我的师妹也来了。师妹，好诡异的寒气。九寒宫的第2名参赛天才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师妹还不出来见人？柳香，这位便是我的小师妹，名为水流香。水姑娘的年纪极轻，修为就已经达到天灵4重之境，实在令人钦佩。谬赞了。我这位留香师妹的性情略显孤僻，还请柳小姐莫要在意。无妨，群英会也差不多结束了，我这就让族里准备宴席，为诸位接风洗尘。有劳了。短短2年时间，柳香就达到了天灵4重境界。莫非九寒宫激活了他体内的九寒绝脉，并且从他的神态判断，似乎已经顺从了九寒宫。放心，我没事。那可是价值3品王器的灵果。我来敬大家一杯。好，好，好，来。这位便是落云剑主吧？早已听闻落云剑主的威名，今日相见，果然人中龙凤。柳家主言重了，都只是虚名罢了。请。落云剑主，我见落云剑主闷闷不乐，莫非是觉得招待不周？落云剑主，你我之间或许有点误会，在此我柳安向你赔个不是。落云剑主，你与我的矛盾，无非是来自一个女人，只要你开口，星空城之内，不管何种类型，我都帮你掳来。任何女子都能掳来，那是自然。我乃是柳家少主，只要是我看上的女人，岂能逃出我的手掌心？落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刚才孩儿向落云剑主赔不是，
岂料落云剑主直接一掌扇来，还望父亲为我主持公道。赔不是倒不假，但柳少主却是让我强掳女子寻欢。柳少主年纪轻轻就走上了一条歧途，我一时不过意，就帮柳家主代为管教了。骆某的苦心，莫非柳家主不愿接受？洛云剑主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爹，难道我……闭嘴！平日里为非作歹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敢唆使他人！立刻给我回房禁闭！让洛云剑主见笑了。如若柳家主有需要，下次我不介意再帮你管教一番。小魂醒了吗？仍在沉睡，不过从气息上判断，应该没什么事。那就好。柳安现在的注意力都放在我的身上，对你应该早已淡忘，你不必再担心他的报复了。多谢洛云剑主。洛云剑主的大恩，苏夏无以回报。若是洛云剑主不介意，不必了。在星空城外，我就对你说过，你将晶玉果交给我，我便会帮你解除危机。我现在只是履行承诺而已。区区晶玉果，岂能报恩？过几日，我便要前往宗城，参加六宗大比。我们就此道别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后会有期。我与他，终究只是萍水相逢。徒儿，你要去何处？3年师徒之情，难道你说舍弃就舍弃吗？当你将我当成工具，用来讨好柳安时，我就已经还清了师徒之情。我这样做，也是为了保住整个金凤五府。该说的我都说完了，像你这种唯利是图之人，根本不配当一名师尊。经过这件事后，苏夏和苏家将重回安宁，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。谁？短短2年不见，没想到当年连灵力都不懂如何运用的小妮子，现在摇身一变，居然成了九寒宫的妖孽天才。刚才那一掌，若我有所马虎，恐怕也会受伤吐血吧。你是何人？为何扰我静修？你不认得我？好恐怖的寒气！刘翔，你我自由相识，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，现在你我终于重逢，你是否有所顾忌，才不敢与我相认？去死吧！刘翔，我乃楚行元，是你的夫君，而你是我的妻子，你怎能忘我？
我的夫君楚行云。在九寒宫中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这枚猩红玉石怎么看着如此眼熟？在九寒宫的时候，你就每日想办法逃离，现在居然变本加厉，企图摆脱天残空心石的镇压，不长记性。幸好在离开九寒宫前，师尊曾传授我镇压之法。看来在六宗大比之前，我要好好监视这个贱人。水流香，你刚才看到了什么？刚才发生的事，我一点都记不得，只是脑海中突然想起楚行云这3个字。他似乎是……闭嘴！楚行云之名，你从未听说过，也并无交集。记住，你是我九寒宫的弟子，此次来到星辰古宗，只为夺下六宗大比的魁首。刚才我师妹正在苦修，无意中有所突破，这才没能控制住力量，还请柳家主多多包涵。武者修行难免会突生状况，既然你们无事，那我也不多做打扰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得离开我半步，听清楚了吗？是。看来，终究是我多虑了。竟然是天残空心石，难怪当初林病理想尽一切办法，都要将刘香带到九寒宫，甚至不惜以命威胁。原来，他们早就决定用天残空心石将刘香炼制成傀儡。这2年里，刘香，你到底受到了多少折磨？九寒宫，在不久后的一天，我会把刘香遭受过的痛苦与折磨百倍奉还。看来，刘古琼还是有所怀疑，特意派柳观音来这里探查。只可惜，叶千寒的手段不在他之下，早就让刘香离开了这里。启禀家主，我暗中前进厢房之时，水流香已经离开，如无意外，应该是在叶千寒的住处。我是否要继续探查？不必了，既然他已经做出举动，就算你暗中探查，也难有结果。六宗大比既是盛世，也是一场较量，谁能知己知彼，即可占据上风。在前往宗城之前试探一番，哪怕是一丝发现，都有莫大用处。属下遵命。
此次六宗大比何其盛大，利润定然极大。我柳家身为5大家族之首，绝不能让其余4家借此攀升。这段时间，100座城池内的各大丹药铺，我柳家的丹药定然要占据大头。不愿意的商铺，可以出一些狠招。明白。难怪柳安会如此不肯，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最近柳梦烟那个贱人的情况如何呀？最近柳梦烟的情况如何呀？并无变化。很好。不过1个月前，老家主曾去洛星渊看望了柳梦烟。洛星渊，乃是一处绝壁深渊，弥漫着一股灾祸之气，任何人接触后都会灵骸震颤，痛苦万分。柳梦烟既要饱受范无节的毒药折磨，又终日遭受洛星渊的灾祸之气侵蚀，纵使他的天赋再强横，也只会变成一个废人。这次老家主的探望，并无太大意义。柳梦烟犯下了大错，但这19年来，父亲年年都会探望，这可以说明柳梦烟还有价值。不过时运的天赋并不在柳梦烟之下。只要此次6宗大比取得好成绩，我的家族势力必将稳固。他竟然把亲生女儿当成巩固权位的工具，又如此生父，着实凄惨。对了，锁星古镇那边怎么样了？昨日已修复完毕，黑山长老等一行人明日正午即可返回族内。锁星古镇乃是洛星渊的主镇，绝不可出现任何意外。至于阵眼，族长放心，我已经嘱咐了黑山长老，在布置阵眼之时，他会让更多的灾祸之气聚集，不出半载，柳梦烟的灵海和身体便会崩溃。家主，不如明日中午，我们让黑山长老布置灵阵，来试探洛云的实力层次。如果能在6宗大比之前试探出洛云的实力，我们将得到宗族的巨大嘉奖。但也要分寸，毕竟万剑阁也不好惹啊。家主放心。柳家如此对待母亲，我身为人子，绝不能轻易饶过。但现在并不是最好的时机。不过我倒可以将计就计，先收一点利息。你这小家伙，醒的倒是挺快。你让我把白虎换出来，真拿你没办法。这铠甲竟然是灵魂之力凝聚而成，难道你吞噬血红果后，引动了灵兽血脉？看来你很喜欢白虎的身躯，居然把它占为己有了。虽然你实力强悍了不少，但还是无法口吐人言。我很好奇，你这小家伙到底是何种灵兽？放心，总有一天会想起来的。餐宴已经准备好，请洛云剑主随我来。那位苏家小姐呢？你放心，我并没有针对她的意思，
柳安是独子，自幼父亲就百般溺爱。昨日你当众让他难堪，也是他咎由自取。我和苏夏只是萍水相逢，因为他的缘故，让这个小家伙饱餐了一顿。作为报答，我便出手相救。他现在已经返回家族了。就这么简单？世间事本就简单，只是你想复杂了。难不成你以为我是好色之徒，故意收下苏夏？洛云剑主，请。这位便是洛云剑主。洛云剑主，这位是黑山长老，他精通灵阵之道，乃是我柳家第一灵阵大师。比起洛云剑主，老夫的小小声名根本算不了什么。但说起灵阵，万剑阁的剑阵终究只是左道罢了。黑山长老，你这话是何意？星辰古宗传承数千年，老夫我所修炼的灵阵蕴含紫薇星辰之道，是真正的灵阵之道。而万剑阁不过1000年岁月，怎能相比？黑山长老，你怎可这般无礼？更何况，你钻研灵阵之道几十年，倘若你这般出言腰斩，无异于以大欺小。既然黑山长老如此自信，那我倒想亲自领教领教。哼，仅仅2句挑拨，他就忍耐不住怒火，愚蠢！不愧是剑主，不过我乃天灵6重天修为，不可以大欺小。这3人是我的得意门生，天灵1重。若洛云剑主能破开他们3人布下的灵阵，我当众道歉，并赔上重礼。黑山长老，这3人布置的灵阵，恐怕连天灵5重之境都难以破开吧？区区3人而已，我根本不放在眼里。这里不是战斗之地，不如到湖中一战。好，既然你们送上门来，那这几人的性命我都收下了。此次切磋并非生死搏斗，还望洛云剑主保重身体，莫要影响6宗大比。这一战，我不会手下留情。有意思。动手！居然是5级幻阵，竟然是3星困天阵，此阵可是能轻松困住天灵5重之人。看来，他的真实实力要远超天灵5重。这就是你所谓的紫薇星辰之道，实在是大失所望。既然3人无法拦我，那包括黑山长老在内，你们8人都上来吧。今日我要以1战8。你，洛云剑主，刚才你杀我柳家3名天才，已是蛮横之举。若继续挑衅，恐怕有损2宗情谊。我说过绝不会留情，现在你又说我蛮横无理。既然输不起，就莫要随便答应，免得丢了星辰古宗的脸面。
这一战是他主动邀战，即便8人出手，也不会惹来非议。而且，只有黑山长老亲自主持灵阵，才能完全测出他的实力深浅。敢战否？战！3名天灵2重，4名天灵3重，最强者也不过天灵5重。这一战，你们还是会败。落云剑主的口气倒是不小。啊！居然是振兴锁龙阵，看来黑山长老是真的怒了。振兴锁龙阵，那是一座6级困阵，群星封锁，阵空锁龙，非能何其恐怖！看来黑山长老是真的怒了。6级灵阵布置起来也需要一段时间，我便让你们半个时辰。好生狂妄！比我预料中的要快。区区剑光，岂能阻拦星辰之飞？星辰为何物？看我一剑破之！远山！呵！好恐怖的剑锋！这就是他的实力。刚才那一剑要想破阵，还差得远呢。你以为刚才那一剑只是为了抵挡灵阵？这片空间竟然被封锁了。不过，你以为我破不开？啊！这怎么回事？我的振兴锁龙阵！现在就剩下你了。去死吧！柳梦烟现在的情况如何？柳梦烟，我知道她被关押在落星渊，所以实话实说。柳梦烟有锁星古镇镇压，18年来每日每夜都生不如死。我听说柳问天曾去看过柳梦烟。每次老家主探望柳梦烟，我们都不得窥伺。不过，柳梦烟作为星辰古宗第一天才，身上多半藏有什么惊天秘密，不然根本无法苟活到今天。惊天秘密？你可有落星渊的详细地图？落云剑主，不知你和柳梦烟是何关系？为何突然要问起她？她是我的母亲。原来柳梦烟是您的。当年至今过去了18年，而落云恰好也是18岁，名字之中也有个云字。难道她就是当年那个流云皇朝的楚行云？落云剑主，我之前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被宗族所逼，那座锁星古阵是由我亲自布下的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我立刻可以带你安然进入。没有你，我也能破开法阵。所以你猜，我为何会跟你说出我的身份？这只是一点利息，剩下的我会让星辰古宗慢慢偿还。
一座6级灵阵何其的强大，况且柳黑山亲自主持，能完全激发出振兴锁龙阵的精髓所在。确实，洛云的剑术再强横，终究无法施展开来。洛云剑主，黑山长老去了何处？在湖里。啊！死了！洛云剑主，你虽地位超然，但我柳家也不是任由你揉捏的软柿子。柳家主，在出手之前，我就当众明说，此战我不会留情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出手杀人，合情合理？是否合情合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人我已经杀了。哎，提醒一句，在6宗大比开始前，任何势力不得伤害参赛弟子，违背者将遭受到6大宗门的联合追杀。这笔账我会记在心中。6宗大比之后，我绝不会饶你。好，我等着。看来柳家的威名也不过如此。哼，希望家主日后能好好整顿柳家，莫让千百年的基业毁于一旦。我柳家的私事还轮不到九寒宫来指指点点。古语有言：喧宾夺主，不得好死。如九寒宫之人，杀之！竟然是九寒之气。短短2年时间，柳相竟能掌握到如此程度。玄清，你竟敢杀我儿！他侮辱九寒宫，该死！你若想死，我可以让你们父子团聚。我倒要看看你有这个本事！本行棍，找死！好恐怖的寒气！兽影潮汐，死！我说过，如九寒宫之人，必杀之。谁敢拦我？年纪轻轻，杀心就如此之重。今日我就替九寒宫好好管教一番。聒噪！此女竟然能和阴阳1重天的强者打得又来又回。滚！我的武灵居然被冰封了！若继续逼我，就休怪我无情！连武灵都被冰封，你还能有何作为？阴阳之境，就这点实力？昨夜交手，我以为他只是相当于天灵6重天的武者，没想到已经远远超越了我。哼，难道他要杀刘古琼？师妹还不住手！你分明可以留手，但最后还是要大开杀戒。杀人就这么有乐趣吗？
对战切磋难免伤亡，而且是你们柳家之人出言辱骂在先，又是你们悍然出手在后。刘湘师妹为了保全九寒宫的声名，出手杀一两人，也属正常之事。一派胡言！够了！今日宴席就此终止，明日我们便启程前往宗城。在此之前，任何人不得闹事，若有违抗者，一律按族规严惩，绝不留情。哼。依靠着黑洞重剑，能轻松进入锁星古镇，但这股灾祸之气来历莫名，我绝不能小觑。而且母亲身中奇毒，要避开星辰古宗将她救出，难度同样不小。你与黑山长老有仇？柳小姐何出此言？你跟我说过，世间事皆为简单。水流香出手杀人是为了维护九寒宫的声名，而你出手杀了黑山长老，仅为切磋。若你跟他们无仇，又岂会说出这样的话？倒是机敏。明日之后，你我便是对手。六宗大比之上，还请落云剑主多多指教。圣星城不愧是星辰古宗的宗城，这里的大道看似散乱分布，实则暗含玄妙之道，甚至连这里的建筑都蕴藏周天礼数。圣星城内六大宗门早已抵达，并在城中立下驻地。我们的方向不同，就在此分开吧。这几日来，多谢柳家主的热情招待，后会有期。先抵达万剑阁驻地，入夜时分，再探落星渊。发现蕴含灵魂之力的灵果了？好可爱啊！你这家伙怎么对任何事物都如此好奇？这只小奶猫长得可爱，我要了。一枚灵石买你怀中的小奶猫，公平吧？好生狂妄！此刻站在你眼前的是大名鼎鼎的顾天骄，若是不想横尸当场，立刻把小奶猫交出来。原来他就是神霄殿此次的参赛选手，天灵七重境的顾天骄。他应该是顾蟒。如果你能让我横尸当场的话，尽管一试。顾公子，此人实在粗鲁，你可要帮我好好教训一番。小事而已。
杀神9进。居然领悟到了第7剑，天赋还算不错。既然能抵挡顾莽的杀神9境，实力倒是不错。是你！六宗大比还未开始，你们就这么着急着送死吗？百里狂生，你未免管得太宽了吧？我要教训此人，跟你有何关系？百里狂生，为何众人如此恐惧？难道这几天百里狂生又做了什么疯狂举动？你要教训任何人，我都不会理会，但唯独洛云，你没资格动，哪怕一根汗毛。原来是一场误会，刚才若有得罪，还望洛云剑主多多包涵。道歉有用吗？大比之前参赛之人不得相互残杀，难道你要违反规则？我只要一个交代，否则便战。这个交代，你可还满意？好不容易才找到个极品，待六宗大比开启，我们再好好算一算账。顾芒，我们走。看来顾天骄也盯上我了，这次的六宗大比倒是热闹。你突破了？侥幸而已。这是天池气纹丹，由我专门炼制而成。服下后能让天灵之人突破修为至骨，且不引起任何副作用。你要送我？10日后，六宗大比便要开始，在大比开始之前，突破显得尤为重要。刚才周围人群似乎很惧怕你，这是为何？做了一件小事而已。小事？2日前。林敬轩来到了驻地，对你似乎极为愤怒。询问之下才知道，你已经抵达了空星城，并且和林敬轩有所矛盾。所以，当夜我去了一趟大罗金门的驻地，将跟随林敬轩而来的18名长老全都杀了。当夜。我去了一趟大罗金门的驻地，将跟随林敬轩而来的18名长老全都杀了，并且将尸体平铺在驻地门前，以血染地，帮你出一口恶气。18名长老对他们来说也是极大的损失，你不必因为我而招惹整个大罗金门。杀了便杀了，若我惧怕他们的报复，自然不会做出这般举动。更何况，废了你，莫说是18名长老。就算是林敬轩，我也敢杀。不过，虽说林敬轩的举止蛮横，但他的实力却不弱，其修为更是……我知道，在外人看来，林敬轩和罗森的修为是天灵4重天，但两人的真实修为皆为天灵9重，压制修为只为了打磨基础。如此层次，再加上独门武学，即便是面对阴阳强者，他们都丝毫不惧。原来你暗中也调查了一番。这12人中，若单纯论修为，应该是我最低，仅有天灵3重。
境界低不代表实力弱，只要你我双剑合璧，未必不是那些人的对手。这是自然。出外时间不长，闹出的事情却不小，居然连柳家的灵阵师都敢杀，一杀就是11人。洛云举动的确有些鲁莽，还望阁主莫要怪罪。若还有下次，我绝不饶你。不过你进入天灵3重之境，看来历练的效果确实不错。阁主，经过几日的奔波，弟子感觉有些疲惫了，想就此闭关静修，还望阁主恩准。若非什么大事，任何人都不能骚扰他们2人静修。如果其他宗门的妖孽天才到来，必要时，我也会亲自出手。多谢阁主。情况怎么样了？柳问天还在闭关静修，洛云那家伙还真是命大，独自一人来到圣心城，招惹了如此多强敌，居然还能保住这条狗命。他将参加6宗大比，身上拥有诸多特权，谁敢杀他？我们现在要怎么办？就这般等下去？洛云的天赋惊人，更拥有诸多手段，我们要想杀他，只能寻求柳问天的帮助。放心吧，距离这天应该不会太远了。柳问天应该就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。虽然唯利是图的柳问天算是我的外公，但我和他的亲情在18年前就彻底断绝了。这次，若是他答应出手，我绝不会手下留情。那里就是落星园。不愧是星辰古宗，数百年间设下了数道环环相扣的阵法，让此地变得凶险异常。不过也不麻烦。灾祸之气，唯有无尽杀戮之力，方才能孕育出。一旦有人接触这股气息，轻则受伤，重则影响心智，沦为杀人工具。如此凶险之地，居然被星辰古宗当成是私刑场，如此宗门实在狠辣无情。这里的灾祸之气渗入灵兽的身体之后，似乎还改变了灵兽的体质。这浓厚的灾祸之气，全都是柳谷琼故意而为之，目的就是为了暗中侵蚀母亲的身体，让后者在痛苦中死去。你们还不死心吗？有什么阴损招数，尽管使出来，莫要扭扭捏捏。
是何人？你为何封锁此地灵力？孩儿不孝，让娘亲受苦了。孩儿不孝，让娘亲受苦了。你是云儿，18年了，没想到我终于如愿所偿，见到你了。母亲，云山，给我活！这怎么可能？云儿，这石锁乃是域外陨星的一部分，坚硬无比，唯有涅槃境强者才能勉强撕裂开来。而且，石锁已经渗入我身体，如果强行攻击，恐怕连我的身体也会崩溃。这幽律有死，想必就是范无劫所下的剧毒。仅仅接触片刻，我就难以承受这种痛苦。母亲她居然整整承受了18年。星辰古宗，万剑阁，若不将你们狠狠踩在脚底，我誓不为人。无碍，我在这里待了18年，这石锁和剧毒，我早已置若罔闻。云儿，这18年来，你经历了何事？为何会突然来到这里？还有，你父亲的下落。母亲，你别着急，听我慢慢说。当年，云儿，这一路走来，辛苦你了。身体血肉，受之父母，纵使前面的困苦再多，也绝不会畏惧退败。母亲，你体内的剧毒极其阴险，但只要有足够的时间，我应该能配制出解药。至于这双石锁，我虽能请人将其破开，但如此一来，恐怕会伤及到你的5脏6腑。云儿，你可知星辰古宗为何要将我囚禁在落星渊内吗？数千年前，万千陨星从天而落，其中有一颗巨大陨星，哪怕深埋于地缝之中，都能以灾祸之气笼罩虚空。灾祸之气，居然只是来自一枚陨星。这陨星绝非凡物，星辰古宗想暗中将陨星占为己有，但常人根本无法靠近此陨星。直到20多年前，发现我的7星武灵能克制住灾祸之气，便想借我之手探究陨星。这就是为何当初我杀了范无劫之子，他们仍要保住我的性命。18年来，我不停尝试着接触那枚陨星，终于与它产生了一丝缥缈的联系。若能掌控这枚陨星，就能掌控灾祸之气。如此一来，也就能轻松挣开石锁。但要想和陨星融为一体，可能需要1天，也可能是10年，说不定我的神智早已迷失了。既然那枚陨星是挣脱石锁的关键所在，那么我就进入地缝一趟，看看陨星到底蕴合着何种玄妙。
不可！地缝最深处的灾祸之气浓郁如海，连星辰古宗的历代宗主都难以靠近，你必定十死无生。我所掌控的引力，能轻松隔绝灾祸之气。看着母亲遭受苦难，却无动于衷，我楚幸运，枉为人子。既然允儿你如此坚决，那在进入地缝前，你必须先习会这项法门。一经催动，就能吸收灾祸之气，淬炼全身体魄。但吸收转化的程度也是有上限的。孩儿明白。一切小心，若遇到了危险，立刻返回。一颗陨星，居然蕴含着如此海量的灾祸之气，真是难以想象。按伐生淬体术所说，突破琉璃之体，便可以凝聚金刚之体，能无视阳刚之气，直把天灵境界。现在刚好利用灾祸之气来淬炼体魄。前面有光，如果没有引力的保护，即便阴阳境强者到来，也会瞬间被灾祸之气所湮灭。2道黄气，难怪这枚玉珠能释放出如此海量的灾祸之气，原来是一尊中品黄气。晶莹玉珠在此地掩埋了数千年，定然想重见天日，这一点跟母亲的想法相似。正因如此，两者才产生了微妙的共鸣。但这玉珠为什么还要侵蚀母亲身体？莫非这片地缝中有什么东西限制着晶莹玉珠？居然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。几千年来，能来到此地之人，也不过寥寥10几人。如此年轻之辈，却是第一个。你是何人？吾乃灾祸天王。灾祸天王？难道你是玉珠的主人？找死！渗透到右臂中，让我的灵力都无法调动。你太弱了，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此人并非人身，完全由灾祸之气凝聚而成。倘若我没有猜错，是他让晶莹玉珠无法离开地缝的束缚。如果能将其彻底湮灭，一切都将迎刃而解。陨山式。连中4道灾祸之刃，即便是阴阳境强者都要身死，他居然只是重伤吐血。看来你的身上有点底蕴。除了凝聚出剑体外，
这小子并无值得称道之处。去魂海里看看，可不要让我失望。唉，真灵大陆果然资源贫瘠。当年仙庭之战，无数强者身陨消散，我也身受重伤，只能将命魂寄居于天灾灵珠中苟活。不知主人是否已经身陨？啊！地仙族的树地玄灵铠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怪此子能苟活下来。树地玄灵铠乃是地仙族的镇族至宝，号称能抵挡天地之威的无上帝兵，区区灾祸之气自然不惧。只不过他一切蛮夷，为何能得到树地玄灵铠？执掌天地轮回的轮回石，这是主人之物，为何出现在这里？莫非……怎么回事？这灾祸之气怎么变得如此温和？灾祸天王呢？这些灾祸之气似乎要主动融入我的体内。终于突破到了法圣淬体诀的第5重金刚之体。灾祸之气乃是逆转五行的存在，此刻融入身体后，我也能克制天地五行。刘香所拥有的九寒之气虽强，但也归属五行之中，所以我再次面对九寒之气的时候，便不会再束手束脚。月中刚过，你们墨家和段家就对我施于鞭刑，胆子倒是挺大。按规矩，每月月初你都要遭受100鞭刑，但从此月开始，鞭刑改为1月3次，而且除了鞭刑之外，还会额外施予火刑和雷刑。是古繁星的命令吗？不愧是曾经的第一天才，果然聪明。过了整整20年，他的杀意还是这么重。20年前，你辜负了宗主的一片痴心，远投万剑阁。此后又杀死范无节之子，跟一个废物生下野种，让星辰古宗蒙羞。宗主没杀你，就已经是仁慈了。18年过去了，而你也迟迟未能解开陨星之秘，你这条孽命也是时候结束了。他也要我死？这件事问天长老并不知晓，但就算他知道，也不会多加阻拦。灾祸之气侵蚀五脏六腑，再是3刑加身，恐怕6宗大比还未结束，你就要被活活折磨死。绝不能出声，否则云儿他必然将遭遇围攻，而他的所有谋局也都将功亏一篑。今日我会认真折磨你一番，你的下场越是凄惨，我就越是高兴，而我所能得到的嘉奖也就更为丰厚。你们想要的嘉奖，恐怕永远都不会得到了。你们想要的嘉奖，恐怕永远都不会得到了。区天灵3重之境，也敢在我面前嚣张，找死！就凭你，
斩！一剑就灭杀了天灵7重的高手，这人怎么会这么强？全都动手，灭杀此子！你是万剑阁的洛云？你错了，杀你们之人并不是洛云，而是楚行云。楚行云，这个名字好生熟悉，似乎柳梦烟生下的孽种就是名为楚行云。洛行院内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段家的2位护法，你若敢聒噪，怎么会？如果全力出手，哪怕是天灵9重之人，我都能胜。这些远远不够。不好！云儿，这2人是掌管洛星院的段家护法，修为达到天灵9重。你现在立刻离开这里。母亲，孩儿心中有数。你竟敢杀我段家之人，找死！此子尤为怪异，不要与之多谈，先出手将其擒下。云儿，双星向天，这是星辰古宗的独有法门，将武灵化为星辰，相辅相利，从而数倍提升实力。难怪能挡下云山氏。你除了能催动灾祸之气，身上之物都蕴含恐怖力量，然而这一些很快就将不属于你了。不要与之多谈，立刻将此子擒拿，免得横生变故。灾祸之气，连5行都能逆转，区区星辰火焰，岂能将其压制？灾祸降临，一剑逆天！不好！难怪云儿会留下来，原来他早有信心。这是你所感觉到的缥缈共鸣，也是来自这枚中品黄器天灾灵珠。竟然是中品黄器。18年，终于自由了。母亲，你现在还不能离开。为什么？母亲，
倘若你就此离开，势必会引星辰古宗的抓捕。再者，你体内还有剧毒未解，洛星渊反而是一处安稳之地。云儿，你是想让我利用天灾灵珠的威能，将这里完全封锁起来，安心潜修？云儿，你真的长大了。那么现在，请母亲开始将这里封锁起来。好。看来并无异样。这次参加六宗大比之人，实力都堪比阴阳强者。虽然每次我催动灾祸之气到极致，都会凝聚成孽五行之虚影，但我却丝毫无法运用其中力量。还有，现在刘香听命于叶千寒。倘若在古星秘境，我与他遭遇，要怎么办？恭喜百里兄突破到了天灵6重。这可多亏了楚兄的天池七文丹。小事一桩。明日便是六宗大比召开之时，按照惯例，今夜星辰古宗会在万星楼大开宴席，宴请诸位天才妖孽。我们现在一同前往吧。为何这街道如此冷清？在你闭关的4天里，圣星城发生了2件轰动全城的大事。2件大事？4天前，洛星渊突生异变，灾祸之气收缩至一道地缝中，浓郁至极，连阴阳境强者都不敢深入探查。那第2件事呢？3天前，星辰古宗的墨家副家主，一名阴阳2重天的高手，死于水流香之手。他为何要动手？你可知晓万星断石？星辰古宗万星断石，传闻此石拥有万年历史，重于万山，其内更是蕴含诸多星辰心秘。倘若能感悟其中玄妙，就能一跃而上，成为当世强者，叱咤八方。3天前，水流香正在感悟万星断石，墨家副家主恰巧路过，打断了他的感悟，所以水流香就出手杀了他，以及数百墨家高手，导致现在人人自危。这2人是七星谷的天才妖孽，男子名为苏静安，女子名为苏慕昭。早就听闻洛云剑主之名，今日一见，实属幸事。见过洛云剑主。苏公子琴艺高超，苏姑娘武艺惊艳，洛某深深陶醉其中。不过琴武双明，需共开心扉。如若心中有意，大可直接明说。洛云剑主所言，我会记在心中。若无其他事，我们暂先离开。你似乎很熟悉这2人，以前认识？倒也不算。
么会这样？哼！你与水流香也有冲突？水流香能掌控诡异寒气，给我一种很危险的感觉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既然你知道他的实力很强，那你为何还要拔剑？我敌不过他，但我不惧他。更何况，如果我退了，他对你出手的话，你必将陷入危险之中。因而，我一定要拔剑。多谢。俗气了。此次六宗大比，九寒宫并没有派遣宗门长老到来，且仅有这2人。看来九寒宫颇有自信，六宗大比结束后，2人能安然返回。九寒宫，你们的所作所举，我都会深深记在心中。但是现在，我必须要让刘香能够恢复神智，但前提是摆脱叶千寒的监视。你终于露面了。闭关苦修了几天，气息的确增强了些许，但还是未能突破境界，真可怜。果然是弱者，除了卖弄手段之外，只会寻求他人的保护。但就算现在能避开又如何？待进入古星秘境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进入古星秘境之后，如果林兄要出手，我可以略尽绵薄之力，比如说拦住某人。谁拦我，我定不会留情。你杀我大罗金门之人，我清楚记在心中。古星秘境也将会是你的葬身之地。诸位，进入古星秘境后，一切恩怨到那时都可以解决，又何必在此刻争闹？他故意引我入局，我不但要让他死，还要让他受尽冷眼和嘲讽，才能泄我心头之恨。这话在理。你们觉得自己的实力一定能胜我？难道不能？确实，一个因为爱慕乱了分寸，听别人几句挑拨就死死咬着我不放，而另一个则是不断煽风点火。论愚蠢，你们2人远胜于我。还有些人自命不凡。落云剑主，你这话只会为你引来重敌。叫我名作甚？你敢对我出手？此子一人独灭3人，居然还能占得上风，厉害！哼，纵使你雨风犀利，那又如何？终究无法逃脱万剑阁的诅咒。他说的诅咒为何物？林公子，这夜宴也快开始了，这件事情就在此结束吧。算什么东西？大罗金门的实力位于中游层次，林静轩竟然能轻易灭杀天灵9重的长老，看来其余人的实力皆不会在他之下。几十年来，万剑阁也曾出现过几名天资卓绝的天才妖孽，不过这些人刚刚步入巅峰，便会莫名夭折，死状凄惨，均活不过20日之龄。很快，这个诅咒就会应验在你和百里狂生身上。静轩，今夜大开宴席，不便说这些风言风语，坐下吧。宴席很快就会开始。
古繁星，涅槃五重之境。自从他成为高高在上的星辰古宗之主后，对母亲的恨意反而变得更为浓烈，甚至派人暗中虐杀。古景天、古繁星之子，星辰古宗的2大妖孽之一。为何没有看到柳问天？难道还未出关？天秋，你也返回入座吧。刚才林敬轩说的诅咒是无稽之谈，万不可因此分心，影响了6宗大比。阁主放心，我自不会被林敬轩所影响。既然所有人都已经到齐，此次夜宴就此开始吧。留香小友，我有些事想询问于你。古宗主直说即可。前几日你出手杀了墨家副家主，引来数百人伤亡，一度令圣星城陷入恐慌之中。此事你可否解释解释？当时我在感悟万星段时，那人突然上前，以天地之力打断了我的感悟。他冒犯在先，故而我就将他杀了。那其他枉死之人呢？他们为了护主对我出手，所以我也将他们一并斩杀。古宗主，你可还有其他疑惑？纵使我二弟不对在先，你也不能直接将他杀了，事后还仗着特权保护，招摇大摆地行走在圣星城内，无耻至极。这些高层同时到来，看来除九寒宫外的5大宗门已经有联盟之态势，要共同压制九寒宫了。你若再咄咄逼人，我连你也杀。大言不惭！我莫廷威身为墨家家主，应当对任何一名族人负责。你随我去一趟墨家，好好调查。有阴阳镜3重天的莫廷威亲自出手，试探水流香的真实实力。看来在5大宗门的眼中，已经将水流香视为大敌了。哼，倒有几分实力。聒噪！我的黑焰之心竟然无法焚烧九寒长河，他怎会强到如此地步？此女的实力好惊人，居然能和莫廷威战到如此程度。单纯以战力来判断，他位于阴阳3重层次。败了？未必。九寒宫将绝寒血玉化为了9枚血针，刺入水流香的9大穴窍，从而控制九寒绝脉。所以九寒之气的真正力量还未完全展现出来。给我拧！怎么可能？你竟然洞彻了我的武灵！低估了，看来水流香应该划分为阴阳4重之境，而且此寒气似乎还未彻底激发。此次的6宗大比后，你绝对会死得很惨！哼！我说过放你走了。
够了！你已经造了不少杀孽，也应该适时而止了，否则我不担保你能安然离开圣星城。哼，师妹，回来吧。涅槃之气，好一个无耻之人！哼哼。愚蠢！涅槃之气引动了第5根血阵。哼！啊！师妹，立刻住手！刘香，你还要作甚？这到底是什么寒气？怎会恐怖到这般程度？杀神第8转。就此适可而止吧。哦。寒气太过于诡异，我们一同出手，将其彻底压制。区小辈，我一人就足以轻松应付，不必范阁主劳心。武灵是武者的力量源泉，这股诡异寒意定然来自武灵。只要我能将其完全吞噬，待你灵力枯竭之时，自然无法再这样为非作歹。师父说过，九寒之气绝不可强行压制，若达到极限，恐怕会雪上加霜。立刻收回武灵！这股寒气居然能摆脱武灵的束缚，这就是水流香的真正实力吗？为了快速遏制这股寒气，诸位一起动手吧！千万年的万星断石，竟然碎了！退！洛秋，你果然没有离开，莫非是在等我到来？为什么？你为何要护我？你我曾冲杀万敌之中，生死相随，
也曾相坐于青野之上，抚琴弄舞。当初的誓言，字字忠心。莫非以前的一切都只是逢场作戏？没错，从一开始，这就是一个局。星辰仙门宗域辽阔，地蕴丰厚，我靠近你，只不过是为了得到更强的力量罢了。只是我万万没想到，你这位叱咤风云的星辰仙主，居然如此单纯。你为何要对我如此残忍？我水落秋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这段情从一开始就注定灭亡。女子被称为星辰仙主，莫非她跟星辰古宗有所关系？但为何我从她的身上也感觉到了熟悉气息？而且，此女唤作水落秋，她也同样姓水。刘星，既然你心怀不轨，那我也不会再留情。今日，我要让你埋骨此地，尽灭于星辰之中。战，绝不会败。哪怕血肉崩溃，化为一缕残魂，我也要让你堕入轮回。去！这怎么可能？那是……那是轮回石。水落秋，邪气男子，为什么那两人都那么熟悉？还有轮回石，这一切到底有何关联？似乎只有我和刘香看到了万星断石那段历史光影。我师妹只是小辈，古宗主却直然出手试探。看来这夜宴只为针对我九寒宫，如此举动令人唾弃。此次六宗大比，我九寒宫绝不会留情，魁首之位仍会落于我们手中。看来我们的计划只能坚定不渝地实施了。这个水流香的实力高深莫测，而且我隐约有一种感觉，这仍不是他的极限。不过那股诡异寒气，水流香似乎并不能完全掌控。不知副谷主有何高见？水流香身上的红光越多，那股寒气就越是恐怖。他开启4道红光，实力大概是阴阳5种层次，但是第5道红光出现后，他便遭到了强烈的反噬。六宗大比对我们的意义非凡，九寒宫派出水流香，多半想要蝉联魁首。为此，我们5大宗门定要合心合力。在大事面前，私人恩怨自然不会计较。既然我们已经是盟友，不知古宗主能否将古星秘境的些许心秘，与我们这些盟友分享一下？没错，既然是盟友，那就应该相互分享心秘。古星秘境出现的时间不久，我们也鲜有探测，只知道古星秘境来自一处名为星辰仙门的古老宗门。其中存有无穷无尽的造化，但同时也有万千危险。古宗主不愿多说，那我也不再多问。时日不早，我暂且离开了。
我七星谷也就此告辞。景天，那食人的气息你都记住了吗？禀父亲，一切都记住了，尤其是水流香，孩儿已经完全看穿了他的寒气。如若我与他相遇，定能将其斩杀于手下。我知道你的实力，但绝不能掉以轻心，定不会辜负父亲的期待。水流香的实力远在你们两人之上。进入古星秘境后，尽早和其他人联手将此女灭杀。是。我们五大宗门有所计划，面对水流香之时，不得自相残杀，但无人能担保对方的真意，所以要多加提防，特别是神霄殿和大罗琴门。放心，我定会保护好洛云。叶千寒虽是九寒宫的天才，但要掌控天残空心石和绝寒血阵这两样异宝，还是有些困难。多谢师姐出手，这点既是危险，同时也是希望所在。说不定我能找到办法，使得柳香完全恢复神智。明日就是六宗大比召开之时，你回去好好休息吧。窥伺了如此之久，难道你就不觉得累吗？既然来了，那就把命留在这里吧。雕虫小技，你以为你能拦得住我？阴阳二重境界，杀神九境，他来自神霄殿。从你踏入庭院的那一刻，我就发现了，只不过你似乎没把我放在眼里，所有目光都落在水流香身上。竟然能将躯体转化为冰霜，好生诡异的手段。他人只知道水流香的九寒之气，却不知我叶千寒的冰妖领域也同样霸道无比。北荒域的六大势力之中，九寒宫本就是最为神秘的存在。冰妖领域，我是第一次听到。此女到底是何方神圣？看来，昨天夜间被叶千寒灭杀的黑衣男子，
在神霄殿的地位极高。不过，顾天骄以为那人的死是刘湘所为。都到齐了吧？既然到了，那我就讲解一下此次六宗大比的具体规则。六宗大比共分2大阶段。第一阶段，你们12人进入古星秘境寻找机遇，1个月后重启秘境。但凡抵达中央高峰之人，都能安然离开古星秘境，有资格进入第2阶段。古星秘境内蕴仙气，这古星令能够将仙气凝于身体之中，仙气越多，所能凝聚出的虚影也就越为庞大，哪怕相隔10余里都清晰可见。这不是将彻底暴露自己的所在位置？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仙气应该另有作用吧？第1阶段，仙气数目的多寡将决定先后排名。第2阶段的排位战，排名靠前的人能获得优先选择对手的权利，甚至还有机会轮空，直接进入下一站。这样的规则倒也有趣，在夺取仙气之余，也要考虑对手的动向，最后还要安然无恙地登上中央高峰。一旦爆发争斗，所有人都将陷入无尽混乱之中。我们这就出发吧。当初我们尾随而来，就是为了寻求柳问天的帮助，置洛云于死地，却不想刚好遇到柳问天闭关。看来只能期待洛云在大会中失利，这样方便我们出手。好主意。进入古星秘境后，所有人的位置都不可预料。你若遇到强敌，暂且撤退，我会尽快与你会合。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你要多多提防顾天骄和顾莽。你杀了大罗金门的长老，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区区2人，我还没放在眼里。这句话，我会原封不动地还给你。我等着。前方就是古星秘境所在了。做好准备。六宗大比第1场资格赛，为期1个月，速速进去！星辰仙门已经陨落了数千年，但这片空间依旧保存极好，可见当初的星辰仙门有多么强大。那么五彩微光，似乎跟古星令有所共鸣，莫非这就是所谓的仙气？来得好！形体伤换伤，大功神顺步，死吧！并非生灵。果然是仙气，一缕仙气高达1尺，
数量越庞大，就越是高耸入云。不过，这来自星辰仙门的仙气，到底有何作用？小魂，你有何发现？你这小家伙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口吐人言？难道你真的只能通过吞噬灵魂之力才能逐渐长大？哼！人类武者的气息。8级灵才，阳火寒莲。费了数个时辰，也仅仅收集了5缕仙气，但眼前这头银鳞蟒蛇却拥有整整5缕仙气。他竟然收集了20道仙气！小心！斩！没想到仅仅阴阳1种境界，就有如此强横的力量。倒是可以试试看灾祸之气。空神顺风，斩！几枚剑就轻松斩杀了对手。逆剑式，呵！好强！灾祸之气无比的霸道，连五行都能克制，但接触仙气的时候却没有丝毫作用。这仙气定然藏有什么心秘。陆云，这2头灵兽是我的猎物，你一出手就直接将其击杀不说，还收走了10缕仙气，未免有点过分了吧？我只是路过这里，但这2头灵兽主动攻击，为了自保，我才出手将其击杀，不对吗？就算这次我倒霉，10缕仙气就当送给你了。且慢，要一战吗？你身为星辰古宗之人，应该知晓很多讯息。只要你将这些讯息告知于我，作为报酬，我愿意奉上10缕仙气。你觉得我会同意？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对古星秘境会越来越熟悉，你所拥有的讯息很快也会无用。而现在，你轻轻松松就能得到10缕仙气，何乐而不为？你就不怕我欺骗于你？仙气无法吸收，更无法藏匿。除了决定排位战的对战顺序，还有另外一个作用，那就是开启遗迹。这里存在着一座又一座遗迹，寻常人根本无法进入，唯有以仙气为钥匙，
方才能进入其中。但是这些遗迹神秘危险，我们星辰古宗也迟迟不敢进入这些遗迹。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，现在我们散去，各自寻找机缘吧。那里应该有一处遗迹。你怎么知道？按理说，进入古星秘境后，应该尽量藏匿踪影，但你却收集了20缕仙气，将五彩光柱升至3丈，所以你应该提早知晓了遗迹入口，才会不顾暴露自己的危险，全速搜集仙气。那你怎么知道方位？你刚才可一言不发，径直朝那边去了。既然你知道仙气的作用，又猜出了遗迹的方位，接下来是否要跟我一战，企图独吞遗迹？苏兄，你无需再躲藏了，出来吧。洛云剑主好眼力，居然识穿了我的藏匿之法。苏静安，你何时来到此地？我出手斩杀那头灰林狂蟒之时，苏兄就来到了这里。刚才的话，他应该也听到了。刚才那番话，我自然不会白白听闻。待我得到仙气后，定会奉上5缕仙气，绝不抵赖。区区10缕仙气而已，不必看得太重。待离开了古星秘境，我都会请洛云剑主喝酒，你我不醉不归。好，但在此之前，你我还是先进入遗迹之中。若被别人远远甩在身后，恐怕连古星秘境都走不出去。你们也要前往遗迹？遗迹神秘莫测，我们可以3人一同进入，也能相互照应。我们是对手，现在却变成同伴，不觉得有些离谱吗？进入遗迹应该需要不少的仙气吧？仅凭借你一人收集，会花费不少的时间。若能早日进入遗迹，积累经验，对往后探索其余遗迹也会大有帮助。你成功说服我了。柳姑娘放心，个人所得绝不会强行争夺，那是自然。那我们快些走吧，免得这边的动静被人发现。星辰仙门，那名身负邪气的男子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为什么除了我和水流香之外，其他人都无法看到？这就是遗迹。这就是遗迹。进去吧。星辰仙门擅长临阵之道，你们2人绝不能大意。奇迹灵阵，而且还是攻击灵魂的杀阵。都没事吧？刚才那座诡异杀阵是你破掉的？多谢洛云剑主出手相助。你我3人本就结伴而行，不必言谢。星辰仙门陨落了数千年，但灵阵威力依旧惊人。宫殿正前方的死气最为浓厚，可见那里争斗最为激烈。
遗留宝物的概率也高些。我打头阵，你们2人殿后。好。厮杀好激烈。这里面有王气，王气蕴含神纹，神纹由天地雷劫凝聚而成，岁月不可侵蚀。即便星辰仙门真的陨落了数千年，王气也绝不会化为齑粉。据我所知，武皇的力量足以摧毁王气。星辰仙门到底遭遇了怎样一场的灾难？无数强者都丧命于此，就连王气都无法幸免，实在是太恐怖了。希望在这里能找到水落秋和那名邪气男子的线索。仙气，这里全都是仙气。这具尸骸如此不凡，想必是一尊大人物。土星秘境内有诸多遗迹，我们若能得到足够的仙气，就能提前进入其他遗迹，收获更多资源。怎么回事？别碰他！情况还算可控。柳姑娘，你刚才为何突然吐血？我只感觉有一柄利剑在我眼前掠过，然后脑海就传来一阵刺痛。利剑？那并非利剑，而是意志的力量。意志力量为何物？武皇强者拥有的武道意志，连天地都能刺穿。意志不朽，可幻化为万事万物。那按你所说，这具尸骸乃是武皇之骸。洛云，这洛云到底还隐藏着何种手段？没想到星辰仙宗的行剑武皇不过如此，连我大罗天王的一招都抵挡不了，可笑至极！天，又是天王？难道说，灾祸天王和大罗天王来自同一处势力？看来这段被埋藏的历史越来越有趣了。这81道光影，似乎是一套武皇剑诀。好凌冽的剑意，看来这武皇剑诀是为楚行云而出现的。这是行剑武皇的毕生领悟，虽说和我的剑道相悖，但也有值得借鉴之处。我需要在此地感悟一番，你们可以平分这些仙气，先行探索其余秘境。感悟一旦被人打扰，很有可能引来反噬。我为你护法吧。苏兄，你这样怕是会浪费时间。武皇的意志力量好生强悍，我虽不能领悟，也能好好见识一番。你们2人，剑拥有万千变化，任何一物都能为剑。
剑者最为纯粹，最为简单，但却又透着无穷的毁灭力量。有人来了！怎么可能？我们整整1天才收获了60缕仙气，你们怎么可能得到200多？洛云，两位突然到来，还真是让我感到惊讶。但在不久之前，我们已经探索了这处遗迹。难怪你们拥有这么多仙气。诗月，洛云是否处于感悟状态？处于感悟状态的人，无法时刻注意外界的动向。不如你加入我们。定能轻松斩杀苏静安和洛云。如此一来，既能淘汰对手，也能轻松得到仙气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我不屑与你们为伍，还请就此离开。你居然因为一个洛云3番5次的拒绝我，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？可笑之人！两位走好，不送。哼！林兄。我们等会儿假装离开此地，随后我出手限制住柳诗韵和苏静安，你抓住机会攻击洛云。我堂堂一介天才，你要我偷袭洛云？洛云生性尤为狡猾，短短1日时间就蛊惑了柳诗韵和苏静安。只要将其当场击杀，柳诗韵才能认清洛云的丑恶嘴脸。更何况6宗大比中偷袭也是一种战术。难道你不想立刻杀了洛云？这里已经被探索完毕，再待下去也没有太多意义。神霄古钟！死吧！醒来，洛云！鬼斩手！趁人感悟，暗中偷袭，这就是大罗金门的天才。6宗大比本就是弱肉强食，只要能省略施手段又如何？你没事吧？我早已领悟完毕，刚才不过是在收取剑道光影而已，让你们担心了。原来如此。林静轩，你我本就有所恩怨，此刻正好一并了结。哼！既然你想找死，那我成全你。黄泉路上，一路走好。空神顺步，居然避开了！啊！雪山！那重剑不易，浑重无比，又能吞噬万物，应该是洛云的最大倚仗。若要将其击杀，怕是不能藏拙。林静轩实力不弱于我，我虽然依靠着空神顺步能躲避他的善矛，但他应该也藏有至宝。斩！好诡异的一剑，逆转而起，形似朴实，却暗蕴凌厉之气，一丝不堪，却藏匿着逆天之力量。休想伤我！
刀魂，林景轩果然身负重磅。能让我催动大罗刀魂，你就算命丧黄泉，也足以自傲。这才是林景轩真正的实力。纵使你拥有大罗刀魂，这一战也休想胜。虽然洛云可抵挡大罗刀魂，但他的修为终究是硬伤。此战应该结束了。是吧？给我不！这是灾祸之情。灾祸降临，一剑逆天。不好！快闪开！快闪开！你的实力远远出乎我的意料，但最后你还是要败，是吗？那是传送灵阵。看来这里并无危险。这血色长期武灵来源于这名中年男子，但中年男子已死，为何武灵却未消散？这里是何处？不知，地图没有记载这一处。洛云，你我之战还没有结束，现在继续吧。你们两人立刻让开，莫要阻拦。好多尸体，这里莫非是埋葬之地？宫殿内，那些人都遭遇了一场激战，化为了森森白骨，但这些尸体却并未化为尸骸。更为诡异的是，人已死去，武灵却未消失，极为古怪。枉我仙门之人，杀无赦！不仙门，
诛万敌。找死！好霸道的寒气，此人实力怕是有阴阳境3重的境界。哼！杀！似乎这些尸体接触到我们的灵力就会复活过来。我们找寻空处再战，避免灵力引动其余尸体。我们也出手。都要死！动手！杀！居然还有一战之力！你们胆敢擅闯仙门，唯有一死方能赎罪。除了实力强横之外，似乎能承受巨大伤害。要将其彻底杀死，难度不小。怎么回事？武灵乃是灵魂的一部分，或许这些尸体体内还存有一丝残魂。待残魂的力量完全耗光，武灵自然消散了。这里太过危险，我们也离开吧。小心！杀神之手！罗云！洛云剑主，这里冰雪封天，乃是一处葬身宝地。愿你能够在此地长眠，远离红尘的争端纷扰。不好！天骄，你这个畜生！现在只能期盼他们的速度不及我了。前辈，我并没有恶意。山势！
胆敢踏入仙门，必有一死！胆敢杀我仙门之人，这是找死！前方有宫殿，大胆狂徒，居然敢燃圣殿！对手太多，根本打不下来，快一劫了！小魂，回来！虽然白虎的身躯强悍，但你修为太弱。什么？那些强者来自星辰仙门，在数千年前就已死去，但灵魂被秘术保存了下来。小魂刚才的那一声长啸，竟然直接震散了这些强者的残魂。幼年时期就能掌握如此恐怖的天赋神通，莫非小魂你是无上神兽的后代？从之前的经历推断，每一处遗迹内应该存有传送灵阵。若想快速离开此地，唯有进入圣殿一探了。果然没那么简单。古生纹路，看来这些强者生前都已经踏入了阴阳之境。甚至有些尸体隐隐约约透出涅槃之气，但为何我从未听说过这场激战？似乎关于星辰仙门的一切历史都被完全抹除了，一处被历史所抹除的秘境，这里到底有何秘密？这里也经历过一场洗劫。好精致的浮雕。小魂，这里交给我。
雕像所刻画之人，应该是圣殿之主吧？晚辈洛云，斗胆踏入圣殿，还望前辈莫要怪罪。7000年了，你是第一个过了冰封的古尸考验，踏入冰魂圣殿之人，说明你我有缘，传承有望。我高兴都来不及，又岂会怪罪？传承？我星辰仙门雄霸真灵大陆，奈何7000年前，仙庭强者布下重重阴谋，谋夺我仙门至宝，导致我仙门分崩离析。我冰魂武皇心中悲痛，便利用秘法保存一丝残魂，设下考验，找寻传承之人。难怪冰封之上会存有这么多古尸。除了古尸，通道外的2尊阴阳境1重天的灵兽也是考验。你的修为虽不高，实力却极其强横。况且，你似乎还能随意掌控灾祸之气。你这灾祸之气，应该来自一枚陨星吧？前辈为何知道？7000年的那场大战中，仙庭的灾祸天王操纵万千陨星，制造了惊天灾祸。既然你能掌控灾祸之气，那就说明你曾接触过陨星，甚至还见过灾祸天王的残魂。没错，我的确遇到了一枚陨星。不过前辈，当年的那场大战到底所为何事？为何如此强大的星辰仙门，最后却走向了灭亡？仙庭真的如此强大吗？说来话长。如果你能通过考验，成为我的传人，我自会将当年发生的事告知于你。同时，这一汪冰魂血池也将归你所有。冰魂血池乃是我毕生心血凝聚而成，只要将身躯进入血池，不仅能淬炼周身体魄，还能凝练灵魂之力。哪怕强如武皇之人，都会对此无比的渴望。你是否愿意接受考验？晚辈愿意。且慢，考验会伴随着强烈痛苦，以你现在的修为，恐怕难以通过。所以，我竟然突破到了天灵4重境了。这算是我给你的小小帮助，付诸全力了，无惧痛苦，无惧考验，到最后，你便能得到无穷无尽的底蕴，以及更强的力量。1重天的妖火吗？有点意思。恭喜你成功通过了第1道考验。第2道考验了，阴阳境2重天的灵兽。
第2道考验通过。再来。第9只，堪比阴阳境4重天的灵兽。交下就感到7寸之负，也太过得意忘形了。很快就可以结束这场闹剧了。你能走到这一步，的确让我吃惊。多谢前辈夸赞。你的灵虫很虚弱，浸泡冰魂血池后能很快恢复痊愈。当然，你也如此。只不过，在此之前，你必须击败我，完成最后一道考验。你的全力，否则你绝不可能击败我。空间封锁吗？放弃了吗？什么？竟然能突破空间封锁！逆转之剑，给我破！刚才那一剑太鲁莽，即便对我造成重创，也无法将我彻底击败。是吗？多谢前辈手下留情。没想到，你竟然将灾祸之气藏匿在周身经脉各处。以命搏命，你的考验通过了。现在，我就将毕生衣钵传授于你。从今以后，你便是我冰魂武皇的传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
我可不敢接受一个假冒的冰魂武皇传承。你怎么知道我假扮冰魂武皇？圣殿之外的一具具古尸，依旧默默守护着星辰仙门。如果你真的是冰魂武皇，绝不会只字不问星辰仙门的现状。但你却只顾着你的武道传承，且如此热情，毫无强者风范。再者，我还没有踏入那条通道，就已经察觉到了幻阵气息。能让我都无法看穿的阵法，应属8级。故而，那2尊灵兽是假的，这片空地也是假的，就连眼前这座巨大雕像，应该也是假的。我说的没错吧？这一切都只是你的推测而已。确实，直到考验前，我都无法正式推测，直到你自作主张做了一件蠢事。你为了让我相信你的手段，帮我晋升到了天灵4重境。但是你不知道的是，我这柄重剑颇为玄妙，会随着我的修为提升，重量也会剧增。但是你帮我提升修为后，它却毫无改变。你很聪明，聪明的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。的确，这一切都是我布置的阴谋。刚才的所见所讲，全都是幻阵。8级幻阵已经具备了扭曲虚空的能力。不过你一缕残魂布置这座阵法，花了不小功夫吧？准确来说，花费了1387年。但没想到，却是被你一眼识破。幸好，结果令人满意。从你踏入此地开始，我就将灵魂之力凝为游丝，利用考验作为障眼法，悄然渗入我的脑海之中，并且开始侵蚀你的3魂7魄。现在你灵力被禁锢，只能沦为我的傀儡，接受我的夺舍了。我知道呀。既然你早就知道这是个阴谋，那为何还要浪费时间给我演戏？当然是为了拖时间啊。我还以为你有何底牌，原来是指望着一头刚突破天灵境的畜生，可笑至极。你这家伙居然把血池喝干了！区一头畜生，你敢如此猖狂？去死吧！小心！怎么可能？相逢就是缘分，何必急速离开？聊了这么久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我名为何冲，仙庭之人。你可唤我为幻鬼天王。 7000年前的大战中，
迎战水落丘之人是何人？你居然知道水落丘？那人名为帝天翼，是仙庭中赫赫有名的妖孽人物。年纪轻轻便创立了轮回古宗，统摄万千强者，自称轮回天帝。是他？还引来一场惊天大战。帝天翼改名换姓，进入了星辰仙门，依靠自己的手段和魅力，得到水落丘的真心。他暗中分化星辰仙门，随后便率领一众仙庭强者偷袭星辰仙门。大战中，水落丘始终无法全力一战，而帝天翼招招致命。最后，水落丘被帝天翼夺走了星辰仙石，身受重伤。没过多久就香消玉殒了，而星辰仙门也走向了衰落。我身上有轮回石，所以能看到历史光影，但为何刘香也能看到，且更加深刻？水流香，水落丘，久寒绝脉，星辰仙主。唯有找到水落丘的行宫，方才能知道真正答案。没想到居然遇到如此妖孽之人，不过幸好我有4座8级灵阵庇护，他现在境界低，绝无可能破开的。这2人毁了我的布局，还让我的灵魂受重创，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幸好我把冰魂武魂的毕生底蕴都藏匿到了此处，如果是一穷2白，我必定报仇无望。先修复残魂吧。小魂，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的猎手。有的时候，你抓到狐狸后，不用急着将它杀死，放它一条活路，或许它会帮你找到一窝的狐狸。怎么可能？明明自己都说破不开8级灵阵的。我的话你也信？我手中的这柄重剑能释放出无形引力，只需找到阵眼，将其牵引，阵法自然便漏洞百出，轻易摧毁。纵使是9级灵阵，我也拆解了不少。你这区4座8级灵阵不在话下。被你小子算计了。不愧是武皇所留，果然无比丰厚，正好可以纳入齐天峰，让楚虎他们再行扩张。至于一些稀世之物，便留作真传。罗公子，我刚才算计你，仅仅只是想离开古星秘境。如果你能放过我，我愿意成为你最忠诚的奴仆。相信我，一名仙庭武皇定能给你提供很多帮助。你可认得此物？星辰仙石。果然，帝天翼夺走了星辰仙石，便将其改名为轮回石。世事难料，兜了一大圈儿，这轮回石也算是返回故乡了。你太过狡诈，且7000年前的仙庭剑纹放在现在毫无用处。先是吞噬了血池之水，而后又吞噬了河中的武皇残魂。你这家伙可谓是收获巨大，也不知道苏醒之时会拥有何种力量。啊！竟然是冰魂武皇的肉身血池，终于找到宝了。
给我拧！顾天骄将洛云击飞后，空间裂缝就此关闭。我曾尝试激活传送灵阵，结果却不尽人意。直到此刻，我仍没有找到那一处地方。至于洛云的生死，恐怕……狂生剑主，我知道你与洛云剑主的交情匪浅，但……百里狂生，你这是作甚？杀人！3日时间连升2级，从天灵3重天晋升到了天灵5重天，倒也算是不错。黑洞重剑的重量也骤增，已达5万斤。如果再面对着顾天骄的杀神之手，我应该能一剑轰碎。冰魂血池内的灵魂之力来源于武皇强者，小魂要想完全消化，怕是需要一段时间。终于找到传送灵阵了。看来我的运气不错。这座宫殿的主人也是一名剑修，实力应该远远胜过行剑武皇。吾剑修3000余年，已窥天地真理，又得仙主点拨，半身已入无上帝境。奈何仙庭之人强横，吾身为仙门护法，却未能守护仙门，心中甚感遗憾。唯有将愁绪刻于碑中，以抒愧疚。只是星辰仙门的护法修为就已经达到半步帝境，看来我终究还是低估了星辰仙门的实力。可惜，如此强大的星辰仙门，最后却走向了衰败灭亡之路。洛云，你居然没死，而且修为竟然达到了天灵5重之境。怎么，你很想我死？洛云剑主，你刚才可曾看到狂生剑主？狂生？我通过冰魂圣殿的传送灵阵刚传送到这里，并没有看到任何人。先别闲聊了，我们立刻进入这座遗迹，一定要拦下狂生剑主。发生什么事了？3日前，我遇到了狂生剑主，就把上次你我遇到的事跟他说了一遍。谁知他二话不说，直接就要找顾天骄和林静轩报仇。这还真是狂生的做派。就在今日，他发现了顾天骄和林静轩的下落，一路追踪，
进入了这处遗迹。希望赶得及晚。如果狂生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定会把这两人碎尸万段。我们没去找你，你倒是找上门来。百里狂生，你真的着急找死？以一敌三，你哪来的勇气？虽然你们三人任何一者，我都不能绝对胜过，但是一名真正的剑修，从不会心生惧意。哪怕站在他面前的是高高在上的武皇强者，更何况这一战是为了洛云。3天之前，我已经送洛云归西。既然你如此焦急，我这就让你们两人团聚。光凭你这句话，你们三人都得死！斩！此人的性命交给我来收割。好快的速度！剑鹏！那件披风是久闻往期，似乎并非来自大佬金门。狂生！不好！3天时间，你光顾着追查我等，却不知我们收获巨大。除了那套披风之外，林敬轩还得到了一枚鬼心幻石，能够让人神不知鬼不觉坠入幻境当中。这两物都是久闻王气，相互配合之下，你百里狂生根本不可能获胜。你刚才不是要我们的命吗？实力就这样？你的废话还真多。终于要使出看家本领，但在我的大罗刀魂面前，还是不够看的。杀！灭光剑抄！这才是林敬轩的真正实力，的确强横。哼！你刚才的伤势可是慢慢累积扩大喽？大名鼎鼎的狂生剑主也不过如此，轻松获胜。还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？朕，本人是你！灭
光遮天！愚蠢！这怎么可能？有声音！居然还有护身法宝！大胆，居然敢暗藏杀招！为了保住你这条狗命，大罗亲们还真是不吝啬，把所有至宝都拿了出来。可惜还是差了一筹。给我闭嘴！哼，武天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林兄，他的死真能让你发泄出所有的恨意？如果他带着耻辱活下去，并遭受无数人的白眼，那才是真正的报复。的确，当初我看着洛云被轰出空间裂缝，并没有大仇得报的感觉。现在，我要看着这位万剑阁千年难见的剑道天才，亲自折损在我们手里，这才算是一泄心头之恨。就这样放过百里狂生，岂不是放虎归山？但凡剑修皆是孤傲之人，他百里狂生携仇而来，却凄惨落败，任由我们宰割，心中已经留有阴影，将来成就必定有限。而且，他灵海龟裂，想要恢复如初，回天乏术，从天才变成庸才，这段经历将让他承受无穷无尽的痛苦。到最后，他到底是带着耻辱而死，还是会被宗门抛弃，提前应验那个万剑阁诅咒？林兄难道不想知道吗？有意思。这道十字刀痕将永远烙印在你的脸颊上、灵魂上。希望你能带着这一份耻辱，苟且地活下去。陆云，醒了。我没死。当我们赶到战场时，顾天骄等人已经离开了，而你倒在地上，已经重伤昏迷。不过，我洛云要保的人，哪怕阎王索命，也休想勾走你的魂魄。狂生剑主，你醒了。让你们担心了。不过，洛云，你似乎并无大碍，而且修为……我在冰魂圣殿侥幸逃脱灵魁的追杀，并且得到了无数灵材，修为才得以提升。原来如此。你现在灵海碎裂，需要慢慢修养，而且你脸上的刀痕，蕴含着大罗刀魂的战意，已经深入魂魄中。恐怕要修炼到涅槃境，了解灵魂的奥秘，才有可能消除。到头来，我不但没能帮上忙，反而成了累赘，让你们白白耗费了一天时间。狂生剑主，你这……
4天时间，你的灵海裂缝差不多愈合了。等那些灵材的残存药效融入你的身体各处，你的灵海也将重新焕发生机。还对那天的事有所介怀？当日我竟耻辱不说，还险些丢了性命，又岂会忘记？不过你不必担心，我定然会在最短时间内恢复至巅峰，以报这仇。当日他连最强一剑都被林清玄抵挡下来，剑心已有了裂痕。之后剑毁，灵海裂，面流刀痕，遭到无尽屈辱。即便是武皇，内心都会留有极大的阴影，更何况他连20都未到。狂生，拿着它。这是古籍中记载的传奇古剑。你经历了千年残断之苦，终于浴火重生，绽放出希望之光。那我便唤你为残光。古剑被斩断剑剑，悲鸣千年之久，最后他破而后立，终成残光之剑，足以让人心生敬意。剑能如此，人亦能如此。洛云，多谢你了。我的剑心弥合了。不必谢我，残光有灵。先前，你的剑心也处于一种极为痛苦的状态中，就如同当年的他那般，日日沉寂，夜夜悲鸣。他跟你产生了共鸣，所以我才将它赠予你。这便是极光剑意。剑来！剑动天地之势。看来狂生顺利突破境界壁障，踏入了灵剑合一之境。莫非说，先是引来人剑共鸣，摆脱困境，晋升剑道境界，而后又汲取天地灵力，顺利突破修为至功，到达天灵7种之境。如此远胜，我从未见到过。这些都是因为洛云，他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好快！光之剑意本就强在速度，而灭光剑意重在杀伤力。你现在又进入灵剑合一境界，实力暴涨。你是说，我达到了传说中的灵剑合一境界？当然，不过你现在处于灵剑合一的第1重境界，只能说是初登殿堂而已。明白，我自不骄不躁，砥砺前行。现在如果再遇到林敬轩，狂生剑主未尝没有一战之力。仇一定要报，但在此之前，我们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
那是何物？竟然有如此庞大骇人的剑影！如果我没猜错，那应该是一处剑之木灵，属于一名剑道强者。刚才狂声和残光产生的剑之共鸣，极有可能解封了木灵。既然我们有幸开启木灵，那么就进去看一看吧。走。一剑斩山，唯有真正的剑道宗师才能做到如此程度。果然是一座木灵。小心！刚才的人间共鸣是由何人释放而来？刚才的人间共鸣是由何人释放而来？半步地境。晚辈刚才有所领悟，方才引来共鸣。若打扰前辈长眠，还望海涵。年岁未达20，已是天灵7重修为，而且还踏入灵剑合一之境，难怪刚才的人间共鸣会如此强烈。多谢前辈谬赞。你们并非我星辰仙门之人，此次进入古星秘境，是否说明我星辰仙门已经覆灭？早在7000年前，星辰仙门就已经覆灭。放心，我并无恶意。星辰仙门早已覆灭，你们为追求武道巅峰入秘境寻珍宝，也是理所当然之事。只是没想到泱泱仙门居然已经覆灭了7000余年。多谢前辈理解。既然我与你们有缘，那我就赐给你们一段造化。这道阶梯共有9981层，一层一感悟，蕴含着我毕生的修行经验。至于能得到多少，就看你们的能力了。你虽然不是剑修，但修行之道本就相互借鉴。你若认真感悟，同样能有所收获。晚辈明白。进去吧。你为何不入光晕？我如果踏入光晕，所见之景并非记忆阶梯，而是另一处独立空间。在我看来，近与不近，并无太大差别。难怪能得到我们星辰仙门的镇宗至宝，你果然是个妙人。星辰仙石是整个真灵大陆最为玄妙之物，除了仙主，无人能探究其玄妙。正因为它的存在，星辰仙门才一举成为大陆之霸主。但也因为星辰仙石，星辰仙门才会走向覆灭。若是不介意，坐下陪我喝一杯，顺便跟我说一说星辰仙门覆灭之后的事情。好。当日，我到了星辰古宗，便在广场上见到了万星断石。之后，我们看到了一座剑之木灵开启，便进来了。最后，就见到了前辈您。万万没想到，在古星秘境当中，居然还有仙庭余孽。当年那一战实在惨烈，也难怪连史籍都未曾记载。沧海桑田，兴衰凋败，皆为天地规则，前辈无需介怀。据我所知，帝天一夺走星辰仙石后，就已经返回仙庭。为何星辰仙石却落于你手？你与仙庭是否有关系？前辈，
你是否相信轮回重生？难怪你年纪轻轻，心性举动就有异于常人，且剑道境界惊人，早已达到灵剑合一之境界。前辈，你相信我是轮回重生之人？天地之大，亦是无穷，所以轮回重生即便荒谬，我也无法证明它的真伪。更何况我只是一缕残魂，真假都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了。前辈不愧为剑修，生性果然洒脱。不过，晚辈心中有些许疑惑，还请前辈为我答疑。只要是我知道的，定当知无不言。敢问前辈，星辰仙门的仙主水落秋，他是否身负九寒绝脉？没错，仙主的确身负九寒绝脉，能掌控无穷无尽的九寒之气。那他为何还拥有武灵？正常所言，身负绝脉之人无法凝聚武灵，但仙主的手段神秘莫测，他凝聚出了9品层次的9尾灵狐，掌控天下万水，乃是当之无愧的真灵大陆第一人。9尾灵狐，水千月的武灵品阶并不高，但也是一尊灵狐。难道说，敢问前辈，水落秋是否留有后人？星辰仙门全盛之时，雄霸整座真灵大陆，水家分支无数。只不过，星辰仙门衰落之后，所有宗门和家族都开始分崩离析，就连宗域都被封存起来。现在过去了7000年，我也不知后人情况。2年前，九寒宫带走拥有九寒绝脉的刘翔，但天魂控心石尚未完全控制他时，就让他来参加6宗大比。莫非九寒宫早知道古星秘境是星辰仙门的宗域遗址，其目的难道是为了得到水落秋的传承吗？此事只是推测，唯有找到刘翔，并且寻得水落秋的墓陵，才能解开疑惑。人活于世间，自然会心生万千思绪，唯有踏步向前，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。多谢前辈出言提醒。小子，你刚才说你是轮回重生之人，那我冒昧问一句，你在轮回重生之前修为如何？仅差临门一脚，便可进入地境。如此甚好。前辈，你莫非想要与我一战？若能在魂飞魄散之前全力一战，岂不是一件痛快之事？更何况你在轮回重生之前修为不亚于我，若与你一战，必定酣畅淋漓。对了，小子，你唤作何名？晚辈现在化名为洛云，真名楚行云。好，在这梦境中，你我修为相同，都是天灵5重天，但这里的灵力无穷，且极为容易掌控，所以实力的真正高低，全凭己身感悟。在这梦境中，你我修为相同，都是天灵5重天，但这里的灵力无穷，且极为容易掌控，所以实力的真正高低，全凭己身感悟。营造出这片梦境，会加快前辈您消散的速度。我迟早都要死，与其苟活多几个时辰，还不如酣畅一战。妈，莫非你还未战，就已经心生退意？既然前辈执意如此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这才像点样子。好生凌厉的剑意，连天都能撕裂。不好！陨山式，灵血，来得好！
吾之剑道，乃破天之道，天穹无尽，运生日月。束缚了万物之掌，倘若连这天都无法破开，剑之道何能凌天？剑能破天，这是最凌厉之剑。我这破天一剑曾斩杀了无数仙庭强者，竟然被他拦下了。就凭此剑，休想拦我！我的清风破天剑能摧毁万物，你那平平无奇的一剑却能够就此挡下，而且那一剑的气息好诡异，到底为何物？那一股气息，我暂定命名为混沌。暂定。我的剑意能显化万物，而这柄重剑能吞噬万千事物。这两物都如同混沌，既分解万物，又蕴含万物。刚才那一剑，就是我对混沌剑道的初次尝试，不成剑招，更无剑势。若不是突生意外，你必定能够踏入地境层次。败在此剑道下，我心服口服。混沌剑道只存在于我的脑海中，若不是因为这片玄妙梦境，以我的真实修为，根本无法施展出来。一步一个脚印，步步而上，方才能正得大道。确实如此。这是我的剑道感悟，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。毕竟你已经自成剑道，纵使我将传承双手奉于你的眼前，恐怕你也不会多看一眼。多谢前辈的帮助，请受楚行云一拜。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，你不仅满足了我的最后残念，还给我一场如此酣畅淋漓的激战。就算是要灰飞烟灭，我也可以含笑九泉了。你的这位朋友天赋极高，不仅身负灭光剑意，心神更是圆满，恰好符合我的破天剑意。两者若完美融合，必将能造就出一名绝世天才。到那时，他就可以代表我再度与你一战。希望你能带着我那份执念，好好修炼下去，将来正式踏入地境层次，领略地境之玄妙。当然，这一世我必入地境层次。洛云，你唤作百里狂生是吧？正是。此次你顺利通过记忆阶梯来到了此地，说明你有资格得到我的传承衣钵。等等，前辈，洛云所拥有的天赋并不在我之下，他能否也接受前辈的传承？我自然知道他的强悍天赋，不过他并不愿意。传承应该开始了。
洛云，你也被驱赶出来了。洛云，你居然没死！你怎么可能从那么多的灵魁中活下来？修为还达到了天灵5重天。洛云剑主，大门已经关闭，他们应该不知道木灵的存在，先不要轻举妄动。你还未死，我怎么舍得就此死去？哼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巧舌如簧。这座宫殿的主人是一名剑修，所藏至宝肯定跟剑有关。你们的运气着实不错，居然发现了这座宫殿，但可惜只是帮我们做嫁衣罢。对了，你们2人进入宫殿之前，可有看到百里狂生？不久前，百里狂生为了帮你报仇，一人提剑而来。结果他不仅没能报仇，还败于我手。不过我并没有杀他，只是踢裂了他的灵海，在他脸上划了2刀而已。但他的下半辈子只能小心翼翼苟活着，可怜至极。你不恼怒？我为何要恼怒？不久以后，你必定会因为这般作为而感到深深的后悔。后悔？像百里狂生这样的手下败将，我根本不屑一顾。我能胜他1次，就能胜他第2次、第3次。我将是他永远都无法翻越的高山。这话可不是你说了算。哼！待我将你的头颅斩下，看你还如何嚣张！七星谷镇宗至宝，天龙古琴。林兄、罗兄，还请你们稍安勿躁。苏兄，此乃万剑阁和大罗金门的私人恩怨，跟你没有丝毫关系，还请你就此离开。洛云剑主曾帮助过我，倘若我独自离开，那岂不是成了卑鄙小人？我们这方有3人，而你们仅有2人，倘若一战，你必败无疑。何必为了一个洛云，白白枉送了自己的性命？还未一战，何来枉送这一说法？苏兄，我这里有一个折中的办法，不知你可否一听？我们不想跟七星谷交恶，不如用一场切磋对决来决定。我方派出罗森，你方派出洛云，一决高低。败者必须交出全部所得宝物和仙器。倘若你们不愿接受，那唯有一战。早就听闻洛云剑主的剑术无双，在盘山之时，我就想与你一战。今日总算是如愿以偿了。洛云剑主，他们的举动似乎有些古怪。林静轩受伤了。所以顾天骄才会让罗森出战，从而让林静轩暗中养伤。他是在故意拖延时间。这只是原因之一。苏兄，你生性儒雅斯文，重情重义，但顾天骄看似不想把你卷入纷争，却几句话把你绑死在此地。我记得神霄殿拥有一件特殊珍宝——锁空灵网，位列9文王器。
能够封锁整片虚空，连涅槃境强者都难以逃出。能困住涅槃境强者？我对神霄殿颇为了解，但从未听说过锁空灵网。而且，洛云剑主似乎很了解顾天骄的行事风格。那锁空灵网，我也是曾经听阁主讲到过。不过，神霄殿素来阴险狡诈，而顾天骄又是殿主之子，多半会随身佩戴。我们还是小心为上。那我们要如何应对？怎么不敢应战？看来万剑阁之人都是无用懦夫。百里狂生是如此，你洛云也是如此。一群狡诈之辈！谁说我不敢应战？放心吧，我一人能轻松应付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愧是洛云剑主，果然豪爽。此战说是交手切磋，但双方之生死各安天命，其他人不得出手，以防有失公允。哼！这一战，我将会证明，万剑阁苦心培养的2名天才妖孽都是酒囊饭袋。我大罗金门要远远胜过万剑阁。哦，是吗？战！斩！罗森天生神力，而他的血霸刀更是重达23579斤。这两者相互配合起来，连一座孤峰都要硬生生轰塌。洛云若是选择硬碰硬，等同于找死。这一战，洛云必将处于下风。罗森乘胜追击，不断用气势压制，应该能轻松取胜。哼哼，啊！你的体魄力量更强大了。除此外，你的这柄重剑似乎更重了。你怕了？你越是强横，越能证明我的强大。最后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。这罗森的实力，居然也是如此恐怖。雕虫小技而已。洛云剑主的实力好强，连续2次碰撞都占据上风。占据上风又如何？罗森真正的实力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啊！没想到你的体魄居然这般凝练，你有资格让我施展出真正实力，血兽噬天！
云是一名剑修，在万千血兽的扑咬下，必将沦为重伤之躯。现在的他，多半是在故作镇定罢了。你就只有这点实力吗？你善重刀，兼修体魄之道。本以为你我对战，能让我激发出体魄潜能，却不料，你释放体魄血气后，力量却如此有限。你实在让我感到失望。大言不惭！陆云剑主，小心！这一刀落下，就算洛云不死，也将变成废人。是吗？灾祸降临，一剑逆天。这怎么可能？给我破开！现在的你，何来勇气说出这番话？空石宣布。陨山！你输了。此战我败给你，只是一时大意罢了。论真正实力，你绝对不及我。这句话很有傲气，但你还是说给阎王听吧。哼！卑鄙！在那片冰天雪地之中，你得到了重大机遇，否则的话，绝不可能胜过罗森。你又说了一句废话。洛云剑主，你没事吧？林静轩，你怎么说也是大罗金门挑选出来的妖孽天才，刚才你违规出手救下罗森，难道就不觉得丢脸吗？比试已分胜负，我救下罗森有何不可？苏兄，你从一开始就误解了这场比试的规则。我败了，死那是理所当然；如果罗森败了，则是没必要枉送性命。眼前这三人本就是无耻之辈，你不必与他们一般见识。的确，待离开古星秘境，我定会将此事告知宗门，让宗门以此为戒，莫要培养出如此无耻之辈。就凭你们两人，也想活着离开古星秘境？痴人说梦。锁空灵网，开！果然在暗中布置罗网。杀神之手，这两件久闻王器，乃是我神霄殿的至宝。锁空灵网，震封天地，连涅槃境强者都难以逃离；而杀神之手，则是杀戮利器。能轻松压制对手的体魄灵海，所以我才会提出切磋，让我拥有充足的时间布置两件宝物，把你们两人一网打尽。无耻！莫非洛云没有算到，这顾天骄还会催动杀神之手？哼！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过放你离开，我真正想要的是把你们两人都诛杀掉，那么你们身上的所有至宝都将归我所有。当然，这也包括你手中的天龙古琴。
天龙古琴可以归你，但其他之物必须归我，包括乐云的性命。先将这2人擒下，至于如何分配，到时候再说。站就站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何能耐！苏兄，现在并非出手的时候。哼！装神弄鬼，立即动手，先把洛云废了。啊！杀满双神，立名于印。果然如此。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杀神之手和锁空灵网，乃9纹王器，距离皇器层次仅有1步之遥，唯有涅槃境强者才能发挥到极致。据我所知，只有神霄殿中的印记秘法能同时控制2者。雕刻在杀神之手上的印记是杀神印记，而雕刻在锁空灵网上的是困神印记。但是，这个办法也存在着致命的弊端。如果另外一人通晓神霄殿的独有功法，并且他的灵魂力高于他人，那么他便能取而代之，成为掌控者。杀之念穿透古今，不灭不凋，亦从天地乾坤；而困之念缘起不周，化天为牢，以地为囚。杀困双神，立凝于印。你莫要得意，即便你能掌控杀神之手和锁空灵网，那又如何？以你现在的灵力，也只能维持片刻时间。你莫要忘了，我们这一方占据着人数优势，倘若拼死一战，最后的胜利者仍会属于我这一方。皇器，神霄谷中。老三，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一方占据着人数优势？怎么可能？你裂开的灵海修复了，修为竟然也达到天灵7重天。好生狡猾，从一开始就在算计着我们。有意思，似乎从头到尾都在算计的是你们3人吧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一言概括，对面这3个无耻之人，偷鸡不成蚀把米。若不是你贪念太盛，居士岂会如此难堪？你，哼！天武绝人之路，一定有办法摆脱困境。情况如何？我已经继承了衣钵，并且还得到恩师指导，将破天剑意和灭光剑意完美融合在一起，衍生出更强的破灭剑意，是仅属于我和残光的独特剑意。狂生剑主能有如此所得，实在是可喜可贺。只是，
这刀痕。无碍，我现在伤势恢复，心境蜕变，这道十字刀痕，刚好让我永远记住那一日的黄昏。牢记耻辱，方能破而后立，这点固然不错。但如果有机会洗刷耻辱，也不能白白错过了机会。有一个安然离开的机会，想听吗？让林敬轩和百里狂生堂堂正正一战，如果林敬轩胜了，你们可以就此离开；但如果林敬轩败了，你们就交出所有珍宝和仙器，如何？让林敬轩和百里狂生堂堂正正一战。如果林敬轩胜了，你们可以就此离开；但如果林敬轩败了，你们就交出所有珍宝和仙器，如何？你是想让百里狂生完成复仇，洗刷耻辱？机会我已经放在你的面前，接与不接，全凭你一人抉择。洛云，哎，林兄，这的确是个机会，你绝不可以放弃。顾天骄，你难道听不出来，洛云的这番话是在羞辱我吗？洛云胆敢如此嚣张，无非是觉得百里狂生实力大增，定能胜过林兄。只要林兄再一次击败百里狂生，洛云就是自闪而光。说的倒是轻巧，迎战百里狂生之人是我，而非你。只要林兄和百里狂生一战，就可以争取到足够的时间，让罗森恢复伤势，而我也可以找到突破口，强行离开此地。你觉得洛云他会给你这个机会？林兄，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的手中还藏有一些底牌。但如果你我继续这样内讧下去，迟早会被洛云玩死。顾天骄，你这是在威胁我！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此战我接下。狂生，放心，我绝不会辜负你的期望。这一战，我必胜之。手下败将而已，此战的胜者依旧是我，而你将会成为我的刀下亡魂。哼！装神弄鬼！林敬轩的实力变强了好多，看来这段时间内，他也得到了不少机遇。灵剑合一，斩！残人残剑，还真是相配。百里狂生的实力果然强了不少，可是，光凭如此，仍不是敬轩的对手。不与你浪费时间，败吧！
破灭。这一剑不错，居然能……身为大罗金门的第一天才，你的实力绝非如此。如果你以为隐藏了实力还能胜我，那便是大错特错。无论你有何底牌，今日你休想胜我！哼！鬼楼万影！可恶！就凭你也想杀我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！这就让你知道何为真正的力量！此物好生霸道。此刀名为罗生古刀，乃是大罗金门的正宗至宝，位列下品黄器。大罗刀物正是罗生古刀的器灵，唯有两者相互融合，才能发挥出真正力量。放心，纵使林敬轩催动罗生古刀，也胜不了狂生。本想最后才祭出罗生古刀，奈何你太过嚣张，逼我将你斩于刀下。黄气之威，无人能挡，他还要继续战。面对着武皇之威，你卑微的不值一提。不好！武皇，很强吗？哼，武皇，很强吗？死到临头了还敢如此狂妄，着实可笑。武皇的确是绝世强者，但武皇之上还有帝之风采，武皇如何能比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拥有武帝的一缕剑气？罗生古刀很强，但你根本无法领悟刀中之意。像你这样的肤浅之人，纵使天赋再强，也难有成就。为何我手持罗生古刀，还是不敌百里狂生？杀神之手！陆云界主，狂生，莫要恋战。钟声起，诸神降临。你我皆拥有黄气，想要夺回这两物，先过我这一关。
那好啊，我便先杀了你。你们两人还愣着做甚？速速杀出重围！真是一群愚蠢之辈！你说谁是愚蠢之辈？啊！想杀我，你还没那个资格！这怎么可能？你的剑居然能无视神霄谷中的阵风之力！你们两人若不出手，待我死后，你们也休想活命！可恶！倘若继续这样下去，后果必定不堪。小心！你大可放心，终有一日，我会帮你报仇的。罗森！休走！那艘渡虚灵舟，乃是神霄殿的至宝之一。全力催动下，可以让人挪移虚空而去。不急，反正总有一日我们会再度遇到。还是先恢复损耗，以免再遭遇他人。你到底在哪里？站住！遇到我算你倒霉，把你这几日的东西都交出来吧！聒噪！
只可惜，最后被顾天骄夺回杀神之手，仅留下这锁空灵网。能得到一件已是不错，苏兄。杀神之手和锁空灵网乃是神霄殿的心秘至宝，我一个外来之人，且修为不过天灵5重，怎么可能完全掌控？难怪当时你并没有立刻压迫那3人。不过，没想到顾天骄居然如此重情重义，还将林静轩也一并救走了。只是不想罗生古刀落在我们手中罢了。洛云剑主，我师尊曾说过，要看穿一个狡诈之人的城府谋略，必须要比那狡诈之人的心思通透100倍。我很庆幸你是我的朋友。既然我们是朋友，如此之话不必多讲。接下来我们要前往何方？洛云，你先看看此物。楚家小子，当你再看到我时，吾已魂归九泉。吾留下传音，只是想告诉你，你的轮回重生跟星辰仙石不无关系。若你想找寻根源，必须进入奇星圣殿，将古星秘境完全开启，仙主行宫方才会出现。或许你将得到答案。看来要去一探究竟了。最后，虽说吾已魂飞魄散，但吾希望你能记得吾之姓名。吾名为古破天，人称破天武帝。在中央区域内，有一处奇星圣殿，可连通中央高峰。我们过去吧。好。那边的空间逐渐恢复平静，想必洛云3人已经离开了。如果不是你心生贪婪，今日你我又岂会沦落至此？林兄不必如此气馁，只要你我2人联手，定会有大机遇。到那时，我们定能为罗森报仇。罗森，距离古星秘境关闭还有20日，不如你我就此前往中央高峰埋伏他。如果还能遇到顾莽，结成联盟，对我们的复仇大计将会有巨大帮助。此举甚好，我们这就前往中央高峰，一定要找寻机会斩下洛云的头颅，以泄心头之恨。天色已晚，明早再出发吧。这混沌剑意还是难以悟透，看来修为境界仍是我的硬伤。夜半抚琴有所叨扰，还望洛云剑主莫要怪罪。我刚修炼完毕，正想出来走走，更何况苏兄弹奏的乐曲绝妙，饱含着爱恋之喜、思恋之虑、苦恋之忧，实在是让人拍案叫绝。洛云剑主，你也懂琴？苏兄，你这青蓝古琴，可否借我弹奏一曲？好生奇妙的琴韵。
东周师妹，此曲名为《四招曲》，是我一位挚友所创。当年他将此曲交给我之后，就投身跳入了深渊。每当我想起他的时候，都会奏响此曲，体会他那时候的绝望。他死前对我说了一番话，他说他很后悔让这个世上的条条框框束缚了自己，如果能够重活一世，他定要冲破束缚，将心爱之人拥入怀中。这首四招曲是他倾尽毕生心血的琴曲，但他也最恨此曲。既是毕生心血，却也是最恨之曲。希望能有所帮助吧。那座古城隔断着里外双方，齐星圣殿应该就在古城内。先主行宫的开启，跟齐星圣殿有直接关联，更关系到古姓秘境的真正底蕴，务必要小心行事。这里似乎是另外一处空间。此人应该是星辰仙门之主，水落秋。师尊乃半定强者，他与落后都难以保存气息。由此判断，水落秋的实力应该远在师尊之上。那道虚影，应该就是齐星圣殿所在。先过去看一看。啊！苏兄且慢，这剑矢乃是灵阵的杀伐手段。这万千星辰，就是一道道阵营，这些灵阵凝聚成一座浩瀚大阵，笼罩着一整座古城。不如全速而动，直接抢我阵心。这个恐怕有些难度。此阵笼罩着整座城池，星光为眼，达周天之数。即便经历了无数岁月，威能依旧恐怖。若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此阵是一座合阵。你们两人站在我的身后。灵阵如此庞大，依靠重剑之威，恐怕也无法破开分毫。放心，我只是想单纯挪出一条通路。帮我斩断星光。星辰位置改变后，这些阵法的威力似乎变弱了。继续。
齐星圣殿果然耸立在古城的中央之处，而这一尊雕像极有可能是齐星圣殿之主。走吧，小心靠近圣殿。有人！木昭师妹，苏木昭所在之地跟外界完全隔绝，根本听不到。洛云剑主，你能否……难，那片空间的星辰太多，要想挪移星辰，救下苏木昭，短则3个时辰，长则半日。天蝎秀已是木昭师妹的底牌，现在虚影未破，我不能等下去了。这是个大好机会。静安师兄。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就是星辰灵阵的强横之处吗？果然霸道。师兄，这里的每一道星辰都是一道阵眼，代表着一座灵阵。如今10余座灵阵同时压下，纵使天龙古琴能够抵挡，也坚持不了太久时间。你还是……我沉思了一夜，好不容易才敢于直面感情，要我眼睁睁地看着心爱之人死去，这样的举动我做不到。就算是死，我也要跟你死在一起。能得此言，纵一死，也无遗憾。我亦是如此。那尊星辰神鹰呢？星辰神鹰乃是由沙阵凝聚而成，只要将星辰挪移开去，打乱沙阵，星辰神鹰自然会消失。此次古星秘境之行，我定要解除天虹空心石对刘翔的控制，绝不让他再离开我。这个家伙还真是有趣。师兄，我的出身过于低微，而且刚才你我处于危机之中，所言所举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你我是同门师兄妹，也只能是同门师兄妹。苏姑娘，你为何会进入这座古城？这几天我一直在苦苦寻找师兄，同时接连遇到了柳诗韵、古景天，我们3人联手之下探索了不少遗迹。在某处遗迹中，我们寻找到了一卷古籍，
古籍中提到，古星秘境内存在着一座中央之城，是古星秘境的心秘所在，便来到了这里。这座古城所布下的星辰大阵，即便是古繁星也绝不可能破开。你们怎么敢深入古城？开始我们的确不敢深入，但在某一天深夜，古城突然群星闪烁，一道古怪蓝光冲天而起，诸天星辰皆被冻结，失去威能。我们3人便立即冲入了古城，却不料片刻后，蓝光消失，大阵也重新运转。我们3人被灵阵分开，各自困住。蓝色寒气，刘香和叶千寒都能掌控寒气，但以叶千寒现在的实力，纵使有黄气在手，也无法动彻万星。难道是刘香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先进入七星圣殿，看看那里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。天魂控心石指引的位置就在这座古城的中央，若无意外，此地就是古星秘境的心秘所在。独立空间吗？星辰的位置刚才被挪移过了，看来星辰古宗的人已经进入了古城。真巧，居然在这里碰到你。距离古星秘境开启还未达10日，叶姑娘却收集了近1000缕仙气，还真是让我等佩服。如此多的仙气，说明叶千寒肯定有所奇遇。叶千寒，如果你还想活命，立刻将仙气和储物戒交出，否则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我们这一方有2人，手中皆有黄气，而你仅有1人。交出储物戒和仙气吧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聒噪！本想放你一条活路，既然你迫不及待的想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区区武灵也想抵挡黄气之威，真是不自量力。纵使你的武灵如何诡异，也休想躲避神霄谷中的阵风之力。别硬刚，他的武灵能无视灵力和血肉，直指本心。直指本心。不好！这也是武灵天赋。林静轩，一起出手！大罗归斩！你。
师尊说的果然没错，神霄殿之人都是贪得无厌之辈，就连苦心栽培的2名天才也是如此不堪。2名天才，你遇到了顾莽？原来那人唤作顾莽，果然是人如其名，举止莽撞。难怪我未曾找寻到顾莽的下落，原来早已身死。哼，说了那么多，是时候上路了。哼！天魂空心石没有了动静，莫非水流香出现了什么意外？秋寒宫的底蕴果然惊人，居然培养出2名如此妖孽的女子。我们2人身受重伤，叶千寒绝对能轻松诛杀我们，拿到神霄古钟和罗生古刀。但最后，他放弃了唾手可得的黄气，反而进入了古城深处。林兄，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他这就说明，古城内定有重宝，其价值远胜过这2件下品黄器。难不成你想继续送死？去送死的，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而是洛云一行人。这座奇星圣殿耸立在古城中央，又有万千星辰笼罩。若非有洛云建筑相助，恐怕我们难以走到这一步。洛云建筑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觉得这座雕像似乎有些古怪而已。古怪？每一座圣殿之主都是叱咤风云的绝世强者，他们虽然已经死去，但弥留下来的气息依旧强横。但这座雕像却淡然儒雅，完全感觉不到强者的意志，仿佛是个空壳。我们在这里深究也没有太多意义，还是立刻进入圣殿，看能否有所发现。的确。走吧。这是圣殿内居然还存有独立空间。走吧，看看这条古路有何玄机。看上去并无危险，我们也走吧。不对，洛云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条星空古路似乎是一个陷阱。奇星圣殿只有一个大门，路口必定在此地无疑。但是这条星空古路布置了如此多的灵阵，却无一座杀阵，仿佛他们仅仅是为了阻拦我们。难道说真正的入口不是古路，而是星空？古语曰：“最危险的地方，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。”
果不是洛云剑主及时发现端倪，恐怕我们要浪费不少时间。这座齐星圣殿着实古怪，此地应该不是齐星圣殿的核心地带。我们继续前进吧，或许前方会有所收获。好霸道，不是九寒之力，那么应该是叶千寒。不过，他刚来到此地就全速而动，肯定跟刘翔有关。洛云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只是这道蓝光的出现让我有些诧异而已。那道蓝光的降落之地，距离这里并不遥远，我们立刻过去吧，或许会有所发现。好。天魂控心石又失去反应了。师尊曾说过，古星秘境跟水流香颇有渊源，并且让我无论如何都要控制住水流香。看来，这里果然不简单。天魂控心石最后的指引方向，就是那双眼睛。站住！此处广场由我们两人所发现，广场各处的星辰灵阵也是由我们两人解开。叶姑娘想窃取所有成果，未免有点过分了吧？如果不想死的话，立刻滚离此地，否则别怪我心狠手辣。不愧是九寒宫，举止蛮横，毫无顾忌。但很快，你将会为此付出代价。哼，又一个愚蠢之辈。师妹，全力动手！给我疯！死！就有寒心，居然反噬于我！我的武灵名为幽冥古铜，位列7品层次，能够沟通幽冥，降下明咒之光，
但凡所映照之人，身体、灵力、灵海都将难以流畅运转。再加上紫星武灵的阵风，一旦催动至宝，必将反噬。幽冥古铜压制你的战力，紫星武灵重伤你的体魄。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大礼。没用的。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哼！居然还没倒下！倘若我在全盛时期，就凭你这样的实力，3招之内，我必能取你首级。九寒宫多年蝉联魁首，让你们也会变得目中无人。在六宗大比开始之前，我就时刻注意你和水流香的一举一动。刚开始，我第一个想对付的是水流香，但这几日我并没有遇到他，反倒是你，居然自己送上门来。不过你大可放心，很快我会让他跟你在黄泉团聚。动手吧，杀了这个女人。这个叶千寒虽然霸道，但真正动杀手的是水流香，并非他。这重要吗？师妹，你终究太善良了。此次大比，弃绝6大势力的妖孽天才，这些可都是未来宗门势力之主。如果这些天才妖孽不幸夭折，星辰古宗必定能够一统北荒域，再现辉煌。所以，你要杀了叶千寒和水流香，让九寒宫元气大伤。不仅是叶千寒和水流香，其他天才妖孽全都要死。师兄，万剑阁和七星谷是盟友，我们也仅仅只是盟友。只有将他们彻底击垮，才能真正的安心。其实，在出入古城之时，若不是那道寒光突然消失，我早已动手杀了苏沐昭。顾景天，你隐藏的还真是，连自己的师妹都骗。你有资格说话吗？父亲和柳家主说过，要想成就霸业，必须心狠手辣。我现在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他们教我的。去！说出水流香在何处，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。既然你不愿说，倒也罢了。反正水流香迟早会登上中央高峰，到时候他依旧难逃一死。去死吧！这剑意，谁？逆剑士。今日叶千寒这条命我保了。今日叶千寒这条命我保了。洛云，这是我和叶千寒的私人恩怨，莫非这是要跟我星辰古宗作对不成？我洛云行事向来随心，今日只要我还在此地，你就休想碰他一根汗毛。如果叶千寒死了，天残空心事无人掌控，到时候刘香的九寒绝脉一旦爆发，必死无疑，说不定这里的所有人都将丧命。好一个向来随心，我能胜过叶千寒，自然也能胜你。洛云剑主，这件事你还是莫要理会，赶紧离开这里吧。你的确不是他的对手。古景天拥有一项很诡异的武灵天赋，只要被他盯上，实力就会降低3成，
持续的时间虽不长，却让人防无可防，很容易遭受到反噬。恐怕这武灵天赋就是胜负关键手了。既然来了，那就把命留下吧。这怎么可能？紫星武灵，位列6品层次，连叶千寒这样的强悍天才都要当场重伤，为什么洛云一剑便能抵挡？斩！你刚才说要把我的命留下，这个洛云的实力好生强悍，不仅能碾压紫星武灵，还这般轻松的胜了顾景天。交战时还用剑光保护我，不受余波伤害，他到底为什么？小心！晚了。天级武灵天赋，只要被我的明咒之光锁定，你纵使拥有诡异莫测的身法，也绝对躲不开。完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差点忘了，我拥有灾祸之体，免疫明咒之光，自然不在话下。竟然被吞噬了！不愧是灾祸之气，跳出万物，逆转五行，能够压制所有的事物。而这明咒之光，虽是天级武灵天赋，但也是一种诅咒力量。看来，天都要亡你。陆云，你何必要赶尽杀绝？19年，刘梦烟被古繁星囚禁在地缝中，日夜遭受灾祸之气的侵蚀，其中有不少灵阵是由古景天亲手布置。师妹还不出来见人？而六宗大比中，古景天对水流乡村有极大杀意，前者是我洛云的亲生母亲，后者则是我洛云的两世挚爱。古景天多次暗中算计我亲密之人，他的命我一定要收下。你拦不住我，让开！我是星辰古宗之人，又岂能……师妹，以后星辰古宗就交给你了。准备殊死一搏？你的剑光让我的心脏都出现了裂痕，纵使有灵丹妙药，恐怕也无力回天。所以，我准备让你们陪我一起死。怎么
么回事？这些星辰竟然都冲向了齐星殿。胡景天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所在的这座宫殿，并非齐星圣殿，而是一座书院。古籍清楚说明，这座古城中央存有一座齐星圣殿。他应该没有说谎。我们进入之后，除了看到许多古籍外，并无发现任何珍宝。还有，那条星空古路，并不像为了灭杀外来者，更像是一个考验。落云剑主果然心思敏锐。我早就偷偷思了起，古籍言，齐星圣殿的真正所在，乃是在书院地底。我本想偷偷打开圣殿，将所有珍宝收入囊中，只可惜人算终究不如天算。我身后那座雕像，是打开齐星圣殿的关键所在。若是强行破坏大阵，群星将会引来一场惊天浩劫。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！好恐怖的气息，那才是真正的齐星圣殿。别再妄想抵抗了，你们全都留下来吧！不好！陆云，你这是作甚？你们先离开，我救下叶千寒后，与你们会合。那道虚影怎么消失了？难道这就是真正的古星秘境？好浓郁的天地灵力，我这是要突破了。
情况如何？禀宗主，古星秘境内发生了异象，整座古星秘境非但没有变得动荡不堪，反而被一股玄妙气息笼罩，生机勃发。所以呢？以我们的勘测，这次异象的出现是一次天大的机缘。古星秘境的心秘太多，相信经过这一次的历练，所有天才都能有所奇遇。如果洛云从中得到什么奇遇，那对我们岂不是更不利？这不一定是坏事。奇遇越多，争斗也就越为激烈。12名天才妖孽中，洛云的实力最弱，再加上他生性霸道，根本不可能被他人所入。说不定，此刻的他，早就死在了某位天才的手中。这片星光暴雨，笼罩着整座七星圣殿，越是深入，就越是混乱。如果到了核心区域，恐怕连我都难以承受住。找到了！你，他又救了我一次。你身受重伤，莫要运转灵海，我带你离开这里。好。哼，害人终害己，就这样死去，实在是便宜他了。收。不好！陨山式，此地不宜久留，继续走吧。终究还是结束了。陆云不惜让自己身受重伤，也要保护我。星光凝聚，不管是杀伤力还是数目，都已经达到了极为恐怖的境地，只能拼一把了。抱紧我。他真的不怕死吗？终于到了。不愧是镇压秘境气运的重要圣殿，光是这股气势，就要远胜其他圣殿。但这周围流转着千百道七彩星光，哪怕我在全盛时期，都要暂避锋芒。你谢。阵眼，这些七彩星光居然是阵眼。以七星圣殿为核心，布下巍峨灵阵。每道七彩星光则为阵眼，既能稳固七星圣殿，又能保护其安全，着实奇妙。但在黑洞重剑面前，这座大阵毫无用处。成功了！
洛云，你我并无交情，为何你拼上性命也要救我？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顾宇，若得一人真心，虽九死而犹未悔。你是我一生一世的挚爱，只要能换你平安无恙，区区一条性命，不要又何妨？今日叶千寒这条命我保了。终究还是结束了。你那些星光还有力量残存在洛云体内，灵海受到了巨大影响，根本无法自我修复。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，不出一刻钟，他肯定会因为失血过多而亡。看在你曾经救我的份上，这一次就当作是报恩。这枚紫灵冰心丹乃是8品的疗伤圣药，我也只有2颗，应该有效。但是他已经失去了所有意识，根本无法炼化吸收。我只是单纯为了救他。若非如此，他必死无疑。以紫灵冰心丹的药效，1天后应该就能苏醒过来了。柳诗云的阵风紫光散去，我终于可以勉强运转灵海了。仅仅过去半个时辰，洛云怎么可能恢复过来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洛云好像并没有自主意识，难道是因为紫灵冰心丹的缘故？紫灵冰心丹利用体内的先天阴气恢复伤势，因为九寒宫内的修炼功法早已将先天阳气转化为先天阴气。但是洛云，他原本阴阳平衡，突然抽离先天阴气，阴阳瞬间失调，导致阳气暴涨。倘若不能疏导，恐怕会爆体而亡。都怪我刚才焦急疏忽了。洛云，速速醒来！洛云，你敢！这枚幽紫寒针，乃是九寒宫至宝，4品黄气久由寒心所化，只要刺入体内，便能冻结5脏6腑，湮灭一切生气。九寒宫之人，灭绝7情6欲，绝不能因此破解。你是我一生一世的挚爱，一生一世的挚爱，罢了。不愧是曾经雄霸真灵大陆的宗门，真正的底蕴
果然震撼人心。水流香在那里吗？百里狂生，天灵8重天。洛云呢？他在何处？他并无大碍，正在齐星圣殿内静养。当真？哼，我姑且信你一回。如果洛云有什么3长2短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洛云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，我希望你能好好保护他的安全。若他有什么3长2短，你以及万剑阁上下10万弟子，都准备给他陪葬吧。哼。这是哪里？我记得叶千寒被卷入了星光暴雨，我为了救他，也冲进了七星圣殿。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身受重伤将死，脑海中甚至还恍惚浮现出刘翔的面容。但为何我现在毫发无伤？既然记不起来，那就罢了，还是抓紧时间将水落丘和轮回天地的事情弄清楚。群星坠落后，所有星辰都出现在此地，仿佛这些星辰就是七星圣殿的一部分。居然跟水落丘的气息毫无二异，看来这把碧玉之石就是进入仙主行宫的关键所在。纵使星辰再多，也只是无主之物。黑洞引力，给我破之！随意掌控万星，并且瞬间布下星辰之阵。七星圣殿之主，青莲剑海都被封印了。刘翔，终究还是没有找到你。还活着，是水落丘。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水落丘要救我？天庭强敌众多。吾甘愿将残魂融入万星古领土，护仙主行宫渡过此劫。难怪我没有感觉到强者气息，原来七星圣殿之主的残魂已经融入了万星古领土，化为万千星辰的力量，默默守护着古城。
这一份舍生取义，着实伟大。认主了。万星谷领土上品黄气，经过残魂的滋养，已经晋升到了绝品黄气的层次。他虽认主了，却依旧无法沟通。看来，想查清水落秋的秘辛，恐怕还是要进入县主行宫。好古老的气息。就是水落秋的居住之地，竟然有生灵的气息，这就是最后的考验吗？一旦偏离桥面，不管被星光吞噬，还是坠入古湖，结果都是必死无疑。刘翔。刘香，灵仙桥，桥灵真仙。一旦踏入其中，便不得放弃，更无法回头，望慎之。水落秋和轮回天地的关系匪浅，若想探究轮回师的心秘，以及轮回天地的底细，无论如何，我也要见到水落秋。更重要的是，刘香也在灵仙桥上。这座灵仙桥连接着诸多独立的战斗空间，难怪刘香未能听到我的声音。堪比阴阳境强者的巨恩。好恐怖的体魄力量！你拥有的体魄力量很强，若是在平时，我一定会借此磨练体魄。只不过，我现在没这个闲工夫。咒，一剑式，明咒之光不愧是天级武灵天赋，着实霸道。终于到了。
柳香，你这是何意？这一考验我能独自应付，你立刻滚离此地。柳香，我并无恶意，只是想帮你而已。闭嘴！我九寒宫之人，从不需要他人的帮助，尤其是男子的帮助。再者，我的名字你没资格喊出。倘若有下一次，我定要让你永远闭嘴。九寒宫。天生就能克制九寒之气。绝寒血域化为的9枚血阵，封住水流香的9大穴窍。穴窍被打开的越多，九寒绝脉的反噬就会越为强烈。开启4道穴窍，已经是他的极限了。还有，就凭你们也想胜我？好一个多管闲事之人！尽管你现在已经不记得我，甚至还对我抱有敌意，但我曾对你说过的话，并不会因此而改变。我一定会保护你，不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。明咒！快走！我撑不了多久。走！不好！你是云哥哥。你是云哥哥。啊，不好！倘若你强行催动灵海，你身体的第5穴窍可能被激活，九寒绝脉怕是压制不住了。如果我不收回九寒之气，那云哥哥你能这样紧紧抱着我的妻子，九寒之气的侵蚀又算得了什么？
刘香，2年了，你想我吗？想，每时每刻都在想。还好我没有放弃，能再见到云哥哥，就算立刻死去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傻丫头，你好不容易才摆脱天残空心石的掌控，我怎么会让你就这样死去？刘香，我会带你冲出林仙桥，走出秘境，带你回家。小子楚行云，见过水前辈。不错，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期望。好恐怖的幻境，这就是真正的地境强者，哪怕仅是一缕残魂，都能混淆天地。坐吧，我会告诉你们想知道的。当年，我遭到帝天一的算计，使得星辰仙门走向了衰败。那些离开古星秘境的人群，散落在真灵大陆各处，比如只传承了皮毛的星辰古宗。当然，也有不少水家之人离开秘境，比如水流香所在的水家。果然如此，难怪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带刘香返回九寒宫。除了想得到九寒绝脉，更多的恐怕是为了这星辰仙门。水流香进入古星秘境的一瞬，我就察觉到了他被天残控心石控制住了心神，但奈何天残控心石是一项奇物，我仅一缕残魂，无法解除。幸好，我从水流香的记忆中发现了你。鉴于这点，水前辈才会在七星圣殿出手相救，并且留下碧玉之石，让我能够直接进入仙主行宫。除此外，刚才在林仙桥上的幻境，也是为了让我和刘香能够相认。依靠刘香个人的强烈情感，冲破天残控心石的控制。跟聪明人说话果然很舒服。这是开启七星圣殿后，在这里修炼，不仅能更轻松地感悟到天地规则，就连时间流速也会变缓3倍。你们2人已经进入阴阳之境了。那岂不是说明，在古星秘境修炼3日，外界仅过去1日时间？关于星辰仙石的事，我们稍后再谈。水流香应该就在那里。
夺我之物，休想逃离！滚！怎么回事？这里是秘境之外。可恶！师尊曾说过，星辰仙门跟水流香有莫大关系。这星光巨掌的由来，很有可能跟水流香有关。我还是立刻返回宗门为好。叶千寒，你立刻……叶千寒乃是公主之徒，实力并不在水流香之下。此刻他离开古星秘境，按六宗大比的规则，已经失去了角逐魁首的资格。不久前秘境出现了异象，此刻叶千寒又突然离去，会不会有诈？放心吧，纵使古星秘境再神秘，衰落了如此之久，危险始终有限。而且叶千寒出现之时身受重伤，肯定是触犯了什么规则，被强行驱逐。这样的愚蠢举动，景天绝不会犯。少宗主是星辰古宗有史以来的第一天才，自然能逢凶化吉。现在他必定得到了诸多奇遇，一旦离开古星秘境，定能勇夺魁首，为星辰古宗赢得荣光。天蚕控心石的棘手之处在于控制心神。方才你已经从控制中挣脱出来，接下来的事就容易处理了。竹林深处有一汪清泉，能帮你摆脱控制，同时也能够滋养九枚血针，缓解九寒绝脉的寒气。去吧，我和水前辈再聊一会儿。好。水前辈，现在你可否告诉我关于星辰仙石的一切？星辰仙石乃是由天地孕育而出的至宝，它的存在已经远远超越了地冰。当年我正是依靠着星辰仙石，方能让九寒绝脉和武灵并存，进而开拓仙门，创下千秋霸业。今日我不会跟你解释星辰仙石的玄妙所在，比起这个，有一件事对你更为重要。啊？你在破天圣殿经历的一切，我都看在了眼里，故而你两世为人的所有经历，我都了若指掌。首先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：你我所在的这片世界无比的广阔，对于仙庭来说，真灵大陆犹如荒地，但有些仙庭强者也会来到真灵大陆传下血脉。帝天意乃是叱咤仙庭的风华人物，他也曾来到过真灵大陆，并留下了一丝血脉，而这一丝血脉的拥有者便是你，楚行云。楚行云，你上一世的所有经历的确精彩，但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局而已，一个由帝天意精心布置下的千年之局。你修炼的无名功法名为吞灵神诀，来自于仙庭古秘。你能顺利诛灭强敌，得到奇遇，乃至水流香之死，也是由帝天意一手策划而来。就连将你杀死的萧刑天，也是帝天意所化。石前辈，帝天意花费千年时光，苦心布下这样一个局，他为了什么？上一世的你，仅仅只是触摸到了地境门槛，就已经耗光了所有潜力和天赋，所以他要渡你入轮回，让你重来一生，进入地境，成为他的劫子。劫子？帝天意修炼的功法极为神秘，能一次又一次渡入轮回，
如今他已是第9次轮回，9转功成后，便能进入帝尊至境。但轮回改命，必将触犯天地，降下灾劫。只有身负相同血脉的你成为劫子，帮他承受灾劫，他才能欺瞒天地，继续存活下来。难怪他会如此苦心地培养我，而且这一世，帝天意还是不放心，才给了我轮回天书以及诸多至宝，让我能顺利进入帝境，没错吧？没错，帝天意也是借助了星辰仙石的力量，才能完美渡你入轮回。为此，他也是元气大伤，不得不静养生息。也就是说，这一世，帝天意并没有监视我，而是在某一处静养生息，恢复元气。的确如此，不过，帝天意躲藏在何处我不知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的实力很恐怖，恐怖到你无法想象。感到畏惧了？面对如此恐怖的敌人，任何人都会心生畏惧。但是除了恐惧之外，更多的却是期待和兴奋。为了度过第9轮回，帝天意苦心布下了如此精妙绝伦的布局，但这并不代表他必定能掌控一切。就如同这次我和前辈的见面，帝天意就无法预料。不错，你能这样想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散。先祖。经过天星古泉的冲洗，水流香体内的9寒绝脉已经得到了压制，天蚕控心石对他的影响也彻底拔除。但这枚天蚕控心石却对你的灵宠颇有用处。前辈，你说的灵宠，可是小魂？天蚕控心石已经失去了效用，无法再控制水流香，但在玉石之内还蕴含着庞大的灵魂之力，你的灵兽可以吸收。水前辈，你知道小魂是何种灵兽的幼崽？不知。这只灵兽不仅拥有虚实体质，还能吞噬灵魂之力。我可以确定，这只灵兽很有可能是拥有某种血脉传承的远古神兽。唯有让它成长起来，才能逐渐看出本相。这小家伙不知何时会醒来，但他醒来之后，应该会给你一个惊喜。万星古灵图是否在你身上？是。这些年辛苦你了。你之前一直排斥我，让我无法随意掌控万星古灵图，目的就是为了见水前辈最后一面吧？这是星辰仙石的半生之物星髓仙石，星辰仙石能变缓12倍时速。星髓仙石虽远远不如，但此刻的古星秘境在它的笼罩之下，也变缓了3倍时速。至于你手中的玉石，则是由我的本命武灵9尾仙火武灵凝聚而成，也是我为水家留下的武灵传承。由于你们无法掌控星辰仙石，此武灵并不能传承于水流香，那水千月倒是不错的人选。前辈之给予，
小子必定会铭记于心。小子，你收下了这2件至宝，就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条件？出去后，帮我炼制一具灵魁之身。以莫前辈的技艺，重新锻造一具灵魁之身，并不算什么难事。但将残魂融入灵魁之身后，实力将会大幅度降低。这……你尽管按照我说的去做。好吧，那我以后会全力去搜寻域外金属，尽快帮前辈制作灵魁之身。如此甚好。今日早点休息吧，修行特训从明日开始。修行特训？水流香也就罢了，你坐拥2世修炼经验，修为仍不过天灵5重，就凭这样的修为，如何帮我寻找域外金属？快去休息吧。好。水前辈考虑的真周到。云哥哥，我现在感觉就像在梦中一样，好幸福，甚至比梦还要美。怎么了？刘香，待回到流云皇朝，我们重办一场婚礼吧。办婚礼？当初在西风城，我们虽已成亲，但婚礼过于简陋了些。现在，我已经找回双亲，也拥有了傲人实力，所以我想办一场盛大婚礼。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你水流香是我永生挚爱的妻子。其实，云哥哥，你不必为了这个而遏制住自己的欲望，只要是你，香儿什么都愿意。夜已深了，还不赶快休息？醒了。刘香，我为你画眉吧。画眉？怎么，不相信我？我相信云哥哥，开始吧。好了。画得真好。上一世我们离开西风城后，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有一次我捡到了一支眉笔，你就每天让我帮你画眉。这柳叶眉形是你最喜欢的眉形，也是我唯一会画的眉形。虽说你我已经重来一世，生命轨迹也就此更改，但我的眉笔只会为你而提，也只能为你而提。那从今往后，云哥哥每天起床都会为我画眉吗？只要你不嫌弃我，这一生我都愿为你画眉。愿一生执笔，画入眉上流。帝天意，你当初也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，但此刻的你却在何处？
地灵镜化地煞之力为己用，而天灵镜则是化天罡之力为己用。你只有阴阳交融，化为天地之力，才能进入阴阳之境。这些7品灵材和上古丹药，在合适的地方会给你助力。阴阳4重的独角剑鸟，也不过如此。群星坠落后，古形秘境彻底改变，不仅处处都是珍宝，修炼速度更是提升了10余倍。只可惜，明日我们就要离开了。的确，只不过离开古星秘境后，我们就可以在万众瞩目的擂台上，狠狠蹂躏百里狂生和洛云，赢得无尽荣光。既是蹂躏那么简单，我要让他们变成废人，永远无法站在我的面前。柳姑娘还是不愿同行，给她点时间吧。百里狂生呢？他还在等。自异变后就一直守在那里。我昨天曾经劝过他，他却说，只要洛云剑主一日不出现，就算古星秘境关闭，他也不会离开半步。要不要再劝劝他？除了洛云剑主，谁能劝得动他？天地之力融入了体内，就此淬炼经脉灵海，并且在全身骨骼上凝聚纹络。这小子，总算没有让我失望。阴阳镜，成了。晋升得很顺利，境界稳固，天地之力的淬炼也很是完美。这都是多亏了水前辈的帮助。你和我颇有渊源，这算不得什么。更何况，帮你就是在帮我自己。既然你成功进入阴阳境界，你那柄古怪重剑是否……黑洞重剑的重量已达到10万斤，而且觉醒了第3项神通1阶王气。黑烟，按理说，你区阴阳1重境界，不可能一剑碎王气。我踏入阴阳境后，灵力就能接触到黑洞重剑内部的黑色光晕，觉醒了黑烟神通。每当我的修为提升1重，就能深入光晕1分，黑烟之纹的数量就能增加1道。现在，我凭借着这一黑烟的加持，便能轻松湮灭1纹王气。但黑洞重剑的重量也会随之增加，而增加的幅度不再是1万斤，而是10万斤。云哥哥，看来你想一直催动黑洞重剑，那么在提升修为之时，也要不断提升体魄。你曾说过，这柄黑洞重剑有2大神通，第一神通是黑隐，吞噬一切声光波动；第2神通则是引力，能牵引任何事物。现在这第3神通黑烟能够湮灭神纹，摧毁王气。这3大特性既霸道又诡异，极像古籍记载的黑洞。难道黑洞重剑内封印的光影，极有可能是传说中能吞噬一切的黑洞？我也只是推测而已。黑洞固然可怕，但如果你能将之彻底掌控，便能勇往直前，不惧任何强敌。但如果现在就心生畏惧，将永远无法踏出下一步。前辈教诲，小子定会铭记心中。这黑洞重剑，你暂时不用担心。相比之下，我倒是对轮回天书更为的好奇。
好美的霓裳。天宇霓裳乃是天仙族的镇族至宝，以速度而闻名。只要穿上这件天宇霓裳，就能随意穿梭时空，横渡虚空。那岂不是跟空神顺步很是相似？空神顺步是武灵天赋，距离短，且需要消耗海量灵力，而天宇霓裳却能自行启动，远距离横渡虚空。一旦完全炼化天宇霓裳，几乎可以说是立于不败之地。云哥哥，你要把这件天宇霓裳给我？你我返回流云皇朝之后，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。这件天宇霓裳，恰好可以作为你的婚衣。无上帝兵作为婚衣，这未免有点奢侈了吧？你是我水家后人，以帝兵为婚衣，又有何不可？留香，你把天宇霓裳穿上，看是否喜欢。好。留香，你如此急着脱下来做甚？云哥哥，这天宇霓裳是我的婚衣，自然是大婚之日才能穿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时间差不多了。这段时间，有劳水前辈照顾。走吧，今日一别，以后肯定还能相见，到时候可别让我失望。云哥哥，千月姐姐的性情高傲，这枚武灵之晶由我交给她的话，她可能不愿意接受，所以还是由云哥哥交给千月姐姐吧。留香，你还是一点都没变，处处都想着别人。云哥哥又何尝不是呢？从古星秘境出来的第一人将拥有优先挑战权。你们说，谁会得到这一殊荣？这不重要。古星秘境发生异象后，叶千寒就被驱逐出来。秘境之内，肯定发生了大事。你们看，除了九寒宫，其余5大势力之主都到了。哼！顾天骄和林静轩居然同时出来了，而且他们竟踏入了阴阳2重天境界。不愧是我顾玄风的儿子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顾天骄固然不错，但林静轩与之相比，却是不相上下呀。
虽未能夺得前列，但这个成绩也算不错。出来了。石云，景天是否在后面？终于出来了。你明明并未去往中央高峰，怎么可能离开秘境？皇上，你这是作甚？洛云还在里面，我要等他出来。不好！古星秘境关闭了，可是还有5人没有出来啊！石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何景之他迟迟未出现？胡宗主，古兄早已死去多日，埋尸废墟。谁杀了我儿？秘境关闭，一切本应尘埃落地。不过既然古宗主发问，晚辈自然不敢违抗。起初，我们所有人都在找寻奇遇，井水不犯河水。无奈万剑阁的2位剑主，却生性嗜杀。他们提升实力之后，就四处抢夺仙器。我的同伴顾莽，以及大罗金门的罗森，都是死在2人的手中。天骄，你好生无耻！罗森死于洛云之手，是你们亲眼所见；而顾莽之死，也是我和林敬轩亲眼所见。这点我可以作证。至于古景天之死，听说是洛云下的毒手，具体真相，那就要问柳姑娘了。顾天骄说的是真的吗？诸位暂且息怒。现在古星秘境关闭，纵使洛云有3头6臂，也不可能出来偿还他犯下的过错。只不过这个百里狂生，却是帮凶。闭嘴！你还想让事态更严重？师尊，你……诸位，洛云生性暴戾，是万剑阁的害群之马。狂生剑主为人直率，定然是受到了他的蛊惑。古星秘境发生的一切恩怨，跟狂生剑主、跟万剑阁都无关系。赤霄剑主说的没错，一切的错都是由洛云犯下的。希望大家不要被恨意蒙蔽了双眼。顾天骄，你这搬弄是非的口舌倒是灵活呀！顾天骄，你这搬弄是非的口舌倒是灵活呀！洛云，你居然没死！怎么可能？30日内，洛云竟然从天灵3重晋升到阴阳境界，跨越了整整7个层次，且境界之稳固，还要胜过林敬轩和顾天骄。而且水流香竟然乖巧站在洛云身旁，好生古怪。洛云，放心，刘香对我们并无恶意，竟然将破天武帝的传承融会贯通了，看来无形中又欠了水前辈一个人情。你们2人随便听了别人的话，就对身为同门的我口伐嘴诛。现在我感觉，跟你们这样的人物同一宗门，真是件丢脸的事情。此子大事已成，
我们不是他的对手。洛云，赤霄剑主和秋末剑主的言语是有些不当，但你别往心里去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始终都是同门。刚才范无阶以为我死了，便毫不犹豫地将我推出去。现在看我成功进入阴阳境界，却反过来决定保下我，他可真是精明。阁主所言极是。洛云，可是你杀了我儿。你要这样理解，就算是吧。什么意思？杀了人还敢如此理所当然？小辈，觉得自己有点目中无人了吗？此人向来如此，否则也不会滥杀无辜。古星秘境之行，生死自看天命。古景天和罗森曾经都想杀我，只可惜反倒被我所诛。至于顾莽的死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这一事实你们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我洛云行事素来有一说一，不像某些渣子，只会背后混淆视听。洛云，你说谁是渣子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，当手下败将上瘾了？小辈，你好大的威风啊！范无节，看你培养出来的好弟子！苏静安和苏慕昭两人曾出言维护洛云，水流香面对着洛云没有丝毫冷意，看来几人都和洛云的关系极好。我万剑阁刚好借着洛云和七星谷和九寒宫结成联盟，强势崛起。年轻人总归有几分盛气，对于那几位天才妖孽的死，我也感到很惋惜。但是古星秘境已经关闭，一切事情就到此为止吧。范无节的心思果然敏锐，难怪在上一世，他能掌管万剑阁数百年，并将万剑阁推向巅峰。很好。来者何人？好大狗胆，竟敢无视我星辰古宗！滚！即斩杀阴阳九重境之人，你到底是何人？这股力量是黄意志。你是九寒宫公主叶雪长。滚出来吧！
天残控心石的控制果然被解除了，我倒是小看了你。回九寒宫后，有你好受的。九寒宫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古星秘境之行结束，所有天才妖孽都有所收获，想必诸位都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，不如返回圣星城休整吧。万阁主，你以为休整之后，我们就不会追究洛云的罪责了吗？古星秘境生死由天，亏你们还自称势力之主，归根结底，只不过是一群为求己利的无耻之辈罢了。大胆！方阁主，不管洛云如何辩解，人都是他杀的。根据六宗大比的规矩，在大比期间，他拥有绝对的特权。但大比之后，新仇旧恨，我和一众势力之主都会找洛云和万剑阁清算，这点可合乎规矩？古宗主，你这话……狂生，古宗主之言，一切都符合规矩。待六宗大比结束，我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希望如此。古星秘境之行就此结束，休整3日后，将举行六宗大比的排位赛，望诸位多多准备。师尊，古星秘境的事是古景天他们先动手的，人已经死了，总要给个交代的。洛云，那从今往后，云哥哥每天起床都会为我画眉吗？只要你不嫌弃我，这一生我都愿为你画眉。叶雪长返回九寒宫之后，刘香定会遭受更多的折磨，我绝不能让刘香再为我承受这些折磨，否则我何来资格说要保护刘香？不行，绝不能再拖下去了。我知道你现在处于休眠当中，想依靠侵染我的心神，让我变成剑魁。你的来历我并不清楚，但是你拥有的恐怖力量，我倒是很感兴趣。我有传奇古剑的剑灵护体，你的举动都只是无用功。我来这里是想跟你做一场交易，我让出一部分心神，任由你侵染，而你分出一部分力量供我驱使。这个交易，你可敢接受？
怎么回事？好恐怖的魔云，这股力量到底是从何而来？那一片魔云超凡脱俗，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认知，多半是来自古星秘境。今日之后，我会派出高手，日夜探索古星秘境，给诸位一个答复。就此散了吧，以大品为重。这次的古星秘境可真是太诡异了，3人身死，2人离去，天地突生异象，所有天才齐齐踏入阴阳之境，甚至叶雪长也亲临圣星城了。也不知道到底何人能摘得桂冠。来了。景安、穆昭，今日你们务必要全力以赴，为七星谷赢得荣耀。是。拥有人数优势并不代表什么，实力方才是关键所在。顾店主，你这话是何意？我只是想提醒副谷主罢了，擂台之上战力为尊，其他的小手段在这里毫无用处。一群无耻之辈，也敢如此嚣张！这2人的品行不正，众人皆知，但他们的实力却是不容小觑。狂生剑主，怎么不见落云剑主？他还在闭关吗？自返回圣星城后，我多次找过落云，但他一直闭关不出。洛云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哼，装神弄鬼。既然所有人都已经到齐，那排位赛就此开始吧。在第1轮资格赛中，共有7人晋级。第1之人由大罗金门和神霄殿商议后，决定林静轩轮空，直接列入4强。其余人选将以淘汰赛的形式进行，角逐魁首之位。第1轮对决，古天骄，你拥有最先的选择权。在古星秘境中，我遭到了不少算计，好几次险些殒命。现在，我势必要用胜利来洗刷羞辱。洛云，你滚出来吧！哼，看来第1场就是一场激烈之战。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绝望。狂妄！你若能杀我，那就杀吧，我等着。好。哼！杀！好恐怖的杀伐气息！古天骄居然把杀神九剑修炼到了圆满境界。神霄古筝，永镇长空。纵使有皇气护体，你仍是要死。
这怎么可能？仅仅过去3日，洛云怎么会强到这种地步？刚才那一剑，就算是阴阳5重之人也不敢接下吧？不好！我滚开！刚才谁说等着我来杀？小畜生，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。好啊，我等着。第1战，胜者洛云。洛云，已成功晋级4强，现在暂且退下吧。随后的对决根本没有半点意义。此次的排位赛，我必为魁首。谁想夺魁，便登台与我一战。放肆！6宗大比的规则，岂是你想改就改？必为魁首，这话真是笑煞旁人。我自认不如洛云，此战我放弃。我放弃，并不是因为同门之意。刚才那一剑太恐怖，我接不住。我同意狂生剑主的话，此战我也放弃。我放弃。你们，石云，你立刻登台。宗主，洛云的剑术霸道无匹，面对着神霄谷中的阵风之力，都能一剑轰落。以石云目前的境界，恐怕远不是洛云的对手。倘若我们星辰古宗不战而降，日后广大武者会怎么看待我们？倒不如上台一战，说不定还有机会。石云，登台吧！只要你还存有一口气，我们都能立即施救。父亲，景轩，这一战你避无可避。父亲，我知道，一切以宗门为重，但我和顾天骄的实力相仿，恐怕……为了能直接进入4强，我们付出了不少代价。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们都必须全力争取。你们2大势力的天才妖孽可以一起上，还等着做甚？立刻出手！来得好！此子乃真妖孽，万剑阁，他是要崛起了。破！这怎么？你逃得掉？快躲开！好险！没事吧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对他人下杀手，只因为我有杀他们的理由。而对于你，我并无杀心。有时候，为宗门做出牺牲，的确值得尊重。但你的命不属于柳家，也不属于星辰古宗，只属于你自己一人。倘若你一辈子都活在他人的命令之中，只会是一名可悲之人。石云，你没事吧？幸好你没事，不然我们星辰古宗
又将损失一名天才。洛云所说的可悲，应该就是如此吧。林门主，刚才林敬轩的举动，你要作何解释？你们两大势力的事，似乎不应该现在讨论吧？在刚才的排位赛中，3人弃权，3人败于我手。按照规定，6宗大比的魁首之位应当归我所有。洛云，这次的排位赛，你是最后的胜者。现在我宣布，6宗大比的魁首之位属于你一人。此战赢得漂亮，魁首之位果然非你莫属。恭喜洛云剑主。阁主，按照历届6宗大比的规定，排位赛结束之后，各宗需要商讨修炼资源的分配。我没有半点兴趣。这3日我需要闭关静修，一切事宜都交给阁主分配。洛云，修炼资源的分配本就不需要洛云剑主参与，他激战数场，应该有所收获，立即闭关静修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此话说得不错。接下来的3日，诸位都在上星城好好休息，资源分配的事儿不急，倒是古宗主和林宗主的事情。此话用不着范阁主提醒。是萧剑主，今天楚香云桀骜不驯，竟然当众指挥阁主，这么一个借题发挥的好机会被你阻拦了，你什么意思？秋末剑主，你难道忘了，我们万剑阁存在着一个诅咒？所有绝世天才，不过20岁都会莫名其妙的夭折。你现在黔驴技穷，想要寄托那莫须有的诅咒，太可笑了。莫须有？我问你，这些天才一旦成长起来，必定超过涅槃。而且，为何范无节自统摄万剑阁以来，阁内就从未出现过争端，更无篡位之事发生？自然是阁主。难道这诅咒不过是范无节的小手段而已？此人看似温文尔雅，但实则心胸狭隘。但凡万剑阁出现天才人物，他都会疯狂压榨其作用，然后暗中出手，将其灭杀。范无节不惜余力地培养他和百里狂生，是为了征战6宗大比，为他谋取修炼资源。此时作用已经达成，而现在星辰古宗、大罗金门以及神霄殿，他们都要洛云死。对范无节来说，洛云迟早都要死在他的手上，还不如现在就将其诛杀，平息3大势力的怒火。所以，涅槃3劫的范无节，能让洛云活着回万剑阁吗？很好，只有他一人。洛云，看你这次帮我拿了魁首的份上，这次我就出一剑了结你吧。范阁主，你总算是出现了，我等的都快睡着了。你是何人？我是何人并不重要，你只需知道，我是为杀人而来。大言不惭的家伙！就凭你，
也想杀我？死！怎么可能？涅槃三劫，万剑阁之主就这点实力？6阶涅槃。6阶涅槃，莫非此人是洛云请来的帮手？不对，6阶涅槃强者已是北荒域的巅峰强者，洛云怎么可能认识如此强者？前辈，你我从未见过，不知是否有什么误会？我本是一名散修，昨日路过万剑阁，却见群峰坍塌，灵脉溃散。我很好奇，被誉为北荒域6大势力的万剑阁，怎么会变得如此不堪？所以就来了圣星城。没想到堂堂万剑阁的剑主实力如此之弱，也难怪会把宗门经营得如此不堪。前辈，你刚才的话可是不假？我堂堂6阶涅槃强者，岂会欺骗你？本来我并不想杀你，但你之前的霸道言语已经激怒我了。所以，你去死吧！这家伙逃的倒是挺快。范无劫不过3阶涅槃，为何不直接将其灭杀掉，反而故意透露万剑阁的情况，引他离开圣星城？让他离开圣星城，是为了让我方便布局。况且，他统摄万剑阁多年，底牌何其丰厚。如果他执意要逃，就算是令前辈你，也很难杀死。这倒是实话。其他人的情况如何？昨夜你的父母已经重聚，两人相见之时，洛兰那小妮子都哭了。幸好楚虎那家伙不在场，否则也免不了一顿鼻涕泪水。虽说洛星渊已经无人踏足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你们仍要小心行事。好。有事？以你现在的实力，还未能完全掌控那股黑洞力量，以后出手时务必要谨慎。多谢令前辈提醒。转折数月，第一步终于踏了出去，现在是时候走出第2步了。阁主怎么还未到来？再等等。洛云剑主，诸位，请听我一言。刚才我去了阁主庭院一趟，发现庭院空无一人。而据圣星城的守城将士所言，昨夜时分，阁主便离开了圣星城，朝着万剑阁所在的位置奔去。阁主返回万剑阁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至于资源分配，我建议暂时由我一人主管。分配资源的机会本就是由洛云剑主争取而来，由他主管也是理所当然之事。我也赞成洛云剑主的提议。洛云剑主年纪尚浅，我觉得此事还是等阁主返回圣星城后再做定夺。没错，
由阁主统摄，总归会好点。如果在这3日内，阁主都并未返回圣星城，这资源分配的事宜该如何处理？资源分配关系万剑阁的兴衰发展，你们处处阻挠，是何居心？况且今日之事，大部分长老和剑主都已经同意。若你们还有异议，那就按万剑阁的门规，擂台上见定夺。既然2位并无异议，那此事就这样决定了。散会吧。阁主的突然离开，一定有什么问题。昨天他还不愿意插手资源分配之事，今日却当着所有人的面主动负责资源分配的事宜，俨然如同一阁之主。如此转变，未免也太快了。莫非范无节和洛云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？不确定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指望范无节帮助我们除掉洛云，恐怕有些不现实了。现在，唯一能依仗的就是柳问天了。我们有要事要和刘老家主商谈，还望通报一声。爷爷还在闭关前修，2位剑主先回吧。待他出关之后，我会为你们通报。刘老家主，赤霄剑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常赤霄和秦秋墨求见。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打扰我爷爷前修！我深夜到来，的确有要事相商。若你还要阻拦，就别怪我出手无情。住手！爷爷，见过刘老家主。柳问天。见过刘老家主。爷爷，都进来吧。多谢刘老家主。小小薄礼，还望刘老家主收下。2位剑主深夜到来，有何要事，直说便可。爷爷，诗韵先回房修炼了。有什么事就直说吧。既然刘老家主如此豪爽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我希望刘老家主能看在当年的情分上，破例出手，帮我取下洛云的项上人头。我虽闭关静修，但也知道洛云乃是此次6宗大比的魁首。按照6大势力定下的规则，任何人不得对他出手，我无能为力。只要此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，
不留下丝毫证据。而且，刘老家主，您只需负责出手灭杀洛云，其余之事不劳您费心。此事我无能为力，你们两人请回吧。刘老家主，洛云不过阴阳一宠，而您早已进入涅槃之境，要杀他，不过是翻手覆掌之事。刘老家主，我刚才也说了，希望你能看在当年的情分上，破例出手一回。当年令女为摆脱联姻，暗逃到万剑阁，是我将她的行踪告知于你，这份情你可还记得？令女在万剑阁的那段时间中，也是由我牵红引线，撮合她和范无节之子，从而帮你挽回的尴尬脸面，这份情你又是否记得？倘若这两件事刘老家主都不记得，那架空流云皇朝，活捉楚星辰和那个孽种，这一份情你总不会忘记吧？之后我也多次利用职务之便，跟柳家多次私下交换资源，帮助柳家迅速崛起。今日我只想取洛云的项上人头，莫非刘老家主仍不愿答应？你在威胁我？我只是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，请刘老家主帮这一个忙。老朋友？当年我为了振兴柳家，被权力蒙蔽了双眼，才会做出一件又一件的荒谬之事。但我知道，梦妍已经嫁夫生子，生活圆满之后，本想既往不咎。是范无节和古繁星放不下这段恩怨，让我强行带回了梦妍。因为这件事，这18年来，我和梦妍形同陌路，而我也因为当年犯下的罪孽，终日隐居于此。你帮了我的忙是不争的事实，但归根结底，你只是为了权力，为了自己罢了。刘老家主，两位请吧。人刚走，你这小妮子就过来凑热闹？那两人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怕爷爷你上当受骗。是吗？话说回来，爷爷，他们深夜来访，到底所为何事？他们想让我出手，暗中取下洛云的项上人头。什么？为谋私利，同门相残，这两人简直是禽兽不如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拒绝他们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洛云毕竟是你的心上人。什么心上人？这2天来，你这小妮子嘴里多次念叨着洛云的名字，你还真以为我这糟老头子老眼昏花不成？爷爷，不管以后你如何选择，爷爷都会支持你。毕竟，当年我已经错了一次，无论如何也不想再错一次。这礼物你明日亲自送回给常赤霄。好。这图文怎么跟护宗大阵如此相似？爷爷，诗韵，你立即前往城中，让宗主连夜召集大家族的族长，速来平心阁一趟，就说我有10万火急的大事商议，还愣着做甚？快去！哦。没想到，堂堂涅槃强者，连一名小辈都不敢动手。他不愿意动手，大可以去找别人。我们甚至可以拿出万剑阁的心秘，跟顾玄风和林元离交易。此事恐怕不妥吧？只要做得缜密些，没有人会发现。反正横竖都是一死。那好。你我明日就去找顾玄风和林元离。为了个人私利，连宗门都胆敢出卖，范无节还真是养了2头白眼狼。只可惜，你们2人恐怕等不到明天了。
洛云，你们两人跟我有仇，想杀我，却没想到你们居然连万剑阁都敢出卖。此物名为锁空灵网，是神霄殿的至宝之一，连涅槃境强者都能阻拦。洛云，你别欺人太甚！难道你以为你能随意虐杀我们不成？一起出手！哦，阴阳4重境。好快！洛云明明没有动用那把诡异重剑，为何他这一剑的威能还是如此强横？此子妖孽，统修光暗2大剑意，但相比之下，此刻的他并算不得强横无匹。我们还有一丝机会。啊！洛云什么时候拥有了如此诡异的神通？不过是侥幸胜了半场，居然胆敢如此嚣张，真是愚蠢至极！这是赤霄秘法，强行提升到了阴阳6重境界。这一剑，我看你如何抵挡！好恐怖的火焰威能！或许这一剑真的能灭杀洛云。准备等死！这是此物名为万星古图，来自星辰仙门，乃是一件绝品黄器。虽说以我现在的修为，还无法发挥出黄器的真正威力，但要挡下你的攻势，并不算是一件难事。赤霄剑主，你的灵海碎了。斩空剑，没错，是我亲手从长命阳手中夺来的，人也是我杀的，秦空和秦秀也是死在我的剑下。洛云，你好残忍！你我虽然有仇恨，但何必赶尽杀绝？
在暴风雨来临前，天地往往都处于宁静之中，对即将到来的毁灭无一丝一毫所知。眼下之情，想必就是所谓的宁静吧。但从此刻开始，代表着毁灭的暴风雨即将到来。星光出现之地，似乎是宝库的方向。库之事调查的如何？经查验，星辰宝库内的所有修炼资源，包括3000套星文铠，全被搜刮一空，一物都未曾留下。我们已经彻查了整座星辰宝库，并没有发现丝毫破坏的痕迹。以我的看法，盗窃之人必定对护宗大阵尤为熟悉。换言之，盗窃之人就在你我其中。宝库出现异象之时，我们都在检查大阵，并且研究黑色卷轴，怎么可能暗中行窃？再说了，如果没有涅槃境的实力，即便能避开我们的查探，我觉得行窃之人应该是范无劫。从黑色卷轴中得知，万剑阁已经掌握了护宗大阵的缺漏。既能无视护宗大阵，又能躲避我们所有人的查探，除了隐匿在暗处的范无劫之外，又还会是何人？宗主，此事你有何想法？宝库被盗之事，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出自范无劫之手，但黑色卷轴的出现，星辰宝库被盗，长赤霄和秦秋墨的离奇之死，所有矛头也都纷纷指向了范无劫。至此，我以宗主身份向在座诸位发号施令，从今日开始，暗中集结各大家族之精英，齐聚圣星城。3日后，兵伐万剑阁。啊！您好诡异的力量，不在无形之中，也不在天地之内。以阴阳强者灵魂纳入黑洞深处，并投以海量的修炼资源，便能凝塑出黑洞剑奴，不死不灭，无灵无实。
失败了吗？贱奴，遵听主人差遣。起来吧。不错，阴阳一宠，不知道这贱奴的战力如何？听着，你立刻施展出全力与我一战。是。陨山，退，够了，就此停止吧。目前实力相当于普通的阴阳一宠之人，但由于没有痛觉、不惧生死的缘故，实战能力更强，无限接近阴阳二宠之人。万剑阁和星辰古宗之间即将一战，我也能收集到更多的阴阳灵魂。这两大宗门之后，还有大罗金门和神霄殿。剑奴越多，我的实力也就越强。在不久的将来，我就能挥军北上，强占九寒宫。刘翔，你我重逢的日子不会太远，你一定要等我。师尊，伤势都康复了，多谢师尊的关心。徒儿体内虽残存些许暗伤，但应该并无大碍。倘若我没有猜错，打伤你的人，应该是传说中的星辰仙主，同时，也是他出手，帮水流香解除了天残控心石的控制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从今日开始，你立即闭关，全力恢复暗伤，并且顺势提升修为境界，莫要浪费了古星秘境内的感悟。古星秘境，古星秘境。只要能换你平安无恙，区区一条性命，不要又何妨？怎么？你还有事？徒儿刚才走神了，还望师尊恕罪。我这就前往修炼密室。冰心绝情诀传承于星辰仙门，共有10重，每修成1重，情感就会消失1分，10重圆满，你就将彻底绝情灭意。之前你只修炼到了第2层，从今日开始，你便全力修炼冰心绝情诀，未到10层，禁止出关。你拥有9寒绝脉，我不舍得杀你，但你的亲人好友乃至夫君，对我来说却没有半点意义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我的意思。此次6宗大比，洛云获得魁首，所以在随后的10年中，万剑阁都将成为6大势力之首，坐拥海量的修炼资源。这对万剑阁的好处极大，不仅能扩展宗域，还能培养更多的天才，百利而无一害。怎么回事？整一座万剑山死气沉沉的，毫无天地灵力。长青剑主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万剑阁怎会变得如此？
见过阁主。阁主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这几日发生的事，我随后再向你们解释。你们为何这么快归来？当日阁主突然离开了圣星城，所以洛云剑主决定由他来主管分配之事。但恰逢那日，星辰古宗突然下令让所有势力退离圣星城，资源分配之事也暂且延后。同时，长赤霄和秦秋墨两人失踪不见。至于洛云剑主和狂生剑主两人，则是说需要处理一些事，并未一同离开，我们便先行回来了。居然还有这事！我刚离开圣星城，星空城内就发生了异样，所有势力都要提前离开，连分配资源这等大事都要延后。而且长赤霄和秦秋墨忽然下落不明，洛云和百里狂生同时有事处理，这些事未免也太巧了。长赤霄和秦秋墨死了！啊！血法队何在？传我命令，血法队之人全员出动，立即封锁洛云所在的剑主峰。但凡跟洛云有关系之人，无论何人，一律当场擒拿。还愣着做甚？莫非要违抗我的命令不成？阁主，你是否在怀疑洛云剑主？自离开古星秘境之后，洛云的实力大增，所以我推测，洛云知道我离开圣星城后，就连夜诛杀了长赤霄和秦秋墨，而百里狂生不愿当场揭穿，所以同样没有返回。阁主，洛云剑主夺得6宗大比的魁首，为万剑阁赢得无尽荣耀。现在他还未归来，我们就多番猜疑，有所不妥吧？此事还有很多疑点，不妨等洛云剑主归来再一并讨论，如何？洛云是传功一脉之人，你们自然会偏袒洛云。依我的看法，这件事你们传功一脉都需要避嫌，免得扰乱了阁主的判断。祁阳辰，你并未前往星空城，有何资格说话？一众剑主为了一个洛云，竟当众嘲讽谩骂，成何体统？是。洛云是你们传功一脉之人，所以这件事有定论之前，你们不得参与。其余人等，随我前往万剑殿。见过阁主。他们8人竟然全都进入了天灵层次，而且除下清城外，其余7人都散发出一股玄又奇玄的剑道气息。剑意共鸣，已然演化了一方剑道天地。看来我远远低估了洛云的手段。你们8人如此镇定，想必也知道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了吧？虽说洛云夺得6宗大比的魁首之位，但他也因为个人恩怨，灭杀了长赤霄和秦秋墨。安门归理应当诛。你们这8人跟洛云关系匪浅，但乃是万剑阁弟子，我希望你们能联手捉拿洛云。弟子斗胆问一句，师尊灭杀了长赤霄和秦秋墨，你可有证据？大胆！你竟敢冒犯阁主！陆凌他若有冒犯，还望阁主海涵。只不过，阁主可有证据，证明师尊就是杀人凶手？据我所知，在圣星城的诸多高手之中，除了洛云，无人跟他们有所恩怨。
而我刚离开圣星城，常赤霄和秦秋墨就突然身死，同时洛云拒绝回万剑阁。此事你们觉得也是巧合吗？你们师从洛云，我也不怪你们偏袒于他。从此以后，你们8人便跟随我修炼吧。希望在我的指导之下，你们能明辨是非，不受到奸人的蛊惑。阁主所言的确不无道理，但这也只是推测而已。再者，千羽已经师从洛云，这一生除了洛云之外，不会再拜任何人为师。谢过阁主的好意。此女该不会是疯了吧？水千月之言也正是我的想法。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，又岂能随意更改？古语曰：“巾帼不让须眉。”看来此话不假。疯了！这些人一定是疯了。既然你们一定要证据，那好，在找到证据之前，你们就在万峰崖冷静一下吧。万峰崖，终日被刺骨无比的罡风笼罩，这罡风能穿透血肉，直接刮拉骨髓，常人根本无法忍受。既然阁主要惩戒于青瑶，那么我也甘愿接受这一惩戒。既然你们都不惧怕万峰崖，我们又何惧之有？就陪你们走一遭吧。弟子石浩，甘愿拜阁主为师。弟子石浩，甘愿拜阁主为师。石浩，枉我一直把你当成兄弟，你居然如此卑鄙！洛云为人本就阴险狡诈。在前往圣星城之前，他就多次说过，一定会杀了赤霄剑主和秋墨剑主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，居然为了自己的安危，陷师尊不义！石浩是洛云的亲传弟子，他所言又岂会有假？我念你们受人蛊惑的份上，便不再追究你们今日的无理举动，到万峰崖好好反省一番吧。石浩，弟子在。你能及时认清自己的身份，并指证洛云的罪行，难能可贵。从今日之后，你就是我的关门弟子。此时此刻的万剑阁遭受着众多劫难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振作起来，共度难关。师尊所言极是，奸人一除，只要渡过难关，万剑阁必当崛起。共度难关，万剑阁崛起。今日后，立刻派人监视石浩，还有传功一脉的4人也要派人监视，不得让他们踏出万剑阁半步。是。还有事？禀阁主，我记得在前往圣星城的时候，洛云并未跟我们一同前往，而是以历练为理由，独自一人离开。你说，盗走灵脉和修炼资源之人是洛云？这一座万剑山都笼罩在剑阵之中，莫说是洛云，即便是你，也无法强行硬闯。况且，在洛云离开万剑阁之时，我就在他身上种下了剑印，掌握他的行踪。而在他历练的这段时间，我并未感觉到他返回了万剑阁。还是阁主有先见之明。但自从洛云进入古星秘境后，这枚剑印就失去了效用，想必是古星秘境的天地异象将其破坏了。本以为洛云夺冠后，万剑阁就将迎来崛起之日，没想到短短几日间，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。无论如何，只要好好利用这10年时间，我们万剑阁依旧能够强势崛起。
深夜来访，还望老祖恕罪。无碍，自我创建万剑阁以来，我就独守剑冢，默默守护着万剑阁。但此次之事，连我也未能找到盗窃之人，连老祖都无法看破。难道说，盗窃之人是五皇强者？是否五皇强者，我不得而知。只不过，盗窃灵脉者是一头蟒蛇，通体漆黑，以灵脉为食，并且还能深化灵脉。但此蟒来头极大，我不敢杀之。对了，此次六宗大比的结果如何？我为何没有感觉到洛云和百里狂生的气息？回老祖，这次六宗大比，洛云和百里狂生双双突破到阴阳境界，洛云更是成功夺得了魁首之位。但六宗大比结束后，洛云恃才自傲，灭杀了2名剑主，并且出言蛊惑了百里狂生，两人畏罪潜逃了。竟有这事！自从重铸传奇古剑之后，我就在不断寻找合适的传承者。数十年来，万剑阁涌现出不少天才，但全都不得善终。难得出现洛云和百里狂生，这两人却畏罪潜逃。此次六宗大比让万剑阁拥有了分配资源的权利，我定会培养出天才妖孽，让老祖尽快找到合适的继承之人。此事交由你处理，我很是放心。不过，你依旧要多多留意洛云，不可就此放弃。那是当然。堂堂千年剑灵，每天惶惶不可终日。懦夫！自重铸传奇古剑之后，表面上你是在不断寻找合适的传承之人，但实际上只不过是畏惧仇家，找一个替死鬼罢了。愚蠢如你，居然还以为我会勤勤恳恳出力，可笑至极。不过今日剑灵居然多次强调了洛云，看来光是抹黑此人仍是不够，最好能将他诛杀掉，绝了他的妄想。具体情况如何？经过2日整顿，星辰古宗的所有精英都已经集结完毕，总计可达13万人，其中涅槃境2人，阴阳境18人，天灵境4500人，其余都为地灵境界。既然集结完毕，那便出发吧。诸位，为了家族，也为了星辰古宗，就此出发吧，向万剑阁讨一个公道。动身！13万高手，看来古繁星对万剑阁的恨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，这倒是让我省去不少的麻烦。你小子可算是来了，整整3日没有半点消息。如果你再不来，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意外。这3日，我要密切关注星辰古宗的举动，倒是疏忽了这一点。啊，云儿，楚大哥，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，便进入地灵7重，好快的修炼速度。当日我苏醒过来后，
9星睡莲武灵晋升至7品层次。莫伯伯还说，再过1个月时间，我就能冲击天灵境界了。以洛兰的天资，冲击天灵之境，并不算困难，但也绝不可粗心大意。他竟然到了阴阳境，原来他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走了那么远。少主，你的修为……短短1个月时间，未满20之灵就踏入了阴阳层次，你可真是妖孽。关于修为的事，我暂且不谈，先商量正事吧。在齐天峰之时，我让你们集结力量，趁着6宗大比之际，暗中潜入星空城。此刻，所有势力都撤出了星空城，正是我们动手的绝佳时机。只不过，计划要有所改变。洛星渊位于圣星城深处，此地虽偏僻，但所在的位置却极为特殊，乃是护宗大阵的阵眼齐聚之地。换言之，如果我要彻底脱困，就必须强行破开这些阵眼。没错，星辰古宗的护宗大阵来源于万星古阵，虽残缺不堪，但破除难度极大，必须集合众人之力。母亲，这条地缝是洛星渊的中央之地，你必须留在此地。一旦出现裂痕，就全力催动灾祸天诛，强行湮灭中央阵眼。东面大阵虽少，但威压最为强横，就交由令前辈你负责。好。南面大阵最为密集，要想一举冲破，必须借助极煞战阵的冲锋之力。这一方位，唯有敬天君能胜任。这3000套星文铠乃必须之物，务必要保存战力，一人都不能折损。西面就交由莫前辈，以你的灵阵阅历，要破出这一阵眼，难度并不大。看来云儿已经长大了，哪怕没有我们，也能翱翔于空。那北面，交给我吧。不行，北面是直面着整一座圣星城，到那时，你不仅要破除阵眼，还要面对着无数的高手强者，太危险了。我拥有黑洞重剑，破除阵眼并不是难事，自然有余力应付圣星城的众多高手。母亲不必担心。动身。这才是太虚噬灵蟒的真身。经过1个月的疯狂吞噬，他的修为已经突破了阴阳之谷，成功进入阴阳之境。破除阵眼一事难度极大，必须借由你的帮助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动手吧。不愧是传说中的神兽，仅阴阳境界就能掌控空间之力。不知小魂苏醒之后，是否也会觉醒天赋神通？狂妄！护宗大阵传承数千年，连涅槃境强者都能够诛杀，他仅一人就来破护宗大阵，纯粹找死！这破阵之人怎么如此眼熟？白衣重剑，好像是万剑阁的洛云。洛云剑主，你这是作甚？天灵9重天，洛云，
护宗大阵是星辰古宗之根本，任何人都不得破坏。你的修为强悍，但我们毫不惧你。现在给你3息时间，立即滚离星辰古宗。你杀了少宗主，扰乱古宗安宁，现在又妄想破阵。倘若你落到我们手中，必定会让你生不如死，后悔来到这世上。愚蠢！啊！这怎么可能？你们2人早已死去，不可能还活在世上。云儿的手段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的认知范围。在下柳晨乃柳家之长老，还望3位停手，听老朽一言。北荒域6大势力中，星辰古宗最为古老。这座护宗大阵传承于星辰仙门，阵眼化星，数目可达万千之数，连涅槃境强者都能够强行诛杀掉。我奉劝一句，束手就擒吧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死到临头了，居然还如此猖狂！实话告诉你们吧，不久前我们星辰古宗已经聚集所有强者朝万剑阁奔去，再过不久，万剑阁将彻底不复存在，而你们终究会被我星辰古宗所奴役。你们似乎搞错了吧？万剑阁的声名，星辰古宗的耻辱，这些我从未在意过。相反的，2大宗门拼得越是凶悍，对我就越为有利。给我破！此次真的只有阴阳异重的修为吗？这剑光好生恐怖，区区攻势就想破坏护宗大阵，根本是痴人说梦。你确定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到底？难道说？柳梦烟？竟然是10几年前被关押在洛星渊最深处的星辰古宗第1美女柳梦烟。18年了，我终于离开了洛星渊，重新站立于天地之间。母亲，你没事吧？母亲，楚星辰，不可能！早在18年前你就已经死了。还有你名为洛云，乃是万剑阁之剑主，怎么可能唤柳梦烟为母亲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既是洛云，也是楚行云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楚行云，楚行云不过是一个边陲小城的野种而已，怎么可能？柳晨，许久未见了。柳梦烟，纵使你脱困而出，又能如何？你们仅有5人，而整座圣星城的武者何其之多！待各大家族武者齐聚于此，看你们还能泛起什么浪花！就凭你们这些杂牌军，也敢这般狂妄，笑煞我也！
会有如此恐怖的军队？这护宗大阵，居然这般简单就破除开来，真是无趣。涅槃境强者，比这涅槃3重天的老宗主都要强。不辱使命。一具具灵魁，也好生恐怖。最前方的18尊，居然散发出天灵气息，而且还达到了天灵9重。灵魁也能如此强横，其余人也都达到了至少天灵境修为。最重要的是，那操控雷电的老者，竟然达到了涅槃之境。这些人果然还是如当年那般，所行所举都只为个人利益。这就是存在了数千年的星辰古宗，还真是令人不堪。母亲放心，这些人一个都休想离开圣星城。竟然比护宗大阵还要玄妙晦涩。母亲，现在的圣星城被万星古灵土所镇封住，任何人都无法离开。稍后我会传授你控制之法，母亲大可以利用护宗大阵来逐一清扫卑鄙无耻之人，尤其是参与当年之事的人，更是不能放过。云儿，你不留在圣星城？好戏还未上演，我又岂能留在圣星城？话说，现在我们灵力被封，是否也会变成枯骨，永远都无法离开这里啊？放心吧，师尊定会救我们出去，他绝不会放弃我们。常赤霄和秦秋墨两人掌控内务一脉多年，亏空无数资源，恶事做尽，他们根本是死有余辜。可惜啊，阁主只想巩固自己的地位，根本不在乎万剑阁的发展。经历了1天1夜的罡风透骨，你们居然还有力气说话，真不愧是我的好同门啊！哼，哼，就你这种忘恩负义之人，也配称我们为同门，真是恬不知耻！我10号的为人，一心只追求武道巅峰。当日我拜洛云为师，就是为了习得剑典；而昨日，我也是为了能更好的修炼，这才拜入阁主门下。如此举动，也能算是忘恩负义？可笑！你无需拿武道为借口来掩饰你的卑鄙举动。常赤霄和秦秋墨两人，起码还会为了家族，为了子嗣。像你这样的人，为了眼前利益，恐怕连最亲密之人都可以出卖吧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事实可以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，而你们大错特错。他们几个人竟然还认洛云为师尊，真的是罪该万死。就是，要不是因为洛云杀了内务一脉的剑主，我们万剑阁岂会沦落到如此地步？10号，你到底要玩什么花招？或许你们不知道，昨日师尊已经将外门的统摄之权全部交予到了我的手上。至于我想做什么，你们稍后便知。
想必大家都知道，昔日的外门之主洛云，乃卑鄙无耻之人。他不仅杀戮无数，还收下无数门徒，搞得外门乌烟瘴气。今日，我以外门之主的身份肃清外门风气。洛云暗杀剑主的罪责，你们这些门徒同样需要背负。不过，念在你们是初犯，只要愿意脱离洛云门下，帮我统摄外门事宜，我就饶恕你们。倘若有表现杰出之人，甚至帮你们成为内门弟子。进入内门，那我不是能享受更好的修炼资源？好一个肃清外门风气，你根本就是想利用职权强行收拢人心，跟长治萧和秦秋墨有什么区别？所谓罪责，全凭你一人之言。你这个外门之主还真是儿戏。至于那些不愿脱离洛云门下之人，杀无赦。你们二人是否愿意脱离洛云门下，拜我为师？既然有所犹豫，那便是甘愿继续拥护洛云。你们二人死！石浩，你这个畜生！我刚才说过，不愿脱离洛云门下，严重者杀无赦。这二人，我觉得死有余辜，所以杀就杀了。我愿意脱离洛云门下，拜您为师尊。不错，你做出了最为正确的决定。石浩，如果你还是个男人，就与我堂堂正正一战。以权势杀人，无异于懦夫。你不过是一名阶下囚，而我，则是高高在上的外门之主。你也有资格挑战我。要我不继续屠杀这些人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只要你们愿意交出剑典，我就不再难为他们。剑典？难怪你要把我们带来这里，原来你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剑典，为了七星剑阵。不然呢？你以为阁主为什么会留你们的狗命？哼！你们什么时候想通了，我就立刻停手。石浩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无视执法一脉，滥用私刑！我乃外门之主，我的一切言行举止都受命于阁主。你一名执法弟子，有何资格说三道四？按万剑阁门规所言，即便是阁主下达的命令，最后也要遵从执法一脉的判决。再者，宁乐凡和陆清玄全都是内门弟子，你无权处置。你如果越俎代庖，纵使你身为外门之主，也必须按门规处置。放肆！我奉阁主之命办事，一切刑罚都必须让道。更何况，我记得你曾帮洛云调查过不少案子，你这样突然出言，恐怕有偏帮宁乐凡等人的嫌疑。你这是威胁我！我陆行身为执法弟子，一言一行皆为刑法，违者一律处以极刑。就凭你也敢对我动手？哼！我为何不敢？血雾之形！下一剑，必死无疑！下一剑，必死无疑！负刑，石浩的所言所行皆是阁主之命，
这样未免有所不妥吧？我的所言所行，只为遵从门规刑法。事后滥用私刑，并出言威胁于我，我将他就地格杀，又有何不可？就算阁主亲临此地，我也依旧会动手。大胆陆行，你竟敢无视阁主！给我闭嘴！万剑阁大小事宜皆由执法一脉决断，这点毋庸置疑。但石浩确实听命于阁主，更是为了整顿万剑阁。以我所看，石浩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吧。现在外门之事尚未处理完毕，你不妨稍待片刻，等会儿交由执法一脉处置。现在我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愿意脱离落云门下，拜我为师者，能免除一切罪责；不愿意脱离落云门下，按门规将被收押入万峰崖，遭受罡风刮骨之苦。你们前途无量，没必要为了一个背信弃义的落云，白白葬送了性命。我出身清贫，若非落云剑主之恩泽，我现在仍是默默无闻之辈。无论他是否暗杀了常赤霄和秦秋墨，我都会继续拥护。滴水之恩，自当涌泉相报。常赤霄和秦秋墨两人本就该死，真正背信弃义之人，绝非是他。哼！一群愚蠢之辈！外门之事已经处理完毕，这800人就请你押入万峰崖了。阁主曾下令，入万峰崖之人，如果没有他的命令，绝不可离开半步。我乃是执法弟子，刑法之事还轮不到杨晨剑主来知道。这一次算你好运，倘若你胆敢再次触犯刑法，我定会亲自取你狗命。杨晨剑主，陆行只不过是一名执法弟子，你我为何要惧他？蠢货！陆行是范无尘的亲传弟子，更是血衣卫的执掌者。现在万剑阁处于虚弱中，阁主亲授刑法之事，一切都交由陆行处理。你居然还敢说他只是一名区区的执法弟子？再者，押解宁乐凡7人离开万峰崖，这似乎不是阁主的命令吧？阁主让我逼问出间谍的法门，为了完成任务，我才不得已将那7人押出万峰崖。我希望你能清楚明白自己的身份，你这个所谓的外门之主，只不过是洛云的替代品而已。现在立刻安排这些人处理外门事宜，让整个外门重新运转。洛云，又是洛云！倘若有机会，我定要手刃此人，让天下人知道，我石浩也是千年不遇的剑道天才，绝不是洛云的替代品。刚才的事，多谢你了。你们不要误会了，我刚才所做的一切举动，都只是按刑法办事。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，不必因此感到愧疚。如果不是你恪守刑法，现在的万剑阁恐怕更加混乱。你做的没错，错的是那些贪图利益之辈。或许吧，只可惜以我现在的实力，根本无法肃清万剑阁的混乱局面。倘若能从头来过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从昨日开始，我便命人前往各大皇朝，竭力征收和挖掘灵脉，用不了多久就能将灵脉带回万剑阁。经过这几日的安抚，内外两门弟子的情绪都平稳了下来。至于灵脉和修炼资源的失窃之事，仍在调查之中。石浩，落云门徒之事，你处理的情况如何？启禀师尊，落云门下的门徒已经被我彻底瓦解，其中有6人诚心投靠在我门下，
至于其余人，则在陆行的安排下被押入了万峰崖，并由他亲自看守。既然如此，你务必要好好利用这些外门弟子。至于陆行，既然他想看守万峰崖，那就随他去吧。是。对了，剑典之事处理得如何？那几人嘴硬，迟迟不肯交出剑典，但请师尊放心，我一定不负您的期望。阁主，洛云隶属传功一脉，他的叛逃必定跟云长青等人有所关系。我建议继续孤立传功一脉，并且安排暗子进入剑主峰搜查情报。杨晨剑主此话有理，传功一脉的4位剑主确实应该孤立。好，此事我就交由你去办吧。谢阁主。启禀阁主，在山门之外突然出现了一支庞大的队伍，似乎是星辰古宗之人。约莫有多少人？以属下的经验，怕是不在10万之下。而且，他们正朝万剑阁急速奔来。按他们的速度，还有多久能抵达万剑阁？2息时间。那是柳问天，他不是终日闭关苦修吗？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2大涅槃强者到来，18阴阳强者到来，身后的10万余人，也全都是精锐中的精锐。难道说星辰古宗发生了什么大事？6宗大比中，洛云杀死了古景天，莫非他们是寻仇而来？2位今日到来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范阁主，你这些装模作样的举动就免了吧。古宗主，你这话是何意？何意？范无节，你暗中锻造破阵之器，企图攻破圣星城的阴谋诡计，我们已经知晓得一清二楚。如今，如果你愿意交出破阵之器，或许还能聊下去；若是不愿，那我倒要看看，你们万剑阁的万剑大阵能否挡住我13万大军的冲锋。古宗主，这里是否有什么误会？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切证据，纵使你舌战莲花，终究也是徒劳。范无节，你可认得此物？我从未见过此物。范阁主的演技果然精湛，不过，既然阴谋已经被彻底揭穿，继续装傻只会显得愚蠢不堪。古宗主，你手中的黑色卷轴可否借我一看？怎么，你还想毁灭证据？多谢。这是对星辰古宗的护宗大阵，上面记录着护宗大阵的详细阵言所在，并且标注出了灵阵之缺漏。能绘画出卷轴之人，必定是灵阵宗师。岂有此理！这简直就是胡编乱造。古宗主，这张卷轴并非出自万剑阁，上面所说的破阵之器，我更是从未知晓。这一张卷轴是由常赤霄和秦秋墨亲手送来，这2人是内务一脉的执掌者，更是范阁主的心腹。现在范阁主却说从不知晓黑色卷轴的存在，是觉得我等愚蠢至极吗？常赤霄和秦秋墨，或许你们并不知道，常赤霄和秦秋墨2人已经死于洛云之手。这张卷轴的真伪与否，根本无从判断。当初
常赤霄和秦秋墨连夜到来，以这张卷轴作为见面礼，恳求我出手杀了洛云。此卷轴绝不可能作假。再者，他们赠予此物之后就遭人杀害，而且经过我的仔细检查，灭杀他们之人并非洛云，而是你，范无节。哼！据我所知，穷极整个北荒域，拥有如此剑意之人，唯有你一人。以剑意来判断出手之人，实在让我难以苟同。但你也无法证明你不是出手之人。我们目的很是简单，只为验证黑色卷轴的真伪。所以，我希望范阁主可以让我们进入万剑阁彻底搜查。我堂堂万剑阁，岂能由得你们胡来？六宗大比后，我万剑阁便是六宗之首。凭你们的一番推测，就想彻底搜查万剑阁，我万剑阁的声名往哪儿放？倘若你们不愿接受搜查，那就证明心中有鬼。直接开战吧，以实力说话。我万剑阁屹立1000年，不惧怕任何人。士可杀，不可辱。我同意古宗主的提议。万剑阁和星辰古宗素来交好，我不愿引起纷争。既然古宗主执意要搜查，那我也不再阻拦，请吧。阁主，宗主会不会有诈？先等待结果吧。启禀宗主，万剑阁之内的确藏有破阵之气。禀宗主，我在玄剑谷也有所收获。百器殿内也存有破阵之气。如此结果，古宗主可还满意？哼，范无节，现在一切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整件事的起因来自那张黑色卷轴。如果万剑阁真的想诛灭星辰古宗，那我为何要在圣星城内出手？又为何会诛杀2人之后，还将这些破阵之气留在万剑阁？确实，这一切发生得太顺利了，而且所有的事情都源于这张黑色卷轴，后面的举动也仅仅是猜想。依我所看，这一张黑色卷轴乃是有人暗中布下的棋子，目的就是挑起仇恨，让2大宗门自相残杀。这一切都是阴谋。这一切都是阴谋。范无节，万剑阁和星辰古宗，皆是北荒的6大势力。试问，何人敢同时算计2大势力？这一切只是你的猜测罢了。柳家主说的没错，这些都是我的猜测，但你们的行为举止何尝不是猜测？刘老，此事你有何看法？范无节所说的颇有道理，这一切发生的太巧了。2宗的僵持局面都源自这张黑色卷轴，但这张黑色卷轴的真伪根本无从鉴定。古宗主，现在我们无法判断黑色卷轴的真伪，但无论如何，2大宗门都不应该兵戎相见，因而我希望你先行返回圣星城，
好好思索整一件事，不管你有任何疑惑，我都会敞开大门欢迎你前来询问。此事我们确实过于急促了，还是先行返回圣星城吧。众人听令，就此返回圣星城。啊！多谢古宗主。诸位，此事需要从长计议，我们暂且返回圣星城吧。楚小子，你为了挑拨万剑阁和星辰古宗的仇恨，暗中布下了一环环计谋，但要想算计两大宗门，有些勉强啊。范无节和古繁星都是一宗之主，而柳问天也不是等闲之辈，他们未必不能看出这些布局的端倪。两位前辈此言在理，倘若古繁星和柳问天静下心来，能很轻易地看出端倪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此时星辰古宗已经撤离万剑阁，准备返回圣星城。那岂不是白费功夫？少主，莫非你还有后招？你们可还记得，我使用万星蛊图镇压圣星城的时候，仅仅只是镇压了内城。对于外城，我连飞行灵兽都为诛灭。此事和布局有何关联？柳问天和古繁星现在是靠着黑色卷轴推测万剑阁想诛灭星辰古宗，所以我留下了宝贵的人证，亲自说给他们听。此事疑点重重，在未有确凿证据之前，绝对不能再轻举妄动。没错，这一次我们处理得过于冒进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也不能排除万剑阁的嫌疑。以范无节的城府和手段，极有可能是虚晃一手。金陵星光鹰。父亲，时运，你怎么会在此处？昨日护宗大阵被破，万星陨落，天地震荡，不知有多少人死去。整一座圣星城已经处于风雨之中，若非我逃窜及时，恐怕已经死于非命。可恶！他竟然利用黑色卷轴引起我们的愤怒，骗我们离开圣星城，然后派人破开护宗大阵，碎引葫芦。范无节，你可真是厉害！所有人听令，立地结阵，随我杀向万剑阁，以血还血，以命偿命。关于黑色卷轴一事，就交由执法一脉去处理吧。阁主放心，此事我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阁主，我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直说便可。阁主，此人不仅杀灭了常世霄和秦秋末，还将所谓的破阵之气私藏在了剑阁各处，可见此人实力强横，又深知剑阁心秘。我思前想后，唯有洛云一人满足。绝无可能。卷轴上明确绘画出了护宗大阵的破绽之处，如此手法，连我都无法做到。区区一个洛云，何德何能？再者，洛云决然无法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走所有修炼资源，除非他的实力远超于我。
是我疏于考虑了。怎么回事？启禀阁主，星辰古宗又杀回来了。此时他们正在不断破除剑阵，要强行冲杀进来。这绝不可能！星辰古宗。刘问天和古繁星明明说了要返回圣星城，为何会突然返回？难道说，他们只为让我们放松警惕？刘问天、古繁星，你们居然敢出言蒙骗我们！难道你们真的要挑起两宗之战？全力冲锋，一举攻破万剑山！众人听令，立即集结所有弟子，平息剑阁之乱。内门3000天灵弟子凝聚万剑大阵，阻拦星辰古宗的冲锋。此地乃万剑山，万剑阁之起源地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星辰古宗如何挡下无坚不摧的万剑大阵。3000剑气，起！小心！三千剑气，现！故弄玄虚！3000剑气早已经不在密库之内了。什么？当日，那神秘强者在万剑阁大肆掠夺，我也是在许久之后才发现，3000剑气也被盗走。3000剑气蕴含玄妙阵纹，就算有人能够出手盗走，也势必会引来剑阵之共鸣，怎么会毫无声息？感谢万剑阁所赠，不久后我必会再度前来。夺我剑阁之物，还敢口出狂言！如若不将你剥皮拆骨，我誓不为人！这是星辰古宗的28星宿灵阵，倘若一味向前冲杀，只会被万千星光围困灭杀。为了避免死伤，必须让所有万剑阁弟子后撤。
以剑阵为根基，抵挡星光的侵袭。此地是万剑山、万剑阁之根，星辰古宗大肆杀来，我们岂能后撤？凡万剑阁之人，全力出手，给我杀出一条血路！阁主，云长青，莫非你要违抗我的命令？战！杀出去！一群送死的愚蠢之辈！堂堂柳家家主，居然出手屠戮一些小辈，真是令人感到不值。祁阳辰，就凭你也有资格说我？整座万峰崖就被灵阵所笼罩，不仅隔绝了一切声音，就连天地灵力也无法渗入。如此看来，10号是要我们死在这里。真正出手之人应该是范无极，想以此逼迫我们，让我们交出剑典。自六宗大比之后，范无极就处处针对师尊，就连传功一脉的4位剑主都惨遭打压。如今的万剑阁名存实亡，与其陷入无穷尽的争端谋利之中，我宁可被困在此地，纵使一死，也能够死得清净。万剑阁被毁，只需10日就能重建如初，但千千万万的弟子死去，却永远无法挽回。为何要为了争一口怒气，却白白折损剑阁之根基呀？两宗混战，死伤无数，就连天灵之人都未能幸免。我刚刚拉拢的2100多名门徒也死了，一人都未存活。这一场无休止的杀戮，到底何时才能停止？经过连番厮杀，两宗死伤无比惨重，很快就要轮到我们出手了。两宗皆为北荒域6大势力之一，底蕴何其浑厚，即便经历了一场厮杀，也未到弹尽粮绝的地步。昔日两大宗门为了利益，不惜屠戮楚家，拆散我的父母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唯有将这些人彻底诛杀掉，我才能统摄两大宗门的所有资源底蕴，并以此对抗九寒宫，救出刘湘。好了，吴惊邪，你立刻率敬天军靠近万剑阁，全力吸收杀戮煞气。我未出言，你们绝不可动手。明白。剑奴，你们2人能够通过吞噬灵魂，强行提升自己的修为。记住，若无我的命令，你们也不可动手。那是洛云，幸好还活着。你居然还敢出现，果真是找死！原来你藏在这里，今日我总算可以报杀子之仇了。禀师尊，徒儿不辱使命，已成功率人破开星辰古宗的护宗大阵。如今只要诛杀掉古繁星，传承数千年的星辰古宗将不复存在。
一切的资源都将归我们万剑阁所有。想将我们诛杀此地，看来我倒是小看了你的野心。这一切都是洛云在挑拨离间，大胆孽徒！你诛杀长赤萧和秦秋墨，还敢出言污蔑于我，罪该万死！到了如此地步，你还要演戏？早在出手之际，我们就已经有人证物证可以证明是万剑阁出手搅乱了圣星城。既然万剑阁想大开杀戒，那么我们就奉陪到底吧！他们都疯了不成？找死！纵使你剑光无匹，今日也要葬身此地！死了，杀吧，杀得天荒地老，杀到不死不休！乱了，彻底的乱了！这一切都是洛云的阴谋，只为让你我两败俱伤。我们现在停手，或许还来得及。是吗？洛云，就凭他阴阳一重修为，也敢算计星辰古宗和万剑阁？再者，古宗大阵被破之日，有人亲眼看到了一道冲天剑光。难道说，洛云的实力已经超越你我了？万星陨灭印法，杀！飞檐！看来你们真的动了杀心。既然你们想死，那好。就让你们看看万剑阁的真正底蕴！好生恐怖的剑气！传奇古剑，剑灵承认了范无极，并甘愿受他驱使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不管是我还是范无极，都是灵剑选中的持剑人。当初他对我说的那么好听，也只不过是再度遭遇黑洞中箭时又一个替死鬼罢了。经过千年酝养，想必传奇古剑早已恢复巅峰，不知它的力量会如何强横。一起上吧！你同我一样，也只是3阶涅槃，而柳前辈甚至即将进入4阶涅槃之境。你让我们联合？大言不惭！到底是不是大言不惭？很快，你们两人就会知晓。阁主的剑意变得好生纯粹，而且他的气息似乎在不断增强。此人古怪，有劳，立即动手。阁主，范无极，黄泉路上走好。这怎么可能？
3劫涅槃，怎会提升得如此之快？没有什么不可能，只要我手持传奇古剑，穷极整个北荒域，无人是我对手。古籍所言，自万剑阁创建之初，便存在着一柄传奇古剑，上能斩日月星辰，下能断高山河川。莫非此剑就是传奇古剑？动手前，我曾再三劝阻，但你们却一意孤行，企图覆灭万剑阁。刘问天、顾繁星，你们2人真的该死！你敢！灭！区下品皇旗，也想企图阻拦古剑之威，真是不自量力！好恐怖的古剑！此剑异化万千，散落于万剑山各处，更凝聚了万剑阁的1000年剑势。从眼前的剑威判断，怕是接近了无上帝兵。不好！立刻撤退，就此离开万剑阁。是。万剑阁岂是说来就来、说走就走之地？万剑阁之人听令，给我追杀出去，痛削敌手！阁主且慢。正所谓穷寇莫追，倘若重新激起星辰古宗的杀心，只怕会为万剑阁带来更大的损失啊！云长青，你莫要阻拦我们诛灭敌手！阁主手持传奇古剑，无人能挡。阁主，经过刚才的混战，万剑阁伤亡惨重，而星辰古宗仍有8万之众，贸然冲杀向前，也只会是惨胜。如此之结果，意义何在？我同意长青剑主的建议，不宜继续拼杀。经过刚才的混战，所存活下来之人，皆是天资杰出的剑阁弟子，我不愿让他们去送死。同上。如果万剑阁的声名毁于一旦，我们该如何面对剑阁先祖？畏首畏尾，只会任人鱼肉宰割。你们身为剑主，却不明白这一点，真是可悲。虽说万剑阁的1000年声名重要，但与之相比，万剑阁的香火传承更是重中之重。望阁主三思！望阁主三思！望阁主三思！我身为阁主，你们理应拥护。但自从洛云进入万剑阁后，你们却多次出言辩驳，今日甚至还敢出言要挟。依我所看，你们和洛云本就是一丘之貉，想要让万剑阁走向衰落。既然阁主觉得传功一脉图谋不轨，那我等唯有以一死见忠义之心。存人是地，人地皆存；若存地是人，则人地皆是。一派胡言！依我看，云长青肯定和洛云相互勾结，企图打乱我们的阵脚，绝不能轻易相信他的话。
以血见忠义之心，长青剑主已经做到如此地步，难道还不能让阁主收回决断？之前他们企图帮助洛云洗刷嫌疑，现在又以死相见，他们总和我作对，现在死了倒也干净。这4人以死阻拦，很有可能跟星辰古宗有所勾结。我手持传奇古剑，无人能敌，就此一鼓作气，覆灭星辰古宗，夺下千年底蕴。战！战！停！今日，你们4位虽已死去，身化黄土，就此长眠。但明日之时，我会带着你们的忠魂，永远为万剑阁而战。范无节，莫非你要让两宗陷入无尽厮杀之中，直至拼出个胜负？继续追杀！范无节，你这个畜生！众人听令，恭迎诸军，镇压四方，驱邪除魔。落绞杀！宗主，经过刚才的一轮轰杀，万剑阁的阴阳境强者又有4人陨落，他们仅剩9人。我们星辰古宗依靠着28星宿大阵的优势，仅有5名阴阳强者死去，生还13人。为了所谓的声名，不顾伤亡，一昧疯狂追杀，看来你真的要把万剑阁推入灭绝深渊之中。推入深渊？战局未结束，你现在就妄下结论，未免有点为时过早吧？数千年前，传奇古剑就是无上帝兵，但就凭你现在的实力，绝不可能彻底掌控帝兵，必会遭到反噬。两宗死斗，终有胜者，但也只是惨胜。此战过后，必将遭遇到其他宗门的围剿。其实从你决定追杀的那一刻开始，你我间就再无胜负之分了。此次大战由星辰古宗挑起，而撤退逃离者也是星辰古宗。此时此刻，你又说胜负再无所谓，你们不觉得这些言行举止很是愚蠢不堪吗？再者，孰胜孰负，根本轮不到你们来定夺。既然我敢追杀，那么最后的胜者也必定属于万剑阁。不堪一击！凝聚星宿之影，拦住范无节！死！
无间现在的实力太恐怖了，不仅无视28星宿大阵，还一剑诛杀了我们3名阴阳强者。现在你们可还认为我是在自寻死路？出手，灭杀星辰古宗！是。万剑阁和星辰古宗人数悬殊巨大，但在传奇古剑出现后，万剑阁扭转了局势。不愧是无上帝兵，果然强横无匹。双方厮杀5度，宗门弟子人数锐减，仅剩4万人，而阴阳强者的数目仅剩10人，绝大部分都死在了范无节的手中。只要再过片刻，我们就可以趁势出手，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不急，现在2宗混战，无数人死去，漫天的煞气可以提升敬天军的实力，而那些武者的灵魂，则会被剑奴吸收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妨好好看这一场大戏，又何必急着出手？怎么了？没事。血液的味道。云哥哥，刘翔，你一定要等着我，很快我就会踏上九寒宫，与你再度重逢。原来只是一场梦。云哥哥，你答应我，可千万不要做什么傻事啊！你们万剑阁仅剩下弟子9000，阴阳境只剩下了你们3人，还要继续吗？星辰古宗阴阳强者仅有4人，现在说这话有点早了。区区雕虫小技也敢在我面前施展，着实愚蠢。范无节，你这是在找死！去！愚蠢之举！
我说过，只要我手持传奇古剑，无人是我的对手。终于感到绝望了吧？给我闭嘴！今日我必杀你！28星宿，以燃烧精血为代价，将28星宿之力都纳入体内提升修为。但即便如此，你以为就能胜我？既然你已经底牌尽出，那好喽，就让我来结束这场闹剧吧。不好！范无节正在汲取万剑河之人的光之剑意。宗主死了！萤火之光而已，给我破！父亲，爷爷，你没事吧？现在你可知道你我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了吧？你汲取了万剑阁之人的光之剑意，才能施展此招，你有什么可自傲的？他们是自愿封出剑意，助我诛灭贼人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就算能舌战莲花，也终究只是无用功罢了。胜了又能如何？你万剑阁仅剩下4000余人，阴阳强者有且仅有2人，不许多久，其他宗门就会强行将万剑阁覆灭。他们应得动手。传奇古剑蕴养1000年，一剑立住2大涅槃强者。纵使叶雪裳再度到来，我也毫不畏惧。待我将你们全数诛杀后，星辰古宗的丰厚底蕴都将归入万剑阁。范无节，莫非你想借此一举改变北荒域的势力格局？我拥有无上帝兵，自当成为北荒域之主。你迟早都会死在野心之下。不管是何人，只要胆敢阻拦，我都会一剑诛杀掉。星辰古宗就是最好的例子。范无节，你对传奇古剑盲目信赖，太过愚蠢。洛云，剑者本应该执掌剑气，以剑为道，但身为万剑阁之主的你，却被剑气迷惑了心神，还真是可悲。洛云，你不过20之龄，但心机城府却无比可怕。我终究还是小看你了。我只是出手引导而已。如果你的心中不存丝毫野心，就不会疯狂追杀，更不会催动传奇古剑，强行吞并星辰古宗。不管你如何辩驳，今日必死无疑。真巧，今天我也是来杀你的。就凭你！真是愚蠢之辈，居然不听我的劝阻，将一部分心神融入了黑洞重剑。古剑剑灵，不过是一个懦夫罢了。比起魔念入心，我绝不会沦为替罪羊。
代替你承受断剑之痛。你，既然你如此嚣张无度，那我就要看看你一人能掀起什么波澜。长赤霄、秦秋墨，他们不是死了吗？修为竟然还突破到了阴阳4重天，难怪你这般狂妄。但凭借2尊阴阳境的剑奴，根本无法改变战局。那是可恶！难道说，他也是一尊涅槃强者？军队，居然是一支军队！那领军之人浑身上下裹挟着煞气，散发的气息为何跟涅槃境强者如此相似？而且，每一人都达到了天灵3重。3000剑气，3000星文铠，剑光冲天，在圣星城搅弄风云者，并非万剑阁，而是你，以及你身后这支军队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我种下的剑印，你早已破解，并依靠黑洞重剑的力量，瞒过了所有人，暗中将万剑阁洗劫一空。可恶！我早该想到这一点。哼！怎么可能是他？小子，我已按你吩咐，让太虚噬灵蟒封锁住了这片空间，空间外则由莫忘宫带队驻守。除非这群人懂得空间挪移之术，否则休想逃离。这道声音似乎在哪里听到过。你认得此人？当初我离开圣星城之时，曾与这名老者交手，他的修为已达6阶涅槃之境。吴敬贤，你率3000敬天军发起冲锋，强行冲破2大宗门的阵势。这家伙一如既往的好战。至于柳问天，便交给令前辈。此人虽已重伤，但藏有不少手段，切莫大意。听闻你精通星辰之术，能以骨尺喻星，希望你别让我失望。这些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你为何能够随意驱使他们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何要这般针对万剑阁和星辰古宗？你还要继续演戏？这话何意？你似乎忘了一点，对于传奇古剑，黑洞重剑可是无比熟悉。方才那一剑极强，连5皇强者都不敢小觑。但3劫涅槃的你施展后，必须调整气息，才能再次汲取。所以刚才你接连发问，只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罢了。可惜从一开始，我就利用黑洞之力封锁了这片天地，所以，我劝你还是莫要挣扎，乖乖受死吧。万星落。
上天皇气。哼！3000雷动，一瞬闪空。你是厉天冲？没想到，身为传奇强者的你，居然愿意臣服一名玩弄手段的毛头小子，还真是让我大跌眼镜。此时此刻，你以为出言挑拨就能让我听着出手？我手中的长弓唤为星火灵弓，乃是星辰古宗的镇宗至宝，一旦开弓，便能引动天雷万火。你的实力很强，但面对这星火灵弓，依旧无法抵挡。不如你我各退一步，就此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拼杀。难道你真的想两败俱伤？飞火流星！雷动耀乾坤！纵使你能穿过飞火流星又如何？这火光乃是天地万火，足以将你灼烧成灰烬。到头来，你仍是要……啊！这怎么可能？你这个疯子！的确有点疯狂，但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胜了。生奇怪，此人明明踏入了涅槃之境，但仿佛他的实力却不及涅槃之境。此人的身体似乎有些古怪。涅槃之境，一重一雷劫，身体经过天地神雷的洗刷，方能散发涅槃之气。但此人的身体居然没有丝毫生机，或许他的真正实力根本不及涅槃强者。破！如此攻势，就想夺了我的性命，尔等着实愚蠢。虽说你挡下了刚才的攻势，但你修为未到涅槃，纯粹只是依靠肉体力量而已。没错，我深知比之你们6人都要弱上一筹。算你还有自知之明，只要你愿意臣服于万剑阁，或许我可以留你一条狗命。我武敬血行军数十载，你以为我会为了逞强，强行以1敌6？这气息，好像是万剑大阵。杀！
他刚才只为拖延时间，让军队能顺利布下战阵。现在我就让你们看看，何为真正的击杀之力。杀！不过是区区军阵而已，休想得意。杀！一群天灵3重之人，根本毫无作用。这些军师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怎会恐怖到如此境地？父亲！死了！现在，你是否依旧觉得我在虚张声势？18剑主已死，万剑阁10余万弟子也是死伤无数，仅剩数千。现在，你这个万剑阁阁主也是时候踏入黄泉了。玉山氏，就凭你也想杀我？斩！我要你死，你焉能活？你借势！剑！嚯！重归于尽。数千年前。传奇古剑就已经惨败于黑洞重剑，所以你觉得挡得住吗？真灵凤凰，凤鸣斩！不！没想到一剑千人云的范无劫，都死在他手里。
又见面了。数千年前，你不仅落败，还被斩去了剑尖。但你及时脱离剑体，保住了一条小命。我不会让这件事再发生。今日落败，我无话可说，还请您网开一面，放我一条生路。为此，我愿意认您为主，守护您一生一世。我们万剑阁的开山鼻祖，竟然是个孬种，真是可笑至极。虽说我远不及黑洞，但我乃是帝兵之灵，只要能重塑剑身，对您无疑也是一大助力。还望主人开恩，让我戴罪立功。帝兵之灵属于一种本源之力，的确可以增强我的实力。只不过你是一个吓破胆的懦夫而已，留你何用？养虎终为患，你以为我没有看穿你的真实心思？两宗死斗，必无胜者，但我却没能猜到，这一切都在你的谋划之中。倘若万剑阁和星辰古宗不存野心，纵使我如何挑拨，你们都不会走到这一步。野心者为权为利，没想到过了18年，我依旧没办法彻底遏制住自己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护宗大阵的线路应该也是出自你手吧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不管是挑拨万剑阁，还是调开星辰古宗，只为一个目的：救我母亲离开洛星渊。洛星渊？那里不是关押着星辰古宗第一美女柳梦烟吗？柳梦烟当初可是叛逃出了星辰古宗，并且和一个普通人结婚生子了。他称呼柳梦烟为母亲，难道她是当年西风城的那名聂英？洛云，他来到星辰古宗，并非为了六宗大比，只为救出烟姨。难怪他抵达圣星城后，眼神都如此复杂。或许，这就是我所要承受的报应吧。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你果然还活着。倘若当年你能放下野心，放下权力之念，今日也不会死去这么多人。洛星渊出现异象，本来我心里还有些担忧，看到你安全无恙，总算可以放心了。你如果真的担心我，就不是莽推调兵遣将，准备进攻万剑阁。的确，我虽已隐居，但还是放不下权力。正因为这个原因，时至今日，你仍是不愿意喊我一声父亲。对了，你身上还中了范无节的毒，此毒……鱼儿从地缝中得到了灾祸灵珠，将我体内的毒素彻底清除了。莫非此物就是洛星渊的秘辛所在？此物存于圣星城，理应属于宗族。柳梦烟，你身为柳家之人，不仅私吞此物，并且谋夺古宗的千年传承，你不觉得内心难安吗？也敢对我母亲吆五喝六，不知死活！爷爷，这枚晶石名为火元玄晶，乃是星辰古宗真正的传承至宝。其余5大宗门同样拥有着本源玄晶，宛若一体，镇压着6大宗门的气运，更维系北荒域的天地平衡。天地本源分金木水火土光暗，
乃是万物之根本。七股力量相辅相成，最终才能稳定天地，创造出万物万象。不过，唯有踏入五皇境界，方能探查本源之理。镶嵌在剑柄上的晶石，正是光源玄晶。你主动告诉我这些秘辛，并且将火元玄晶赠予我，莫非你想以此让我放你们一条生路？当年之事，作为刘家之主，我依旧不会改变我的决定。而作为一名父亲，我承认亏欠了你们。这枚火元玄晶就是我对你们的补偿，同时，也希望你们能让星辰古宗继续传承下去。云儿，此事就这样结束吧。当年之事虽痛苦，但我们一家三口已经团圆，而且星辰古宗和万剑阁也已经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。既然星辰古宗已有悔意，我们也无需紧咬着不放。这些人，一个都休想活着离开！这些人，一个都休想活着离开！当年，你们屠戮我楚家千百人，今日，星辰古宗折损10余万人，你们心中对我没有恨意吗？今日我放了你，日后，你们很有可能对我实施残忍复仇。与其提心吊胆，不如将你们诛杀于此，永绝后患。我尊重你的决定，来吧。云儿，你们走吧，离开北荒域，一直向西而行，前往一气之地，永远都不要再回来。离开北荒域，前往一气之地，这是何意？古籍中记载，在北荒域的极西之处，存在着一片荒芜地域，常年被黑暗所笼罩。一旦进入了其中，很难活着出来。这个洛云根本不想放过我们。洛云，你……众人听令，10息之内，但凡未离开的星辰古宗之人，一律诛杀。所有人听令，随我前往一气之地。此生再见。让星辰古宗之人前往一气之地，离开北荒域，才能够忘记仇恨，重新开始。云儿，你明明有意放他们生路，为何不解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？母亲，我很好，你不必担心我。云儿已经长大了，她的所言所行必定有她的道理。更何况，对于双方来说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至于打扫战场之事，交由你处理，绝不可有所马虎。林前辈，麻烦将莫前辈他们都安顿在万剑阁。鏖战许久，想必他们也累了。好。他还有脸来？弟子10号见过师尊，弟子早就知道师尊定会重返万剑阁，所以假装投靠范无节，骗取他的信任。刚才莫能出手帮助师尊，还望师尊惩戒。人之念源于心，从我收你入门开始，我就知道你的本心不纯。小虎，此人的灵海已经被我封住，你带他返回万剑阁，并悬吊于山门之央。不直接杀了？他还有几分作用。
不是死了吗？看来我来的还算及时。师尊，主人。常赤霄和秦秋墨居然没死，而且他们还唤师尊为主人。我们先离开这里吧，随后我再向你们慢慢道来。师尊，10号不仅背叛了师门，还转拜范无节为师。此人看似憨厚老实，实则内心阴毒无比，你一定要小心他。我明白你们的担忧，一切都解决了。没想到，这一切都是师尊你在背后布局，就此覆灭2大宗门，成为最后的赢家。师尊，你刚才说你早就知道10号会背叛师门？在收徒之前，我早已暗中有所调查，深知你们的性情。10号在外门的声望颇高，生性憨厚老实，但实则生性贪婪。以他的性情，只要听到我叛离万剑阁，必定会以玄帝剑典为条件，祈求范无节的原谅。既然如此，师尊为何还要收10号为徒？难道说师尊之所以收下10号，就是为了利用他的贪生怕死，让范无节心生贪意，不出手杀任何一人？这只是其一。在万剑阁之时，我成功统摄外门，无数弟子都愿意跟随于我，但是他们是否诚心，却是难以判断。10号便是检验本心的试金石。因为剑典的存在，亲传弟子不会有生命危险，但那些继续拥护你之人，却没有保命手段，你就不怕他们全都死在10号手中？因为有你在，只要你在万剑阁，刑法门规就不会成为空话，而他们也能在你的庇护下成功保住性命。听说他已经被师尊所杀，为何还活着出现在这里？少主，我已经按你吩咐，将所有人都安置在了山门之央。他是楚虎，而且他刚才称师尊为少主，难道他是？10号，师尊，弟子知错，还望你放我一条生路，日后我绝不会心生叛意。黑洞乃是魔剑，任何生灵触碰到它，都会被侵蚀心神，成为他的剑奴，到最后，甚至会被他完全吞噬，沦为养料。那道剑之图文，怎会跟黑洞中剑如此的相似？剑意凝晶，看来你在这段时间除了玩弄手段外，倒也没有落下剑典的修行。师尊之手段果然鬼神莫测，居然能从我体内强行抽离出玄帝剑意。现在的我剑意全无，灵海枯竭，已经变成了一个无用废人。求师尊放我一条生路。聒噪！范无节已死，万剑阁就此易主。日后，但凡心生叛意之人，这就是他的下场。陆行何在？
万剑阁遭遇劫难，一切待兴。从今日开始，执法一脉将由陆行你一人执掌，你可愿意接受？我执掌执法一脉。不仅如此，你还可以从这万剑阁弟子中任意挑选100人，重组血法队，配合你重立刑法。我是一名孤儿，万剑阁就是我的家。我发誓，一定要用手中之剑捍卫万剑阁的刑法。但6宗大比结束后，人人争名夺利。现在，一切终于能重新来过了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洛云，多谢你。论刑法之道，无人能胜过你。再者，若非你出手，死在10号手中之人将会更多。这就当作是我的谢礼吧。放心，只要有我陆行在，万剑阁的刑法门规绝不允许任何人染指。少主，你这是何意？在10号死前，我将玄帝剑意抽离了出来。只要你将这枚晶石纳入体内，就能继承玄帝剑意。少主，我的天赋太差，就算继承了玄帝剑意，也只是浪费。难道你觉得我会看错了人？你们可以相互熟悉熟悉，方便以后练习七星剑阵。是，师尊。除此之外，剩余的700门徒，你们7人各自挑选100人，并将剑意传授下去，继续修炼七星剑阵。是。师尊，你认识武敬贤，并且被楚虎唤为少主，那你真正的姓名？你猜的没错，洛云只是我的伪名，我真正姓名唤为楚行云。就是现在！什么？不可能的！虽然我施展的第5层威力不及你的第4层，但是以点破面，足矣。装什么绅士？我才不要你的怜悯！随便你。难怪当初你不肯收我为徒，原来洛云就是楚行云。我先前对你的确心存芥蒂，但经过幻境考验，我对你重新改观，愿意收你为徒。原来那不是我，那我那些露骨的话，他不是都知晓？在流云皇朝，你我往日的一切都犹如过眼云烟。现在，你既然是我的亲传弟子，那么我自会尽力帮你走向剑道巅峰。好熟悉的气息，这是何物？9尾仙狐武灵。此事说来复杂，你将这枚玉珠纳入灵海之中，自然会了解一切。是，师尊。有事？这名唤为水千月的女子，似乎也对你存有爱怜之意。
阴阳2重巅峰，很快就能踏入阴阳3重。看来这段时间你收获颇丰。侥幸，没想到你居然连星辰古宗也算计在内，并且暗中集结了恐怖势力，一举将2大宗门都收入囊中。星辰古宗和万剑阁的眼中都只有利益和野心，终究会走到这一步。而我，只是投机取巧罢了。千年宗门毁于一日，实在令人唏嘘。存地失人，则人地皆失；若存人失地，人地皆可存。虽说万剑阁已经变成废墟，但腐朽已除，香火未灭，自然能破而后立，绽放出更加璀璨的荣光。破灭的尽头，方为新生。皇上，明日清晨时分，我会在万剑殿召开宗门大会，商议一些重要的事宜。到时候，你务必要到场参加。我一定会准时到场。云哥哥，罗兰，我有些事宜要商议，你先回房静修吧。好。父亲母亲，孩儿有一件事，想要跟你们商议一番。说吧。今日之后，星辰古宗和万剑阁都归于我手。星辰古宗，我本不想让其继续存在，但它是母亲的故乡。我现在决定，让星辰古宗归隐入林，成为隐世之族，而星辰古宗统辖的18城池，归入万剑阁。权和利是世上最肮脏之物。多少人为了这两物杀妻灭子，人伦尽丧。当年之事就是最好的例子。若想家族恒远，唯有隐世而居，舍弃金钱和权力，方能潜心研究武道，成为流传千万年的不朽之族。云儿，你已经长大了，既然拥有自己的想法，我当然不会反对。我和你母亲分离了10余年，现在终于相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看穿了许多声望、实力和权力，更不愿卷入腥风血雨之中。我自幼长于星辰古宗，18古城和5大家族的勾心斗角，我看得太多。力的漩涡，哪怕连涅槃强者都无法逃脱。与其如此，让星辰古宗归隐入林，有万剑阁一统两域，倒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多谢父亲和母亲的体谅。明日清晨，我就让武敬血和3000敬天军前往圣星城，彻底接管18古城。至于星辰古宗的宗族和5大家族之人，则交由母亲来安排。好。对了，刚才我们看到了水千月，没想到你居然收她为徒。我还以为你们2人会反目成仇呢。这件事颇为复杂，日后我会慢慢细说。你们年轻人的事，我们不会过多插手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楚家和水家总归是姻亲关系。我听闻水重贤就在古剑城内，倘若他同意，我们想让他一同前往星辰古宗，这样对水家、对水千月和水流香都是最好的交代。2家能冰释前嫌也是一件美事，就按母亲说的办。您范无极和古繁星不是涅槃之人，已经触摸到天地真理，灵魂难灭。若非依靠着黑洞重剑，我绝不可能轻松剥离出这2道灵魂。那是何物？
帝天一，只要我水洛秋一日不死，你就休想得逞。是7000年前帝天一和水洛秋的战斗之情。光源玄经，它居然出自星辰仙门。刘文天曾说过，北荒6大势力皆拥有一枚本源玄经。难道说，北荒6大势力的传承，皆自于星辰仙门？传奇古剑位列帝兵，也唯有本源之力，方才能够修复损伤。难怪后来的万剑阁独修光之剑意，原来他是想淬炼光源玄经，让剑灵得以重塑剑身，却不想今日就陨落了。真没想到，真灵大陆最贫瘠荒芜的北荒域，竟然都有传说中的地境强者，还是7枚本源玄经。看来上一世我突破到了武皇境界后，心高气傲，错过了地境强者的感悟。那么这一世，我拥有了黑洞重剑，搜刮各种地境强者的资源，驰骋整个真灵大陆，指日可待。怎么回事？没想到，你居然能冲破黑洞重剑的束缚，还真让我刮目相看。我如此尽心尽力的帮你，你却拔剑相对。还真是让我伤心。刚才若不是光源玄经短暂遏制了你的魔影，此刻我还被你压制在黑洞重剑之中。我虽非人意志，但你借着我的身体，大肆杀戮无辜之辈，居然还说要我多谢你，可笑！啊！我本是你的心魔，但就在刚才你却败了，你可知为何？什么？就是因为你缺少不顾一切救出水流香，人挡杀人，神挡杀神的无上决心。我为了救出水流香，肆无忌惮地算计2大宗门，眼睁睁看着无数生命死去，以无尽杀气淬炼景天君，培养强者。相比之下，处处透着理性，被人以道德束缚的你，又能为水流香做什么？我想救出流香的决心何等强烈，绝不会输你半分。但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我绝不会像你为达目的，不惜屠戮万千无辜之人。看来你还是不懂，我最看不起你这种心存仁义道德之人，只会畏首畏尾，心生阻拦。你休想侵染我的心神！这座新牢是我专门为你准备。每当你要逃离此地，这些魔光会让你生不如死。
你就好好看着，我会将九寒宫狠狠踏在脚下，完好无损地救出刘湘，哪怕杀再多人，屠再多种，我都在所不惜。相信本想处理完所有事宜，再慢慢将传奇古剑吞噬，却不料楚星云依靠着你的存在，夺回了掌控权。看来天要亡你。如此如何是好？肃静！吴长老，你刚才说的话可是属实？回禀阁主，万剑阁和星辰古宗的血战，死伤无数，有众多人见证。最后，洛云率领一众强者杀出，将范无极和古繁星当场诛杀，成为了最后的赢家。父亲。只要我们将洛云诛灭，那么星辰古宗和万剑阁的浑厚底蕴就将归我们神霄殿所有。如此机会，您还在犹豫什么？少殿主言之有理，只要能夺下万剑阁和星辰古宗的浑厚底蕴，我们神霄殿定当崛起。洛云终究只是玩弄手段的卑鄙小人，我们只需稍稍出手，就能将其轻易灭杀。洛云能强行杀死范无极和古繁星，我们绝不可贸然出手，以免重蹈万剑阁和星辰古宗的覆辙。父亲，这个机会倘若被他人捷足先登，恐是危险。难不成父亲惧怕洛云？放肆！店主，大罗金门的林门主在殿外求见。请他进来。见过林门主。我就直说了，敢问顾店主，你可曾听说万剑阁和星辰古宗的血战之事？略有耳闻。万剑阁和星辰古宗陷入血战，洛云成为最后的赢家。如此一来，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此人身上。据我所知，神霄殿至今都未有所行动，想必顾店主和我一样都有所顾忌吧。所以林门主今夜到来是为了合作。大罗结门和神霄皆位列北荒域6大势力之一，且世代交好。若两宗合作，纵使洛云手段万千，也只能饮恨落败。父亲，好，我同意合作，不过一切需从长计，要么不出手，一出手是要诛杀洛云等人。自当如此。时辰已到，是时候出发了。出发！今天陆云剑主要召开宗门大会，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大事了。希望一切都好吧。醒了。你居然突破到阴阳2重之境了！你这小子到底藏了多少地盘？
恐怕再过几年时间，连我这个老头子都要被你比下去了。林前辈，走吧，是时候了。诸位，昨日万剑阁遭受了千年浩劫，范无劫死去，10余万弟子扑尸万剑山。而今日，我将就任阁主之位，全力整顿万剑阁，以振兴万剑之名。弟子恭迎阁主。都起来吧。昔日，范无劫立下诸多门规，并立下18剑主统管万剑阁，但现在我决定撤去18剑主之位，改设10大长老，一同管理宗门之事。执法长老由陆行担任，但凡门规刑法之事，他拥有绝对的话语权，连我也不能随意更改。此举可有异议？至于传功一脉，对万剑阁意义重大，将直接关系到万剑阁能否兴起，所以，我决定立下7大长老，共同管理事宜。而这7人分别是古玄清、陆凌、宁乐凡、陆清玄、陆清瑶、水千月和楚虎。什么？他们未免也太年轻了吧？师尊，我刚刚加入万剑阁，资历尚浅，实力也不出色，这传功长老之位，我不敢接受。我亦是如此。传功长老关乎到万剑阁能否崛起，而我年纪尚浅，恐怕无法担当此任。还请师尊三思。昨夜，我让星辰古宗归隐入林，并且派遣武敬血和敬天君前往星辰古宗，将18古城纳入万剑阁。换言之，万剑阁将统摄18皇朝和18古城，不再独修光之剑意，而是统修7系剑意。好大的魄力！陆云剑主这是要将所有的剑道天才网罗到万剑阁门下。每一名弟子缺少任何一系剑意，就会沦为平庸，永远无法踏上剑修之路。这种感觉，想必你们都清楚。你们现在的修为不高，但终有一日，你们都会成为独当一面的强者。我对你们很有信心。多谢师尊教诲，我愿意担任传功长老之位。弟子愿担任传功长老。两脉已定，至于最后的内务长老，我决定由夏倾城担任。我？内务一脉统摄万剑阁大小事宜，时时刻刻关乎到万剑阁的正常运转。而反观夏倾城天赋平平，让他担任内务长老，统摄内务一脉，恐怕难以服众。当初我就任剑主之时，3000门徒和外门的管理，皆由夏倾城一人统摄。他的管理之能，我尤为信任，是担任内务长老的不二人选。多谢阁主肯定。刑法、传功、内务的9名长老，地位并无高低之分。然而，在9名长老之上，还有一位大长老，负责监管3脉。想必在场的万剑阁之人都知道，在范无劫掌控万剑阁之时，天才经常夭折，究其根本，是范无劫想要独吞传奇古剑而做的残忍举动罢了。鉴于这点，我立下大长老职务，他不隶属3大脉，却能监管3大脉的言行举止。相对的，大长老也将受到3大脉的监管。相互制约，分权制衡，这个办法着实不错。不知这大长老之职将由何人担任？我决定，大长老之位将由百里狂生担任。难怪要我出席宗门大会。不过我少有管理宗门之事，阁主的一番好意，我心领了，还是另寻他人吧。狂生，你先跟我去一个地方。倘若最后你仍是不愿意就任大长老之位，
我绝不会强求。进去吧。这里是何处？剑冢。顾名思义，剑冢便是剑气之坟。自万剑阁创立以来，此地就一直存在着，只是它的存在尤为隐秘，除阁主之外，无人知晓，更无人能入。剑气之坟，万剑阁传承千年，经历了无数兴衰。每当有一人死去，那人的随身剑气就会被送入剑冢，残存在剑气中的剑意也将长眠于此中，默默守护着整座万剑阁。你可知剑冢内共有多少剑气吗？剑冢存在了千年，剑气应当在100万左右吧。昨日血战，万剑阁共死去128795人，而这个死亡数目，在万剑阁的历史中却算不得惊人。2000年前，万剑阁曾遭遇浩劫，仅1日便死去了20万弟子。什么？数千年岁月，数百万昼夜。据我所知，剑冢内的剑气已达3398万4521柄。那是何物？此虚影并非生灵，它来源于天地，由万千剑气凝聚而成，故唤为剑灵。何为剑灵？古语曰：世间万物。当剑气经过了重重滋养和淬炼，剑体内就会运出剑灵。只要剑修得到了剑灵的认可，就能随意掌控剑气。残光的剑体内也运生出了剑灵。残光本是传奇古剑的剑躯，1000年前，传奇古剑的剑灵为了保存性命，主动舍弃了残缺剑躯。在漫长的1000年岁月中，残光夜夜悲鸣，但他仍未放弃。那时候，残光就已经凝聚了剑灵雏形。如此说来，当初我接触残光之时，那一道道光影，也是由剑灵释放而出。没错，剑冢存在了数千年，这些剑气的剑意相互凝聚，最终便运生出了剑灵。它的存在，汇聚了3000万剑气的残缺剑意，光是弥漫而出的杀意，就足以让天地为之色变。只不过这道剑灵只是雏形，连意识都未形成，难以有所作用。而此时的万剑阁，既要重整宗门，又要镇压宗域，若未能顶住压力，万剑阁必将覆灭，尸横遍野，再无昔日荣光。所以，整顿万剑阁，肃清宗门风气，乃是迫在眉睫的大事，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好，我愿意担任大长老之职，只要有我在，定会帮你管理好万剑阁，绝不让你失望。泱泱万剑阁，并不属于我一人，而是属于我们。好了，你暂时先去万剑殿，帮我统管剩下事宜。我需要在此修炼一番。好，你小心。着实玄妙。剑灵的体内好像存在着什么东西。
万剑圣典，莫非万剑阁之名正是来自此物？这股玄妙气息，居然跟水落秋有几分相似。这本万剑圣典很有可能也是传承于星辰仙门。这万剑圣典好生玄妙，它虽是一本古籍，但给我的感觉却宛若一柄剑，包罗万象之剑，任何剑意都要被它同化，甚至被卷入其中。一名真正的剑修，他们所领悟的剑道，皆是来自本心。唯有走出自己的剑道，方才有意义。我绝不能受到他的影响。万剑圣典之所以会被遗弃在这里，多半是剑灵觉得此物太过于危险，会令他失去对万剑阁的掌控。我所领悟的混沌剑道，也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正好可以让我借鉴一番。一剑即是万剑，一念便是万念。原来这就是万剑之道的精髓。万千剑道本为一体，也理应融为一体。相比之下，混沌既是一剑，亦是万剑，无任何规则，也无任何束缚。斩！万物有序，混沌无序，但存在于世间的任何事物，皆是从无序化为有序，再从有序化为无序，这就是混沌。一剑化混沌，搅乱天地虚空。那这一剑就名为翻天式吧。以万剑圣典作为参考，短短3日时间，就让我参悟到了混沌之意，正式踏入混沌剑道。而且刚才那一剑，由武灵之剑催动开来，威力都如此恐怖。倘若以黑洞重剑来施展，威力定会增强数倍。还是把你留在这里，静待有缘人吧。这是，师尊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18古城已经交由武净血去镇压，至于18皇朝，隐隐有些难以掌控之感，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方可出手。此期间，你们必须整顿好三脉，绝不能敷衍马虎。是。按古籍所言，万象碧铠共拥有9大配件，我已经聚齐了6大配件，只要纳入这3大配件，万象碧铠就能聚齐所有配件，跃升为9纹王器。宁，9大配件聚齐，万象碧铠一举跃升成为9纹王器，所拥有的力量也达到了9万项巨力。足以掌控20万斤的黑洞重剑。万象碧铠共拥有3大神通，第一神通为力量增幅，可提升2倍力量，即为18万项巨力，可足以轰碎一座小山坡。至于第二神通，虚无波动，能将所拥有的力量转化为9重波动，让人挡无可挡，避无可避。
这2大神通的杀伤力惊人，不知第3神通又有何等独到之处？我的力量竟然达到了100万象之力。第3神通，万象之首，能够直接将力量增加到100万象之力，恐怕连涅槃强者的涅槃之气都要被轰散。第3神通，把万象避开的力量提升到100万象之力。在此前提下，催动第1神通，岂不是能够将力量提升到200万象之力？果然能行。没想到，还没催动3息，我的灵海就几乎彻底干涸。唯有涅槃强者和武皇强者，方能发挥到极致。哎，这些小孔排列方式，竟与北斗七星一致，而这个形状，光源玄晶。果然如此，本源玄晶蕴含本源之力，万象碧铠上的7道小孔，恰恰对应7大本源玄晶。难道说？此刻的万象碧铠，并非最终形态。果然如同猜想的那般，7枚本源玄晶，乃是万象碧铠的一部分。它们的存在，就犹如力量核心，能为万象碧铠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。翻天式。光源玄晶和火源玄晶的力量何等惊人！按正常来说，力量绝非如此。这是金龙皇气。没想到此时的万象碧铠已经进入了下品皇气层次，难怪我阴阳2重的修为无法发挥其精髓。本源玄晶就存放在其他宗门之中，若我能不断收集万象碧铠，恐怕能位列地兵层次。是，我现在的实力，若全力一战，阴阳境界应该难寻敌手。但我凭借一人，终究难以对抗1大宗门，唯有依靠其他的外在手段，才能缩小这一差距。云长青剑主、唐云欢剑主、雷元光剑主、苏冷流剑主，多有得罪，还望海涵。您成了。剑奴遵听主人差遣。涅槃强者已能感悟天地规则，体魄经过雷劫的洗礼后，更是强横无匹。莫非凝聚剑奴的过程也是有所不同？剑奴遵听主人差遣。但相比于阴阳剑奴，化为剑奴的范无劫似乎灵智更高，而且对于其他剑奴隐隐有压制作用。正好，我可以让范无劫掌控18剑奴，省去不少心力。少主，前武皇朝出事了！弟子王典见过阁主。
当时你们抵达尊武城之后，具体发生了何事？当时我们按照大长老的吩咐，向前武皇朝宣扬新的主权，岂料对方情绪极其激动地喊着，不愿意接受玩弄手段之人掌控前武皇朝。最后对方偷袭，我方9名师兄当场身亡，我也被抓了起来，惨遭酷刑折磨，连灵海都被钱印一拳轰碎。卑鄙至极！打碎你灵海之人名为钱印。没错，几日前，钱少身患重疾，病床不起，钱印就此替代君主之位。当日我们刚抵达尊武城，钱印就多次出言辱骂万剑阁。此事我已经知晓，你先退下养伤吧。是。前武皇朝崇尚武道，而执掌朝政的钱印又是阴狠之人，他应该是想要震慑我们，以此谋取利益。我同意楚虎的看法，对于如此之人，我们绝不能忍其姑息。我建议强攻尊武城，以胜服人。万剑阁经历了改朝换代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战，威震18皇朝。万剑阁经历过浩劫后，必须树立宗门威严。但是对于前武皇朝兵变一事，我感觉还有许多的疑点。3日前血战结束，万剑阁归我统摄，而钱少突然病重，由钱印掌控前武皇朝，时间未免也太巧了。此乃疑点1。疑点2，钱印生性阴险，好玩弄手段，但他对待万剑阁强硬而又无情，根本不像是谋取利益。疑点3，他故意放王典一条生路，废而不杀，似乎是为了激怒我们。那依师尊所想，此事还未调查清楚，一切都只是猜想罢了。我准备亲自前往尊武城，彻底调查。阁主，此事本由我负责，现在出现了事端，也应当让我处理。你身为大长老，统摄宗门大小事宜，一旦离开，反而会影响宗门的运转，而我是最好的人选。好了，你们就当这件事从未发生过，切忌走漏风声，影响宗门运转。怎么，又要陷入沉睡了？两宗血战，你虽没有参与，但却私吞了不少灵脉。以这样的速度，很快就能进入阴阳2重吧。不过，我需要前往尊武城，暗中调查一些事情。你飞行速度快，陪我走一趟吧。此事不容半点拖沓。先起涟漪，后显裂痕，难道说？这里竟然是万里之外的尊武城。你怎么变成了这般模样？原来如此，就算太虚石灵蟒自身的灵力储备能轻松胜过同等级的人类武者，但阴阳境界的太虚石灵蟒仍处于幼年期，而穿梭虚空的距离越远，消耗的灵力就越庞大。现在恐怕早已耗光了灵力吧。熟悉了全新的容貌和身体之后，突然变回原来的模样，倒也有几分不自在。是他，我一定要活下去，一定要把真相公诸于众。
小姐小心！苦苦寻觅2年的人，怎么可能出现？韩雨欣，你中毒了。这绝不是幻觉。你中毒已深，幸好毒素并不强烈，稍微静养片刻，就可以将毒素悉数排出。不好！不愧是前5皇朝的公主，一般身中化灵散之人，灵海会变得枯竭而亡。你居然能坚持这么久，逃出了尊武城，实在是让我刮目相看呢。逃如何？最后的结果都是死，你又何必这样浪费时间？前5皇朝的公主，看来你不叫韩雨欣，应该叫钱雨欣吧？我当时只是为了方便行事。竟然还有闲情雅致聊天！这4人都达到了地灵9重之境，我会全力拖延。你抓住机会，立刻离开尊武城，绝不要回头。你要掩护我，让我一个人离开？虽然这次的见面很突然，但对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。当初你出言指点我，并救了我的性命，那么今天，我绝不能让你卷入这趟浑水，更不能让你受到丝毫伤害。那么今天，我绝不能让你卷入这趟浑水，更不能让你受到丝毫伤害。重伤之躯，身中化灵散，现在的你只不过是强弩之末而已。难道你以为你真能挡得住我们4人？我知道你剑术很强，但修为远不如他们。你还是赶紧离开吧。钱雨欣如此保护这名男子，或许他身上有不少秘密，杀了未免有点可惜。不如抓起来，废去修为，再好好拷问一番。你看如何？聒噪！狂妄的小子！哼！我这就割下你的头颅！我只能撑一会儿，你怎么还不走？你们刚才说我死到临头了？我的身体！现在逃有用吗？难怪你如此淡定，你的实力好强，能一招灭杀4人。又有人追杀过来了，而且我还感觉到了钱傲风的气息。钱傲风是何人？钱傲风乃是尊武城的禁军总教头，这4个地灵9重之人，正是隶属于钱傲风手下。而钱傲风是货真价实的天灵3重强者，倘若我们被他逮到，必死无疑。区区天灵境吗？能隐匿气息？别说话，立刻跟我走。教头，四周有藏灵粉的痕迹，应该是钱雨欣。不过，钱雨欣还不足以灭杀4人，应该是有高手相助。那名高手跟着钱雨欣逃而不战，这便说明那人不如我，不足为惧。教头聪颖，属下佩服。立刻传令下去，彻查尊武城内外，就算挖地3尺，也要找出他们。是。
钱雨欣，纵使你有高手相助，那又能如何？终究逃不出我的掌心。我们已经安然来到尊武城了，你的手可以松开了吧？不好意思，我一时没注意。我们要去哪里啊？醉仙楼。醉仙楼位于尊武城的中央处，隶属于尊武城世家之首叶家。即便皇族到来，都不会搜捕。古语有言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这次针对我的封锁行动，连阴阳强者都参与其中，我们根本不可能突出重围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藏匿身份。这座醉仙楼极为广阔，远胜过寻常府邸，而且此楼还布下了不少灵阵，倒是别有一番用心。现在逃有用吗？本以为这次逃无可逃，没想到在紧要关头之际，我居然遇到了他，并且再一次被他救了。难道这就是缘分？在休息吗？有什么事吗？我有些事情想来问一问你。进来吧。据我所知，最近的尊武城陷入了动乱之中，前几日甚至还出手杀了万剑阁之人。你身为公主，应该知道这些事吧？其实，你所听到的这些传闻都是阴谋，一个天大的阴谋。阴谋？数日前，落云剑主统摄了万剑阁和星辰古宗，父皇便准备前往万剑阁，表明拥护之意。突然，一群神秘强者将父亲打成重伤昏迷，随后，他们以君王之位利诱了前印，掌管了整个前武皇朝。而之前杀害万剑阁弟子也是他们所为，他们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想拉拢其他的王国和皇朝，抵抗万剑阁。那你为何会遭遇追杀？前印不得人心，我趁机集结了一些忠义之人，强行将父皇救了出来，但在逃离时被发现了，我便将自己作为诱饵，让父皇安全撤离。现在，只要父皇苏醒过来，就可以揭穿前印的阴谋，让尊武城重回安宁。只不过那群神秘人太强了，我们难有胜算。你也不用完全绝望，总会有机会的。唯一的机会，就是让落云剑主亲自出手，诛灭那群神秘之人。但经过了上次的事，恐怕万剑阁已经将前武皇朝视为了敌人，又怎么会相助？如果你就是传说中的落云剑主，那该有多好！如此一来，我所有的烦恼都可以悉数解决了。其实，我就是落云。其实，我就是落云。谢谢你安慰我，但我知道，你绝不可能是落云剑主。为何？落云剑主我虽未亲眼见过，但听闻不少。他年岁未满20，却已进入阴阳境界，擅长重剑，一剑破万法。虽说你的天赋也不差，但修为却是远远不及。再者，你擅长快剑，而落云剑主擅长重剑。最重要的是，落云剑主的相貌飘逸如妖，哪怕是一名绝美女子都会感到自惭形秽。而你这一番分析倒是句句有理。何事？回贵客，今晚时分，醉仙楼将在顶楼举行一场拍卖会。如果贵客心存兴趣，可以前来一观。我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醉仙楼的拍卖会，向来是尊武城的一大盛事，
任何一件拍卖之物都是不可多得的重宝，就连王器也不在少数，能吸引无数人的注目。怎么，你有兴趣？我刚逃出皇宫，身上缺少保命之物，正好可以趁着这次拍卖会，看能否有所收获。那好，就去看看吧。对了，当日在落峡谷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。姓楚，名行云。楚行云，似乎在哪里听过。啊，这家伙。竟然是叶家家主，这说明此次的拍卖会将会出现许多重宝。没想到这次的拍卖会居然由叶长空亲自主持。想必诸位都认识老夫，今日的拍卖会由老夫亲自主持，废话就不多说了。今日的第一件拍品，名为锁灵古刀，一文王器。此刀挥出，能封锁虚空中的天地灵气，让对手措手不及。起拍价50万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万枚灵石。60万枚灵石，65万枚灵石。第78件拍品，名为蓝羽霓裳。这件蓝羽霓裳由蓝羽灵鸟的灵羽编织而成，水火不侵，全力催动下还能够凝聚灵鸟之魂，使得速度大大提升，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难得王器。起拍价300万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万枚。竞价开始。320万枚灵石，330万枚灵石。霓裳，天域霓裳。刘香，你还好吗？这件蓝羽霓裳的造型颇为华美，再者，它能够规避水火，抵挡百毒，危机时还能够凝聚灵鸟之魂，快速逃出险境，的确很适合你。倘若我能够得到，就能轻松躲避追杀。370万枚灵石，500万枚灵石。此人是云家家主，手中掌握着数条上路命脉。既然他已经看上了蓝羽霓裳，就绝不会放弃。他说的没错，只要是我看上之物，就绝不会放弃。你们斗不过我的。不自量力。你是否心仪此物？不知你这位云家家主的手中，此刻掌握着多少财富？不多，1000万灵石而已。1000万灵石的确不多。那好，为了避免无意义的争抢，我决定加价至1亿灵石。啊！1亿灵石，买一件武文王器，你疯了不成？你若想竞价，直接开口便是；若无力竞价，就给我闭嘴。你惠博他人一笑豪掷万金，果然让人动容。只不过我看你衣着普通，修为平平，这1亿灵石，什么？竟然是万剑阁铸造的万剑币！1枚万剑币等同于100枚灵石，一尊巨大铁箱能容纳10万枚万剑币。换言之，10尊巨大铁箱便是100万枚万剑币，换算成灵石，正是1亿灵石。1亿灵石，成交。这件蓝羽霓裳将归这位少侠所有。尊武城什么时候出现了如此了不得的人物？
不愧是久闻王器，气息好生诡异，绝非一般古木锻造而成。此物是我无意中而得之，不知来历，不知年份，一挥之下，光化万千冤魂，可强行剥夺一切生机，绝对是久闻王器中的顶尖至宝。古籍曾言，人死后，魂魄将脱离躯体，进入轮回。而那些死前带有强烈怨恨之意的魂魄，将无法轮回，四处漂泊，最后都会来到幽冥之地，停歇在无枝无叶的冤魂之墓上。久而久之，冤魂之墓就沾染了世间的一切邪恶、怨恨。传说中的冤魂之墓，代表着极致的死，相当于无上帝兵。当年我为了踏入地境，苦寻不得，此刻居然被误认为久闻王器，真是暴殄天物。这一件久闻王器，无起拍价，大家可以肆意竞价。穷极18皇朝，久闻王器也是极其罕见。若能得到此物，说不定能成为一方豪强。此物的价格难以估量，想必会有很多人心存念想。人呢？大胆！好快！死！这是天地之力。吃过了我数十年的修炼臂掌，竟然松动了。大胆狂徒！不仅强行抢夺拍品，还敢对家主大打出手！今日你休想活着离开醉仙楼！杀！住手！叶长空就此叩谢恩公赐予，刚才的冒失举动，还望恩公莫要记挂于心。恩公，他不仅强行夺走权杖，还对叶长空出手，实在是胆大妄为。叶长空却唤他为恩公。恩公，若你看上了这根权杖，尽管拿去。此物在我手里，也只是暴殄天物。什么？一件珍贵至极的久闻王器，就这样拱手送人？你们还不快滚开！谁敢拦恩公的路，我就杀了谁！恩公，请。我们走吧。叶长空恭送恩公离开。家主，人已经走了。酒囊饭袋！我修为停滞不前，寿命也所剩不多。只要我一身死，叶家将大乱。而经过恩公的点拨，我必将踏入阴阳境界，寿命大增，相当于给了叶家一次新生。你们还未搞清状况就出手，愚蠢至极！传令下去，所有叶家之人立刻返回府邸，我有大事要宣布。你刚才和叶家主是否达成了某项协议，所以他才会将权杖赠予你？算是吧，一件危险的未知之宝，换来一场造化，叶长空当然乐于接受。故弄玄虚，你和叶家主的修为相差甚远，居然还说送他一场造化，哼，你还真以为你是落云剑主啊？不用以为，我就是落云。
不愧是传说中的死物，力量果然强横。也幸好叶长空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无法掌控此物，否则前5皇朝已经变成了荒地。万兽火的存在，霸道无匹，每一次进化所需的资源都是难以估量。进化至武魂焰心，也是目前的极限。五行大道，木者可生火，万兽火是最为霸道的火焰，而冤魂之木，则是代表着永继、死亡。两者存在差异太大了，不知这两物相遇之后，到底会产生何种变化？来了，1亿灵石就为出一口恶气，真是个败家子。齐傲风来了，楚星云呢？他去了何方？禁军办事，生人勿近。若胆敢违抗者，当立诛。禁军办事，生人勿近。若胆敢违抗者，当立诛。你们是谁？我衣服还没穿呢！哎，这是我东西，还给我！钱教头，你这是？我奉君王之命，追杀大逆不道的逃犯。经调查，那些逃犯就躲藏在醉仙楼内。就算是奉君王之命，也必须得到叶家的同意。请代我禀告家主。乔峰，你居然敢挑战叶家的威严！现在的皇城皆由我钱傲风掌控，区区一个叶家，我根本不放在眼里。等叶长空那个老家伙出关后，也要死在我的手里。死啊！找到了！这件王器很是不错，居然达到了5文之列，应该是那位高手买给你的吧？高手？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的眼线遍布尊武城，你以为这句话能骗得了我？又或者说，那人知道我亲自到来，吓得逃之夭夭了？你给我闭嘴！拿下他！你伤了他的性命。如此国色天香的女人，倘若不认真享受一番，岂不是白白浪费了？你敢！我为何不敢？那人为了你豪掷万金，买下这件蓝羽霓裳。倘若他知道自己心爱的女人就要沦为卑贱的床奴，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。愚蠢！我和楚行云只是萍水相逢，你以为抓了我就能逼他出来？是吗？那我就试一试。
此情此景，居然还想着逃出升天，有意义吗？终究要走到尽头了吗？剑之轨迹。好生强悍，这就是剑之轨迹。楚行云，立刻离开宗武城，一定要还。楚行云，你怎么出现了？刚才的感觉，千万不要忘记，以心御剑，便能看到剑之轨迹。刚才那声音，难道是你发出来的？你做得很好了，接下来的一切就交给我吧。交给你？你区区一名地灵7重之人，居然说出这番话，就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据情报所言，此子拥有巨大财富，只要将其诛杀当场，这些财富和王气都将归我所有。楚行云，钱傲峰手中的长剑乃是一件武文王器，全力催动下，纵使你我联手都无法抵挡下来。我们立刻分散逃离，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。逃？尊武城之大，你能逃到哪里去？去死吧！天堂有路他不走，非要英雄救美，实在是愚蠢至极。这一掌平平无奇，他是放弃抵抗了。这是什么手段？光纪掌，可运万物，可灭生机。地灵7重的随手一掌就诛杀了钱傲峰，他一定是隐藏了实力。他居然杀了钱教头！难道他不知道钱教头已被纪大人收为了亲传弟子吗？好强，这才是楚行云的真正实力。那个纪大人，你可曾知晓？数日前，一群神秘强者降临宗武城，为首的那名阴阳强者便是纪大人。我依稀记得，今晚钱毅将会宴请各大势力之主，共同结缔盟约。我们杀了钱傲峰，又大肆屠戮禁军，那位纪大人多半要出手。趁着他还未出手，我们立刻逃离吧。所有人齐聚皇宫，倒是让我省了不少功夫啊。走吧，让我看看那个纪大人到底是何方神圣。楚行云，你疯了不成？难道你不想诛杀钱印，重新夺回皇权？我当然想，只是……那就走吧，让我看看那个纪大人到底是何方神圣。如果这片夜空是永恒的，那该有多好！诸位，此时此刻的万剑阁强者稀少，那洛云更是只会玩弄手段。倘若我们揭竿而起，圈地为宗，就能夺得一方宗域。如果处理得当，或许还能够压制住万剑阁，成为18皇朝的统治之人。如果你们利用手中的权力，在各大皇朝引起混乱，万剑阁必会因此分崩瓦解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将会出手，率领你们迎战洛云，一举成为人上之人。
遵听季大人号令。遵听季大人号令。都起来吧。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纪渊，你堂堂大罗金门副门主，居然来到前五皇朝作威作福、称王称霸，你还要不要点脸？什么？季大人居然是大罗金门的副门主？众所周知，6大势力曾定下协议，相互之间绝不允许插手宗门事宜，更不允许掌控氏族皇朝。一旦违抗，必将予以惩戒。大胆狂徒！你休想妖言惑众！这人就是为了扰乱尊武城，瓦解我们的同盟关系，还请诸位莫要轻信。扰乱尊武城之人，应该是你吧？田印，你显然知道纪渊的真实身份，就是想趁着万剑阁百废待兴，瓜分万剑阁的宗域。你为了一己之私，蒙骗子民，无视6大势力的协议，更狠心将皇族赶尽杀绝，简直畜生不如！堂堂副门主不仅暗中挑拨，还要出手偷袭，真是笑煞我！果然是纪渊。前因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洛云，你不愧是6宗大比的魁首，天赋果然惊人。仅过去如此短的时间，修为就达到了阴阳2重之境，甚至就要踏入阴阳3重，实在让老夫佩服。这名相貌平平的青年是洛云，算你还有几分眼力。哼，他真的没骗我，他真的是洛云。最重要的是，洛云剑主的相貌俊逸如妖。哪怕是一名绝美女子，都会感到自惭形愧。而你，既然她是洛云，那么我之前所说的话，岂不是？身为万剑阁阁主的你，不但易容改颜，还没有任何强者跟随，未免太可怜了点儿。又或者说，你手下根本没有拿得出手的强者，只能亲自到来。这。居然能避开我的偷袭，不错不错。连神霄殿的长老夏云清也来了，看来大罗金门的林元礼和神霄殿的顾玄风早已计划好，派出了纪渊和夏云清潜入尊武城，暗中挑拨，动摇我万剑阁的统治。来！斩空灭灵阵位列7级层次，源于上古，是神霄殿的绝密杀阵，催动到极致，即便是阴阳强者都难以抵挡。还算你有点眼力。今日你既然来到了尊武城，那就把命留下吧。只要你一死，万剑阁和星辰古宗的宗域就将归我们所有。要怪就怪你太愚蠢，居然自投罗网。不愧是2位大人，从今往后，我愿意加入大罗金门和神霄殿，为2宗侍从。
我们也愿意加入大罗金门和神霄殿。我们也是。你们想杀我？啊！怎么回事？一群饭桶，还愣着做甚？还不出手诛杀这尊蟒蛇！空间之力！这尊灰黑蟒蛇有些许古怪，如果继续跟它缠斗，必定会延误了大好战机。莫要理会这灰黑蟒蛇，立即结阵，全力诛杀洛。活动，起！好生诡异的力量！不，我不想死！撤！晚了。洛云，立刻给我住手！许力，雨山。阴阳三重强者被洛云一剑诛杀。我进入阴阳二重后，黑洞重剑达20万斤，手臂上的万象臂铠也晋升至下品黄气，而且刚才那一剑蓄力后，力量达到18万象之力，就连涅槃境也可以战，杀一个阴阳三重的夏云清，何难之有？下一个就轮到你了，洛云，我的修为达到阴阳7重，绝非夏云清可比。你觉得你能杀我？哼，不是觉得，是一定能。许愿逃了！这个洛云实在是诡异难测，每隔一段时间实力都会飞快跃升。刚才那一剑，我有信心挡下，但要想毫发无伤，却有些难度。眼下，计划已经彻底败露，留在尊武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当务之急，就是将洛云的信息立即传到宗门，绝不能让此子继续成长下去，否则将来必成大患。这是我神霄殿的9纹王器，锁空灵网。洛云，你非要赶尽杀绝不成？数日前，你纪渊和夏云清率领10几名天灵高手，伪装身份，
以残忍手段大肆屠戮无辜之人，强行掌控了尊武城。随后，又诛杀万剑阁弟子，引来尊武城的动乱，并且集结各大皇朝的势力之主，准备谋反万剑阁。倘若此举成功，18皇朝将彻底陷入恐慌中。到那时候，死的人数以百万计。此时此刻，你居然说我敢尽杀绝，着实可笑。哼，我不愿动手，并不代表着我惧怕于你。既然你执迷不悟，我就让你看看，什么是真正的阴阳强者。狂蛇斩口，这就是阴阳7重的实力，好生霸道，绝非洛云所能抵挡。你以为用同样的把戏就能胜过我？是万象翻天，这是什么剑招？我和他终究不在一个层次。原本我只是想整合万剑阁和星辰古宗，便去攻打九桓宫，救出刘湘。但是如果鏖战期间，大罗金门和神霄殿在背后使绊子，也是颇为棘手。既然大罗金门和神霄殿，你们如此迫切想要加入我万剑阁，毕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人若犯了我，便让他有来无回。今日之战，我3次催动了万象必改，若不是光源玄境和火元玄境的帮助，恐怕此时的我已经力竭而亡了。洛云阁主，阁主，你没事吧？千印，你所依仗的夏云清和纪渊已经死去，还不把皇权交出来？交出皇权？闭嘴！我说的可都是事实。洛云，你趁着万剑阁和星辰古宗血战，利用卑鄙的手段斩杀强者，谋夺宗域，还有自称是万剑阁阁主，难道你这样的行径不是卑鄙小人吗？你这家伙！说完了吗？没说完就继续说，我听着呢。取而代之所需要的，除了实力之外，还需要庞大的势力。你不要插手，才能镇压一方，维持宗域的不断运转。而这2点，你都不具备。可不正是如此？以你的实力，虽然能连越5级，一举斩杀纪渊和夏云清，但你要是遇到了他们身后的大罗金门和神霄殿，还不是瞬间就被杀死千百回？正因为这一点，我宁愿背叛万剑阁，臣服于大罗金门和神霄殿。无时无事的你，拿什么抵挡2大宗门？又拿什么抵挡2大涅槃强者？到头来，不过是将宗域拱手相让而已。试问，像我这样的尊贵之人，难道要将皇权交给一个莽夫，或是一个下者？与其如此，我倒不如主动覆灭前5皇朝，
这样起码不会遗臭万年。就是说的没错，我们才不能将皇朝给这种卑鄙的家伙。你要干什么？难道你还想继续大开杀戒吗？大开杀戒？你真的认为，就凭你们这帮重置对我指手画脚，我就会对你们动手？你们不配，也没有这个资格。阁主，你为何不杀他们？明明没有理由让他们活下去啊！不是不杀，而是时机未到。这些人只不过是些重置，只要我想，随时都能取他们性命。但如果真的杀了一众势力之主，那18皇朝的秩序就会被完全打乱，而我在18皇朝面前的地位也会一落千丈。强行收取18皇朝虽说不难，但如不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屈服于我，只会让今后万剑阁的发展变得难上加难。所以我必须要忍，为了刘翔，我必须要忍。陆云，阁主。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不可能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这股能量是冤魂之木。阁主，你怎么了？冤魂之木又是什么东西？冤魂之木为魂魄栖息之所，死亡气息浓厚。万兽火为最霸道的火焰，主杀伐毁灭。两者接触后，并非谁吞噬谁，而是融为一体，化为亡魂之气，栖息万千亡魂。你的父亲和幸存的皇族之人，现在都在哪里？他们应该已经离开宗武城。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立刻带着他们前往万剑阁，一刻都不要耽搁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为什么要前往万剑？和我想的一样，有人正利用亡魂之气催动万兽。亡魂之气是由万兽之火和冤魂之木融合而来，前者的存在能够焚烧万物，催动万兽，而后者则蕴含着极致的死气，一旦接触生灵，就会不断的剥离生气，直至让其陷入无尽的恐惧之中。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？不知是何人在利用亡魂之气。如果他的诡计得逞，那这将会是一场足以覆盖18皇朝的恐怖兽潮。我必须要阻止这场灾难。弟子见过阁主。传我的命令下去，但凡万剑阁的高层，立即前往万剑殿，不得有误。是。这就是9位仙湖武者的力量。
自将九尾仙狐武灵交给水千月，才过了几个月，居然就已经将其融入到自己体内了。在九尾仙狐武灵的影响下，气息有了很大变化。但虽然为狐，却是狐仙，一举一动都超凡脱俗，不禁让人在心中想去注意。见过阁主，见过阁主，见过阁主。关于尊武城之事，我已经完全调查清楚。背后黑手就是神霄殿和大罗金门，其目的是想挑拨万剑阁和18皇朝的关系，并且摸清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实力。我调查清楚此事后，已成功将2大宗门之人消灭，但无法更改的是，他们的挑拨之言已经渗入了18皇朝。姬渊和夏云清的出现，赫然说明了大罗金门和神霄殿已经有了侵吞万剑阁的想法，甚至在不久的未来，他们定将挥军而来，宛若疯狗般啃咬万剑阁的血肉。面对2大宗门的侵袭，我们必须在最短时间之内，完全掌控住18皇朝，将所有事宜都归于万剑阁，由我们一手监管。6大势力之中，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实力本就要强过万剑阁和星辰古宗。之所以迟迟不出手，只是碍于九寒宫的存在。没想到这2大宗门的行动这么快，居然已经布置好了阴谋。我们面对着大罗金门和神霄殿，胜算渺茫，唯有强行掌控18皇朝，将所有力量集中起来，才有一线生机。但是，刚刚遭到挑拨的18皇朝，又岂会赞同此事？报！居然敢扰乱宗门大会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让他说。阁主，18皇朝内突然爆发了一场恐怖的兽潮。兽潮？无论是哪座皇朝，还是18皇朝，各地都爆发了兽潮，而且这股兽潮的规模是100年难遇，现在是不是已经逼近万剑阁，并且将把万剑阁与外界隔离开了？我这次回来的目的，正是因为这次兽潮。兽潮爆发虽然是一件灾祸大事，但同时也是我们万剑阁的一次机会。如今兽潮已经爆发，并且毫无征兆可言，18皇朝必将一片混乱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以万剑阁的身份出手，帮助所有难民弟子逃离危险，给予他们安住之地。试问，他们又岂会继续鄙夷万剑阁？你们每人统摄2座皇朝，恰恰为18皇朝。至于如何调配，我并不想理会。至于狂生，你就负责侦测这次兽潮的危害性，并且记录变化。楚虎，你的修为还未踏入天灵境界，处理兽潮的事宜难免有些吃力，所以我决定与你一同遏制兽潮的蔓延。多谢阁主。你们还有何问题？既然无事，那就出发吧，莫要耽误了时间。明白了。遥想当初，你只是一名落魄家族的家主，家徒四壁，手无权势，但居然在短短数个月时间，瓦解水家，振兴家族，并且成为西风城第1天才，连城主都被你收服。此时此刻，你已是高高在上的阴阳强者，一举掌控18皇朝和18古城，坐拥浩瀚宗域，一声令下，万千人俯首屈膝，不敢不从。世事确实奇妙，但世事也变幻无度。我做的一切，只是为了完成心中所想而已，并没有你说的那么高尚无私。倘若我能在水流香之前与楚行云相识，那该有多好。都写在脸上了。有事吗？见过师尊。师尊，
我已经初步融合了9尾仙狐武灵，但是在此期间，我的脑海之中不断有光影浮现，或是回忆，或是武学。这些光影，我应当如何处理？这些光影，终究来自于他人。你在修行之余，需要拥有自己的感悟，更需要拥有自己的见解，方才是真正的强者之道。弟子明白。还有什么事？师尊，我听到传闻，在六宗大比之时，九寒宫派出的弟子中，有一人名为水流香。此人，你无需猜测，他就是刘香。因为某些原因，他不能离开九寒宫，更无法待在我身边，所以我现在所做的一切，都只为踏上九寒宫，将他完好无损地救出来，仅此而已。在未能完成这个目标之前，我绝不会放弃，更不会委屈折服。一切都是为了水流香吗？阴阳强者已经能掌控一方天地，冥冥中能感觉到天地之变化。在仙主行宫的日子中，我和刘香的爱恋凝成羁绊，能隐约察觉到对方的处境。这样的感觉越强烈，就说明刘香的处境越不利，她一定承受着难以言说的痛苦。我必须抓住每一分每一秒，绝不能懈怠。平妖，就此收手吧。参拜师尊。九寒绝脉的潜力果然名不虚传，才刚刚踏入阴阳境界，实力就强横了如此之多。哪怕是阴阳7重之人，估计也难以全身而退吧。唯一美中不足的，是他修炼的冰心绝情诀只停留在5重之境。虽灭绝了一部分情感，但要想完全掌控，依旧需要一段时间。你刚才面对着水流香有何感觉？虽然他刚踏入阴阳境界，但实力已经丝毫不在我之下。由于他能催动九寒之气，我难以施展出任何神通，甚至连武力都会被压制住。这可还不是水流香的全力。在古星秘境中，水流香得到了水落秋的帮助，成功摆脱天残控心石。在此期间，他对九寒绝脉的控制更得精髓。所拥有的实力，你我根本无法想象。他现在受到冰心绝情诀的影响，一举一动形如傀儡，但同时，他的内心深处也在抵抗着这种影响。一消一长，无法发挥出全部实力，也是理所当然。倘若九寒绝脉的力量完全爆发，刚才你岂能全身而退？只要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，他对冰心绝情诀的领悟会越来越深刻，所拥有的念想也会彻底消失。只要时机成熟，我就会立即强行夺取他的身体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会直接湮灭水流香的一切意识，完全继承九寒绝脉以及这具年轻的躯体，所有的危险和隐患都将不复存在。既然师尊有把握，徒儿也不再多言。千寒，自从六宗大比结束后，你就一直心不在焉。这次闭关后，修为虽有进步，却未能发挥出所有潜力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罢了。古星秘境中，
我被水洛丘击中，回来后，那段记忆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，因此有些无法适从。但师尊可以放心，徒儿会尽快调整状态，绝不会让您失望。你真的以为可以瞒得过我吗？你以为你用的那些小伎俩能瞒住你肚子里那个小东西？师尊不要！这孩子是谁的？你以为不说话，我就拿你没办法吗？你身为我的徒儿，九寒宫的圣女，竟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真是愚蠢至极！你立刻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，不然我饶不了你！师尊，千错万错都是徒儿的错，你要惩罚徒儿，徒儿别无异议，但孩子和他都是无辜的。逆徒，触犯门规还要包庇他人，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师尊，还请您开恩。闭嘴！逆徒，真是逆徒！你可知这是何处？徒儿知晓，此地名为绝寒古域，是极北冰库的一处死地。数千年来，但凡进入此地之人，身体会受到寒风的撕刮，灵海会受到冰霜的侵蚀，就连灵魂也会受到永恒的禁锢，到最后将会以无比痛苦的姿态死去。既然你知道，也应当明白我的意思吧？你若道出孩子的父亲是谁，我可以让你将孩子生下来，并且不伤你的性命。相反，若你继续执迷不悟，你就带着你的孩子以及那愚蠢的想法，活生生惨死在绝寒古域之中吧。选择吧，是死在绝寒古域之中，灵魂被冰封住，无法轮回，无法游荡，白白断送自己的一生，还是告诉我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？千寒不孝，未能尽弟子之本分。师尊为我所做的一切，千寒会时刻记在心中。来世，我愿做牛做马偿还。落雨。感觉刚刚似乎有人在叫我，可能是幻觉吧。下去吧。是。梦魇，你怎么看待这次的受潮？这次的受潮爆发得太突然，简直毫无征兆可言。现在18古城都已经进入戒备状态，正全力抵挡着受潮。从目前的情况判断，还能勉强抵挡。这次的受潮实属100年难得一见，几乎将18古城完全笼罩住。是啊，与此相比，我还是放心不下云儿。云儿刚掌控18皇朝，根基未稳。前段时间似乎还出现了动乱，此次受潮的爆发只会是乱上加乱。既然18古城面临的受潮尚能控制，不如你我立即前往万剑阁，一同协助。
云儿，孩儿不孝，让父亲和母亲担心了。母亲，请放心，18皇朝的动乱已经镇压下去。这次突然爆发而来的兽潮，我也做出了周密安排，已经大致控制住。如此甚好，只要你安全，娘就放心了。但云儿，18皇朝刚稳定，兽潮又还未散去，你来圣星城有何事？实不相瞒，孩儿这次来到圣星城，是为了收归18古城的执掌权。收归18古城的执掌权？18古城遭遇兽潮，死伤无数，局势动荡。现在收归执掌权，是否有些操之过急了？是啊，是啊。现在的局势这么混乱，所有人都在抵挡兽潮，要是强行收归执掌权，怕是会引来不必要的骚动啊。父亲母亲，你们可知道，数日之前，尊武城出现了动乱。那你们是否得知，此动乱的挑拨者出自大罗金门和神霄殿？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引来混乱，以便暗中下手，一举覆灭万剑阁。万剑阁和星辰古宗的血战才刚结束没多久，没想到这2大宗门的动作居然如此之快，短短几日时间就想出了如此歹毒的计谋。不过，这也符合他们的阴险性情。本来我对于这次的兽潮还怀有一丝埋怨之意，如此看来，兽潮的爆发对18古城和18皇朝来说，反而是一件好事。毕竟，很多时候无穷无尽的兽潮，永远也比不上歹毒阴险的人心。云儿，你趁兽潮肆虐之际，强行收取18古城和18皇朝的统摄权，从而抵御大罗金门和神霄殿，不失为一个办法。兽潮一过，大罗金门和神霄殿必会出手。倘若我们循规蹈矩地恢复战力，必输无疑。所以，我掌控18古城和18皇朝的原因，并非统摄子民，而是想要在最短时间内搜刮一切修炼资源，全力凝聚黑洞之弩。云儿，你……这是范无劫。我们在万剑山亲眼看到他死去。云儿，莫非你真的将范无劫练成了黑洞剑奴？没错，只要拥有强者魂魄，我就能利用黑洞重剑凝练出黑洞之弩。哪怕对方是涅槃强者，我也能轻松凝练而出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凝练涅槃剑弩所需的修炼资源尤为庞大，堪比阴阳剑弩的10倍。眼前这18尊阴阳剑弩和1尊涅槃剑弩，是我集结万剑阁和星辰古宗的所有修炼资源，方才堪堪凝练出来。那云儿，现在你准备？现在我手中还存有18星将和古繁星的魂魄，只要我能够将18古城和18皇朝的所有修炼资源都收归于手，就能够继续凝练黑洞之弩。这确实是现在最好的办法了。没想到你居然看得这么远。这次血战之后，两宗已经损失了无数精锐，而面对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野心，如果我们不快速缩短双方差距，那么结果就只能化作砧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。既然如此，我立刻通知各大家族，明日就召开家族大会，商议收归权力之事。那我就先行离开了，家族大会的事情就麻烦母亲了。云儿注意安全。动手，拦住这些畜生！完蛋了，守不住的！动手！那是万剑阁弟子。紫霄君王何在？你们是何人？
我名为楚虎，万剑阁10大长老之一。现在我以万剑阁长老的身份，正式接手紫霄皇朝的统摄权。速速让紫霄君王到来。兽潮爆发之际，紫霄君王已死，连尸骨都找寻不到。现在紫霄皇朝由我一人统摄，你们万剑阁刚到来就想夺取我的权利，未免想得太好了吧？哼，那按你的意思，就是不愿交出统摄权喽？交与不交，都在我一念之间，就看你如何讨好我了。我劝你还是好自为之，把手上的武器放下。我原以为万剑阁能有多大能耐，原来不过是一群虫豸罢了。哼，你也就现在嚣张吧。剑阵。是谁？是谁？大胆狂徒，见到万剑阁阁主还不行礼？什么？他就是洛云？立刻动手，解决他们之后，赶快收拾兽巢。是。好可怕的剑阵！这就是万剑阁的实力。现在兽巢正在不断冲撞城门，换言之，城池深处依旧是安全之地。现在但凡老弱妇孺，快速转移到城池深处。至于其他人，听从我的命令，一同抵挡兽巢。万剑阁已经经历过重生，绝非从前可比。而你们是皇朝之人，更是万剑阁之人，我们绝不会看着你们送死。现在，我将以万剑阁长老的身份，完全接管紫霄皇朝。听我命令者，不杀，能保障性命安全；但心生违抗之人，必杀。下着，就如同这渣子。兽潮的爆发已经无可避免，面对着这般可怕灾难，万剑阁绝不会龟缩，定会安然度过此次危机。为了万剑阁，为了千峰城，为了万剑阁，为了千峰城。剑光绽放，剑阵流转。没想到这万剑阁竟然是如此正义之士。本来千峰城已由风中残烛，但万剑阁的出现，让千峰城有了一丝希望啊！我虽然降低了兽潮的杀伤力，但这场兽潮仍会持续一段时间。你们一定要拼死守住千峰城。是。楚虎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此次我们动身前往星辰古宗，路途颇为遥远，而且因为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缘故，我们的行踪绝不能被发现，务必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。夫君，究竟是谁？从声音来判断，应该是一名女子。
但为何他要喊我为夫君，并且给我一种很强烈的羁绊感觉？阴阳强者能感觉到冥冥存在的天地之变，我和刘向的羁绊同样如此。他的这般变化，能说明他此刻正遭受着无尽痛苦。那道呼喊声也必定来自一人，但除了刘向之外，我从未对任何人倾心。那人为何喊我为夫君？又或者说，这一切都只是恰巧而已，无需过多深思。前面之人，你还不快给我让开！找死吗？这圣星城又不是荒郊野外，怎能在这里骑马？你是什么东西？还敢来对老子说教？难道你不知道本公子是谁？我的确不知道你是谁。快看呐，那人不是巨星城城主段云清的儿子段峰吗？听说是段家赫赫有名的天才。难道就是今晚时分将召开家族大会的5大家族之人？怪不得我听说18古城城主都会齐聚圣星城。哎，难道此人的父母也在圣星城？你知道的太晚了。刚才你犯下的过错已经宣判了你的死刑。纵使你现在逃离圣星城，也休想保住这条狗命。虽砸落地面，却无任何伤势。看来这青铠也是一件双门王器。竟敢小瞧我！无聊。好强的灵力，此人实力在我之上。大胆狂徒，居然敢对少主不敬，还不束手就擒！立即封锁此地，绝不能让此人逃了。家族大会在即，他却敢在圣星城闹事，定然不能轻饶。现在你就是想逃，恐怕也来不及了。云说，此人不仅对我出手，还大肆嘲讽了段家和欧家。你动手的时候，别急着杀他。我还要好好折磨一番。此人生性骄纵也就算了，居然还如此歹毒。是啊，不但恶意给那人冠上莫须有的罪名，还要出手折磨，简直是畜生不如。少主大可放心，我定饶不了此人。云叔，你怎么了？敢问阁下，你……看来你知道我是谁。我听说他的父母都在圣星城，现在我给你1炷香时间，让他父母速来见我。啊，小子，你想死得更难看？还是说你已经神志错乱了？你……这段云也是段家长老，修为已达天灵3重，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对啊，他居然服从了白衣青年的荒唐要求，这似乎有些不符情理。哼，面对着云叔，你还能神态从容，看来你也是天灵强者。我从未见过你，可见你并非5大家族之人。这般说来，你应该是一名散修，想要投靠星辰古宗谋取地位和权势。
你很年轻，天赋也不弱。如果换成其他人，说不定会宽恕你的无礼。但你招惹了我，下场只有死路一条，而且还会死得无比难看。哼，是吗？快快放下武器！啊！见过两位城主。父亲、母亲，你们终于来了。巨星城城主段云清见过阁主。玄星城城主欧柔音见过阁主。见过阁主。阁主？这小子是万剑阁的新任阁主。段云清，刚才段峰不仅对我出手，还说要留我一条狗命，好好折磨一番。不知你有何感想？段峰年少，不懂得礼数，还望阁主海涵，我定会好好管教一番。我跟你说话了。敢问阁主要如何处置段峰？如今正值受朝围城之际，圣星城内外处处混乱，段峰不但没有出手阻拦受朝，还在城内横行霸道，随意践踏他人之性命，如此举动理应当场处死。你们两人身为一城之主，对于受朝局势清楚于心，却放任段峰横行霸道，甚至还助长他的暴力性情。从此时此刻开始，你们的城主之位也被剥夺了。你说什么？闭嘴！从现在开始，你把嘴给我闭上。巨星城和玄星城向来由段家和欧家掌控，我们两人的城主之位也是由家族授予，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和认可。阁主，你刚掌控18古城，一言落下就要剥夺我和我夫君的城主之位，似乎有点儿戏了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小女子不敢，只是救儿心切罢了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的言行举止并不是在救段峰，而是将他一步步推入深渊。再者，我身为万剑阁阁主，为18古城的掌控者，我要剥夺你们两人的城主之位，谁人能拦，谁人敢拦？洛云，你利用卑鄙手段统摄了万剑阁和星辰古宗，你的存在无人认可，段家和欧家更是鄙夷不屑。亏你还敢自称万剑阁阁主，随意审判我们的生死！不得胡言乱语！我没有胡言乱语。风儿，夫君，风儿所言虽然激进了些，但何尝不是实话？这个洛云，侥幸统摄了万剑阁和星辰古宗，就应该龟缩宗门，却不料他非要执掌大权，还妄想用一句话就盘剥你我的城主之职，真是可笑之极。但是，洛云已经当众宣判了风儿的死罪，如果我们不出手，风儿必死无疑。难道你想看着风儿惨死当场？那你我抓住机会同时出手，强行救走风儿。你我是家族之人，又是一城之主，洛云绝不敢狠下重手。只要救出风儿，依靠段家和欧家的底蕴，洛云也只能不了了之。受死吧！一群执迷不悟之人。父亲，母亲。
恭迎阁主。奉承我吗？不必多礼。看来也不全是冷血之辈。阁主，吾乃万星城刑部负责人陆真。方才听闻万星城已经由阁主大人接手，这才特意来向阁主请示，看有没有在下能够帮上忙的地方。原来如此，那既然你身为刑部负责人，我有个问题询问你。阁主请说，在下定将如实回答。身为五大家族的段家之子段峰，你可曾听过？是，我与段公子见过几次。那我问你，身为五大家族之子，却驱马扰乱圣星城秩序，并伤及多人，还2度背信弃义，企图独自逃离。若按刑法所示，他该当何罪？回阁主，若论刑法，理应废除段峰的修为，并发配偏远城池，变为苦力。什么？既然如此，就不要愣着。是。来人，立刻将段峰压下去，先废除修为，待受潮消散之后，立刻发配偏远城池。你们想干什么？3位长老，请让开，否则我们办事伤到你们就不好了。陆真，你可要想好了，招惹到我们段家的结果会是什么样？区刑部可保不住你。区刑部，刑部奉阁主之命依法办事，难道你要违抗我的命令吗？哼，别以为你了不起，你不过区万剑阁阁主。要知道，在这圣星城中，我段家可是……这怎么可能呢？身为天灵4重的我，居然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。端好你自己的斤两，现在圣星城可不再是你们5大家族的天下了。刑部管理，是。后续处理就交给你了。过一阵，我便会派人去刑部。谢阁主，属下听令。带走。这是西岭山的茶叶，据说很适合睡前喝。面对段峰之时，我还担心你会直接出手。一切多亏了母亲的提醒。如今的星辰古宗，家族观念早已根深蒂固。虽说4大家族示威，但总归底蕴丰厚。要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交出所有权力，归隐山林，谈何容易？冯岩说的没错，你现在既是武者，但也为阁主。面对着18古城和18皇朝，必须用另一个角度去审视，方能找寻到最佳举措。不过，采取这样的猛烈手段，虽说能赢得人心，但4大家族绝不会轻易放下手中的权力，定会暗中对抗。母亲的顾虑，孩儿早有打算。星辰古宗的家族制度严谨，越是往上，所掌控的权力也就越大，且遍布18古城，管理森严。倘若要从家族手中夺得掌控权，就必须瓦解这一僵局。因而我决定废除4大家族老一辈的高层人物，并将他们交由父亲来管理掌控，以此来遏制4大家族的反抗。除此外，4大家族中不乏年轻之辈，他们的思想开阔，心有抱负。倘若能集中起来，分化到18古城和18皇朝，必定有利于万剑阁的发展。毕竟，血战和受潮过后，18古城和18皇朝势必颓败，也需要注入这股新生力量。
云儿，此事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这18古城的势力，全都是家族宗亲，一代代相传，一代代维系，几乎可以说是固若金汤。仅凭借你的这几句话，根本不可能让他们臣服于万剑阁。对呀，再者以我现在的身份地位，要想管理各大家族的年轻一辈，根本无法做出准确无误的审核。不如，此事我早已深思熟虑，管理年轻一辈之事，非父亲你莫属。至于母亲的担心，孩儿自然知晓。但正因如此，今夜我才会如此强势地镇压4大家族之主。啊！人都来齐了，赶紧开始吧。今天无疑是近些年间最能威胁到我们4大家族的时刻。洛云的所行所举已经赢得了无数人的拥护。难道你有什么办法吗？他拥有的武力，即便所有家族联合起来，也绝非他的对手。藤吉，莫非你要臣服于洛云？啊？那照你的意思，是想让我藤家像你段家一样反抗洛云吗？然后落得跟你一样的下场？你说什么？别吵了，都已经什么时候了，你们2个还在这里吵？4大家族都快消失了，现在是吵的时候吧？段家传承1000余年，底蕴浑厚，即便遭遇了劫难，也绝不会臣服于洛云，更不会臣服于万剑阁。各位大人，刚才洛云以万剑阁阁主之名，当众宣布了一件怪事，属下未能定夺，故前来禀报。怪事？说来听听。洛云当众宣布，说是明日时分，他在圣星学院讲课授道，无论任何身份，无论任何实力，都可以到场旁听，声势显得颇为浩大。讲道。欧家主，你为何发笑？据我所知，洛云在万剑阁的时候也曾讲课授道，现在他故技重施，目的很简单，多半是为了笼络人心，增加自己的拥护者，从而镇压此次的18古城之乱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借此次讲道，将他一举。依我看，大可不必。古城之乱本就是由我们所引起，根源来自各大家族。洛云就算说的天花乱坠，也不可能影响到家族之心，到头来只会是白费功夫。你的意思是，洛云突然提出讲课授道，说明他已经心生焦虑了，所以这次讲道之后，如果成效甚微，那么他就会方寸大乱，最终必定会向我们低头。没错，只要我们各大家族引来动乱，影响之大，足以牵动数人。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洛云根本不敢有所动作。这讲课授道，恐怕是他唯一能做的事。既然洛云想要通过一场讲道力挽狂澜，那我也想看看他的自信到底来自何方。我定要将他对我段家所做之事付出代价。这亡魂之息的死亡之力竟然如此强大，感觉只要一不小心控制不当，就会被这火焰吞噬，成为这火焰的奴隶。破！没想到父亲竟然一直在坚持这种事情。怪不得这一阵总能感觉到一股死亡能量从段家大宅中溢出，没想到整个亡魂之气就是由段家控制的。但是为什么呢？引起受潮对于段家也没有什么好处，难道是大罗金门？柳梦烟和楚星辰，那2人
不是武敬显和令天冲吗？没想到涅槃强者的气势如此可怕。没想到洛云居然找了这两人来给他撑腰。现在的局面对我们来说很不利呀！快看，那里有人！洛云来了。他就是万剑阁阁主洛云。洛云阁主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此次讲课授道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。我们对洛云阁主的敬佩之情，犹如滔滔江水般连绵不绝，自然要来观摩一番。哼，是吗？我的确说过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。所以，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喂，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这五大家族根本就没被他放在眼里啊！洛云阁主的语风果然犀利呀！既然你不欢迎我们，那我们离开便是。我们暂且离开此地，莫要影响了洛云阁主的讲道。毕竟一旦闹出什么笑话，反而不好。此次讲道主要授予青年一辈，其余者也可以旁听。可能在你们的眼中，所谓的讲道授课必定跟修炼有关，其实不然。天地大道3000，或为修炼，亦或为本心，包罗万象，晦涩复杂。但今日，我只是分享一下个人见解而已。这段时间，星辰古宗发生了许多事，先是六宗大比的混乱，而后是星辰古宗和万剑阁的血战。而此时此刻，星辰古宗则遭受受潮之灾，损失惨重，而这些事的矛头显然都指向了我。哼，这就是所谓的讲道授课，的确出乎我的意料。这好像不是讲修炼的呀？不知道啊。我的父亲出生于万剑阁，我的母亲出生于星辰古宗，因而我的身上也流淌着星辰古宗的柳家之血。星辰古宗传承数千年，以家族立宗，虽划分为5大家族，但家族之间姻亲无数，所有人体内流淌的血脉都不分氏族，更不分内外。换言之，流淌着柳家之血的我，何尝不是你们之中的一员？何尝不是你们的兄弟姐妹？如今18古城之乱，想必你们都清楚，这些人皆来自于星辰古宗，现在却是兵戎相见，杀伐混乱。他们所造成的杀戮，比之无尽受潮还要疯狂，还要残忍。现在，18古城的执掌权已被授于我手，一切的利益纽带，我也已经挥剑斩断。只因为我体内流淌的家族之血，不允许我眼睁睁地看着18古城继续走向腐朽，更不愿罔顾人伦之道德。兄弟姐妹们，一念重建18古城，一念重现家族荣光，这些绝非遥不可及的梦想，只需你们放下心中的犹豫，勇敢地踏出这一步，这便足矣。风儿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是啊，你不是去参加那个演讲大会了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爹娘，那洛云好像已经知道亡魂之期就在咱们段家之室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那亡魂之期被我用灵力隔绝在地宫中，他区区一个万剑阁阁主，怎么可能察觉到？但洛云他……云清，你先不要急。风儿，你先冷静一下，你把事情从头到尾讲清楚。
就在那个演讲要结束的时候，我还有一言，请诸位静听。今日圣星城受到兽潮之扰，在场的诸位应该都有所耳闻。想必各位都希望知道这次兽潮因何而起。经过我的调查，现在已经找到引发此次兽潮的原因了。想必此次兽潮很快就能够结束了。啊！这可怎么办？要是这件事暴露了，段家肯定会被其他4大家族联手灭除。风儿，这件事还有别人知道吗？应该只有我们知道。你先回屋休息吧，剩下的交给为父来解决。是。云清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在万剑阁没有对我们动手之前，先下手为强了。爸！梦魇，怎么了？这信啊！段家将于明日举办宴席，以此盛情邀请18古城城主。如今的万剑阁阁主洛云阁下，这分明就是鸿门宴呢，简直是连藏都不藏了。看来这段家已经没有什么剩下的手段了，难道是想要鱼死网破吗？不行，这段家分明就是想要除掉你，还是无视他们比较稳妥。但云儿才刚在18古城中树立威信，如果不前去赴宴，恐怕4大家族又要拿此事在城中做一些文章。母亲所言极是，现在这个时期，不前去参加是不可能了。而且，就算他们明摆着想要害我也感觉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办得到。云儿，虽然段家实力并不及你，但还是要万事小心。母亲之言，孩儿必将牢记。来者何人？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望阁主包涵。无妨。恭迎。段云清，我堂堂万剑阁阁主，你就带着这点人来欢迎我吗？洛云阁主，您真是会说笑，无非就是一起吃一顿饭，和多少人有什么关系？哦，看你这架势，可不像是要请我吃饭呀。给洛云阁主上菜。
想跑？落云阁主，看来我段家准备的开胃菜不是很符合你的胃口呢，就让我这管家来请你吃点好的吧。好啊，我倒是想看看你段家到底有什么能耐。这小子差点就让他得逞了，看来没伤到骨头。哼，不够啊！你说什么？就你一个人有点不够打。你们两个也一起来吧。断头！不好，小腿的骨头好像断了，这货到底什么来头？还有这眼神，是在瞧不起我吗？还行吧，没事了。这小子不好对付，一起上吧。好。他是怪物吧？居然连3位长老都奈何不了他。父亲，快跟我走，去地宫。你们太弱了。什么？断水！好快！你还有功夫担心别人吗？接下来，父亲，咱们为何要来这里啊？
我劝你赶紧收手。洛云，果然是你们段家搞的鬼。你不会真的认为区区一座地下宫殿，能够隐藏得了亡魂之妻的灵力吧？当然没有，但为了让段家能继续维持统治，我只能这样做。大罗金门向你承诺什么了吗？你是不可能赢得了他们的，就凭你还想要与整个大罗金门对抗？无论大罗金门对你说了什么，我劝你不要碰那个东西。我才不会信你！只要我将这亡魂之妻的力量占为己有，你就准备受死吧！蠢货！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云清，父亲。千罗万象，风雷涌动，无形之象，化气凌盛。没想到这无上帝兵竟是如此强悍。自作孽，不可活。看来你已晋升涅槃2重了。这几日的战役很是顺利，所以呢，你因何事而来？就在你处理18古城的琐事的这些天里，大罗金门和神霄殿一直在暗中作梗。兽潮的源头被处理，也就宣布了他们的计划已经失败。他们必然会开始新的行动。已经开始了吗？是燕翔关吧？哼，真不愧是你，居然已经算到了这一步吗？我也只是刚刚想到这一点。此次兽潮一旦被镇压，应该很快就会消散了。那2大宗门可能也没想到，这次兽潮这么快会被解决，所以他们一定会想要通过骚扰我们，来使我们减缓驱散兽潮的进度。大罗金门与神霄殿来势汹汹，我们不能给他们一丝机会。燕翔关山势陡峭而又险峻，唯独中间的山道能畅通2侧。也就是说，倘若大罗金门和神霄殿要出手，势必会经过这里。只要我们利用地势之优，提前一步布置防御工事，就能够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，从而不断拖延战机，为收归修炼资源提供充分的时间。
只要3000剑气为攻，3000星文铠为守，攻防为一体，绝非大罗金门和神霄殿所能抵挡。我所做的布置只是雏形，具体要如何调度，还需要详细规划一番。前辈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武敬邪从不臣服任何人，即便是高高在上的武皇强者，乃至传说中的地境强者，都休想让我俯首称臣。我如此，敬天军也是如此。倘若你想指挥我，让敬天军沦为战争的牺牲品，我劝你还是收回这个念头。我和敬天军为战而生，最终也只会为战而亡。无论是你还是敬天军，我从未有奴役之心，更未想过将你们当成牺牲品，随意驱使。虽说你我之年龄相差甚大，但江湖无岁，我早已把你当成出生入死的伙伴。你是如此，丁前辈和莫前辈也是如此。小小年纪，却要承受普通人都没有承受过的事情，这就是你露出如此笑容的原因吗？这一战如何？你是否有兴趣接下？我戎马数10年，以多打少之战不在少数，但这一战倒是颇有意思，我接下了。昔日，武敬邪愿意留在启天峰，只是为了和万剑阁一战。而现在，武敬邪所要面对之敌，是更加强大的神霄殿和大罗金门。为战而生，为战而亡，上一世的我何尝不是如此？但这一世，我只会为了刘翔。两位前辈，你们怎么会在此处？依靠一处险地，强行抵挡2大宗门的侵袭，这样的疯狂举动，恐怕也只有你这小子能够想出。武敬邪率3000敬天军强势镇压18古城，在此期间，敬天军经历了不少激战，难免会有所损坏，因而我特意赶到了星辰古宗。受潮波及18皇朝和18古城，处处都透着危险，而修理敬天军之事不得拖延。穷极整个万剑阁，也只有我能随行护送了。本来我们正准备离开圣星城，便听到了你和武敬喜的对话，没想到你小子早就暗中布下了谋局，以此抵挡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侵袭。更没想到的是，这样的刺激之事居然没有通知我一声。俗话说见者有份，既然我知道了这件事，就有参与的权利。大罗金门的霸刀，神霄殿的古钟，我早就想领教一番。此事有趣，我也想参与一二。莫大师一直都不喜杀戮，鲜有参与战争之事，但此时此刻，他要主动参与燕翔关之战，这实在出人意料。楚青云，你曾通读上古典籍，对于天宫宗的存在并不陌生，甚至连天宫宗的心秘都知之甚多。当年天宫宗为上古大宗，弟子无数，宗域广阔，几乎每一人都通晓机关木甲之道，能控御无数灵魁。但正是如此强横的天宫宗，最后还是走向了衰落。在藏身天宫秘境的漫长岁月之中，我开始不断反思这个问题，寻找根本原因。哦，那前辈现在已经找到其根本原因了吗？天宫宗掌控无数灵魁，堪称无敌，可天宫宗之中却无人懂得调兵遣将和分析战局之态。自从明白这一点之后，我就开始钻研军事之道，并通读所有军法古籍，目的就是为了验证我这一领悟。而现在，这一机会就摆在我的面前。燕翔关之战，我愿为军师，还望允肯。
莫前辈，你我从相遇开始便成为了忘年之交。既然你通读所有军法古籍，并且对军道了如指掌，那么军事一席定将交付于你。至于令前辈，燕翔关之战困难重重，有令前辈鼎力相助，乃是一大幸事。这样甚好，由我3人镇守燕翔关，定将让那大罗金门有来无回。既然计划已定，那我们2人就先行离开了。段家之事，想必你们2人也听说了。段云清以及我女欧柔音，已丧命于洛云之手。欧家主，你刚才说的，怎么和我听到的不一样啊？我怎么听说是段云清被大罗金门收买，故意用王气引发受潮，但是操作失误，最后被王气吞噬了。等急，别说了。为何不能说？他们私自勾结大罗金门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大罗金门的本性吗？要是投靠他们，跟让我们送死有什么区别？行了行了，少说2句。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面对着大罗金门和神霄殿，根本不可能抵挡住。倘若真到了那一关，18古城必将走向灭亡，甚至可能沦为不毛之地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只有投靠于他们，才能保住我们4大家族在18古城的权利。现在受潮还未退去，大罗金门虽然一直在18古城的边境骚扰，但还构不成威胁。若不趁这个机会将洛云除掉，怕是之后我们4大家族再也没有能力控制18古城了。而且相比于此，我宁愿死在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刀下，或成为奴役，也不愿18古城落到洛云的手里，只因他是一个卑微的野种。什么柳家之血，什么兄弟姐妹，只不过是浮云罢了。野种就应该有野种的觉悟，哪怕实力再强横，也休想染指家族的尊贵。我们执掌18古城多年，那个卑鄙的阴险小人却想收归一切掌控权，那我们岂不是沦为败家之犬？确实，洛云凭借一句话就想让我们归隐山林，实在是天大的笑话。他不仁，我们不义，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。洛云，看你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？放我们出去！放我们出去！我们要去帮忙镇压守城！对，放我们出去！放我们出去！我们要出去！我们要出去！我们要出去！放我们出去！一群无知的小鬼，居然做出如此可笑的举动，真是笑煞旁人。郭烨，你身为圣星城的禁军统领，就应该征战沙场，为圣星城，为18古城浴血杀敌。就是，你应该抵御大罗金门和神霄殿，现在你却派兵镇压我们，难道不觉得丢脸吗？就凭你们这群小鬼，也想跟我郭烨对抗？今日就算是神仙下凡，也休想改变局面。哦，是吗？你刚才说，神仙下凡都休想拦住你，那我呢？
恭迎洛云阁主。见到阁主亲临，还不行礼？恭迎阁主。都起来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启禀阁主，近日来，这群青年学子的言行极为反常，曾聚众朗声游学，严重干扰了圣星城的秩序。我出于无奈，只能派人驻守，以免引来更大的混乱。好一个无耻之人，居然敢混淆事实！你枉为禁军统领！安静。这些青年一辈拥护于我，更支持我的讲道之言。但你说他们的言行反常，我是否可以理解成，你觉得我的讲道之言有违常理？再者，你口口声声说青年一辈的朗声游学严重干扰了秩序，这里的“秩序”二字，到底是圣星城的秩序，还是你的秩序？郭义不敢。既然不敢，那还不撤军放人？郭义，你听不到我的话？郭义不敢。既然你不愿出言，那么就不必回答了。郭义，你滥用职权，强行镇压圣星城学院学子，从今日开始，立即剥夺禁军统领之职，永不录用。至于一众禁军，则禁闭3日，反思己过。郭义，你滥用职权，强行镇压圣星城学院学子，从今日开始，立即剥夺禁军统领之职，永不录用。至于一众禁军，则禁闭3日，反思己过。此事你自己到刑部领罚，倘若继续懈怠，就是罪加一等。30万青年学子的游学受到了各大家族的打压，这个郭义，赫然正是各大家族的爪牙。经过此事后，那些家族也不敢再造次。那些家族高层的思想根深蒂固，要想强行改变，难度颇大。但奇怪的是，我这次的动作声势浩大，但那些家族之人却出奇的安静。师尊强势出言，那些家伙岂敢多言？大事不好了！刚才段纯和孟无为等人宣布，要以4大家族之主为首，建立长老会，并网罗了大量的家族高层和古城官员，声势颇为浩大。他们网罗的古城官员中，赫然有郭义的名字，而且他们还当众宣布，任命郭义为长老会的理事，给予了极大的特权。真是岂有此理！他们眼中还有没有师尊？云儿，此事你怎么看？先过去看看，再做定夺。
四大家族不是已经被限制权力了吗？那为何如今还会在万兴楼？嘘，这可不能瞎说呀，小心野火烧身。来了。阁主亲临万兴楼，还真是让我等感到受宠若惊。时至此刻，你们还要惺惺作态，有用吗？你们4人先是建立长老会，而后又任命郭毅为理事，这2大举动都是在影射师尊，要让师尊难堪。就算现在跪地求饶，也是晚了。这位是乐凡长老吧？你刚才说的话，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？还要装傻？前段时间，洛云阁主当众宣布，让各大家族归隐山林，成为隐士家族。我们见此，就有了建立长老会的想法，想聚集各大家族的高层以及一些古城官员，成为家族的中坚力量，相互帮助，共同切磋。请问这有何不可？虽说郭毅已经被革职，但他也是家族之人，吸纳他加入长老会，并给予一定的职位，这似乎没有触犯刑法吧？是否触犯刑法，与我何必疑虑？正好，代表着万剑阁刑法的陆长老就在此地，直接询问于他，不就一清二楚了？这家伙，居然在中和我对他施压的灵力。郭毅虽被洛云革职，但他的手中还掌握着数万禁军，权势颇大。4大家主任命他为理事，地位极高，目的就是为了取代柳家。曾经的星辰古宗分为5大家族，柳梦烟统摄星辰古宗之后，柳家的地位渐渐变得超然。但在柳家中，依旧有不少老一辈人物不服洛云，因而大张旗鼓地任职郭毅。不仅是要打击洛云的锐气，还想得到更多家族高层之人的支持。这一点，他再明白不过了。没想到连柳家主也来了。哼，这长老会是为了家族发展而建，你身为柳家家主，可以无条件加入。至于你的夫君，那就算了吧，他的出身贵于地位，还没那个资格。你说什么？倘若他要加入长老会，办法也不是没有，只要他愿意入赘柳家，改为柳姓，我们倒是可以考虑考虑。你再说一句话，我就让你的脑袋和你的身子说再见。柳家主，我劝你说话小心点。圣星城可不只有你柳家。哼，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。哼，有4大家族罩着我，就算是柳家，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郭毅，你好大的狗胆！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了。
你退下。郭毅，就算你现在求饶，也免不了一死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就凭你一个小小万剑阁阁主，能奈我何？死了吗？不可以击！好。认清了吗？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。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是个人。你不要过来，求求你了！郭毅，你屡教不改，我曾经给了你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但是你仍勾结四大家族欲谋害我，而且还对我母亲出言不逊。我身为万剑阁阁主，统摄18古城，军威无人能够侵犯。但郭毅却当众重伤我的父亲，目中无人，依刑法，此罪当诛。你就到那边反思。洛云阁主不愧是6宗大比的魁首，实力果然强横。说出一个罪名后瞬然出手，就连郭毅本人都没反应过来，佩服佩服。郭毅之死是他罪有应得，你们长老会对于他的无理举动选择了出声包庇，那么你们，阁主此言差矣，这郭毅是罪有应得，死有余辜，我们4大家族可与他毫无瓜葛呀。4大家族这么快就与郭毅划清界限，明显是在诱我出手。只要我对4大家族动手，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拉拢群众进行反击，绝不能上他们的当。我们走吧。师尊，你恭送洛云阁主。没想到这洛云还有些理智，若他在此处向我们出手，我们就能名正言顺地将他击倒。但他居然看透了我们的计谋。岂有此理！真是岂有此理！云儿，刚才难为你了。4大家族建立了长老会，授予郭毅职位，并且当众出言重伤，都是为了激怒我。死了一个郭毅，已经足够他们大做文章。倘若我继续出手，只会正中他们的下怀，让他们有机可乘。所以，刚才在万星楼内，我们绝对不能继续出手，尤其是我。他们所有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针对我，想要一步步瓦解我们的威信。原来我错怪师尊了，没想到师尊竟如此用心良苦，面对如此讥讽还能够隐忍下来。既然有所顾忌，那我们大可以暗中出手。那些所谓的家族高层、古城官员，全都是该死之人，一个都不能留下。刑法本就神圣不可侵犯，那4人居然借刑法来扰乱18古城的秩序，实属该死，绝不能让他们活在这世上。今夜之事刚结束，你们就暗中出手，这无疑是在昭告天下，我们就是行凶之人。如此一来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将功亏一篑，18古城之乱也将无法平息。那今日的屈辱，我们要闷声隐忍下来。今日之耻辱，
必将传遍整座圣星城，乃至18古城和18皇朝，岂能隐忍？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岂能这样作罢？父亲放心，您今日做出的隐忍，我绝不会辜负。但是，你所受的屈辱，我也绝不会放任不理，定会让那些人千百倍还之。这么做也是为了得到18古城的资源和支持，否则的话，我们根本无法抵挡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入侵，更别说救出刘翔。既然那4人要跟我玩弄权谋，那好，我会让他们知道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权谋。洛云就此受挫，实在是一大舒爽之事。那洛云在圣星城实行严令，让我的面点店生意非常难做。倘若不是4位家主手段莫测，我们也无法发泄心头之恨。让我们举起酒杯，敬4位家主一杯。启禀家主，属下有要事相报。说，到底何事？刚才，洛云出言宣布，将于明日时分在圣星城中央举行第2次讲道，无论任何身份，无论任何实力，都能出席听讲。第1次讲道，洛云糊弄了一群毛头孩子，引来无数人的嗤笑讥讽。今夜他的声望更是坠入谷底，就应该龟缩起来，偃旗息鼓。但他却要举行第2次讲道，你们说他是不是神智出现了问题？第1次讲道就如此失败，第2次讲道有何意义？更何况洛云现在遭到无数人的讥讽，哪怕他说的天花乱坠，也无人听讲，更不会支持于他，一切都只是白费功夫。这个洛云真是愚蠢至极，我们之前都高估他了。他以为举行第2次讲道就能挽回点脸面，殊不知这样只会让他更加的难堪。不过这对我们也是一件好事，何乐而不为？洛云一日不死，这圣星城就一日不得安宁。段家主，除了讲课授道外，柳梦烟还发出了一道密函，让我务必亲手交给诸位。4位家主，这卷轴到底有何玄妙？卷轴的内容很简单，那柳梦烟要邀请各大家族的高层人物，一同商议18古城和18皇朝的势力划分。至于地点，则是在风流居。这张卷轴的出现，赫然说明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18古城之乱和今日之事，让柳梦烟看到了各大家族的强大凝聚力。心中深知洛云根本无法瓦解各大家族，更无法执掌18古城，所以身为母亲的她才会出此下策，对我们做出妥协，从而帮助洛云缓解尴尬局面。商议势力划分，换言之，就是商议如何分配势力，这是洛云唯一能做的事情。否则的话，18古城之乱将会越来越严重，最后将危及整个万剑阁。商议势力划分固然是一件好事，但要捋清此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，而且商议地点是在风柳居，是否会有诈呀？就算有诈，洛云又能如何？18古城之乱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皆由那些家族的年轻一辈引起。我以大肆出言嘲讽，也跟我们毫无关系。难道他还能一次杀了我们？更何况
如果洛云要动手，他也不会让柳梦烟发出密函，直接大手一挥，让武敬血率3000敬天军杀来便是，何必这般麻烦？如此说来，这场所谓的商议，实则是尾声妥协。今夜洛云面对着我们，都选择了忍气吞声。现在的他，除了继续妥协之外，难道还有其他的选择？今晚我们便召集各大家族的高层，浩浩荡荡地前往风柳居。我就不信，洛云还敢玩什么花招。好，有4大长老在此，那洛云定不敢做出什么出格之事。小哥，吃果子吗？好甜。哎，这可都是自家种的，这个就不收小哥钱了。老伯，这果子这么香甜，为何卖不出去啊？没有办法呀，都是那些商铺的老板。这帮商户与4大家族来往十分亲密，他们仗着这股势力不停地壮大，并且迫害挤压我们这群小商人。哎，因为占据了很多更好的资源，导致我们这种做小买卖的呀，根本卖不出去。你们一直是这样吗？是啊。其实前一段时间，那个新的阁主来到我们圣星城时，我们还以为他能够为我们带来希望，但现在来看，还是4大家族的权势更大呀。唉。看来无论是接手18古城，还是拯救这里的人们，前提都是要把4大家族处理掉。段家主，为何要站在此处啊？看来这四周并没有布下什么陷阱，现在看来是很安全的。怎么不见洛云阁主？商议之事将由我全权处理，云儿自然不会出现在此处。我倒是忘了，明日时分，洛云阁主还要讲课授道，现在他应该在认真准备吧。你们不要太过分了。哎呀，柳家主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别当真。莫要浪费时间，入内吧，我早已准备好了一切。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这灾祸领主竟如此消耗灵力。云儿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。
没想到母亲说的竟是真的，四大家族手中仍然有一张能够对付我的底牌，而这底牌就在我眼前这振兴殿之中。振兴卫曾经隶属于五大家族，除了五大家主之外，任何人都无法调遣，甚至连其存在都不知道。当日，万剑阁和星辰古宗血战。古繁星所统帅的一众强者，来自于18古城，振兴卫则是镇守18古城，暗中保护。而血战结束后，这支庞大军队就消失了。即便母亲就任柳家家主，统摄星辰古宗的大小事宜，都未能找寻到丝毫踪影。这大门竟然被一众剑阵封印，果然有蹊跷。这四大家族为何要将一处远在荒野中的宫殿施加如此等级的剑阵？这股灵力，难道就是传说中由四大家族掌控的振兴卫？这振兴卫实力强勇，我还是先回到万剑阁，等想好对策再前来讨伐吧。什么？居然不见了！好强劲的力量！看来，单靠剑术是没法击败他的。浮动，有效果。这招又如何？一闪！看来这就是召唤振兴卫所用的灵气了。这下四大家族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底牌。我现在倒是想要看看，你们还能有什么花招。这东西能量无比强大，看来定是剑阵的核心。
这东西能量无比强大，看来定是剑阵的核心。奇怪，四大家族将剑阵放置于此处，竟然只让1名镇香卫来看守。灵骸巨型蝙蝠，为何这里会有这种级别的魔兽？好硬！风雷！不过如此。给我破！成功了！没错，这剑阵已破。这下。看四大家族还有什么力量与我一斗？我们商议了半宿，不知柳家主有何决定？你们不觉得这个决定有些荒谬吗？四大家族为首，统摄着各大家族，更是得到无数百姓民众的拥护。在这股力量面前，治理好18古城轻松至极，即便要治理18皇朝，也是不在话下。我们要求给予18古城和18皇朝的5成统摄权，这有何荒谬？此话没错，我们的要求已经是低中之低了。如果让洛云阁主继续出手治理，只会引来更为严重的混乱。18古城之乱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是啊，是啊，四大家族在任期间，我们也是家顺民安，人人生活美满，根本没有理由取消四大家主的治理权呢。是啊，是啊，这四大家主不在，谁来维护我们商人的权利啊？你下去吧。柳家主，究竟何事让你露出如此笑意？此事与你无关吧？柳家之事无需你们关心。现在
我们重新讨论18古城和18皇朝的分配事宜。此事影响重大，未有定论之前，都不得离开此地。刘家主，我们4位也经过了数次协商，今日你我索性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经过认真讨论之后，我们最终决定，要收归18古城和18皇朝的70%资源，少1分都是不可。而且，这70%资源的交接事宜必须在7日内完成，不可拖延时间。至于交接事宜，必须由洛云阁主亲手操办，而且还要当众给予。70%资源，阁主亲手操办，还要当众给予，你们未免也太异想天开了吧？你们觉得自己优势很大？我劝你们还是好自为之一点比较好。毕竟你们所谓的优势，对我们来讲只是虚有其表罢了。那刘家主，咱们就走着瞧吧。既然你们的要求如此无理，那我们也不必继续谈下去了。跟我们缠斗了大半个月，最后还是被气得愤然离去，真是可怜。我们刚来风柳居之时，要瓜分5成资源，柳梦烟并未直接拒绝，而是继续协商。10日后，我们要瓜分6成资源，柳梦烟虽有怒色，却没有就此离去。今日一听到7成资源，他径自转身离开，这赫然说明7成已经超出了他的底线。只要我们稍稍退步，他应该会委声答应。段兄分析的极是，我们甘愿在风柳居待上大半个月，目的不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资源吗？我们继续向他们施压，想必再过一段时间，他们就会主动将资源奉上。待我得到庞大资源，这圣星城就将有我的一席之地。你是何人？为何闯入我的庭院？原来是莫家主，失敬失敬。10日前，我已经在万剑阁分部签订契约，并缴纳了灵石，正式购得这一处庭院。一派胡言！莫家主，这是房契。房契？怎么会这样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是这座庭院的拥有者，还请莫家主就此离开。倘若你还要苦苦相逼，那就是私闯民宅，理应降刑。圣星城内从未出现过房契一说，在这段时间内，圣星城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。莫家主，刚才我返回住处，便看到有人强占了我的庭院。我本想出手严惩一番，岂料他们居然拿出一张房契，将我强行赶了出来。什么？你的庭院也被强占了？也？难道说，欧家主，你的庭院也被强占了？你们怎么知道？不仅仅是庭院，我的3处阁楼、5间商铺全都被强占了。更恼火的是，那些人手中都有所谓的契约，还说是得到了万剑阁的支持，让我不得靠近半分。
情况如何？启禀段家主，经过我们的调查，洛云在第2次讲道中，当众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收归18古城的所有地产、商业以及权势，并且将这些划分开来，交予每一位百姓民众。洛云居然强占了我的地产和商铺，并且还将这些资源都卖给了百姓民众，他凭什么？我族传承了数百年，资源何其浑厚，现在仅过去大半个月，我不服，我不服啊！如此举动完全不符合刑法之道，难道他就不怕引来众怒吗？洛云的举动，我们绝不能容忍。是我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拿回来。莫家主且慢，我刚才收集情报的时候，遇到了不少家族之人，我当即发出邀请，想让他们一同出手，抵制洛云的暴行。我们各大家族联合起来，势力何其庞大！这一次，我们不仅要让18古城陷入混乱，还要让洛云为此感到后悔。但是我们发出邀请后，那些家族之人不仅没有同意，还大肆嘲讽我们是愚蠢之人，并让我们立刻离开18古城，否则什么？否则就将我们全部人扭送到刑法殿，承受牢狱之苦。什么？那些家族之人对待洛云似乎很是拥护，完全没有厌恶和抵制。难怪大半个月前，柳梦烟会主动邀请我们前往风柳居，原来就是为洛云争取时间，大力推行改革举措。这洛云居然想出这种阴狠歹毒的办法！如今洛云的阴谋得逞，我们不但一无所有，还变成了过街老鼠。要想扳回一城，难度怕是不小。这倒未必，洛云利用阴谋偷偷夺走了我们的一切，那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强势夺回。没想到竟然如此顺利。推行改革的这段时间，18古城的混乱不复存在，百姓民众对万剑阁也不再心生抵制，人人抵御受潮，安居乐业，倒也逐渐繁荣了。这是自然，家族制度有利于星辰古宗的稳定统治，但同时也会制约各家发展。如今百姓民众看到了发展之道，人人渴求奋进，我们只需要稍加引导，自然就可以让18古城扫清颓势，在最短时间内恢复过来。师尊，怎么了？刚才4大家主来到了刑法殿，说是要当面与你对峙，声势强烈，很快就吸引了人群围观。此事已经传遍圣星城，闹得沸沸扬扬。他们来的倒是挺快，父亲母亲，我们一同前往刑法殿吧。好。洛云阁主来了啊！四位，许久不见了。洛云，你的所有把戏我们都已经看穿了，无需再惺惺作态。今日我们来到刑法殿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让你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18古城的房产、商业、权势，以及属于我们的一切都交出来。属于你们的东西？星辰古宗传承数千年，自建宗伊始就立下宗族和5大家族，宗族统摄全局，5大家族则管理18古城的规矩，因而18古城的一切事务都属于5大家族，此乃立宗之本。血战后，各大家族高层全力经营，挽救18古城的颓势，眼看有所起色，你却将18古城的权力收于囊中，还大肆划分，搞得18古城支离破碎。枉你身上也流淌着家族之血，
却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愚蠢之事。现在，我们4人不但要收回一切，还要剥夺你的权力和地位。唯有如此，才对得起星辰古宗的先祖英魂。4大家主是为了夺回18古城的房产、商业权势。如此说来，他们是要回到往日的家族制度。倘若真是如此，那我们之前付出的灵石和资源，岂不是变成了白费？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要剥夺洛云的权力和地位。但4大家主说的话，的确是星辰古宗的祖规。任何人要是触犯了祖规，就必须逐出星辰古宗，就连洛云也不例外。洛云，现在你自行放下权势和地位吧，这样也可以给你留几分脸面。哦，原来都是废话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居然敢违背祖训！你们这些贪图利益之辈，也有资格当众谈论祖训？母亲息怒，我的身上虽然流淌着家族血液，但我尚未认祖归宗。而你们却跟我大谈族规祖训，还要剥夺我的权利和地位。自血战过后，我成为万剑阁阁主，星辰古宗成为我统辖的一部分宗域。你们来到我的城池，踏入我的刑法殿，却口口声声说要遵从星辰古宗的规矩，这未免有点可笑吧？这天下是万剑阁的天下，更是天下人的天下，不是你们4大家族的天下。洛云，你简直！洛云阁主说的没错，现在的18古城属于我们所有人。你们这些贪图权力之人，立刻滚出去！洛云阁主的改革措施仅推行大半个月时间，18古城就有振兴之势。倘若重新被家族执掌，只会变得愈发衰落。你们这些人，宁可让18古城落入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手中，也不愿意被万剑阁执掌。根本不是为了百姓民众着想，只是为了心中的贪念。拥护洛云阁主，5大家族速速归临天地！拥护洛云阁主，5大家族速速归临天地！洛云，你好狠，你简直是禽兽不如！是你们自诩老谋深算，要跟我玩弄心计权术，这是你们咎由自取的。不敢玩可以不玩。既然要玩，那就要玩得起。就算你得到了众人的拥护支持，那又能如何？18古城局势之复杂，绝非你这种毛头小孩能够掌控。在你的统治下，18古城必定会走向灭亡。诸位，洛云此子言语犀利，他说的这些话只是为了得到你们的拥护和支持。洛云不过20。怎么可能让18古城欣欣向荣？只有我们这些经验丰富之人，才能够带领你们走向富强。我们身上都流淌着家族的血液，定不会加害你们，还望你们能够认清事实，不要受到贼人的蛊惑。相信你们就是将所有的地产、商业和权势都归入你们手中，然后宛若奴仆那般听从你们的所有安排。我刚才说过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。天有时，地有财，能与人共之者人也。人之所在，天下归之；义之所在，天下复之；道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故天命无常，唯有德者居之。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，这也是我们所追求的天下。乃天下人之天下，也是我们所追求的天下。现在，你们还要继续对簿公堂吗？洛云阁主说的对，拥护洛云阁主，洛云阁主，我们支持你。说的对，我们支持你。前几天那场面，洛云阁主当众痛斥4大家族的家主，真可谓年少英才啊！是啊，我此生必将永远拥护洛云，依附万剑阁，绝不心生叛意。
倘若按照这般趋势下去，不出半月，所有人都会拥护洛云，而家族制度也将就此消失。洛云将18古城划分开来，教育所有的百姓民众，更说出铮铮宣言。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能力，实在难以力挽狂澜。力挽狂澜虽难，但并非毫无希望。我们的手中还有最后一张底牌，只要使用得当，足以力挽狂澜。究竟是谁破了我们的剑阵核心？各位别急，我有一本秘籍可重铸核心，但是需要耗费大量的精血。只要能杀了洛云小儿，别说精血了，就是半条命也愿意搭上。是啊，他不仅剥夺了我们的财物，还将我们打成过街老鼠。此等深仇大恨，岂能罢休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重铸剑阵核心。你们两人的剑术已经臻入圆满，但除了剑术之外，还需感悟剑中之意，领悟意中精髓，才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剑修。多谢师尊指点，徒儿知晓。修炼了许久，也应该累了，坐下来休息吧。这几日四大家主就仿佛人间蒸发似的，根本找不到任何踪影，会不会早就逃离了圣星城？那一日过后，所有百姓民众都拥护师尊，而对于四大家主，则是笔伐口诛。他们就此离开圣星城，也是理所当然之事。那些人都是诡计多端之辈，虽说当日遭受了重创，但到底是否离开了圣星城，还无法明确判断。但不管如何，云儿，你务必要小心。孩儿心中有数。这段时间里，圣星城的房产和商铺已经悉数售出，但其余古城仍有结余。为了收集到更多资源，孩儿想让母亲前往各大古城，着手处理此事。至于你们两人，则陪同母亲一同前往。前一段时间，边境地带再度出现了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踪影。武敬血、令天冲和莫望公三人赶往了燕翔关，而前几日，星辰和夏青城也前往了其他古城，稳定局势。云儿，倘若现在我们三人离去，岂不是你一人独守圣星城？圣星城的局势趋于稳定，我一人独守倒也没什么难度。与之相比，收集资源之事更加的重要。既然云儿提出此事，必定是经过了周全思考。不过，如果你遇到了什么危险，绝不能硬撑着。好。你确定看到他们三人离开了圣星城？属下看得清清楚楚，绝不会有错。如今的柳家庭院，所有强者都已经离去，仅剩下了洛云一人。天助我也！真是天助我也！这个机会难得，我们务必要紧紧把握住。不如我们今夜就动手吧，杀洛云一个措手不及。今夜会不会有点太急了？万剑阁的高手进出，随时都会归来。我们越是拖延，机会就越是渺茫。更何况，我们在等待机会的同时，早已布置好了一切。今夜是最佳的时机。兵贵神速，
我同意段家主的看法，今夜便出手。既然大家已无异议，那我们立刻动手。我要让洛云知道什么是措手不及。没想到他们竟然重铸了剑阵核心。也好，这一次将会是他们最后的机会，必将倾巢而出，爆发出最为强横的一击，以至于让我冥冥中感觉到了强烈危机。我费尽心思营造出如此局面，目的就是让四大家主动用最强底牌，这样才能够将这一根尖刺彻彻底底的拔出，再无后顾之忧。要知道，边境局势越来越严峻，营救刘翔的急迫感也越来越强盛。我没有时间了。我心中有数，此次对方绝不会留手。倘若你留在我身边，恐怕会遭受波及。你暂且离开圣星城吧，莫要趟这滩浑水。这股强烈的危机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像冥冥之中要有一场危机降临，而这场危机的施予者却不是我。修炼不可分神，给我专心修炼。本就是九寒绝脉，经过水若秋的调理点拨之后，更是变得精纯。普天之下，怕是再也找不到如此完美的炉鼎。好生突兀的危机感，莫非是洛云遇到了什么危机？千月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突然感觉有些心切。今日洛云阁主突然下令关闭圣星城的所有城门，这到底是为何？而且圣星城各处各地都弥漫出一股肃杀气息。这是军队，是阵型卫。可为什么他们所奔掠的方向似乎是圣星城深处，同时那里也是柳家庭院所在？五战！赢！啊！这莫不是振兴卫的六杀战阵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振兴卫封锁了柳家庭院，难道他们要诛杀洛云阁主？ 18个振兴卫已经布阵封停，6方战阵已成，还请洛云阁主出来受死。怎么办？现在柳家庭院内强者尽出，仅剩下了洛云阁主一人。洛云阁主的实力虽强，但是面对着振兴卫以及诛天杀地的6杀战阵，一人实在渺茫。4大家主好生阴险，一直蛰伏起来。 苦苦等候这一机会。
还不速速出来受死！洛云，你就要死到临头了，居然还在装神弄鬼，真是愚蠢至极！装神弄鬼，你们这些人也配？前段时间，你身边的强者纷纷离开了圣星城，现在你不是装神弄鬼，又在做甚？18个镇星卫，全都是阴阳9重之境，是星辰古宗的最强之军。现在你更是被6杀战阵包围，纵使你修为已达阴阳境界，也休想杀出重围。我实在想不到你今日能怎么苟活下去。当初你们面对着我，同样是言之凿凿，但最后都是狼狈收场。我劝你们还是莫要嚣张。牙尖嘴利，镇星卫听令，立刻出手格杀洛云。是。镇星卫世代守护着18古城，杀伐无数，但凝聚而成的杀气却空有肃杀之形，着实让人感到失望。你就要死在杀气之下，居然还有心思冷嘲热讽！镇星卫乃是狼虎之师，掌控杀气，杀伐更是无数，但你们更多时候却不得不收敛锋芒，被迫隐匿起来，这样无异于宝剑被迫封存。如此状态下，杀气更是孱弱，能有何作为？杀！很好，我就让你们知道到底何为杀气。怎么了？6杀战阵的气息似乎变弱了。赛！虽然镇星卫世代守护18古城，身上杀气之浑厚，哪怕连涅槃强者都不敢小觑，但是我的绝世杀气乃蕴养了1000年岁月，屠杀无数强者，诛灭了无穷生灵。他们在此等杀气面前不过尔尔。6杀战阵就这样被破了？此子手段莫测，绝不能受他蛊惑，速速给我醒来！洛云，你能依靠杀气打破6杀战阵，的确让人惊诧，但这又如何？你赢得了气势，终究还是难逃一死。的剑意，这剑意再强，也只是抵挡灵力罢了。庭院内仅有洛云一人，他休想苟活。哼！大局已定，他要主动寻死不成？镇星卫乃是18古城的守护者，我从4大家主的手中将18古城的一切都夺了回来，并无私施于你们。此时此刻，你们却要帮助4大家主在此围杀于我。你们到底是在守护18古城，还是在毁灭18古城？你们到底是在守护18古城，
还是在毁灭18古城？自我推行改革后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人人务实发展。但若我不在了，18古城会重返混乱。而在星辰古宗的边境之地，已经出现了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侦察之人。以你们的实力，必将成为任人宰杀的羊羔，甚至世世代代会被奴役。这就是你们18万振兴卫的心中所想。你们还愣着做甚？立刻杀了这个贼人！洛云说的所有话语都是谣言，都是在蛊惑人心。你们现在动手杀了他，就能让18古城重回安宁，这是你们世世代代的职责。现在，我们换一个角度，倘若你们今日不反我，局势又会如何？众人皆知，大罗金门和神霄殿对万剑阁和星辰古宗极为觊觎，而此时此刻，庞大兽潮笼罩住18古城，恰好能让万剑阁和星辰古宗融为一体。我们不仅能抵御这2大宗门的侵袭，甚至还能将其击败。这难道不是你们所想要看到的吗？振兴卫镇守星辰古宗，守护18古城，固然值得世人称赞，但你们扪心自问，这可是你们所追求的毕生目标。为剑，就应该斩天地，灭诸敌。倘若一直藏匿在剑鞘之中，那跟一根枯木有什么区别？如此为君，遗憾，更是一生之耻辱。这个洛云满口胡言，绝不能让他继续出言蛊惑。洛云所说言语并非毫无道理，还望4位家主收回心中杀念，此人不能杀。望4位家主收回心中杀念，此人不能杀。望4位家主收回心中杀念，此人不能杀。好一群大胆废物！你们居然敢忤逆军令！你们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还不速速出手，将此人诛杀掉，否则18古城将无法回归如初。洛云所说言语却有几分道理，此人不能杀。滚！洛云，你这个奸诈小人，休想妖言惑众！妖言惑众，我的一言一行，皆是为了造福18古城的百姓民众。古曰：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什么得道者多助？真是笑煞我也！洛云，你所做的一切，无非是依靠乞求和怜悯罢了。你所谓的改革举措，不过是祈求百姓民众拥护你，给予你支持，甚是可笑。你只为蛊惑18振兴卫，使得他们心生怜悯，然后你就可以抓住机会快速逃离此地。如此举动，真是苟且而又卑鄙。逃离此地，这里是圣星城，万剑阁之宗域，而我乃是万剑阁之主。此刻的圣星城内布有万星大阵，上空处更有万星古灵图镇守四方。就凭你们这些人的实力，怕是连一丝波澜都难以掀起。你现在仅有1人，能有何作为？恐怕连万星大阵都无法催动一丝吧。愚者自愚，此话果然不假。万星大阵，起！
这是作甚？一人布置一座大阵，简直闻所未闻。更何况还是万星大阵，多半是不愿丢了面子，强作镇定而已。圣星城的百姓民众，你们可否听到我的声音？此刻，在我的面前，存有一群愚蠢之辈，他们企图当场围杀于我，扰乱18古城的繁盛发展。因而，我希望你们能释放一丝灵力，汇入万星古图之中，助我重现万星大阵之威。仅凭借一眼就想得到众人相助，洛云也太自以为是了。若不是洛云阁主，我们此刻还是无依无靠的府平，拥护于他，乃天经地义之举。家族制度早已腐朽，必须破而重立。我愿拥护洛云阁主，绝不二心。洛云阁主之言必须支持。倘若此刻选择逃避，跟忘恩负义之人有何区别？这怎么可能？一道星光亮起，就代表着一人释放出灵力。那这条银河所拥有的星光为何数？恐怕整座圣星城的百姓民众，在此刻都愿意助洛云一臂之力，共同凝聚万星大阵。现在，你们是否还觉得我是穷穷一人？对方已经出手，立刻予以还击！朕，哼！若你们要与我为敌，这里将是你们的埋骨之地。从此以后，振兴卫之名不复存在。若你们归顺于我，我将带你们上阵杀敌，得到属于振兴卫的真正荣耀。属于振兴卫的真正荣耀。自古以来，振兴卫隶属于家族，唯我们能够发号施令。倘若你们叛变，那就没资格自称振兴卫。武者修炼，只为追求自己所要走的路。什么自古以来，什么振兴卫，都只是虚浮名号而已，又岂能被重重束缚住？红日初升，其道大光；河出伏流，一泻汪洋。潜龙腾渊，鳞爪飞扬；如虎啸谷，百兽震惶。天戴其苍，地履其黄。纵有千古，横有八荒。前途似海，来日方长。美哉！我剑阁少年，与天不老；壮哉！我剑阁军队，与国无疆。振兴卫幸得洛云阁主点拨，今生此事，愿为洛云阁主赴汤蹈火。今日之后，
18古城之地，还有谁胆敢针对洛云阁主？很快，其余古城也将彻底恢复安宁。在洛云阁主的带领下，18古城必将崛起。洛云阁主值得我们毕生追随。朕欣慰，你们很好。属下该死，未能及时前来营救，还望阁主恕罪。事发突然，也怪不得你们。阁主，虽说你今夜安然无恙，但自阁主踏入18古城以来，这些人就处处针对阁主，多次扰乱18古城的秩序。今夜，居然还暗中谋划了如此阴谋，想要置阁主于死地。按刑法所言，这些人理应当诛，罪及9族。对，说的没错，我们这些人罪该万死，绝不轻易放过。这些人宁可让18古城毁于一旦，也要谋取心中利益，的确应该就地诛杀，以正刑法之威。安静！眼前这些人3番5次的扰乱18古城安宁，今夜更企图围杀于我，夺取18古城的掌控权，罪孽实在深重，的确理应当诛，罪及9族。但这一死罪不能判。星辰古宗的家族制度已有数千年岁月，你们身上流的血，皆源自于5大家族。按刑法所言，罪及9族。试问，18古城内有几人不在这9族之内？这些人作恶多端不假，但他们曾经稳定18古城的局势，这也不可忽视。一切以刑法判决略有不公，更何况，倘若大开杀戒，扑尸为路，这也会让你们心有难安，无法直面先祖英魂。所以，死罪不能判。只不过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我洛云以万剑阁阁主之名，判你们终生监禁，也是为了让你们亲眼看看，在我洛云的带领之下，18古城到底会越来越繁荣，还是会像你们所说的那样，民不聊生。今日过后，我们既是家族之人，也是万剑阁之人，不分你我，只为追随洛云阁主。能有如此领导之人，夫复何求？18古城必将兴盛崛起，再现昔日之荣光。我甘愿世代追随洛云阁主，此生绝不背叛。杀了眼前这些人，的确可以发泄恨意，但对于18古城的千千万万家族之人，必将人人自危。相反，今日不杀这些人，却可以让所有百姓民众卸下最后一道心防，心甘情愿地归入万剑阁。洛云，现在我承认，就算我们4人联手，也远远不敌你。但你最终依旧不敢杀我们，也永远发泄不了心中的怒气，这也足够了，是吗？生不代表能够侥幸苟活于世，死也不代表饮恨落九泉。生与死之间，还有生不如死。18古城将再无动乱，任何人都无法动摇万剑阁的掌控。刘翔，这一步我终于迈出去了，你再等等我，很快我就去救你。终于踏入了阴阳3重境界。黑洞重剑的重量一举跃升到30万斤，但即便如此，要想迎战涅槃强者，难度依旧巨大。最近频频出现幻觉，看来刘湘那边定然出了什么事。还有那个漆黑冰棺，一直看不真切。看来要解开这个谜题，唯有前往九寒宫。臭小子，我好歹也是从燕翔关赶来，你却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只盯着你的小徒弟，未免有些过分了吧？千月见过师尊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一直感觉心神慌乱，
甚至还会梦到师尊遭遇险境，所以我便来到了圣星城。途中遇到了令前辈，便同行而来。梦到我遭遇险境，我布下谋局，局势的确危险异常。但这一切，水千月怎么有所预兆？云儿，我听闻你昨夜被18万振兴卫包围，就连4大家主也一同围杀于你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母亲、父亲，让你们担心了。师尊，你没事吧？此事说来话长，不如我们进去再谈吧。整个经过就是如此。胡闹！振兴军世代镇守18古城，倘若他们动了杀念，你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。孩儿之举的确有些冒进，还望父亲母亲责罚。此次就算了，但是下不为例。你。令前辈这次赶回圣星城，莫非也是因为此事？你小子谋划无双，我可从来没有为你担心过。我这次主要是为了传递燕翔关的情况。兽潮逐渐退散，大罗金门和神霄殿举止越来越猖狂了。莫忘宫正在建立防御工事，武敬血则是扫荡入侵的探子。想必再过一段时间，对方就会大举来犯了。千月，18皇朝那边应该有所异动吧？兽潮出现疲态后，18皇朝的势力之主还仗着手中的底蕴和资源，多次出言谩骂，视万剑阁如无物。可恶，这些人越来越嚣张了。这2日我早有预料，不出3日，那些势力之主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。今日我召集你们过来，主要是商议整顿18皇朝的事宜。昨日一开始，你们对我心存杀意，但随后你们不仅不愿动手，还违抗了4大家主的命令，甘愿臣服于我，这是为何？血战结束后，2宗元气大伤，必将遭到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贪婪窥伺。如此局势下，洛云阁主身为万剑阁之主，又身负星辰古宗血脉，唯有您方能统摄2大势力，力挽狂澜。所以，您绝不能死。可还有人需要补充？刚才你微微摇了摇头，对我的问题又刻意回避，一定有不同见解，说出来给大家听听。那就请诸位听我一言吧。一场大战在所难免，我时常在思索，如果这一片浩瀚宗域将彻底融为一体，我们为何不能主动侵袭大罗金门和神霄殿？甚者，我们为何不能踏上无尽雪域，挥剑九寒宫，一举成为北荒域的最强霸主？你唤作何名？末将叶明。你又唤作何名？末将苏寒风。苏寒风顾全整个大局，适合统摄防御工事，而叶明锋芒毕露，尤为适合奔掠沙场。所以从今日开始，叶明为振兴卫的左统领，苏寒风为右统领，而振兴卫将成为万剑阁和星辰古宗的利刃，扫清前路，统御北荒。末将叶明绝不会辜负阁主的期望。苏寒风亦是如此，绝不辜负阁主的赏识之恩。阁主大义，请受末将一拜。既然诸位已经达成了共识，那3日后，我们立即前往18皇朝，镇压混乱。末将听令。 18将领之心忠诚不二，必定会平复18皇朝的混乱。这仅仅只是开始而已。如何抵挡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侵袭，方才是重中之重。父亲，从今日开始，你从30万青年学子中
严格挑选出18名聪颖之人，一并前往18皇朝。没问题。此事颇为繁琐，我愿助一臂之力。千月，师尊有何事？你先行返回万剑阁，将这张卷轴流传出去。这张卷轴内记载着我所推行的改革举措，只要将其流传于18皇朝，我们重返之时，就能得到百姓民众的鼎力支持。此事就交给我吧。好玄妙的化灵之术！自从继承9位仙狐武灵之后，水千月的修为进境极快，她散发出来的气息玄妙莫测，时常能引来天地之共鸣。也不知道这对水千月来说，到底是福还是祸。阁主，请跟我来。原来是洛云阁主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我听说你们大闹了一日，因而特意前来看看。现在看来，你们应该住得还习惯。只要我们还活着，你就始终无法平复心中的怒意。你也休想通过冷嘲热讽让我们恼怒不堪。怎么，你还想杀了我们？我若动手，岂不是便宜了你们？18年前，你们对楚家狠下杀手，从此我就在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寻回父母，报仇雪恨。为此，我离开西风城，来到了流云皇城，终于救出父亲。我化名洛云，进入万剑阁，并且暗中调查，解开了所有的谜团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开始了暗中布局。我先是盗走了万剑阁的所有灵脉和修炼资源。范无劫连夜赶回万剑阁，我就暗中将长赤霄和秦秋墨的礼物换成了护宗大阵的灵阵图，并且模拟范无劫的建议诛杀了2人。而星辰古宗护宗大阵的崩溃也是我一手造成，目的就是让2宗杀得不死不休，我才能坐收渔翁之利。万万没想到，他布下的谋局居然这般庞大，而且还如此之久。他的心智近乎妖孽。血战后，大罗金门和神霄殿必会窥伺，而你们也会趁着18古城大乱，疯狂搜刮资源和权势。因此，我先派武敬血来到星辰古宗，强行镇压混乱，然后引动无尽兽潮，封锁住18古城和18皇朝。不可能！就凭你一人，怎么可能引动无尽兽潮？兽潮这般浩瀚，哪怕是传说中的武皇都无法控制住，根本就是在撒谎。你以为凭借这样的谎言，就能蒙骗我们？那为何兽潮爆发的时机如此精准，而爆发地点又恰恰是万剑阁掌控的古荒山脉？第一次讲道，我得到了30万青年学子的支持；第2次讲道之前，我派人分化房产和商业，得到了百姓民众的鼎力支持。而且，我早已知晓你们的最后底牌，一举赢取了振兴卫的忠心。给我闭嘴！一切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但你们却以为自己胜券在握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昔日你们将我母亲囚禁在落星渊，目的就是想解开落星渊的异象之谜吧？洛云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落星渊之所以充斥着灾祸之气，只因在落星渊的地缝深处藏匿着一枚中品黄器——灾祸灵珠。什么？我们星辰古宗的镇宗至宝，也不过是一件下品黄器，一剑一使，连涅槃强者都要被射杀。那中品黄器的威力将会有多么的恐怖？但很可惜，这枚灾祸灵珠我已经成功收服。
并赠予了我的母亲。洛星渊常年充斥的灾祸之气，即便灾祸灵珠已经取出，也并未就此消散。所以我决定将你们监禁于洛星渊中，好好享受灾祸之气的折磨。洛云，不管你们如何嗤笑，你终究不敢杀了我们。到头来，你仍是个懦夫。只会玩弄手段的卑鄙小人，实在可笑至极。杀了你们，只会白白便宜了你们。我已经派人将你们的直系后代发配边疆苦寒之地，今生今世休想再踏入18古城半步。洛云，你这个魔鬼！洛云，你若是有种，就把我们全都杀了。如此深仇大恨，我就算是化身为厉鬼，也不会放过你。善恶之事终有报，天道公正自轮回。不信抬头望3尺，朗朗苍天饶过谁？历练的差不多了，可以结束了。进入阴阳3重后，挥动黑洞重剑的消耗便极其庞大，唯有依靠火元玄镜和光元玄镜，方才能够安然催动，否则会被抽干灵力，当场爆体而亡。不愧是传说中的无上帝兵，哪怕我身为他的主人，也始终无法看清他的深浅。3日时间就快过去，是该强势杀回18皇朝了。按师尊所吩咐，18万振兴卫已经聚集完毕，此刻正在城内静候。18万青年学子也准备妥当，随时都可以出发。有劳诸位了。属下见过阁主。时辰已到，吾等就此前往18皇朝。人若阻挡，那便杀人；神若阻扰，那便屠神。出发！算上这一批，应该是第6批了吧？这就是你们支持万剑阁的下场。所谓的改革举措，极大影响了前5皇朝的安宁，更影响了君王的权力。你们这些刁民，居然妄图颠覆朝政！你们不死，焉能服众？你们这些贼人，无非就是担心自己利益受损。什么朝政，什么安宁，不过是你们的一面之词。你们才是祸害18皇朝的蛀虫。哼，是吗？把这些愚昧不堪的刁民都扔下去吧，省得我看着心烦意乱。是。这样的18皇朝，简直就是人间炼狱。难道这普天之下，无人能救我们脱离苦海？你们如果不想变成灵兽的腹中美食，就绝不能支持万剑阁，更不能支持洛云，不然我必定让你们死得更痛苦。你刚才说，让谁死得更加痛苦？
乃古阳城城主，不知洛云阁主到来，有何贵干？师尊。当日洛云杀到前五皇宫，面对着一众势力之主，受到无数嘲讽，最终窝囊离去。而我由钱印亲自任职，洛云绝不敢出手。洛云阁主，我的所言所举都得到了钱印君王的许可，这些人扰乱朝政，理应遭受死刑。既然你受命于钱印，那就好办。镇刑卫听令，但凡隶属于城主府之人，全都杀了，一个不留。洛云阁主，你若杀了我，就不怕惹来君王大怒吗？再者，我城主府拥兵3万，岂是你能说杀就杀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一支军队？洛云阁主，你不能杀我！如果你杀了我，古阳城谁人能够管理？杀！但凡城主府之人，杀无赦。从今日开始，我颁布的改革举措也将就此推行。你们是万剑阁的子民，也是我的子民。平定混乱后，立即前行，随我一同杀入前五皇城。听说今日骄阳出生之时，洛云阁主出现在古阳城，亲率镇星卫强势灭杀了城主府之人，解救无数百姓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你这些早已经过时了。自平定古阳城后，洛云阁主挥军北上，直接朝着尊武城奔来，所过之处，一切混乱都被悉数平定。现在已经到了不远的奥林城了。这方才过了大半日啊！真星卫乃是星辰古宗的传奇之君，区奥林城又岂能阻拦？很快，他就会踏入尊武城。但混乱始于前印，更始于18皇朝的势力之主。想要平定这一混乱，可谓难若上青天。你莫要忘了，当初洛云阁主来到尊武城后，仍是灰溜溜的离开了。既然洛云阁主再临尊武城，那么他一定能平定混乱。啊！这是镇星卫，洛云阁主果然来了。前面就是尊武城了，没想到我居然能重回此城。今日我们不仅要重回尊武城，还要让前五皇朝重回安宁。海王父皇莫要神伤。叶长空，你也要阻拦我们？诸位误会了，当日若非洛云阁主指点，让老朽突破，叶家恐怕无法存活。也正是从那时开始，老朽就默默发誓，愿用余生追随洛云阁主。恭迎洛云阁主到来。好，我愿收下你，暂且退下吧。多谢阁主，我必不会让阁主失望。开城门，迎阁主入城。恭迎洛云阁主前来，吾等愿拥护洛云阁主，此生不渝。继续前行，踏往前五皇宫。
镇星卫听令，就此划队分裂，将整座皇宫封锁起来，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人。前印阴险狡诈，诡计多端，现在却如此安静，莫非他又要搞什么花招？这不是尊武城各个城池的高官要员吗？他们每一人的权势都极大，能够影响到前武皇朝的存亡和发展。难怪毫无动静，果然前印早有准备。从古阳城一路杀到尊武城，仅用了大半日时间。洛云阁主的凌厉手段，还真是让我等心生敬佩。大胆前印，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敢如此嚣张？莫不是急着寻死不成？我身为前武君王，统摄千里疆域，权势无双，我怎么可能急着寻死？我只是有些疑惑，你们这些人来到尊武城，所谓何事？前印，你依靠卑鄙的手段谋夺了前武皇朝的统摄权，还滥用酷刑，大肆屠杀百姓民众。我们此次前来，自然是要收回前武皇朝，问你的滔天罪行。没问题，我愿意服从你们的安排。但是，除了我之外，我身后的那么多官职要员，无论是发配边境，还是当场诛杀，都愿意接受。不过，倘若前武皇朝没了我们，会变得如何一副场景？前武皇朝疆域达1000里，城池58座，乡镇3000，农户100万，治理稍有不慎，就会引来无穷纷争，让整座皇朝变得混乱。洛云阁主，你的实力很强，但归根结底，你们不过是一群武夫，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好前武皇朝。所以，你今日前来，到底是为了夺回前武皇朝，还是为了毁灭前武皇朝？前印，前少，你也曾为君主，我刚才所说的一切，可否有错？哼！啊？哼！你说的没错，治理皇朝，单纯凭借武力，确实是力不从心。所以我此次从星辰古宗归来，不仅亲率了镇星卫，还带回了治理之人才。他们身上的服饰好像是来自圣星学院，他们足以接替我们维系18皇朝的正常运转，甚至还能比我们治理得更好、更周全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岂不是变成了多余之人？本以为要花费不少时间才能将你们一网打尽，万万没想到你们却帮我省去了这个闲工夫。镇星卫听令，立即发动冲锋，杀入前武皇宫之中，不留一人活口。当日我曾给过你机会，你非但没有珍惜，还仗着自己掌握人才资源，妄想侵吞前武皇朝。那时我的离开，不是妥协，而是在感叹你的愚蠢。现在该轮到你了。看来我今日是难逃一死了。你们莫要被洛云所蛊惑，此人奸诈，绝非明君之选。
像你这种人，即便是死后，魂魄都没有资格回归九泉。去！钱伯父，阁主有何事？你可知道当初万剑阁所布置的1万禁军，此刻驻扎于何处？这支禁军所在，我知道在何处，只不过，禁军毕竟牵扯到万剑阁，应该要费些时间。这个无妨，我们暂且在尊武城休整1日，明日再前往青木皇朝。禀阁主，这张卷轴由边境传递而来。云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几日兽潮逐渐退去，大罗金门和神霄殿已在边境之地集结了10余万军队。对方的举动比我们想象的快许多，留给我们准备的时间越来越少。现在，我们兵分数路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整顿。父亲，调派青年学子之事，全权交由你负责，势必要让各大城池正常运转。乐凡和陆凌，你们先返回万剑阁，带领万剑阁弟子前往边境，全力支援武敬血和令前辈。至于其余之人，稍作休息后，立即随我前往青木皇朝。倘若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突破边境，必定直接冲入18皇朝和18古城，所有的百姓都将遭受屠戮践踏。我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平定17皇朝之乱。从洛云阁主归来至今，不过区35日，18皇朝之乱不复存在，改皇朝为州，与18古城遥相呼应，这样的功绩前所未有。你们可曾听说了？洛云阁主踏入古岩皇城的时候，古岩君王亲率10万奸人，谁知阁主大剑一挥，直接将古岩君王灭杀为虚无。这算什么？洛云阁主踏入云烟皇朝之时，刚入城门，一朵幽绿火焰便从天而降，将云烟皇宫灼烧成了灰烬。每收一皇朝，洛云阁主便收纳1万禁军。此时此刻，当初范无节所布置的18万禁军，悉数归于洛云阁主之手。万剑阁崛起之时，指日可待。洛云阁主的事迹值得歌颂，但我们恐怕还没到欢欣喜悦的时候吧。你们莫要忘了，边境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。此话怎讲？早在洛云阁主返回18皇朝之时，边境就出现了危险。为此，洛云阁主调派武敬血和令天冲等强者镇守雁翔关。这也是为何他会废寝忘食地平定混乱，诛杀奸臣乱党，将18古城和18皇朝融为一体。洛云阁主的年岁虽浅，但拥有大智慧。他一边平定混乱，一边默默积蓄力量，却从未想过享受荣华富贵。能有如此阁主，实乃36州子民之福分。来者何人？胆敢直闯众城！出虎长老，阁主在何处？速速带我去见他。出虎长老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大罗金门和神霄殿出手了。你说什么？师尊，边境出事了。细细将此事道来。这段时间，我们连夜筑起了防御工事，但是没想到，
昨日夜幕刚刚降临，大罗金门和神霄殿就突然发动袭击。对方所率军队的数目并不是几十万，而是整整360万，轻而易举地冲散了我们的防御工事。但凡所过之地，村庄农户被毁，无一生还之人。最担心的事，终究还是发生了。还有，从对方的冲锋速度判断，此刻他们恐怕已经杀到了燕翔城的城门之下。局势恐怕不同。大罗金门和神霄殿连夜发动袭击，一夜连逼100里，看来他们是想直接攻破燕翔城。敌军共有360万，军备精良，而我们仅有10万之众。如果任由他们发起冲锋，恐怕连1刻钟的时间都抵挡不住。兵书言：军者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要想阻拦对方的攻势，必须消磨他们此刻的锐气，方有一丝阻拦机会。既然如此，你们2人继续留在这里主持大局，我这就去走上一遭。区地灵之人也敢犯我万剑阁，立刻给我退去！万雷灭世，举盾！挥刀！可恶！神霄殿和大罗金门果然有备而来，整顿迎敌，凌厉化强，能够轻松化解我的攻势。不时，他们挥刀斩空，释放出千百刀芒，用如此攻防转换，堪称是完美。恐怕连5皇强者都无法湮灭掉这支狼虎之军。此时此刻，双方相距不过10里，攻势再不奏效，局面必将危险重重。此刻你都自身难保了，居然还有闲工夫管别人，找死！传闻言，令前辈性情暴躁，一言不合便会大打出手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神霄殿殿主顾玄风，还有大罗金门之主林元离，你们2人的修为皆是4阶涅槃，竟敢说我自身难保，真是笑杀我也！林前辈修为虽强，已达6阶涅槃之境，但竟敢独自面对这360万精兵，何尝不是大放厥词？老夫的所作所为，还轮不到你们这些小辈来指指点点。阵风！
炼天冲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大罗刀魂，不好！给我滚！心魔丛生。没想到除了令天冲和武精血之外，燕翔城内居然还隐藏着一名强者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刚才是我太大意了，居然中了对方的圈套。经过刚才的心魔冲击，对方的攻势已经被阻拦了些许，我们立刻撤离燕翔城。列左道，直接杀入城内，不留一人活口。发起冲锋！不见阵，全力阻拦对方攻势，上！这怎么可能？他与我相差无几，但依靠着甲胄和巨盾，他却能以一挡十。这一战，我们……大罗金门善刀，神霄殿善手，两者相互融合后，实力飙升。除此之外，这些精兵所穿戴的军备皆为法器，而守城将士的军备仅为宝器，两者差距不可谓不大。既然对方的防御惊人，那么冲锋速度必将羸弱。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，依靠敬天军的冲杀之威，将。怎么会如此之快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站住！根据我们对360万精兵的探查，可以确定，每一人的修为都达到了第0层次，所佩戴的兵刃器具皆为法器，单单依靠燕翔城的10万守城将士，几乎是毫无胜算。即便是振兴卫和禁军同时出手，仍是犹如天堑。对方已经大举来犯，这一战已是避无可避了。你们两人立刻发出军令，召集18万振兴卫和18万禁军。1刻钟内，列阵于齐天峰之下，就此前往燕翔关，支援武敬血和练前辈。好，师尊，直接调派振兴卫和禁军前往燕翔关，
只是徒增伤亡啊！放心吧，我绝不会让你们和36万大军白白去送死，更不会让360万精兵突破燕翔关，大肆屠戮36州的百姓。你们立刻前往燕翔关。不许有半分拖延！我先去做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具体情况如何？对方已经侵占了燕翔城，下一步便是强攻燕翔关。只要燕翔关被破，36州就等于暴露在他们的面前。我出发前，已经让振兴卫和禁军全速赶来，想必明日骄阳升起之时就能赶到燕翔关。只要依靠着这里的险峻山势，以及布置好的防御工事，阻拦对方的攻势并非难事。这3张卷轴。一张记载着诸多防御灵阵，而另外2张，则是记载着神霄殿和大罗金门的功法武学。好玄妙的防御大阵，36万大军加上这3张卷轴，的确能进一步阻拦对方的进攻。但对方有360万精兵，不管是防御灵阵，还是2大宗门的武学功法，只能够阻拦对方，无法战胜对方。30日后。只要燕翔关未被对方攻破，此战我便有必胜之把握。论云，你，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了深思熟虑，望3位能够镇守住燕翔关。这家伙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卖弄关子。30日后，不知他会做出何等举动。为了洗刷这次的屈辱，我姑且信他一回。这30日，就算是仅剩下我一人，我也会死死守住燕翔关。我们的援军来了。我们坐拥360万精兵，而对方有且仅有36万大军，但过去整整7日，我们却未能攻破燕翔关，真是一群废物。倘若因此引来了九寒宫的注意，我必拿你们10万。父亲，孩儿有一计。此计很是简单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启动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就算此计失败了，我们也能在36州引发惊天混乱。虽说我们阻拦了7日时间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对方必定会集结实力，一举破关。我会继续布置防御灵阵，以防对方找寻到缺漏。近日，越来越多密探徘徊于燕翔关，这些人便交给我吧。我准备调整大军的排兵布局，以便将损失降到最低。万剑阁方面情况如何？进入战争状态后，所有资源都汇聚于师尊之手，但这些资源的用处却是无人知晓，而师尊也进入了剑冢，举止尤为神秘。30日已过7日，这家伙到底作何打算？报！刚才一支利箭从远处射来，定在了高墙之上。今日若你们开关归降，我们可以放你们一条活路；但如果你们继续执迷不悟，必会因此付出无比惨重的代价。仅凭一封书信就想让我们开关投降，哼，可笑！
莫前辈，你是否发现了什么？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现下定然在寻破关方法。眼下这一封书信来得突然，有些不合乎情理。如此说来，这可能是一场阴谋。既然无法做出判断，不如我去燕翔城走一走。也好，这次前往燕翔城以探查为主，务必要保障个人安全。上一次对方早有埋伏，方才让他们有机可乘，否则就算他们的人数激增数倍，也休想拦住我的去路。这似乎是隔绝灵阵。就这般杀戮，未免显得有些无趣。不如你我来一场比试。比试？你我从此刻出手，从城头到城尾，全力屠杀百姓子民，谁最快杀满1万人即可获胜。你觉得如何？有点意思。这些人毫无反抗之力，难道他们的心中连一丝悲悯都没有吗？燕翔城共有40万余人，守城将士为10万，总计50余万。而这些人不仅不杀老弱妇孺，还将他们聚集了起来。这到底是？难道他们想依靠这些老弱妇孺为掩护，强势杀入燕翔关？难道他们想依靠这些老弱妇孺为掩护，强势杀入燕翔关？眼下的边境摩擦被100亿子民看在眼里，若是开门接救老弱妇孺，燕翔关随时都会被攻破；拒绝接救老弱妇孺，万剑阁将失去民心和军心，到头来燕翔关也会被攻破。得抓紧时间回去商讨对策。有敌人。我倒是何人？原来是大名鼎鼎的令前辈。上次你好不容易才苟活下来，现在莫非是在主动寻死？哼！落荒而逃的手下败将，有何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？当初在燕翔城之外，你们列队成军，并且布下了埋伏，方才能够围杀于我。而此刻，360万精兵既不成队，也不围猎，你们凭什么觉得我会心生畏惧？我若要留，你们无人能杀我；我若要走，你们也休想阻拦我一步。大言不惭！如此，来吧，试试能否拦下我。既然他要求死，我们就送他一程。太慢了。所有人后撤，立刻结成队列。唯有凝聚盾墙，
才能够阻拦此人的攻势。现在才想到列兵成队，未免有些太迟了吧？他的修为已经达到阴阳7重，专精防御之道，而且他身上穿戴的重铠乃是7文王器，防御无双，竟然被厉天冲的灭世之雷一掌暴毙。速速结阵，定不能让此人逃了！有用吗？3000雷闪！别吵！好恐怖的力量！我还有要事，就不跟你们玩了，后会有期。拦下他！雷鹰现3000雷动，一闪破空掠千里，这就是厉天冲的真正风采吗？哼，真是一群废物！我要你们何用？不愧是成名已久的超级强者，以他这般速度，若不集兵10万，提前布置大阵，无人能够将他留下。厉天冲知道了我们的计划，他定会提前做出布置。我们现在要怎么办？就算他知道了计划，那又能如何？老弱妇孺集结完毕，只要稍作整顿，就可以驱赶他们前往燕翔关。我们的计划天衣无缝，不管成与不成，都能够有所收获，完全不必心有疑虑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立即整顿。今日我必要洗刷刚才所受的耻辱。我全速奔掠之下，半个时辰足够赶回万剑阁。在此之前，也只能希望大罗金门和神霄殿还未整顿妥当。参见主人。这具古繁星黑洞剑弩，竟然达到了1阶涅槃之境，着实令我惊喜。暂且退下吧。18尊黑洞剑弩，18尊黑洞星将，以及2尊涅槃之弩，如此强者配置，已不在大罗金门和神霄殿之下。只不过，剑灵和我产生了一缕共鸣，亡魂之气经过无穷无尽的焚烧，也使得火灵衍生出一丝灵性。只要聚集足够的五金之精，就能正式开始凝练。可惜，现在还是所差甚巨。30日期限已过7日，需要抓紧时间。令前辈怎么来了？难道燕翔关出事了？令前辈，燕翔关发生了何事？
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终于出手了，他们不仅屠杀40余万百姓子民，还妄图利用老弱妇孺作为掩护，趁势杀入燕翔关。先大肆屠城，制造恐慌，然后再利用老弱妇孺为诱饵，迫使我们做出艰难抉择。此计谋着实阴险无比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必须赶回燕翔关。好，令前辈，我们出发吧。那群小家伙们应该准备进攻燕翔关了吧？一旦攻破燕翔关，此战甚至你我都不必出手，都将胜券在握。万剑阁和星辰古宗存在了数千年，最后居然落到一个毛头小子的手中，实在是让人唏嘘。待我们执掌18古城和18皇朝，就能够集合4大宗域的惊人气运，一举突破至5皇境界。到那时，你我必能战胜九寒宫之主，完成统一北荒域的宏图大业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我身上的气运为何突然消失了？还有，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气运，居然也在不断消散。你我曾多次推算过，这一战，所有的气运都加持在大罗金门和神霄殿身上。虽说会有些许风险，但只要你我同时出手，并气运而行，最后必将大获全胜。一切也都按照计划行事，为什么你我身上的气运消失了？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气运也在消散，好似被天地所抛弃了。这是审判之火！怎么会如此之快？站住！救命啊！站住！救命啊！大哈！老天爷，你睁睁眼，睁睁眼吧！老天睁眼？哼，愚蠢的侏罗！老天何来的眼睛？即便是死，我也要化为厉鬼，永生永世都不会放过你们！到底是谁下达了屠城的命令？难道他们真的以为老天无眼？难道他们真的以为死无报应？巨头3尺有神灵，善恶到头终有报。令前辈离开了大半个时辰，怎么还未回来？洛兰，倘若令天冲执意要走，穷极整座北荒域，恐怕只有九环宫公主能够阻拦下来。没错，眼下我们绝不能生乱，务必要镇定。众军听令，立阵！
这些老弱妇孺似乎来自燕翔城。面对360万精兵的侵袭，你们依靠36万大军死守燕翔关7日，一步未退，着实让我刮目相看。鉴于这一点，今日我们特意前来，亲手为你们送上2份大礼。天骄，还不将第1份大礼送上？第1份大礼如何？这些尸体来自燕翔关的守城将士和百姓子民，数目不多，仅50余万。哼！这个畜生！我们出手屠城之时，这些人不断发出哀嚎，我心生怜悯，故而留下了他们的性命。这就是第2份大礼，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番好意。我们的开与不开，不仅影响着3万老弱妇孺的生死，更影响着36州100亿子民的生死存亡。这样的抉择太艰难了。你们想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在燕翔关前？莫非这就是万剑阁的行事作风？阁主来了。阁主来了。就算洛云到来又如何？眼前局面若是开关救人，必将损失惨重，关破人亡；但若是不救，民心和军心将彻底溃散掉，燕翔关不攻自破。此乃无解之局，你们死定了！居然赶上了！洛云，好久不见了。开门吧。哼。我明白你们的顾虑，也清楚打开关门的后果。但是，我们驻守在燕翔关，直面对方360万精兵，为的就是镇守疆土，守护百姓子民。这3万老弱妇孺来自于燕翔城，乃是我万剑阁的子民。倘若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悲惨死去，这样，我们的存在又有何意义？既然阁主出言，那我们岂有不开之理？苏汉风夜明，末将在。当关门打开之时，对方必定会大举冲关。你们2人立刻规整队伍，兵分2路，从2侧杀出，强行截断对方的攻势，为百姓争取入关的时间。吴京邪，你则是率领3000敬天军，凝聚突袭之势，目的并非杀敌，而是打乱对方的冲关阵型。哼，好。至于其余之人，则留守在燕翔关，共同运转灵阵。从这些老弱妇孺的速度判断，我们只需坚守1刻钟，他们就足以脱离险境。为了区区3万人的性命，居然愿意大开关门，洛云，你还真是愚蠢至极。准备冲关！
来了！众军听令，在老弱妇孺安全入关之前，即便是死，也要拦下对方的冲锋！撤！杀！就你们还想苟活？给我去死吧！完了！一群宵小之辈，你们若想杀一人，就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！九阴归体！你们还愣着做甚？速速进入燕翔关内！给我破！杀！继续杀下去！莫前辈，立刻凝聚灵阵，将这些精兵阻拦下来。对方的援军太多了，以我们此时此刻的人手，难以继续凝聚灵阵。那武敬血呢？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强者还没有现身，难道现在就要暴露底牌吗？罢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洛兰，立刻给我停下！天地骤变，化灵入体，洛兰居然突破到了阴阳境界。
洛兰，你……楚大哥，你放心吧，我以燃烧生命精华为代价，运转青莲5点，整个过程虽危险，但却不会有生命之忧。只要所有的老弱妇孺安然进入了燕翔关，我就会立刻收敛灵力。记住，一旦有所危险，立刻收敛灵力。下方之人，速速进入燕翔关。胜利就在眼前，我绝不能让此事发生。所有将领听令，全力攻伐青莲连线之处。这下麻烦了。还好挡下来了。洛兰，立即收手！仅仅只是1刀而已，我还能撑得住。斩！所有人凝聚心神，全力运转防御灵阵，务必要将远方的精兵阻拦住，不让他们再靠近关门半步。全力出手！若是未能将这朵青莲撕裂开来，你们休想活命！斩！还差一点。终于成功了！洛兰，发动冲锋，直接杀入燕翔关！区区10余人，也胆敢阻拦我们的去路，找死！主人下令，但凡强冲通道之人，一律杀无赦。杀！你居然是……啊！我们速速出手，倘若能杀了这2人，一辈子都将不愁吃穿。给我滚！楚大哥，洛兰，你为什么这么傻？楚大哥，我的青莲破碎，灵海也溃散了。当初在祁连峰，你燃烧生命精华，为我重塑灵海，为此你断去武士，陷入了长眠之中。我转这2年，终于将洛兰你唤醒过来。时至此刻，仅仅过了数个月时间，你再一次燃烧生命精华，拼死保护那些老弱妇孺，你太傻了，让我如何是好？当初在祁天峰，我无悔，而此时此刻，我同样无悔。洛兰，天地奇缘。气运是一股尤为玄妙的力量。今日，大罗金门和神霄殿为了驱赶老弱妇孺，血腥屠城，天恨地怨；而洛兰燃烧生命精华，以一己之力，让万数老弱妇孺幸免于难，
才能得上天垂怜，留下了这一丝灵魂之力。没想到，他仅依靠一条小命，就能够拦下万数精兵的冲锋。但那又如何？你们终究还是要败。放弃吧，不要做无谓的抵抗。好恐怖的魔光！你们两人有何资格谈论他的举止？现在我会让你们知道，刚才你们说的话有多么的无知！现在，我会让你们知道，刚才你们说的话有多么的无知。真正无知之人应该是你吧？那3万老弱妇孺不过是一群无用的废物，难道你还指望他们不成？如今关门已被打开，只要稍作冲锋，就可以轻松入关。此战的胜利已经稳稳落在了我们手中。莫要跟他浪费时间，冲关吧！杀！虽说老弱妇孺都已经入关，但关门无法立刻关闭，除非精兵的冲锋被隔断，否则关门被破只是时间上的问题。莫前辈，你召集人手，立刻凝聚灵力，随时准备催动所有灵阵。所有灵阵运转之时，你指挥叶明和苏寒风2人，让他们召回所有的镇星卫和禁军，并且驻镇于关内，保护老弱妇孺。现在的局势，若要运转所有灵阵，必须……放心吧，关门之外的1万余名精兵，我会出手灭杀。蓄力神通，开！血无波动，开！万象之力，开！好恐怖的力量！奇怪，这夜空光影怎么有种熟悉感觉？翻天式，一剑翻天！举盾，举盾挡下这一剑！在我挥剑那一刻，你们就已经被宣判了死刑。举盾与否，又有什么差别？那1万余名精兵呢？莫不是全都死了？这怎么可能？1万余名精兵，可是连涅槃强者都抵挡得住啊！关门！全速发动冲锋，继续围堵关门！速速开启灵阵！
营梵天剑士，而后光源玄机和火元玄机释放无穷能量，瞬间催动虚无震波和万象之力，同时催动下所带来的灵力消耗，也是常人所难以想象。若非我拥有2枚玄境，此刻早已灵骸枯竭而亡。你们先全力抵挡片刻，我去就来。这燃烧着万兽火的冤魂之母，应该算是召唤兽群的无上至宝。如今关门已闭，所有灵阵悉数开启，我们苦心布下的谋局优势全无。继续强攻燕翔关，恐怕会折损无数精兵。这倒未必。从表面上看，我们的确未能强势杀入燕翔关，但你不要忘了，为了保护那些老弱妇孺，万剑阁可是折损了10余万之众，几乎是半数兵力。换言之，此刻在燕翔关的振兴卫和禁军仅有10余万，而且都是身负重伤。原来如此，难怪父亲和顾店主都要发动强攻，想必他们也是看到了这一点。哼！奇怪，发生何事了？落云。果然是落云，这兽潮来得如此突然，该不会说兽潮是由落云引起的吧？此事绝不可能。兽潮的形成并非易事，绝非人力能够控制。古籍曾记载，就连高高在上的武皇强者都无法掌控住兽潮，区一个毛头小鬼，怎么可能拥有如此能耐？前段时间，万剑阁和星辰古宗遭遇兽潮，虽说兽潮逐渐退去，但仍旧存有余波。眼前的兽潮，应该就是这般原因。你们2人休要疑神疑鬼。好小子，居然还能想出如此办法！兽潮来源于白玉荒原，虽说只是小型兽潮，但足够牵扯住大罗金门和神霄殿。距离我所说的30日期限，还剩下22日。你们一定要守住燕翔关，哪怕最后仅剩下1人。落云，你到底作何打算？本来我只想压制住大罗金门和神霄殿，可是他们所犯下的罪孽太多，又害死了洛兰，所以这燕翔关将是他们的埋骨之地。洛兰的身体虽然已经消散，但灵魂仍存有一丝，算不上是真正的死亡。倘若你我联手，在拼尽全力的情况下，应该能够重塑一具半人半魁之身。要寻找域外金属，并不是一件简单之事，而且我也不想洛兰以半人半魁的方式复活。我不但要让洛兰复活过来，还要帮他重塑肉身，拥有无穷无尽的生机。重塑肉身，倘若真的有，
依靠当年天宫宗的势力，早已在真灵大陆寻得此法。在真灵大陆，洛兰确实无法重塑肉身，不过，并不代表其他地方没有。毕竟世界之大，远远超出你我的想象。现在边境局势严峻，阁主收集如此多的五金，莫非是为了锻造军备？但是自阁主收集五金以来，我从未听说万剑阁开始大肆招募锻造师。难道他是想带着资源独自逃离吗？既然阁主发出宣言，我们身为36州的子民，应当无条件给予支持。无端猜测又有何用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居然敢对我们这样颐指气使！你们如何想，我管不着。我只是不想阁主付出的心血被你们曲解了。大罗金门和神霄殿将我们当成诱饵，驱赶到燕翔关之前，逼得阁主左右为难。然而阁主却毫不犹豫打开关门，为此振兴卫和禁军筑成血肉高墙。一位名为洛兰的小姑娘不惜燃尽自己的生命，甚至在最后，阁主拼着领海枯竭的危险，劈砍出至强一剑，只是为了让我们顺利入关。我希望你们能明白，我们和万剑阁早已融为一体。阁主出言要搜集天下五金，必定是为了阻拦大罗金门和神霄殿，所以这些五金之物既是贡献给万剑阁，也是在拯救自己。数日前，我女儿死在了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手中，此物是她留给我的遗物。金蝉留于我手，只是一个念想，但如果交予阁主，却能救下更多人。相信我女儿的在天之灵也会支持我这么做。国难当前，匹夫有责。我们身为36州的百姓子民，自当要鼎力支持万剑阁。更如刚才所言，我们和万剑阁早已融为了一体，既是一体，又何须掩藏？手！终于成功了！不愧是由天地而成的剑灵，果然不惧怕黑洞中剑的威势。黑烟炼天大阵，开！眼前这座灵阵名为黑烟炼天大阵，阵从黑洞中剑，其来历连我都不知晓，乃是一座冶炼大阵。倘若能催动到极致，连天地都可冶炼，霸道无比。金门和神霄殿的狠辣举动，已被天地剥夺了气运，而我守护燕翔关和36州，则能赢得天地气运。现在，这一片天地都在帮我锻造3万剑气，从而清剿罪孽，还泱泱大地一个安宁。自360万精兵出征至今，已过去27日。
在这短短时间内，10万守城将士身死，40余万百姓子民无辜被杀，而振兴卫和禁军同样折损了26万人，损失惨重啊！楚行云那小子说过，给他30日时间，便能彻底扭转局势。我们已经撑了27日，也不在乎再撑3日。我听说楚小子收下天下5金后，便一直在剑冢闭关，整整10日时间过去，无声响，无动静，实在是太奇怪了。倘若这么容易就被猜出来，那他就不叫楚行云了。怎么回事？启禀军师，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突然发动攻势，眼下他们距离燕翔关仅有3里。趁夜发动突袭，这样的手段他们还没有玩腻吗？振兴卫和禁军就位，全力运转灵阵，同时让武敬显率领3000敬天军发动冲锋，打乱对方阵型。众将士听令，随我挥剑杀敌！看来他们已经黔驴技穷了。是吗？人员转败，杀！中计了，守朝早已经退散，他们为了掩人耳目，故意让我们放松警惕，然后再发动强攻。武敬显，速速返回燕翔关。归体，梦中之变，抵抗有何意义？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撑到什么时候！动手，一举攻破燕翔关！没事吧？难怪他们突然发动了夜袭，原来他们已经驱散了山谷外的兽潮，还趁势集结成军。短短1刻钟内，7成灵阵被破，近万名振兴卫和禁军被屠杀，而对方的攻势越发凶猛。现在我们要怎么办？召回所有振兴卫和禁军，全力催动防御灵阵，死守燕翔关。是。终于成了。3万剑气已经冶炼完毕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散！好恐怖的剑意！
36万大军仅剩下5万，布置在山谷内的所有灵阵和防御工事悉数湮灭，而我们这一方拥兵300余万。此战你们已经没有任何机会，不如缴械投降，或许我还能饶你们一条活路。只要我们还剩下1人，就绝不会委身投降。更何况现在胜负未分，你就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啊？你是说你们现在还有机会力挽狂澜，将我们所有人灭杀掉？你们这些人修为不低，能力也不弱，但却愿意臣服于洛云这样的毛头青年，实在是可悲。哼！是时候结束了，全军抽风！我要让燕翔关不复存在。1日时间，果然已经是极限了。早知道守不住燕翔关，仍要浪费时间，这群人还真是该死。上次的屠杀比试，你我还没分出胜负，现在继续如何？自然没问题，只可惜洛云并不在此处，否则我很想看看，当他的亲朋好友、父母亲人一个个死在他眼前的时候，他会有什么表情？如此一幕，怕是看不到了。如此一幕，你怕是看不到了。哼，这家伙终于出现了。辛苦你们了。没想到水千月和九尾仙狐武灵的契合度更高了。光从这股仙之气息判断，就已然有了水落秋的一丝神韵。师尊期望，徒儿不敢辜负。36万镇星卫和禁军。仅剩下5万余人，而大罗金门和神霄殿虽因为受潮和强迫灵阵折损60余万人，但是还余下300万。我们双方的战力差距太巨大了。接下来的重担就交给我吧。罗云，没想到你居然自动走出来送死，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省去了我们追杀你的时间，准备受死吧。准备受死的是你们。剑来！这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些剑气的气息好诡异，既蕴含杀伐之气，又蕴含死亡气息，两者不仅没有排斥，反而完美融合，引来天地共鸣，进入王气之力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剑气的数目太庞大，洛云怎么会拥有如此多的王气之剑？啊！20余日的鏖战。数以万计的战友身死，36州100亿子民的希冀。将士们，拿起你们面前的血剑，随我打破僵局，斩尽眼前的狂妄之敌！果然是个愚蠢之辈，此时还要故弄玄虚。立即发动冲锋，将这些人全都杀了，一个不留。是，杀！
这些血光黑剑，好像全都是伊温王气，不仅无比锋锐，好像还蕴含一种诡异气息，能够毁灭生机。对方不过区区数万人，有何畏惧？立刻凝聚盾墙，阻拦住对方的攻势。只要攻势被拦，我们就能趁势反攻，一举歼灭所有敌人，乃至杀入燕翔关。当初我的灭世神雷，就是被这道盾墙抵挡住，而现在，我们好不容易凝聚士气，一旦被阻拦住，必将渐渐衰弱。杀！灭！这些将士到底是人还是魔？只差最后一步，我们就能攻破燕翔关。没想到，还是被这个洛云破坏了。此人不死，我们难以实现雄心抱负。既然你们那么想我死，那便来杀我。逞口舌之言，根本毫无意义。可恶！我们不出手杀你，你不仅没有感恩，还主动送上门来，实在是愚蠢至极。独自一人深入敌腹，洛云，你的狗命我收下。真以为我就只有一个人？这些都是阴阳境强者，甚至有2人的气息超越了天地之力，好像是涅槃之力。万剑阁的阁主，星辰古宗的星将，以及范无劫和古繁星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们全都没死啊！难道说，血战也是个谋局，只是为了诱骗我们出手？镇静！那人本是我神霄殿的阴阳强者，他在燕翔城之时，已经被令田冲当众杀死。他们充其量只是灵魂。隐藏了许久，终于能够展露出来。动手吧，大开杀戒一番。是。啊！林敬轩，你我同时出手，一举灭杀了洛云，重新夺回六宗魁首之位。6宗大比之后，我和林敬轩返回宗门，吞噬了大量丹药，强行将修为提升至阴阳3重境界。况且，我们2人联手，实力增强2成。洛云，你想扮猪吃虎，可惜实力不够啊！啊！太弱了，阴阳4重。一起出手！天骄，小辈的事，你们2个又如何掺杂？
仅一剑，便灭杀了2人。不！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从当初这2人想要大肆屠城之时，就已经被天地所抛弃。今日的命运在冥冥中早已注定，很快的，你们也将步上后尘。落云。杀！从此时此刻的局势判断，你们已经毫无胜算，放弃吧，莫要苦苦坚持。哼，这倒不见得。还要抵抗吗？果然是土元玄境和金元玄境。我倒要看看，这一群杀红眼的将士，在我等2大中品皇旗面前能有何作用？哼！狂妄！给我破开！这神霄谷中的防御力变得好生惊人，居然能够挡下我的一击！好强横的一刀！说，你现在觉得我说的话狂妄吗？涅槃剑奴并非生灵，只要灵魂不散，就可以再度凝聚。只是没想到大罗金门和神霄殿，居然将2大玄经融入罗生古道和神霄谷中，难怪这2人如此信心满满。这应该就是他们的最强底牌了。你们这一方共有4名涅槃强者，5境血被战局牵制住，1人被当场灭杀，现在仅剩下2人。你们可要放弃？以我们3人的实力，要杀你们足矣。此话从令天冲的口中说出，或许还有点说服力，但从你的口中吐出，除了滑稽和可笑之外，别无他意。落云，你如果急着寻死，我可以先送你一程。这是天圣灵珠，仙灵之气，你。剑。就凭借一物就想胜过我们2人，天下间怎会有如此荒谬之事？
虚空，这是什么力量？啊！不好！这枚天圣灵珠，由洛兰日夜酝养着，已经存有了9星睡莲武灵的一丝神髓。现在你们两人还有何话语？你们败了。没错，这一战我们两人已经败了，再无还手之力。只不过，这并不代表大罗金门和神霄殿败了。众人皆知，北荒域6大势力皆是存在了数千年，极其古老。但世人并不知道，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创宗之祖已经踏入了武皇门户天童兽，而这2枚宗祖信符，就是沟通他们的信物。武玄风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妄想故弄玄虚？哼！我本不想因为此事而打扰到宗祖的静修，但你的存在实在是太危险了。今日，你无论如何都要死！弟子不孝，未能斩杀敌手，特请宗祖出手，一举灭敌。涅槃境界之上为武皇，难道说这股诡秘力量真的源自于武皇强者？且不管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宗祖是否还未陨落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立即全力出手，将这2枚令牌彻底轰碎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，宗祖没有听到我们的呼唤？我猜，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宗祖已经听到了你们的呼唤，只可惜，他们并不能赶来此地助你们一臂之力。2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，休想掏出我的手掌心！古语言，穷寇莫追。应前辈又何必苦苦追杀？而且，我知道他们要逃去何方。宗祖，弟子有事询问。
宗祖不在。你们的宗祖此刻不就出现在眼前吗？小畜生，你给我闭嘴！休得胡言乱语！两位宗族的实力已达到半步武皇境界，一旦相互联手，穷击整座北荒域，即便是九寒宫公主，同样无法灭杀。你们说的没错，但出手灭杀这两人的不是人，而是我们头顶上的这片天。天地之间明明存在着契约，你们屠戮10万守城将士和40余万百姓子民，为天地所不容。身为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宗族，理所当然被剥夺掉契约，并降下审判之火。但这两人的修为已达半步武皇境界，故骨骸不朽不灭。那你所说，你之所以能够追到这里，也是这片天地在帮你。七枚本源玄经本为一体，互有羁绊，我自然能够轻松找到你们。倘若没有你们的带路，我们怎么可能找到这2名半步武皇强者的骸骨？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为什么能够知道这些？对死人来说，这些问题就算知道了答案，也毫无意义。这所谓给我破！我不甘心！林元离和顾玄风已死的消息，很快就会传遍大罗金门和神霄殿。如此局势之下，那些心存侥幸之人必将彻底绝望，我们便能顺势吞并这2大宗域。是啊，如今林元离和顾玄风终于死去，确实是出手反攻的最佳时机。明日，我们将正式接管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广阔宗域，必须有所安排和举措，以便能镇压动乱，避免不必要的纷争。第一，大罗金门和神霄殿这2大宗门的弟子都是凶狠狡诈之辈，倘若他们怀有复仇念头，势必会暗中针对万剑阁。因此，从明日开始，万剑阁必须出手追杀这些残余孽党，一人不留。师尊此言极是，不如此次追杀之举，就交由我们传功一脉吧。我们可以将其列成一项追杀任务，发布给万剑阁弟子。如此一来，既能够全力追杀孽党，也可以提升弟子的实战能力。好，此事便交给你们处理。第二，大罗金门和神霄殿的广阔宗域将归万剑阁所有，所以，在36州推行的刑道法纪也必须普及下去，从而肃清风气，正刑法之道。既然是关于刑法之事，就全权交给我吧。镇压之时，难免会引来混乱。仅仅凭借刑法一脉，怕是有点力不从心。我对此事颇为熟络，可以一同处理。最后一点，我建议，同样将2大宗门的势力划分成36州，每一州城都建立万剑阁分部，让各种资源能够畅快流通。这件事就交给内务一脉吧。我也正有此意。如今这些人悉数被炼制成黑洞剑奴，这对你来说几乎增加了1倍战力。也幸好大罗金门和神霄殿所藏丰富，否则的话，根本不可能如此顺利。话说回来，你从金霄山脉带回来的2具白玉骸骨，此刻处理的如何？半步武皇之人，体内拥有一丝来源于天地的意志之力，
仅仅凭借灵阵和灵力，很难将其湮灭。不过，我倒是有些好奇，你为何突然出手锻造黄气？待成功锻造出2件黄气后，莫前辈自会知晓。这群小家伙越发刻苦了，4象3才，7星凝形，假以时日，他们的成就无法估量，甚至有机会踏入5皇层次。莫前辈，我们出去吧。好。讲课就到此结束了。见过师尊，见过师尊。你们刚讲完课，应该有些疲倦了，就此散去吧。好好休息一番，莫要过于的劳累。千月，你暂且留下。不知师尊有何事？你已经完全融合了9尾仙狐武灵。没错。9尾仙狐武灵，一旦习练圆满，便能够屹立于武道巅峰。在验相关之时，我注意到你的实力提升了许多，但气息很不稳定，还夹杂着一丝仙灵气息。这便说明你强行融合了9尾仙狐武灵，并且习练了传承武学。我说的对否？千月知错，还望师尊处罚。修炼之道素来讲究循序渐进，这几日你去面壁崖思过吧，好好反省此次错误。徒儿知晓。还有事？敢问师尊，水家先祖除了将9尾仙狐武灵传承于我，是否还传承于其他人？你这话是何意？我在修炼的时候，脑海中会出现一道模糊的身影，想要在混沌中挣脱出来，却始终无法逃离。这身影让我生出了急躁之感，我才会突然尝试修炼传承武学。水千月融合了9尾仙狐武灵，而刘香则拥有9寒绝脉，冥冥中也会有所感应，而这点也可以说明刘香的确处于险境之中。你现在底蕴尚浅，不得修炼传承武学。至于那道模糊人影，你也不用过多在意，以免乱了修炼本心。对了，你除了看到模糊人影之外，是否还会看到一处漆黑诡秘的窟洞？那里遍布坚冰寒气，却时常溢散出一股女子的微弱气息。我从未看到过其他的异象。师尊，师尊，此刻在山门之外出现了一名神秘男子，他说自己是师尊故友，想要见你一面。故友？那名男子还说，只要师尊看到此物，自然就会明白。是他。在这股灵力笼罩之下，即便是涅槃强者的灵识都无法查探到你我之缘。现在，苏兄总归可以放心了吧？此次突兀前来，还望洛云阁主多多包涵。你我既是好友，又何必拘束？苏兄这次前来，不知有何要事？
洛云阁主，我义父遭遇重击，身体每况愈下。纵使我寻遍了各种办法，仍是毫无成效。还望洛云阁主能够随我去一趟七星谷，看看能否去除重击。苏兄，你莫要着急，只要是力所能及之事，我定会相助。洛云阁主，想必你也知道，世世代代以来，七星谷的存在，皆为九寒宫的奴宗。北荒域6大势力中，九寒宫的实力最强，而七星谷处于九寒宫下方。九寒宫依靠着强横实力，强行奴役了七星谷。是的，这种奴役关系存在了数千年，但义父却不甘愿如此。自6宗大比结束后，叶雪长也宣布进入闭关状态，任何人不得踏入九寒宫半步。义父希望趁此机会摆脱九寒宫的掌控。难怪最近的大事，九寒宫从未参与。但义父的决定，立刻遭到了大长老江千珏的极力反对。幸好义父强行用实力震慑了江千珏等人。副谷主的修为如此高深，那江千珏应该还未踏入涅槃境界吧？半个月前，七星谷内突然出现了一座古怪的悬浮古山。义父和一众长老出手探查之时，古山内忽然洒下了漫漫金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义父宛若身患重疾。但反观江千珏，居然一举踏入了涅槃境界。所以，现在的七星谷，江千珏统摄了大权，不停铲除异己，滥杀无辜。苏兄，敢问那座悬浮古山的入山古道之上，是否耸立着一座青玉石碑？其上书3字“弥天山”。洛云阁主，你怎会知道这些？上一世，我纵横真灵大陆，光是踏足的秘境洞府就不下1000处，但弥天山3字，却始终烙印在脑海深处。这座悬浮古山，乃是一处上古宗门，宗主唤为弥天武皇。他已经无限接近地境层次，而且喜欢收集奇珍异宝，因此弥天宗上下珍宝遍地。而且弥天山乃是弥天武皇的修炼之地，其内必定存有意志之力。只要我能得到这些意志之力，就能够顺利将2具白玉骸骨凝练成黄气。苏兄，那座弥天山是否第一次出现？再者，弥天山笼罩在金芒之内，你是否记得弥天山之巅有几重金光？七星谷存在了数千年，从未记载过弥天山的存在。至于弥天山的金光，每过2日时间，金光便衍生1重。如果不出意外，现在应该有7重金光。洛云阁主，你们这个做甚？9重金光绽放需18日，所以3日之后，弥天山就会正式开启。没想到上一世尘封已久的记挂，现在居然有机会亲身证实。此事牵连甚大，倘若洛云阁主能治好义父的重疾，无论什么要求，我一定会全力满足，毫无怨言。苏兄言重了，在古星秘境，苏兄多次相助于我，而副谷主的豪爽性情，我也颇为钦佩。如今你们身陷困境，我自然会全力相助。多谢洛云阁主。事不宜迟，我们随后便前往七星谷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还要处理一些琐碎事宜，还望苏兄到万剑殿外稍等片刻。好。傅小晨突然病重，实力大损，而江千珏却突破修为桎梏，踏入了涅槃境界。这里面恐怕并不简单。倘若我们要杀入九寒宫，就必须攻破七星谷的防御。相反，如果我们能帮助傅小晨结成联盟，一同对抗九寒宫，这对我们和七星谷来说都是最好的局面。年轻之时，我也曾踏入过七星谷，岁月如沙，一晃便过去了20余年，倒是有些怀念了。七星谷强者众多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也一同前往吧。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此次七星谷之行，只能由我独自前往。别担心，这次
我会带太虚石灵蟒一同前往。如果遇到危险，我也能够全身而退。时间紧急，未来得及说明。下次我会提前告知一声。看来这次前往万剑阁是无比明智的选择。以洛云阁主的手段，说不定真的能够治好义父，让七星谷重回安宁。楚先生，我义父居住在青灵城深处的青尘阁内，路途稍有些远，还望海涵。好。我倒是谁鬼鬼祟祟，原来是我们七星谷的天骄人物。一连几日未见，怎么看上去这般狼狈落魄？苏大天才，你这样无视于我，难道就不怕我心存怨气，然后去找苏慕昭的麻烦？不过这样也好，说不定我还有机会一亲苏慕昭的芳泽，好好快活一番。我从未见过你，你是何人？哼，我不管你是何人，只要你踏入了这座青灵城，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夹紧尾巴。再者，你不得跟此人为伍，一旦让我发现，我不仅会杀了你，但凡跟你有关系之人，我也绝对不会轻易饶过。听懂了没有？他是何人？此人名为江峰，江不萧之子，修为已达天灵9重。青灵城陷入混乱之后，更是打着肃清风气的旗号，到处肆意杀伐。至于江不萧，则是七星谷的长老之一，修为已达阴阳6重，乃是大长老江千珏的心腹人物。难怪胆敢如此嚣张。你先是轻薄苏慕昭，而后又出言威胁于我，看在七星谷的面子上，我不难为你，你自断双臂吧。江峰的父亲江不萧手握庞大权势，哪怕是跺一跺脚，都能让青灵城颤抖起来。现在的青灵城局势混乱，江千珏又手握权势，要杀一个阴阳4重境的散修，太简单了。就凭你这句话，我宣布，你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是吗？我父亲是江不萧，你敢动我？你若胆敢伤害江峰少爷，休想活着离开青灵城！不！这一切都是误会，只要你放了江峰少爷，我们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前辈，这的确是个误会。待我离开这里，必定将此事告知父亲。明年的今日，便是你的忌日。你觉得是一个误会，但我并不觉得。江峰的狗命我收下了，倘若江不萧想要报仇，就让他来青尘阁找我。走吧。我甚至没有察觉到洛云的气息，江峰的身体就烟消云散了。原本以为我们差距不大，但没想到，我们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现在我们要怎么办？老爷积极护短，少爷死了，我们3人难逃其咎。至于是死是活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我出手杀了江峰，还引来江不萧的怒火，苏兄不觉得有失妥当吗？的确有失妥当，只不过
你之所以这样做，必定有你的道理。既然选择了相信，我又何必出言？上一世，我和苏静安成为了生死之友，就是因为后者的赤子之心。而这一世，苏静安依旧如此，待人真挚。光凭这一点，我就一定要帮七星谷度过此次的难关。师兄，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？这件事说来话长，我还是先看看副谷主的情况吧。师妹，这些事我稍后会告诉你，先让洛云阁主看看义父的情况，不然等到江不消到来，又要耽搁不少时间。义父，静安，你回来了。此次特意请洛云阁主到来，还望多多包涵。苏静安和苏慕昭皆是我的挚友，副谷主不必拘礼。放心，我承受得住。情况如何？副谷主，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必须如实回答。好，你尽管问吧。弥天山出现的时候，你是否踏入了弥天山？弥天山出现时，笼罩着一重金光，常人难以入内。只有我和江千珏踏入了其中。可是，我们刚踏入半步，就有一道金光迎面而来。之后，我们就被逐出了弥天山。那金芒迎面而来的时候，你是否感觉到了疼痛？有，不过只是一瞬间。我已经大概清楚了。倘若我没有猜错，副谷主的体内应该寄生着一只弥天金虫。弥天金虫？为何我从未听过此物？弥天金虫是弥天山的守护灵物，如若弥天山还未开启，却遭他人强行入内，此虫就会出现攻击硬闯之人。弥天金虫渗入血肉之后，能够完全隐匿身形，即便是武皇强者的意志之力都难以将其驱除，最后只能落得灵海崩溃、身消道陨的悲惨后果。连传说中的武皇强者都无法抵挡，如此说来，义父岂不是……或许，这就是我的劫难吧。你们这是作甚？这弥天金虫虽然霸道，但我确有驱除的办法。洛云阁主，你有办法？您，副谷主，封锁灵海，关闭午时。此物就是弥天金虫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弥天金虫乃是奇物，一旦暴露在空气中，就将烟消云散，连尸体都不会留下。幸好此次能得到洛云阁主的帮助，否则我这条老命怕是要折损于此了。一只弥天金虫险些断送了义父的性命，看来这座弥天山比想象中更为诡秘。不过义父和江千珏同时进入弥天山，但为何江千珏毫发无伤？当初我和江千珏被驱逐出弥天山，他曾出言询问于我，
问我是否看到一汪金色古泉，由此可以推断，他进入弥天山后出现的应该是一汪金色古泉。难道这金色古泉就是传闻中的神秘古泉？倘若真是如此，江千珏很有可能跟神秘古泉有所共鸣。只要我紧跟着江千珏，就能顺势找到神秘古泉。杀我儿者，速速滚出来受死！这似乎是江不消的声音。义父，我和洛云阁主进入青灵城之时，被江枫拦住了去路。江枫举止目中无人，不仅出言轻薄师妹，还多番威胁洛云阁主。最后，洛云阁主将其当场诛杀了。江枫早已是臭名昭著，在义父休养的这段日子里，他更是仗着江不消撑腰，横行霸道，强抢民女。他的死，那是苍天有眼。这段日子，青灵城越发混乱，乃至影响到了七星谷的运转。我也是时候出手整顿了。副谷主，既然这件事因我而起，也应当由我结束。更何况，你刚去除弥天金虫，身体还处于虚弱之中，理应静修调养。放心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杀我儿者，速速滚出来受死！儿子出言乱叫，没想到老子也当街乱吠，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今日之事是我的私人恩怨，你们两人莫要插手，否则的话，休怪我翻脸无情。就是你杀了风儿。人的确是我杀的，你若要出手，便爽快些许，我没空陪你浪费时间。你这是找死！站！这一剑居然达到了熔剑合一层次，不错，正好可以让我检验一下万象碧铠蜕变之后的力量。力量增幅，虚无震波，万象之力，三式齐开！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居然妄想挡下我的赤焰重剑！江长老阴阳6重修为，而且手持5品王器，此剑蕴含了他所有力量，一斩可破万法，绝非阴阳4重之人能够抵挡。此人居然还敢出手抵挡，这样无异于找死！这怎么可能？啊！井底之蛙只懂得坐井观天，你对力量一无所知。我不信，这绝不可能！江不消的最强之剑，业火焚击江不消招神圣级。我踏入阴阳4重之后，黑洞重剑重达40万斤，即使镶嵌了4枚本源玄晶，
但是要开启3大神通，依旧有些许吃力。看来法生淬体术第5层的金刚之体略显不够。希望这次踏入弥天山之后，能够有所收获。你们的主子应该是江千珏吧？回去告诉他，江不萧和江峰冒犯于我，死有余辜。如果他心存不满，可来青尘阁找我。百闻不如一见，落云阁主的实力果然深不见底，实在让老夫感到佩服。江峰身死算不得什么大事，但江不萧身为江千珏的心腹人物，他一死，七仙谷必将混乱，恐怕江千珏也很快会降临青尘阁。那又如何？只要有我在，不管任何人到来，都休想伤落云阁主一根汗毛。从修为层次来说，副阁主，你的确不必惧怕江千珏，但江千珏已经收归七星谷的大权，拥兵惊人。再者，江千珏正式踏入了涅槃境界，我们和江千珏不宜爆发冲突，否则一旦弥天山开启，他顺势逃入其中，我们都将变得被动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为何还要招惹江千珏？这个说来也简单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想请副谷主屈尊帮我演一出戏。哦。一个阴阳4重之人，就能将青灵城搅得天翻地覆。你们做得很不错，属下知错，还望大长老息怒。那个江峰死了倒也就算了，但江不萧的死将直接影响我的声誉，这一点难道你们都不清楚吗？启禀大长老，江长老前去报仇之时，我们对此事不甚明了，更何况对方的修为不过阴阳4重，我们下意识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当我们感觉到不对劲之时，江长老已经身陨当场。听他人所说，那人仅出了1招，就把江长老焚杀至此。而且那人的居住地乃是青尘阁，我们不敢妄自行动，免得扰乱了大长老的计划。焚杀江不萧之人，你们是否调查清楚了？大致调查清楚了，但……说，那人约莫30岁，男子，身形削瘦，修为达阴阳4重，武器为一柄权杖，能够吞吐出恐怖火焰。除此之外，他似乎还是一名貔貅，曾只手挡下江长老的一剑。哦，对方能只手挡下赤焰重剑，可见实力高深。难怪江不萧会死得如此之快。据我调查，那男子是苏景安带回。苏景安3日前伪装身份离开了青灵城，估计就是去寻找此人的帮助。3日时间不长，倘若一来一回的话，只能堪堪离开七星谷。如此看来，那人并非来自万剑阁。那人此刻还在青尘阁？没错，一步都未曾离开。好，那我亲自去会会他。啊！江千珏真的来了！这下麻烦了。小小之辈，给我速速滚出来！江千珏，你身为七星谷长老，来到副谷主的居所，不仅没有行礼，还胆敢直接出言暴喝，在你的心中，可还有副谷主？就是你杀了江峰和江不萧。古语言，
杀人须偿命，现在可以去死了。死亡！好生诡异的火焰！大胆狂徒，居然胆敢扰乱青灵城的安宁！今日我以大长老的身份，将你格杀于此！是神秘古拳。江千珏踏入弥天山的时候，很有可能无意中进入了神秘古拳，并且因此有所奇遇。也罢，就让他先得意一会儿。只要找到神秘古拳，下一场便是江千珏的死期。这两人实力好强横，倘若我们立于其中，恐怕已经灰飞烟灭了。此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，竟能挡下江千珏的攻势？此人手段诡异，绝不能苟留。这是谷主居所，谁敢闹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傅小晨的伤好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傅小晨的伤好了。多日不见，连我这个谷主都认不得了。不敢。此人并非我七星谷之人，他先出手杀了江峰，随后又杀了江不消，使得青灵城彻底大乱。他若不死，青灵城如何安宁？我此次来到青灵城，就是为了医治副谷主的怪疾，但江峰和江不消两人不仅多次出手阻拦，还想置我于死地。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违反了宗门法规，还无视于副谷主。如此之人，焉能不杀？江峰和江不消本就作恶多端，他们被焚为齑粉，那是罪有应得。半个月前，谷主突然遭遇怪疾，灵力溃散，但现在谷主似乎已经痊愈了。难道说，此人真的是神医？大胆！你还想妖言惑众？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皆是有理可循，难不成江峰和江不消皆听命于江长老，目的就是为了拖延副谷主的病情？一派胡言！我们皆是七星谷之人，又岂会暗中算计？没错，我们赶来此地就是担心谷主遭到奸人蒙骗，绝没有半点加害之心。够了！江峰和江不消已死，倘若继续追究下去，青灵城只会越发的混乱。依谷主的意思，此事就这样算了？你笑什么？笑你无知。江峰和江不消早已惹来众怒，你身为七星谷大长老，不管不顾也就算了，现在还问出如此愚蠢的问题，难道你就不觉得丢人现眼？楚先生之言，话糙理不糙。江千珏，你确实应该好好反省。
慢着。半个月前，我踏入了弥天山，不幸感染怪疾，但同时我也知晓3日后，弥天山将正式开启，里面不仅有无数武学功法，还拥有无穷资源。只要能得之，七星谷将更加繁荣。傅笑臣怎么可能还会知道弥天山的心秘？不过，弥天山遍布机关灵阵，唯有修为达到阴阳境界之人，方可安然无恙。所以我决定，所有长老都必须入内，而且这一次，楚先生也将跟随你们一同踏入弥天山。我没有任何异议，希望到时候我能看到楚先生的绝世风采。难道江长老气昏了头脑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也先行告退了。坐。你们都被傅笑臣骗了。刚才傅笑臣出手的确无比强横，但我却能感觉到他的灵海依旧濒临崩溃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傅笑臣之所以这样做，目的就是为了稳定七星谷的局势。这般说来，楚先生出现就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，从而忽略掉傅笑臣。哼，这只是其一。那个楚先生的手段颇为诡异，傅笑臣应该是想借他的实力扭转颓势。只可惜我上次进入弥天山之时，已经得到了一部分灵阵机关的控制权，所以只要他们踏入了弥天山，最后都休想活着离开。今日发生的事实在是太过惊人。先是大长老江千珏率一众七星谷长老降临清晨阁，而后江千珏与神秘的楚先生震撼交手，再然后谷主傅笑臣强势登场。这一切都预示着七星谷即将迎来巨变。还有，连傅笑臣这样的顶尖强者都险些殒命于弥天山，此山到底隐藏着多少秘密和资源啊？义父，你为何会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？这些都是我的安排。之所以没有提前跟你们说明，是为了让江千珏看不出谋划痕迹。刚才我和江千珏交手之时，发现他的灵海存在着一抹金色古泉虚影，这乃是弥天山的最大心秘，表明他已经得到弥天山的部分掌控权。若真如此，那么他进入弥天山必定会对我们出手，尤其是洛云阁主你。放心吧，江千珏的那点小伎俩，我根本没放在眼里。这一份卷轴，详细记载着弥天山的所有洞府秘境。你们2人进入弥天山之后，就按照卷轴上面的路线，一边躲避追杀，一边前往各个洞府秘境探查。什么？江千珏为人谨慎，但也存有自负之心。他和一众长老进入弥天山后，肯定会有所疏忽。在此期间，就有劳副谷主配合了。洛云阁主，这些莫非你来到七星谷之前就已经做出布置了？一切之事都已经布置完毕，现在所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候第9重金光绽放。
威亚，此人莫非就是弥天山的主人？这便是弥天武皇。第9重金芒绽放，弥天山已经正式开启。诸位，请吧。冲啊！愚蠢之辈！弥天山遍布灵阵，十死无生。即便侥幸通过了重重金芒，也会死于险境之中。楚先生乃是我七星谷的贵客，还是你们先请吧。好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姓楚的，这座弥天山将是你的埋骨之地。但凡进入弥天山之人，都会聚集于此地。你们即刻出手彻查周围，一旦发现那3人，直接出手。大长老，周围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。大长老，这3人果然狡猾。不过，纵使再狡猾的猎物，也休想逃过猎人的追杀。我早已掌控了弥天山的一部分，只需凝聚灵力，就能轻松监视各处。弥天山刚刚开启，灵力暴动。待灵力逐渐稳定下来之后，江长老再出手寻觅也不迟。弥天山是一处上古宗门，也是弥天武皇的修炼旧址。这些光点应该就是奇遇和资源所在。你们立刻兵分2路，同时出手追杀，速度要快。胆敢让我如此丢脸，你们就算是死，也休想死得痛快。竟然没有！这金色泉水不仅让我踏入了涅槃境界，还跟弥天山产生出一丝联系。按道理来说，这种现象绝不可能会出现。难道是巧合？江长老，我们赶到目的地后，周围也没有任何踪迹。江长老，我们同样如此。追，继续追杀，一定要找到那3人。2日了，每次我们来到地图标注的地点后，光点的位置都会发生改变，根本就是徒劳无功。而且周遭的珍贵资源却被夺取一空，一物都没有留下。一只狗东西！那就是散开，各自去收集修炼资源。追杀之事，你们休要插手。哼！终于再次来到此地，上一次
我侥幸得到一枚金色水滴，就能突破瓶颈，踏入涅槃之境。而眼前这一汪金色古泉，蕴含万千枚金色水滴，只要我能将其收入囊中，必将踏入武皇境界。到时候，莫说是七星谷，就连整一座北荒域，都将归于我手。多谢大长老带路。谁？给我出来！原来传闻中的神秘古泉是由弥天武皇的武皇意志凝聚而成，也难怪你能顺势突破修为至古，踏入涅槃境界。你却是你！这个问题应该要反问你自己吧。倘若不是你在前面带路，我又怎么可能来到这里？你居然利用我！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还有，你刚才说的那番话又是何意？速速给我道来！本来在青城阁外，你这一条性命我便捏在了手中，但因为这一汪金色古泉，你多活了5天。现在你也不用问的这些问题，永远都不会得到答案了。落云。落云，姓楚，修为达到阴阳4重，与苏静安交好。可恶！我早就应该猜到你的身份。你进入弥天山，就是为了找寻驱除弥天金虫的办法吧？但我可以告诉你，莫说是3级涅槃修为，就连武皇强者都难以抵挡。落云，你何必为了一个必死之人费心？无知者着实悲哀。不知好歹，莫要忘了，你不过是我的手下败将而已。是吗？那你大可一试，看谁才是手下败将。好高深的剑术，此子果然有几分本事。纵使你剑术无双，那又如何？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依旧要死。你虽然踏入了涅槃境界，但始终是依靠外部而入。这样的你，凭什么跟我一战？我倒要看看你能成多少招！玉山式。小鬼，去死吧！虚无震波，逆剑式。这怎么可能？反天式。这小子虽说在气势上能压住我，但想要对我造成伤势，仍是有些困难。只要找准时机，你就这点实力？哼！
现在就让你知道，惹怒我是多么的愚蠢！斩！同时开启5枚本源玄经之后，不仅能轻松催动万象碧铠的3大神通，还能将其融入黑洞重剑。而这一切对我而言毫无消耗，这万象碧铠的品阶，恐怕达到了上品黄期。差一步，就差一步，我就能取代傅小晨，成为七仙谷之主，甚至还能成为5皇强者。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。今日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着你一起下黄泉！你觉得引爆灵海，就一定能置我于死地？我如今是1阶涅槃修为，倘若我执意自爆，同级之人都难以幸免于难。如果区区阴阳4重修为，绝不可能挡下这股毁灭力量。有道理，但如果你无法自爆，那谈何跟我同归于尽？4尊涅槃级的灵魁，我恨呐！世间万千事，差一死便是差之千里。你连这一点都未能看透，谈何踏入5皇境界？你们暂且回到黑洞重剑内，倘若有需要，我会直接传唤。上一世，我转折寻觅许久，一直都没能找寻到神秘古泉的踪影，现在却出现在我的面前。这是弥天5皇的居所，原来他居然藏匿在这里，难怪上一世从未有人找到。的死气，古父铭文，不灭不朽。这4具枯骨，生前应该是5皇强者。看来，不管我意愿如何，到最后都要踏入这座宫殿。